一位白裙飘飘、惊艳绝美的仙子来到沈星河的住处。她正是苏应离，天道宗的绝美仙子，也是沈星河的师尊。她的纤纤玉手缓缓推开沈星河的房门，檀木门板推开时带出细微沙沙的摩擦，混着眼角风铃的轻响，在静谧的夜里织成绵软的网。沈星河也刚好察觉到此动静，从床上起身，见到来者是他师尊之后，沈星河放下戒备，微微拱手：“徒儿拜见师尊。”一双清冷眸子带着一些温柔，朱唇轻启：“徒儿，算算时日，你已经拜入我的门下3年了。”“是的，师尊，徒儿确实已经入宗3年了。”苏应离素手轻拂月白裙裾，广袖间暗香浮动。“但为师却没有教过你任何功法，你可有愿为师？”“徒儿没有怨过师尊。那年雪夜师尊迁我回玉清殿时，徒儿就知道，这世上再不会有比您更暖的掌心了。”苏应离身子向沈星河前倾，脖子上的项链在沈星河的眼前摇晃，目光瞥向不断起伏的沟壑。沈星河不自觉地咽了一下口水，滚动的喉结刚好被苏应离看见。苏应离嘴角微微上扬：“今年刚好是你的弱冠之年吧？为师特意为你准备了一部功法，你可想尝试一下？”沈星河的脸瞬间涨得通红，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耳畔，令他浑身发烫。虽然他已经看过很多的这种剧情，自穿越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和异性靠这么近。好，苏应离把沈星河推倒在床上，双手解开沈星河的胸扣，双方的灵力开始慢慢的交融。一阵清风徐来，沈星河看向绝美的苏应离：“我靠，看了2年半的小说，这种好事终于轮到我了。”半透明的纱衣随风扬起，隐约可见莹润如雪的肌肤，泛着珍珠般温润的光晕。他身上的纱衣又轻又薄，裹在身上把身材曲线都显了出来，里面肚兜绣着缠枝玫瑰花，随着呼吸轻轻起伏，锁骨处若隐若现的凹陷仿佛藏着神秘的深渊，吸引着他沉沦。苏应离将唇吻在沈星河的脖子上：“师尊，这是双修吗？”苏应离的美丽大长腿压着沈星河，贴近他的左耳：“这是为师为你独创的功法，不是双修。”苏应离的指尖稍用灵力将沈星河的修为暂时封住，将一股寒气导入他的体内，故意让寒气侵入沈星河丹田，迫使他主动贴近自己取暖，以便更好的与纯阳之体融合。沈星河打了个冷战：“师尊，徒儿感觉好冷，此功法会有寒气入体，你可抱住为师缓解。”苏应离白皙的脸庞现在染上了红晕。沈星河心里早就乐开了花，只是外表装着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沈星河搂住苏应离的细腰，手感好滑啊。苏应离的身体也颤抖了一下，因为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男人。此时房间内充满了荷尔蒙的味道。几个小时辰后，这几个时辰中时不时会传来少妇的娇喘吁吁。苏应离捡起地上的衣服，整理了自己的凌乱的头发。苏应离感受着自己身体的变化，他运转了一下自身的灵力，恰好此时刚好从化罡中期突破化罡后期，今天刚好是他的绝阴之体的全面爆发，只有与纯阳之体双修才能治愈这个副作用。而沈星河就是纯阳之体，因为自己的修为和沈星河差距太多了，虽然他的绝阴之体得以痊愈，但是沈星河也因此从淬体境后期跌落丹田破损的废人。苏应离早就想到有这一天了，就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可以说从刚一开始，沈星河的纯阳之体就注定成为苏应离的突破修为桎梏的炉鼎。苏应离左手食指在其眉心轻轻一点，把他的记忆抹除掉。看着沈星河那憔悴的样子，他有点于心不忍。虽然丹田破碎的痛苦已经被他压制，但他还是为沈星河服下一颗自己独有的静心丹。第二天的初阳刚起，沈星河悠悠转醒，习惯性的伸了个懒腰，随即一股难以言喻的仿佛被巨兽碾过般的酸痛感瞬间席卷全身，让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怎么回事？感觉像是做了一整夜的苦工，身体被掏空了。他揉着发胀的太阳穴，昨夜的一切如同被浓雾笼罩，模糊不清，只余下这深入骨髓的疲惫。定，检测到宿主现在无任何修为，现满足开启超级无敌开挂成长系统。宿主是否开启？声音带着和他一样的稚嫩。沈星河浑身一震，巨大的惊愕之后是狂喜如火山般喷发。开启，立刻开启！他几乎是吼出来的，声音因激动而变调。3年了，整整3年。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修仙世界，如履薄冰的挣扎，属于穿越者的金手指终于来了。定，绑定成功。恭喜宿主开启超级无敌开挂系统。本系统致力于将宿主培养成诸天万界最亮强的仔。没等他高兴多久，他发现了自身的异样。不是我的修为呢？不是我是淬体境后期了吗？为何我现在毫无灵力，而且丹田还破了？定，系统已经将宿主的缺失记忆导入识海里，请宿主注意查收。
沈星河看到了他师尊所做的一切。我的修为尽失是因为师尊吗？可谓何师尊会这样做？是的，系统言简意赅。宿主身负万中无一的纯阳道体，乃其绝阴之体突破桎梏、化解反噬的绝佳炉鼎，境界差距如天堑。其绝阴之力过于磅礴霸道，宿主体内出生的纯阳本源无法与之平衡，如螳臂当车，丹田不堪重负，遂彻底崩毁。此乃炉鼎之命的必然结局。我靠，居然拿我当作修炼的炉鼎，经过我的主观同意了吗？系统出现抹汗的表情。宿主，你脸呢？你要不要看看你昨晚有主动？简直是奋不顾身，勇猛精进，鞠躬尽瘁，还没有经过你的主观同意。沈星河被噎得老脸一红，昨晚自己那急不可耐、沉溺其中的样子确实不堪回首，但他嘴硬的本能立刻占据了上风。我很主动吗？我记得我是被动的。宿主吃干抹净这么强的吗？昨晚我看你就像那种饿了2年半的鸡看见米一样主动。就算我主动的前提也是他存在主观故意啊。抛开事实不谈，难道他利用我就没有错吗？你别扯淡，这里不是蓝星，你哥那蝌蚪纹身离谱到你姥姥家了。哎呀，我就是想着可以师尊开启禁忌师徒之恋而已，没有想到他是利用我而已。系统难道不安慰一下我吗？安慰你个大鸟蛋！本系统不会安慰若坤。系统界面瞬间弹出一个巨大的金光闪闪的若坤表情包，极具嘲讽效果。沈星河瞪大双眼看着眼前的系统，不停地晃动眼前的系统面板。什么狗系统？信不信我把你给砸了？冷静，拥有本系统后就不再是若坤了，你将会是开挂般的存在。点击屏幕领取你的专属新人礼包。沈星河点击屏幕的领取按钮，屏幕突然闪出金光。叮！恭喜宿主获得专属天命大反派身份和5抽奖机会。不是系统，你想玩死我啊？反派的命都是很短的，很可能刚出场不久就会领盒饭。我丰富2年半的小说经验告诉我，不能做反派。有本系统在，做一个大反派，那肯定是小意思了。本系统包带飞的。系统界面弹出一个 OK 手势。想想看，美女如云，左拥右抱，莺莺燕燕环绕，岂不比当个苦哈哈的正派爽？想想看，将那些所谓的天命之子踩在脚下，看他们无能狂怒的样子，不爽吗？再想想看，抢他们的机缘，夺他们的红颜，断他们的气运，这才是真正的开挂人生。被系统描绘的美好前景轮番轰炸，沈星河哪里能受得了？他咬了咬牙，眼中闪过一丝狠戾。妈的，干了！反派就反派！妈的，哄着这个傻 X 接受身份真难，不是上面派的任务，老子懒得理你。对了，我不是有5次抽奖机会吗？给我直接梭哈5连抽！沈星河搓着双手，期待着会抽出好的修炼的功法。叮！恭喜宿主获得混沌阴阳体，身负此体质者堪称万法炉鼎，可与各种特殊体质的女子双修，提升修为。恭喜宿主获得巨灵境前期修为。恭喜宿主获得流光破空剑。上古仙神采星辰精魄，淬寒潭玄冰，炼地心真火，千锤百炼而成，神风随主，潜力无穷。恭喜宿主获得封魂印，唯一，此印可锁魂镇魄，灵魂之力被封，则无法沟通天地，驾驭灵气，一身修为竟成空谈。注：封魂印为系统之物，只有宿主方可破解。恭喜宿主获得超级无敌乾坤袋，芥子纳须弥，万物皆可容。沈星河瞳孔骤然收缩，随即爆发出狂喜的光芒，呼吸都急促了几分。死我这是欧皇附体，5件全是极品，天命反派还真特马。他下意识地舔了舔有些干涩的嘴唇，目光在封魂印上流连不去，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便是昨夜那颠倒迷离、香艳蚀骨的师尊身影。此时门外刚好有一道黑影闪过，系统立刻领取。沈星河低喝一声，迫不及待地抓向那柄悬浮的流光破空剑。剑入手，一股冰火交织的奇异处感顺着手臂蔓延。剑长3尺6寸，通体如月华凝练，剑刃薄如蝉翼，寒光内敛，剑身却温润似玉，抚摸上去竟有潺潺流水般的柔滑。剑柄处镶嵌着一枚深邃的蓝宝石，内里仿佛蕴藏着一片微缩的星河，灵气氤氲。他手腕一抖，挽了个凌厉的剑花，剑气破空，发出低沉的嗡鸣。好，霸气绝伦，这才配得上我沈星河。压下心头的激动，沈星河盘膝坐下，闭目凝神。他需要巩固刚刚灌顶的巨灵境修为，更要参透那关键无比的封魂印。几个时辰后，他猛地睁开眼，眸中金光一闪，双手结印的速度快得带起残影。最终，一个繁复诡谲、散发着不祥红芒的印记在他掌心悠悠凝聚成型。叮！恭喜宿主成功掌握封魂印。
几乎在系统提示落下的瞬间，一阵带着几分不耐的敲门声响起，嘟嘟嘟。沈星河收敛气息，起身开门。门外站着他那位以清冷孤高闻名天道宗，被誉为宗门第2仙子的师姐夏清月。她身着一袭素白长裙，不染纤尘，紫发如瀑，容颜精致的如同冰雪雕琢。那双清冷的眸子淡淡扫过沈星河，带着一种拒人千里的疏离。师姐有何吩咐？女子清冷的眸子微动，苏师叔带我给你传话，让你前往玉清殿。言罢，不等沈星河回应，素手掐诀，足下凭空凝出一柄紫色光剑，载着他化作一道流光，瞬息远去，只留下淡淡的冷香。不愧是天道宗的高冷御姐，这高冷的性格还是一如既往，不过我喜欢。定，检查到刚刚的女修士为特殊体质，体质星眸血符体，作用于此体质双修可助吸收星辰精华，增强宿主的灵气感知。我才只有一个封魂印，这个封魂印我肯定要用在我美丽的师尊身上啊！系统你可别忘了，我家师尊也是特殊体质啊！嘿嘿，结宿主真坏，有当反派的天赋。走，现在就去找我的师尊！嘿嘿嘿。沈星河露出了渐渐的笑容。而后，沈星河来到了玉清殿，一座飞檐流丹，恰似九霄仙居灵室，磅礴朦胧的殿宇赫然呈现。沈星河迈步前行，顺着阶梯向上，很快进入大殿。数位长老端坐玉阶两侧，玄色道袍绣着暗金云纹，袖摆间垂落的玉佩泛着悠悠光晕。顶上的莲花宝座，一位淑丽女子慵懒的支招皓腕，披带银线霓裳，身段修长柔美，玉足轻晃摇曳。师尊，她比昨天晚上还要美，比昨天晚上还要妖娆。可能是昨天晚上折腾的太久，导致她的眼睛有点迷离，但她的气色却很好。沈星河微微拱手，恭敬道：“星河拜见师尊，各位长老。”旁边的长老看见沈星河后，从旁边走出大殿中央。宗主不是规定过门派宗规吗？无修为者不允许踏入天道宗。你身为宗主的妹妹，不应当以身作则吗？苏应离冷眸一皱，三长老这是何意？沈星河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修为，还仗着自己是你的弟子，在宗门里面大肆的搞破坏和偷灵植炸药田。苏应离原本慵懒的神情瞬间收敛，一双冷冽如寒潭的美眸倏地扫向沈星河，无形的威压弥漫开来。沈星河心头一紧，下意识地避开了那锐利的目光，暗叫不好。糟了，炸田偷药的事怎么捅出来了？就在苏应离眸中寒意凝聚，三长老嘴角勾起冷笑之际，沈星河却猛地抬起头，脸上不见丝毫慌乱，反而带着一丝从容的笑意。哦，三长老说我毫无修为。他缓缓抬起右手，五指张开，掌心向上，心念微动。嗡，一团精纯凝练的乳白色灵力，如同跳跃的火焰，骤然在他掌心升腾而起。那清晰的灵力波动，正是距灵境前期修士的明证。这不可能！三长老脸上的冷笑瞬间僵住，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死死盯着那团灵力。怎么可能？我刚才明明查探到他没有任何的修为波动才对啊！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苏应离也豁然从莲花宝座上站起，绝美的脸上写满了惊愕与不解。我记得他明明是丹田已经破碎了才对啊！他清楚地记得亲手探查过，那丹田早已碎裂，绝无修复可能。苏应离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翻涌的惊涛骇浪，广袖轻轻一挥，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够了！星河年少顽劣，给各位长老造成的损失，本座自会加倍赔偿。他的目光扫过殿内众人，带着一丝警告的意味。若无他事，诸位长老请回吧。大殿瞬间空旷下来，只剩下师徒二人。苏应离缓缓坐回宝座，目光复杂地看着殿下的沈星河，声音带着一丝疲惫和关切：“徒儿，为师竟不知你闯下这许多祸事。”沈星河立刻换上愧疚的神情，深深一揖：“师尊恕罪，皆是弟子少不更事，贪玩胡闹所致，弟子甘愿受罚。”苏应离挥一挥透明的白色衣袖：“罢了，为师不惩罚你，过来让为师看看你的丹田，看看你的修为有没有巩固完全。”“是，师尊。”沈星河恭敬应道，低垂的眼眸深处却掠过一丝得逞的厉芒。他不动声色地将左手负于身后，心念急转，那枚散发着不祥红芒的封魂印已悄然在掌心凝聚。一步，两步，三步，沈星河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到苏应离的面前。苏应离见他走近，便闭上那双勾魂摄魄的美眸，伸出银白如玉的食指，指尖汇聚着柔和却强大的探查灵力，轻轻点向沈星河的眉心。“徒儿，放开心神。”就在那冰凉的指尖即将触及额头，苏应离心神全部沉浸在探查其丹田异变的瞬间。就是现在！沈星河心中厉喝，附在身后的左手闪电般探出，手腕翻转间，那枚凝聚了全部心神与灵力的血色封魂印，带着刺耳的破空厉笑，精准无比地射向苏应离光洁的眉心。红芒一闪，
瞬间没入。一朵妖异诡谲的血色莲花印记在苏应离眉心处骤然浮现。苏应离猛地睁开双眼，眸中先是茫然，随即被滔天的怒火和难以置信的惊骇填满。逆徒，尔敢！他厉声斥喝，下意识的双手结印，灵力疯狂涌动，紫霄剑来！但是没有任何反应，那柄与他心神相连的本命神剑杳无音讯。他惊怒交加，凝聚起肉身残余的力量，一掌狠狠拍向沈星河胸口。砰！沈星河不闪不避，体内聚灵境的灵力自动护体，轻松将苏应离这虚弱的一掌反震回去。苏应离闷哼一声，只觉得一股大力涌来，娇躯巨震，脚下踉跄，竟被震得跌坐在冰冷的玉阶之上，素白的衣裙铺散开来，更显狼狈与脆弱。他试图挣扎起身，却发现浑身力气仿佛都被抽空，连手指都难以抬起。沈星河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嘴角噙着一抹邪佞的冷笑，缓缓蹲下身。他伸出手，带着一种亵渎般的欣赏，轻轻抚过苏应离那裸露在裙摆外的如白玉雕琢般的赤足，细腻滑腻的触感从指尖传来，让他眼中欲望更盛。师尊的玉足果然如凝脂般滑腻。他低笑着，声音带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回味，这触感和昨夜师尊那不堪一握的纤腰，真是如出一辙的销魂蚀骨啊！苏应离被他这轻佻的举动和露骨的话语刺激得浑身发抖，羞愤欲绝。你想干嘛？他咬着下唇，用尽全身力气，双手撑得向后挪动，试图远离这可怕的逆徒。他不断地往后移，他就不断地靠近。他移，他追，他插翅难飞。不要白费力气了，我亲爱的师尊。沈星河步步紧逼，如影随形。他欣赏着师尊眼中那从未有过的惊恐和屈辱，心中涌起一股变态的快意。这封魂印乃天道法则所化，岂是你能挣脱？普天之下，唯我一人可解。他俯下身，灼热的气息几乎喷在苏应离苍白却依然绝美的脸上。师尊，昨夜红绡帐暖，颠鸾倒凤的滋味，这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伸出手，指尖暧昧地划过苏应离滚烫的脸颊。没关系，徒儿有的是耐心，定会帮师尊好好仔仔细细地回忆起来。叮！恭喜宿主成功解锁天命大反派模板，契合度100%。天命反派，只要不断干坏事，就能获得系统给的奖励哦。系统，你说的做坏事，有没有具体一点的说法？专抢天选之子的机缘，专撩高岭之花的仙子，也可以把宿主的师尊给，让他沦落为每天吃醋的小娇妻。结。系统，你这路子够野，够合我胃口。他发出低沉而愉悦的笑声。结。这笑声在空旷的大殿中回荡，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得意与对猎物的玩弄。沈星河搓着双手，目光如实质般扫过苏应离因惊惧而微微起伏的玲珑曲线，像一头盯上美味羔羊的饿狼。师尊，别怕。他舔了舔嘴唇，声音带着一种令人心胆俱裂的温柔，让徒儿好好疼疼你。孽徒，你敢！清冷的呵斥在玉清殿后殿回荡，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颤。徒儿有什么不敢的？沈星河低笑，声音磁性而危险，带着不容置疑的强势。他目光灼灼，锁住怀中挣扎的师尊苏应离，意有所指地瞥向雾气氤氲的殿后深处。我记得玉清殿好像是有一个温泉，师尊想不想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感觉？没等苏应离开口，沈星河就直接把他横抱了起来。苏应离的手脚一直不老实，攥紧拳头捶打沈星河的胸口，两条大长腿不停地乱蹬，搞得沈星河差点没把他抱住。沈星河贴近苏应离的左耳旁，用一种极其暧昧的声音小声道：你那两条腿再乱蹬，我就再加多2个时辰。徒儿说到做到。一抹浓烈的胭脂色腾地爬上他白皙的颈项，迅速蔓延至脸颊耳根。他猛地将滚烫的脸颊深深埋进沈星河微长的衣襟里，仿佛要隔绝这令人窒息的羞窘。那两条方才还倔强挣扎的长腿，也如同被抽去了所有力气，瞬间安分下来，只是微微蜷缩着，透露出主人内心的极度不宁。沈星河看到师尊如此听话，有点按捺不住自己，嘴角早就已经成为了翘嘴。沈星河垂眸看着怀中突然变得温顺如猫的师尊，眼底的占有欲与得意几乎要满溢出来。这才是听话的师尊宝宝吗？结。逆徒，闷闷的带着羞恼的娇斥从他胸前传出。谁是你？宝宝。沈星河将他细微的反应尽收眼底，眼底笑意更浓，故意曲解道：哦，师尊不想做宝宝，莫非是想让徒儿做你的相公？他故意停顿，欣赏着怀中娇躯瞬间的紧绷，才慢悠悠的絮道：倒也不是不行，只是聘礼可要备足了。苏应离埋得更深，声音细若蚊呐，却字字清晰。逆徒，你想得美。说话间，他们已经来到了玉清殿后面的大温泉，温泉里都是一瓣瓣的玫瑰花，
整个温泉里面充满着玫瑰花香。沈星河深深吸了口气，鼻尖萦绕的是怀中人特有的被温泉花香浸染过的冷冽体香，这气息让他眸色更深，窥探般低语：师尊日日在此沐浴吗？难怪，通体都染着这惑人的玫瑰香。他低头，鼻尖近乎贪婪地蹭过苏应离颈侧细腻的肌肤，声音暗哑，尤其是昨夜，当真是香得令人沉沦。指尖试探地撩拨了一下温泉水，沈星河微微蹙眉，这水温似乎有些烫人。师尊修为暂丰，怕是受不住。沈星河目光转向温泉旁那张铺着柔软锦缎的软榻，我们晚些再入水。将苏应离轻轻置于榻上，他立刻如同受惊的蝶，猛地缩向床榻最深的角落，双臂紧紧环抱住自己，一双美眸戒备地盯着他，清冷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惶恐。师尊，你不要这么害怕我嘛，徒儿也不会把你给吃了。说着，沈星河把自己的上衣给脱了下来，随手丢到一边。师尊有没有感觉到这里很热？逆徒，你想干什么？我不热，我可是你的师尊啊！汗水都浸湿了他透明的纱衣。师尊他还在嘴硬，做你昨晚想要同我做的事情啊！师尊啊师尊，为什么昨晚不说我是你的徒儿呢？沈星河勾起食指，师尊听话，快过来，你也不想徒儿我用灵力吧？苏应离知道自己现在跟凡人无异，而这逆徒有着巨灵境修为，还是不要得罪他为好。于是苏应离只能慢慢靠近沈星河。青白色光下，白衣胜雪的清冷师尊，此刻玉眼染霞，朱唇紧抿，羞恼交加地瞪着眼前步步紧逼的少年郎。沈星河再无犹豫，俯身，手臂有力地揽住他的腰肢，轻而易举地将他压倒在一片柔软之中。术法尽失，众人眼中冷艳如霜的苏应离，朱唇骤然染上惶恐之意。氛围都到这了，他不慌是假的，他也明白沈星河想做什么。只是昨晚面对着没有修为的沈星河都有点吃不消，更不用说现在自己的修为尽失，沈星河还突破修为。苏应离绝望地闭上眼，侧过头，将滚烫的脸颊深深埋进冰凉的软枕里。那两条修长的腿再次不安分地踢蹬起来，试图做最后的挣扎。透明的裙裾随着他的动作翻飞飘荡，露出纤细银白的脚踝，如同濒死的蝶翼。师尊，刚刚我跟你说什么，你是不是都忘了？那两条不安分的玉腿瞬间僵住，然后无力地垂落下来。那你不能使用灵力。他紧闭着眼，声音带着哭腔和最后一丝倔强。沈星河看着他这副含羞带怯、欲拒还迎的模样，心底那名为掌控欲的火焰腾得燃得更高。师尊好可爱啊，果然网文小说撑不起我，这种情况下小说男主都会把握不住，但我这个大反派行啊，结。几个时辰后，锦榻之上早已凌乱不堪。苏应离的斥骂声由最初的尖锐愤怒渐渐变得嘶哑无力，每一个破碎的音节都带着浓重的鼻音和挥之不去的逆徒二字。当然苏应离见骂这逆徒没有什么效果，于是又向沈星河求饶，用最温柔的语气让沈星河放过自己。可沈星河是什么人啊？他可是大反派，面对着师尊的求饶和每一声逆徒，只会让他更加兴奋。定，因宿主的混沌阴阳体与绝阴之体双修和满足天命反派的行为特性，现奖励宿主修为提升至巨灵境后期，丹田恢复程度 50%，500点反派值。希望宿主再接再厉，系统看好宿主哦。结，直接突破到一个大境界，你可真是我的宝藏师尊啊！沈星河扭过头看向床上抱膝，目光冰冷，青丝凌乱的美女师尊，用手摸了摸温泉。师尊，你缓够了没有？这温泉的温度合适您沐浴了，快来，我们一起泡温泉吧。苏应离两脸通红的，我不要，我不行了。沈星河笑容更盛，师尊，你如果听话一点，等一下徒儿可以帮你解开魂印，如果不听话，那这辈子徒儿只能让师尊过上没有修为的日子了。青丝凌乱的苏应离看向沈星河，逆徒，你可要说到做到，我都听你。你就帮我解开魂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沈星河猥琐的笑容又显现了。苏应离依旧维持着自我保护的姿态，双臂抱膝，不敢直视他，身体微微绷紧。沈星河不再多言，直接俯身，有力的手臂穿过他的膝弯与后背，再次将他以不容抗拒的姿态抱起公主抱。骤然失重，苏应离下意识地抓紧了他胸前的衣襟，抬起泪眼朦胧的脸庞。水汽氤氲中，沈星河俊朗的侧颜带着一种近乎邪异的魅力。在他宽阔安稳的怀抱里，他褪去了所有冰冷的铠甲，脆弱的像一个迷失了方向，只能依附于人的小娇妻。沈星河将苏应离抱进温泉的中央，师尊先在温泉里泡一会，徒儿先去准备，待会再过来和师尊一起。没有等苏应离回答，沈星河便离开了温泉，来到一处角落。系统，给我来一颗帝王丸，就是你懂的，现在我的腰有点小痛。
结，宿主真坏啊！前脚刚答应不用灵力，现在又直接嗑药，真不愧是本系统选中的宿主。奖励宿主50点反派值。沈星河眼前灵光一闪，一颗大药丸出现在眼前。沈星河没有墨迹，直接拿起眼前的大药丸吞了下去。他只觉得身体现在变得很热，于是将衣物褪去，直接潜入温泉之中。苏应离正泡着温泉，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这逆徒是不是又做什么坏事去了？热气裹着玫瑰花香往鼻子里钻，苏应离睫毛上凝着水珠，正用指尖划拉池边浮着的水汽。突然胳膊被拽了一下，后腰贴上温热的胸膛。沈星河的手掌罩住他后脑勺，指腹蹭着他湿漉漉的发梢，带着温泉温度的呼吸扑在脸上。他还没反应过来，嘴唇就被轻轻压住，鼻尖全是对方身上混着玫瑰香的水汽，耳边只有扑通扑通快的离谱的心跳声，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他的。沈星河直接把苏应离扑倒在温泉之中，用灵力包裹住自己，只用自己的嘴给苏应离输送氧气。苏应离被沈星河死死地压住在水中，为了避免溺水，不会游泳的都知道溺水的感觉很难受。苏应离竟然主动地向沈星河像一只小妖精一样吸着沈星河给他渡的气。苏应离在水中缓缓地睁开眼，死死地盯着沈星河。逆徒，逆徒，逆徒，这样冲尸，你的良心不会痛吗？苏应离在心中早就骂了沈星河上千遍逆徒。此时那颗药力完全被沈星河吸收，体内的洪荒之力也爆发出来了。温泉之内只有2个人的温度，此情此景就像池塘里面的一条鱼不停地拍打水面，不停地在水中游来游去。时间又过了几个时辰，苏应离已经完全的瘫软，沈星河将他从温泉里面抱了出来，氤氲的水汽在他周身缭绕，将他那曼妙的身姿若隐若现地勾了出来，似梦似幻。苏应离紧闭双眼，娇喘微微，阴唇轻启，呼出的热气带着温泉的暖意，轻轻拂过他的脸颊。沈星河将少许灵力通过嘴对嘴的方式来渡给苏应离，让他恢复点力气。4片嘴唇相触的瞬间，一股电流般的感觉传遍2人全身。苏应离嘤鸣一声，睫毛轻轻颤动，意识在朦胧间似有若无地感受到这异样的亲密，双颊泛起一抹艳丽的酡红。沈星河刚把苏应离从怀里放了下来，而他那2条大长腿却不停地颤抖，似乎每走一步就要摔倒的感觉。沈星河连忙过去搀扶，而他的目光也被他身上滑落的水珠勾住了，晶莹的水珠顺着他白皙如玉的脖颈缓缓往下滑，划过那深邃的沟壑，又顺着平坦的小腹，最终没入那神秘的幽静。沈星河一时竟挪不开眼，喉咙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苏应离娇羞训斥道：“逆徒，你还看？”沈星河从系统中拿出来了一套黑丝高跟鞋的套装，将套装递给了苏应离。苏应离见到这么奇怪的衣服，于是又对他训斥道：“逆徒，你想干嘛？你不会是还想……”他的脸瞬间又通红通红的。“师尊，你想什么呢？您都快走不动路了，徒儿不会对您做什么了，只是让你穿上这身衣服，徒儿为您精心挑选的衣服。当然你也可以不穿，但是魂印我就不会给您破解了。师尊自己选择。”苏应离攥起小拳头，他发誓等他的修为恢复后，一定饶不了这逆徒。得寸进尺，卑鄙，无耻，下流。反而他越骂，沈星河就越兴奋，并且慢慢喜欢上了师尊的骂语。苏应离一把夺过衣服，脚步踉跄的一瘸一拐走到角落，他背对着沈星河，双手颤抖着解开身上的衣物。温热的空气拂过他裸露的肌肤，让他的身体微微颤栗。每解开一颗扣子，他的心跳就加速1分，脑海中不断浮现出穿上这身衣服的羞耻模样。好不容易将女仆装穿上，那紧致的布料贴合着他的身体曲线，将他的身材完美的勾勒出来。黑丝紧紧包裹着他的大长腿，让他的腿显得很长，高跟鞋让他的身姿更加婀娜多姿。就在沈星河还在陶醉于师尊的美色的时候，苏应离看着这怪异的服装，那细腻的触感让他浑身不自在，不习惯地扭了扭脚，气呼呼道：“逆徒，这下行了吧？赶紧把这破魂印解开！”声音中带着一丝急切和羞涩。“师尊不要着急嘛，时机尚未成熟，提前解开会修为尽失的。”沈星河悠哉地说着，眼神却一直停留在他那双黑丝大长腿上。苏应离气得直跺脚，嘴唇都快被咬破了。“逆徒，逆徒，逆徒，你胆敢骗为师，你这个逆徒，你不得好死！”苏应离脱下脚中的高跟鞋向沈星河砸过来，每扔一只就喊一声逆徒。他那愤怒又娇弱的模样在沈星河眼中更添了几分妩媚。沈星河灵活一闪，轻松躲开，嘴角依然挂着那抹坏笑。“等时机成熟，徒儿定会为您解开这个封魂印的。”“逆徒，逆徒！”苏应离朱唇紧抿的发白，指尖深深掐进掌心。“师尊别激动，好好在这里缓解一下，不然我可又要再来了哦。”沈星河一挥衣袖，
准备要离开玉清殿，但是又好像想到了什么。对了，看在我与师尊今天的洪水之交的份上，徒儿再提个醒，寰宇之内，唯有徒儿能破开此封印。若徒儿允了，您便只能做一世凡人，魂归忘川。若师尊不信，尚可试一试。你这个孽徒，你天诛地灭，不得好死！下流无耻之徒！望着他踏渐远去的背影，苏应离攥紧衣袖，娇羞的脸庞突红，银牙几乎咬碎。他定要寻来破解这魂印之法，将那欺师灭祖的孽徒挫骨扬灰。此时沈星河好像想到起来了什么。对了，师尊他好像修为尽失喽，不能单独放他在玉清殿里。沈星河又回到了玉清殿里，看见师尊的黑丝还没有脱下来，他有点欣慰。苏应离瞪着沈星河，逆徒你还回来干嘛？徒儿舍不得我亲爱的师尊宝宝吗？沈星河从系统中拿出超级乾坤袋，对准苏应离，右手结了一个手印，将苏应离吸回了超级乾坤袋中。次日，脑海里系统的声音响起，叮，宿主成功获得反派逆徒身份，荣获天命级成就师门终结者，获得奖励反派值500，尽数残卷1、5。叮，检测到宿主与师尊发生，触发被动效果，恶人天佑，所有伤势瞬间痊愈，丹田破损度修复至100%。嘿嘿，系统又发力了。叮，系统正式给宿主派发任务，请宿主注意查收。沈星河打开系统面板，看见了自己的个人面板。宿主沈星河，境界巨灵境，特殊体质阴阳混沌体，气运值200，可夺天命之子或者双修获得。沈星河往下滑，看到了系统发布的任务攻略，并与拥有星谋血附体的宗门师姐下清月双修，成功可获得5品高级灵液和100反派值，100气运值1、5尽数残卷。作用能够加速罡气的凝聚和转化，帮助化罡境修士提升罡气的质量和数量，增强战斗力。与玄阶天轮丹一起服用，也可帮助化罡后期修士突破天轮境。怎么去攻略宁迈后期的夏清月师姐啊？我又没有封魂印了，她那冰冷的性格叫我怎么融化啊？系统的封魂印老贵的，要我1万反派值，跟抢差不多啊！请宿主自行想办法。沈星河正歪靠在草坡上，后颈枕着手臂，嘴里叼着根狗尾草晃悠悠。此时恰好2位路人师弟走了过去。听说了吗？明日宗门的秘境试炼开始了。我可听说了，我们的大师姐夏清月可是重金求秘境中的混沌青莲，只为了治疗他弟弟的绝症。这东西可是地阶灵植，哪有那么容易找到？就算找到，也没有敢和守护灵兽碧水鳄硬刚啊！这碧水鳄不也只是宁迈境修为吗？为什么大师姐不亲自去？她不也是宁迈境修为吗？你忘了秘境不允许宁迈境的修士进入，那为什么秘境中还有宁迈境的妖兽呢？大概是因为宗门想考验我们的越级作战能力吧。沈星河微微蹙眉，陷入了沉思。宗门秘境，这个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因为我压根就没有进去过。但这次要进去一趟了，攻略夏清月应该可以从这里入手。思绪既定，沈星河利落起身，轻轻掸去衣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转眼间，沈星河来到了玉清殿，因为玉清殿是师尊所住之地，灵力也是比较浓郁。沈星河拿出超级乾坤袋，右手接了个印，把苏应离给传了出来。此刻的他已然沉睡，睡姿优雅而迷人，修长笔直的双腿被黑色丝袜紧紧包裹，散发着一种成熟少妇的诱惑。师尊的心可真大，就不怕又对他做些什么吗？相较于这黑丝，他心中竟觉得师尊那白皙如玉的赤足更具一番韵味。沈星河蹲下身来，用色郁郁的眼神看着苏应离的2条大长腿。他伸出手，动作轻柔，却又带着一丝急切，缓缓褪去了那层黑色的丝袜。当丝袜完全褪下，他将其凑到鼻前，深深吸了一口气，上演了一波顶级过肺，脸上露出陶醉的神情。啊，这便是玉姐独有的气息吗？带着淡淡的玫瑰清香，一个自觉。他喃喃自语，末了还意犹未尽的轻吸2下，嘴角浮现出一抹艳足的浅笑。这时候苏应离刚好醒来，他睁开双眼，正好看到沈星河这猥琐的举动，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苏应离素手紧了紧衣襟，他下意识地拉紧衣襟，胸脯因愤怒而剧烈起伏。你这逆徒又想干什么？我可不想和你做那种事，我现在全身都酸痛的。沈星河却不恼，反而笑眯眯地伸出手在他左脸蛋上捏了捏，语调暧昧地问道：师尊所言的事能否说得再明白些？苏应离只觉浑身一阵恶寒，鸡皮疙瘩掉了一地。他怒目而视，厉声呵斥：逆徒，休要太过放肆！哼，师尊才知道徒儿过分吗？想不想徒儿带你重新回味一下？沈星河不断地靠近苏应离，苏应离的脸蛋通红，逆徒，离为师远一点。嘿嘿，
师尊，我们都进行过基因交流了，我们的距离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近的距离了。即使我们在天涯海角，我们的距离也是最近的。逆徒，你在胡言乱语什么？什么我们的距离最远近？说了你也不懂，算了，不跟你说了。沈星河从刚刚从系统兑换的烤鸡拿了出来，还有灵魂交织。那烤鸡冒着热腾腾的香气，瞬间把苏应离给吸引住了。苏应离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烤鸡吸引，他咽了咽口水，这细微的动作自然逃不过沈星河的眼睛，但他却装作若无其事，只是用余光偷偷瞥了瞥苏应离，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沈星河将灵魂交织缓缓倒入烤鸡中，口中带着恶魔般的低语和独特的口音：灵魂之汁，交给。顿时烤鸡的香气更加浓郁醇厚，那香气就更香了。沈星河还觉得不够，于是指尖一用灵力，那香味整个玉清殿都充满了这个味道。我就不信了，师尊，看你能坚持多久。你现在是凡人之躯，不能辟谷，如果能忍的话，那师尊你就忍着吧。沈星河坐在地上开炫。说罢，他双手捧起烤鸡，大口啃食起来。每咬下一大口，他都会闭上眼睛，发出满足的叹息。哦，好香啊，太美味了。苏应离硬是眼睁睁地看着沈星河把整只鸡给吃完，而且他咽口水的次数不少于20次。最后，苏应离肚子饿得实在不行了，他站起身来，声音微弱而羞涩：“徒儿，你手中这物是何物？味道可还好？”沈星河抬头看着眼前玉足轻移，脸上带着一抹红晕的苏应离，心中暗喜。他故意晃了晃手中的鸡骨架，笑着说道：“这叫烤坤。”哦，不对。沈星河立马打断，于是又正经地说道：“这是烤鸡，乃是我家哥哥独家秘制的美味，师尊可想要品尝一番？”苏应离的脸颊变得更加绯红，他双手背在身后，手指不停地摆弄着衣角，小声说道：“想要，那不知师尊打算用何物来交换呢？”沈星河嘴角上扬，眼中闪过一丝狡黠。苏应离仿佛想到什么，绝美脸蛋变得更红。那我不要了。苏应离转身就想走，却被起身的沈星河给拉住了手。师尊，开个玩笑嘛。说罢，他又从系统中取出一只烤鸡和一些水果，递到苏应离面前。谢谢。苏应离接过食物，声音轻柔而羞涩。沈星河撩起苏应离的几根头发，小声说道。沈星河轻轻撩起苏应离的几缕发丝，凑近他的耳边，小声说道：“其实师尊与我无需如此客气。”挑逗完苏应离，沈星河盘膝而坐，开始运转心法。沈星河从系统中取出一株通体流淌着金色光晕的灵芝，悬浮半空，叶片边缘流转着细碎的日光星芒。这是系统额外附赠的新手奖励。功能：灵气淬炼圣物，修士服用后可将体内灵气提纯为太阳真火属性，灵气品质提升3倍。若在领悟建议时服用，可使成功率提升至80%以上。介绍：生长于太阳真火玉核心，需吸收1000年太阳精华方可成熟。曾有上古火凤卫争夺此枝，与3大远古龙族激战300年，致使东荒大陆1/3化作焦土。最终此枝被神秘强者收走，至今已近100万年未现世。沈星河眼底掠过一抹灼热，骨节分明的手指缓缓握住那株日耀金枝，指腹摩挲过泛着流金光泽的枝叶，忽地扯下一片放入口中。金枝入口即化，滚烫如熔岩的能量顺着喉管直冲丹田。沈星河猛地弓起脊背，周身腾起3丈高的赤金色火焰。他森白的牙齿死死咬住下唇，任由鲜血渗出，染得嘴角一片猩红。须臾间，沈星河周身灵气开始疯狂翻涌，体内经脉被太阳真火一遍遍灼烧重塑。他紧闭的双眸下流转着炽热的金芒，口中低喝一声，周身火焰骤然暴涨。刚开始，他感觉身上的血管像小树突然疯长一样，又胀又疼，皮肤下面密密麻麻的血管像织网似的鼓起来，骨头缝里又痒又疼，像有无数小针在扎。突然，他肚子里像是刮起了大风暴，血液在身体里横冲直撞，轰隆轰隆的响声震得耳膜生疼。本来细细的血管现在被大量的能量撑得满满的。过了一会儿，血管开始发光，新长出来的血管亮闪闪的，身体里的能量流动得越来越顺，每转一圈都感觉力气更大了。突然，一股超强的气势从他身上炸开，能量像洪水一样在新的血管里冲来冲去，每流动一次都带着巨大的力量。这下可好，直接突破到宁脉后期。苏应离猛地感受到这股强大的气息，美目圆睁，一脸震惊。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那副习以为常的模样，轻哼一声道：“还好你这逆徒没死，要死你也得帮我解开魂印再死。”沈星河嘴角勾起一抹邪笑，
双手轻轻捏着苏应离的小脸蛋，调侃道：“我怎么舍得师尊自己孤独一个人呢？”对了，他话锋一转，指尖力道微松，眼神却依旧灼灼。师尊当年是如何扣开那剑意之门径的？他问得随意，眼底却藏着探究。苏应离趁机一把拍开他作乱的手，白皙的脸颊上红晕未退，更添几分娇艳。他双手叉腰，努力摆出严实的架子，试图驱散那暧昧的氛围，声音却因羞恼而微微发颤。逆徒，没大没小。他深吸一口气，强自镇定道：“剑意之道，分感运、成事、欲行。问道，无极、超凡诸境。为师虽为化罡，剑意以真欲行之境。”沈星河翻了个白眼，毫不客气的吐槽：“打住，大姐，我是问你怎么领悟的，不是听你背书念境界。说点干货行不行？”他语气里的不耐烦几乎要溢出来。大姐，苏应离瞬间炸毛，柳眉倒竖，那点强装的镇定烟消云散，双颊气得如同熟透的蜜桃，水润的眸子瞪得溜圆，指尖几乎要戳到沈星河鼻尖。逆徒，目无尊长，再敢放肆，信不信为师？为师！他一时气结，竟想不出能真正威胁到这滚刀肉徒弟的狠话。他微微侧手，薄唇贴近他泛红的耳垂，温热的气息带着一丝危险的暧昧，轻语道：“师尊不说，那也好，只是今夜，徒儿怕是不能体恤师尊腰之酸软之苦了。”声音低沉如耳语，每一个字都像羽毛搔刮着心间。苏应离浑身一颤，像被踩了尾巴的猫，脸上红晕瞬间蔓延至脖颈，羞愤交加，贝齿紧咬下唇。你这孽障！我说还不行吗？他恨恨地跺了跺脚，别开脸去，语速飞快，剑意却有其捷径，便是感应你与手中之剑的那一丝纽带。但这纽带玄之又玄，需你自心而悟，为师爱莫能助。感运之初，便是触及剑之韵律，于挥洒间自然流露出那属于师的雏形。好了，言尽于此，自己悟去。他一口气说完，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又羞又恼地背过身。沈星河夸张地切了一声，撇撇嘴，满脸写着果然还是废话。逆徒，逆徒！苏应离气得七窍生烟，随手抓起身边一颗红艳艳的野果，看也不看就朝沈星河砸去。为师一片苦心，你竟……玩笑，玩笑而已。师尊息怒。沈星河敏捷地接住野果，脸上戏谑瞬间转为正色，眼底掠过一丝奇异的明悟。听了师尊点拨，弟子似乎已触到那感应的门槛了。他语气笃定，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认真。信口雌黄，苏应离根本不信。沈星河不再多言，手腕一翻，流光破空剑已然在手。他神色肃穆，五指紧握剑柄，将长剑平托于身前，剑身悬浮，微微震颤，发出清越的低鸣。他缓缓合上双目，心神沉凝，意识如涓涓细流，向那剑身深处探去。而在此时，沈星河的意识突然进入到了流光破空剑中的剑之世界。这里悬浮着无数由星辰碎片堆砌而成的岛屿，每一座岛屿都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仿若镶嵌在黑色天幕上的宝石。岛屿之间流淌着如液态星光般的星河之瀑，水流穿梭在岛屿缝隙，碰撞出清脆悦耳的声响，恰似天籁之音。天穹之上，巨型星轨缓缓转动，散发着神秘而强大的力量，每一次轨迹的变化都会引发空间的震颤，迸发出绚烂的光芒。然而，想要与剑中世界建立特殊的纽带并非易事。在剑之世界的核心区域，存在着一道名为星陨屏障的强大禁制。这道屏障由无数星辰陨落时残留的怨念与力量交织而成，表面布满了闪烁的暗紫色纹路，涌动着令人心悸的毁灭气息。屏障内时不时爆发出璀璨却危险的星光，一旦靠近，便会受到灵魂力量的冲击。星陨屏障不仅有着强大的防御力量，还会根据闯入者的心境与实力，幻化出各种幻象与敌人，直击闯入者内心最脆弱的角落。只有克服内心的恐惧与迷茫，坚守本心，才能找到屏障的薄弱之处，突破这道难关。沈星河在一次次冲击屏障的过程中，不断经历着心灵的考验。蓝星上，他曾被幻象拉回童年，面对父母因意外离世的场景，陷入无尽的自责与痛苦之中；也曾在幻象里看到自己成为了人人唾弃的失败者，被曾经的朋友与师长鄙夷。沈星河一次次地倒在自己的幻想之中，星河如瀑在沈星河脚下翻涌，液态星光漫过他的脚踝时，竟泛起细小的冰冷。抬头望去，悬浮在星轨交汇处的星陨屏障正吞吐着暗紫色的幽光。第 N 次冲击失败时，沈星河的灵力已经枯竭，他狼狈地跌坐在星辰碎片堆砌的平台上，指尖还在不受控制的颤抖。突然，屏障表面泛起涟漪，一个熟悉的身影从中走出，是他已故的父亲。幻象中，父亲的白发在虚空中飘荡，连自己都不敢面对。
你果然是一个糟糕透了的人。他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回想最不愿触碰的记忆。我错了。沈星河突然睁眼，手中流光破空剑剧烈震颤，剑柄上的蓝宝石竟渗出点点星辉，顺着他的手腕注入丹田。他这才明白，所谓星陨屏障，实则是神器对持剑者的试炼。唯有直面灵魂深处的暗影，才能唤醒剑中沉睡的力量，与他建立纽带。当迪恩加一次靠近屏障时，沈星河不再急于冲击，他席地而坐，将自身灵力化作细丝，顺着屏障的纹路缓缓渗透。暗紫色的禁制开始排斥外来力量，幻象中无数持剑的虚影向他扑来，每一道虚影都带着他曾在蓝星产生的嫉妒、贪婪与怯懦。这些都是我，但这些都不是我。沈星河突然拔剑，剑身光滑，与星河之瀑遥相呼应。当剑尖最后一点星光触及屏障的瞬间，那些扭曲的纹路突然凝固，暗紫色褪去，显露出晶莹剔透的星辰内核。原来关键从不是摧毁，而是接纳。沈星河轻笑一声，将流光破空剑刺入屏障核心。整座流空域突然剧烈震动，巨型星轨开始逆向旋转，洒落的星屑与剑中迸发的银河光辉交融。当星陨屏障彻底碎裂时，剑柄上的蓝宝石绽放出从未有过的璀璨光芒，无数光点顺着剑刃缠绕上主角的手臂，在皮肤上形成星辰状的契约纹路。自此，每当沈星河挥动流光破空剑，剑刃划出的轨迹都会短暂撕开空间裂缝，露出剑中世界那永恒流转的星河。沈星河从那如梦似幻的玄妙感悟中猛地惊醒，双眸似寒星骤亮，迸射出凌厉之光。他来不及多想，用剑猛地向空中一划，空间瞬间出现裂缝，并且露出无数的星辰。沈星河右手举起流光破空剑，剑意出境，已成。一旁的苏应离看得目瞪口呆，美眸圆睁，小嘴微张，一脸的难以置信。这逆徒为什么感悟这么快？想当年我就是花了1个月的时间才触摸到剑意感应。更让他心惊的是那柄剑，剑出引动空间裂缝，显化异界星河，这绝非寻常法宝，地阶上品。不，恐怕有过之。他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从何得来？在这修行界，地阶上品的法宝堪称稀世珍宝，哪怕是一些名门大派，也不见得能有几件。师尊，沈星河收剑而立，脸上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意气风发的得意，嘴角那抹上扬的弧度带着几分轻狂，几分狡黠。弟子这初次感运，您看，可还入得了您的法眼？他手腕轻转，挽了个漂亮的剑花，剑身上的星芒随之流淌，映照着他自信飞扬的脸庞。苏应离猛地回神，强行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下意识地挺直了腰背，试图找回师尊的威严。他轻咳2声，努力板起面孔，故作平淡地挥了挥手，眼神却有些飘忽。尚可，只是比为师当年，还是差那么一丝火候。声音努力维持着平稳，但那微微的停顿和强装的镇定早已将他出卖。沈星河剑眉一挑，嘴角那抹笑意更深，带着洞悉一切的促狭，慢悠悠道：是吗？师尊，您好像撒谎的时候，耳根子后面那小块皮肤好像都会先红起来呢。什么撒谎？为师这说的是实话。苏应离脸颊微微泛红，眼神有些闪躲，心中却暗自腹诽，这逆徒越来越没大没小了。您知道为什么徒儿为何会感悟这么快吗？那是因为日耀金之能。此时刚好被苏应离给打断了。苏应离却突然捂住耳朵，像个调皮的小孩一般连连摇头：我不听，我不听，你胡说八道，你王八念经。那娇嗔的模样与平日里端庄严肃的师尊形象判若两人。沈星河那修长而有力的手臂轻轻搂住了苏应离那纤细柔软的腰肢，刚刚还在不听的苏应离这时安分了下来。两人四目相对，沈星河的眼中闪烁着狡黠与期待的光芒，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坏坏的笑意。师尊，你看徒儿现在修为和剑意都有所提升，师尊是不是有什么奖励啊？苏应离柳眉倒竖，脸颊泛起一抹红晕，用力推开沈星河，娇嗔道：逆徒，我的修为都被你封了，我没有什么好给你的。沈星河却不依不饶，目光在苏应离曼妙的身姿上肆意游走，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弧度。师尊不要那么小气嘛，这不是有现成的吗？苏应离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脸色羞得如同熟透的苹果，急忙捂住自己的胸襟，怒喝道：逆徒，你想什么呢？你给我滚！不行，哎呀，师尊，求了，这次就给我6息时间就可以了。沈星河摆出了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但被苏应离直接拒绝。那也不行，那我只好来硬的了。师尊老是不爱听话，不要忘了，你现在就是个凡人。
苏应离心中又羞又恼，他咬了咬牙，他知道这已经由不得他了，还不如不惹恼这逆徒。好，我答应你，就是只能给你6息时间，6息一过你就给我滚蛋。好的，师尊。沈星河眼中闪过一丝得逞的喜悦，如同一只饥饿的狼一般，步步紧逼，将苏应离逼到了墙角。他伸出手臂撑在墙上，形成一个暧昧的包围圈，右手轻轻抬起苏应离的下巴，迫使他与自己对视。苏应离羞得不敢直视沈星河的目光，想要歪头躲避，但沈星河的唇却如雨点般落下，轻轻吻住了他。沈星河将苏应离轻轻抱起，如同抱着一件珍贵的宝物，走到那张柔软的床边，将他轻轻扔在了床上。他嘴角露出一抹邪恶的微笑，戏谑道：来吧，师尊，你想让我帮你卸甲，还是自己来呢？苏应离娇羞地看了沈星河一眼，声音细若蚊蝇：我自己来。沈星河则像一个贪婪的恶鬼，用色眯眯的眼神紧紧盯着苏应离。苏应离玉手轻颤，将手中的肚兜放在一旁，面带羞涩逆图。好了，但是现在还有4息，你尽量轻点，我现在酸痛得很，我怕。沈星河搓了搓双手。好的，师尊，徒儿不会欺师灭祖的。4息过后，苏应离大口大口喘着气。你这逆徒，不是说答应我轻点的吗？现在4息都过了，快给我滚开！沈星河却不肯罢休，他紧紧握住苏应离的双手，将他狠狠地压制在床上，将嘴贴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师尊，我明明说的是6个时辰，什么时候说了6息？徒儿不知道啊。苏应离又羞又恼，苏应离娇骂道：你逆徒，你卑鄙下流龌龊！沈星河却不以为意，反而调侃道：哎呀，师尊，你怎么就不动动自己的脑子呢？谁要你相信一个欺师灭祖的逆徒呢？脑子是个好东西，但你得用啊。这次沈星河更加放肆，他当着苏应离的面硬生生磕了3个帝王丸，仿佛一头被欲望冲昏头脑的野兽，硬生生拉回到上次的温泉床上2点1线。那一晚，整个玉清殿都是不断的重复着2种声音，一种是骂人的声音，另一种是求饶的声音，反正让人听了都有点心生怜悯。6个时辰过后，天亮了，沈星河一晚上没有睡，而苏应离则被他安慰着刚睡着了。至于用什么方法安慰的，你们别管。沈星河擦干苏应离眼角的泪水，温柔地帮他整理着凌乱的发丝。这时脑海就刚好响起一道系统的声音：叮，恭喜宿主作恶成功，作恶程度 SSS， 奖励宿主魅魔体质换名或星体。介绍：此体质传闻诞生于混沌初开时的幽冥海渊，是欲望与虚幻交织而成的神秘力量结晶。拥有幻冥或星体者，天生便带着令人难以抗拒的致命吸引力。但是此体质需要觉醒，觉醒后可获得以下的能力：特殊能力幻冥迷踪，能瞬间制造出逼真的幻境，将敌人困入无尽虚幻之中。施展时，周围空间会弥漫起紫色迷雾，敌人会陷入自己内心深处最渴望的场景，难以分辨虚实。惑心之音，以独特的声线发出诱惑之音，可直接影响对手心智，削弱其意志，甚至能操控对方行动。千变幻形，可随意改变容貌、体型和气息，完美模仿他人特征，甚至能复刻对方的部分功法，但每次变化都会残留一丝若有若无的紫色气息，唯有细心者方能察觉。欲念共生，与他人建立特殊的精神契约，通过对方的情绪波动获取力量。被契约者会对觉醒者产生强烈的情感依赖，而觉醒者则能共享其部分能力，在关键时刻还能汲取对方生命力。沈星河不停地甩动系统面板，嘿嘿，系统大哥真牛逼啊！那这个体质怎么觉醒？会不会影响我的阴阳混沌体？宿主不要摇了，我要晕了。哦，不好意思。沈星河尴尬地挠了挠后脑勺，连忙停止手中的动作。宿主，体质是可以叠加的，且相互独立，互不影响。当然，如果有本系统在的话，那么本系统让他们相互促进。但是需要的材料很多，宿主现在这个阶段就无需思考这个问题。至于觉醒有很多种，但是最适合宿主的方法是用2颗双修之石助其觉醒。那这个双修之石怎么获得？顾名思义，就是和别人双修。当然也不是简单的双修，还要满足2个条件：一是双修之人必须是特殊体质；二是宿主还要是阴阳混沌体，因为只有此体质才可产生双修之石。现在宿主也有1颗在系统里面，这么说不就刚好完全为我准备的吗？嘿嘿，所以本系统才叫你和星某血肤体双修啊。沈星河和系统都在哪里？嘿嘿嘿了起来。系统，我太爱你了，你比我家哥哥还要好。沈星想要亲系统面板，系统立刻躲开。不是，
你干嘛啊？哈哈，哎呦，不是，系统，难道你也是？没错，本系统就是真爱粉。不对吧？我看你像小黑子。你会不会说话？怎么说话的？哈哈。沈星河摸着下巴。对了，那这个体质不是无敌了吗？非也，非也，万物皆有缺。幻冥或星体长期使用能力会逐渐迷失自我，陷入虚幻与现实的混乱之中。同时，因其强大的魅惑能力，容易成为各方势力争夺和忌惮的对象，一生都要在阴谋与追杀中挣扎求生。上一次陨落的幻冥或星体的修为才在淬体境，世人根本不会管你觉没觉醒，怀璧其罪的道理，宿主应该也懂吧？那咋办？我可不想领盒饭，我还没有体验够大反派的感觉呢。有本系统在，本系统已经帮你隐藏体质了。沈星河现在已经被迷成了小迷弟，宗门的秘境要开始了。沈星河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裳，现在就前往参加宗门秘境。混沌青莲非我莫属，夏清月师姐非我莫属，幻冥或星体我非觉醒不可。对了，系统我好像忘了，好像已经宁迈后期了，秘境只允许宁迈境以下的人参加。宿主前往系统商店购买可以隐藏修为的面具，脸息千面。沈星河一顿操作，叮！恭喜宿主花费200点反派值购买到脸息千面。沈星河将面具戴上。天道宗秘境试炼启幕，巍峨的青玉阶梯在晨雾中若隐若现，9座流金飞檐的观星阁环绕主峰，朱红廊柱上盘旋的银鳞蛟龙吞吐云气。天道宗广场中央悬浮着3丈高的青铜法盘，28星宿文章流转青光。法盘四周72根玄铁锁链垂落，末端锁着刻满符咒的秘境令牌当。晨钟9响，震落松枝积雪。3000弟子身着月白道袍，整齐列队，腰间玉牌映着朝阳，泛起微光。人群中不时传来灵气流转的细微嗡鸣，那些周身气息内敛、灵力波动在宁迈境以下的弟子，他们或紧握拳头，眼神中透着紧张与期待，或轻抚腰间法器，低声与同伴交流着心得。肃静。人群前方，6位长老脚踏莲台徐徐降落，衣袂间星屑明灭。为首的玄清长老白发无风自动，掌心托着的赤色玉简正渗出缕缕血雾，那是秘境开启的本命精血。天道9域，秘境显灵。此次试炼仅向宁迈境以下弟子开放。玄清长老声如洪钟，赤色玉简骤然炸裂，化作漫天符咒渗入青铜法盘。地面突然震颤，法盘中心裂开漆黑漩涡，呼啸的罡风裹挟着远古气息扑面而来。人群中传出低呼，有弟子的束发银冠被吹得猎猎作响。左侧的炼体长老跨步而出，身躯笼罩在赤金刚气中。天道宗的小辈们听好了，此次试炼凶险异常，凡通过第3层取到混沌青莲交与宗门者，可入藏经阁任选地阶功法。他随手一挥，万千道金光凝成试炼规则，悬浮空中。字里行间剑气纵横，其中宁迈境以下限定几个大字格外醒目。沈星河的目光扫过那金光规则，心中微动。原来这秘境竟有10层之深，每层盘踞的妖兽实力天差地别。前3层是宁迈境以下的战场，而3层以上则是通窍境甚至更高阶妖兽的恐怖领域。宿主，你们这宗门秘境谁可深得很啊？宿主，你们的宗门秘境不简单啊。哦，有何玄机？沈星河在意识中挑眉。此地绝非普通试炼场，其本质乃是一个远古超级宗门的核心藏宝阁废墟。具体详情待你深入其中，本系统再为你揭晓。炼丹长老记听雪轻摇手中玉骨折扇，扇面上一尊精巧的丹炉虚影若隐若现，散发出淡淡的药香。既听雪声音清冷，却带着对爱徒的关切。无救，为师所需的那株千年珠果便寄望于你了。若得手，为师亲自为你开炉炼制9转虚命丹。他顿了顿，语气转为凝重。你虽已真距临近后期，在此秘境中算得佼佼，但切记莫要贪功冒进，保全性命方是根本。他身前，一位身着暗红劲装、面容冷峻、眼神桀骜的青年微微躬身，正是其得意弟子血无咎。他拱手应道：师尊放心，弟子定不负所托，必将千年珠果带回。话音虽恭敬，但他微微抬起的下颌和扫视下方弟子时那毫不掩饰的睥睨眼神，却透着骨子里的傲慢与轻视。他的目光扫过人群，最终的落在了角落的沈星河身上，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讥诮。哼，苏师叔何等人物，竟收了这么个废物淬体境，真是烂泥扶不上墙的典范。那毫不掩饰的恶意，沈星河瞬间便感知到了。他懒洋洋地抬起头，迎上血无救鄙夷的目光，非但没有恼怒，反而嘴角咧开一个挑衅的弧度，右手缓缓抬起，对着血无救的方向极其缓慢而清晰地竖起了一根修长的中指。一句字正腔圆，
充满市井气息的粤语清晰地飘了出来。使屎啦你！血无救脸上的倨傲瞬间凝固，随即化为暴怒，额角青筋隐隐跳动，紧握的双拳指节因用力而发出咯咯轻响，周身气息都有些不稳。他对沈星河的敌意根源有二：其一，他与沈星河同年入宗，自诩天赋远超对方，毕生夙愿便是拜入宗门第一美人苏应离长老门下，却屡遭婉拒。直到天赋平平无奇的沈星河被苏应离亲自带回并收为亲传，他才彻底绝望，这份求而不得的怨念尽数转嫁到了沈星河身上。其二，沈星河过去偷鸡摸狗炸毁的几片珍贵灵田，恰恰是他血无救负责照料的区域，新仇旧恨，如何不怒？就在弟子间暗流涌动，议论声渐起之时，一直闭目养神的执法长老猛地睁开双眼，两道寒芒掠过全场。秘境之内，严禁残害同门，若有违者，修为自废，逐出宗门。原本躁动的氛围也稍稍安静下来。随着最后一道禁制解除，青铜法盘彻底化作传送阵。玄清长老抬手一指，3000名弟子在漩涡中瞬间消失在青光中。踏入秘境的刹那，沈星河只觉天旋地转，待稳住身形，眼前已是一片茫茫荒原。狂风裹挟着沙砾呼啸而过，四周怪石嶙峋，隐隐有低吼声从远处传来。第一道挑战出现了，一只体型如小山般的裂地蜥狂奔而来，它通体附着黑色鳞片，每一次踏地都让地面皲裂。沈星河神色一凛，抽出流光破空剑，剑身顿时绽放出璀璨光华，周围的空气都随之震颤。裂地蜥冲到近前，扬起前蹄狠狠踏下，沈星河身形一闪，如鬼魅般避开，同时挥剑斩向膝腿。剑刃划过鳞片，竟擦出火花。沈星河借力一划，流光破空剑撕开一道细微的虚空裂缝，从中溢出的点点星辰之力融入剑气，再次攻向裂地蜥。在星辰剑气的连续攻击下，裂地蜥渐渐不支，最终轰然倒地。宿主，跟你说了多少次，稳健，找破绽，一上来就硬砍硬劈，莽夫行径。对付这种皮糙肉厚的家伙，要智取。沈星河挽了个剑花，潇洒地甩掉剑上并不存在的血珠，语气轻松。慌什么？第一层的妖兽撑死了也就巨灵境的水准，我可是实打实的宁脉后期，对付他还不是手到擒来，用得着那么小心翼翼？哼，淹死的都是会水的，稳健才是王道。阴沟里翻船的例子还少吗？安啦！沈星河魂不在意的摆摆手，目光扫过荒原上零星生长的几株看似寻常的灰扑扑小草，我心里有数，你看这不轻松搞定，继续看我表演就行。解决了拦路虎，沈星河继续前行。走了一段，看着脚下几株蔫头耷脑灵气稀薄的杂草，他不耐烦地用脚尖拨弄了一下。这破秘境第一层也太寒酸了，竟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宿主，你个不识货的土包子，快用超级乾坤袋把这些杂草全收了，一颗都别放过。系统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发现宝藏的急切。沈星河一愣，低头又看了看那些灰扑扑的植物，这不就是最低阶的灰线草、铁骨藤吗？外面药田里一抓一大把，值当这么激动？你懂个锤子！这些灵植看着不起眼，却是经过此地特殊环境千年沉淀异变而成的奇物，其药性与你在外界看到的同类截然不同，功效更是天差地别。傻子，快动手！沈星河恍然大悟，眼睛瞬间亮了，原来如此，学到了，千年老药，好东西啊！沈星河不敢再怠慢，立刻拿出超级乾坤袋，右手并指如剑，快速接出收纳印诀，对着眼前荒原遥遥一指：天地无极，乾坤借法，给我收！强烈建议宿主把整个第一层像犁地一样仔仔细细搜刮一遍，寸草不留，整个一层。沈星河看着这广袤无边的荒原，有点啧舌。至于吗？非常至于。本系统刚刚完成深层扫描，这个秘境空间根基已经严重受损，空间结构极不稳定，最多再支撑8年。什么？8年？沈星河心头一震，那岂不是说？没错，系统接话，一旦秘境彻底崩溃，这些蕴藏了千年精华、价值无法估量的异变灵植将会随着空间碎片散落外界，届时怀璧其罪，整个天道宗必将成为风暴中心，无数贪婪的目光会聚焦于此，腥风血雨，宗门易主，只在顷刻之间。那师尊他，沈星河第一时间想到了苏应离，眉头紧锁。简单，系统的声音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狂妄。你突破到帝君境，不就全解决了？帝君境，沈星河差点被口水呛到，声音都变了调。那可是下界传说中的最高境界。8年，你当吃饭喝水呢？怎么可能？7，
井底之蛙，系统嗤笑一声，充满了对下界的鄙夷。帝君境不过是上界修炼之路的起点罢了。虽然这下界的天地灵气是稀薄了点，跟贫瘠的荒漠似的，但是有本系统在，你怕个毛蛋啊！突破个小小的帝君境，还不是手到擒来，易如反掌。别问那么多为什么，干就完了。赶紧的，麻溜点。沈星河被系统这狂到没边的语气噎了一下，但想到师尊已经和宗门深深绑定，行吧行吧，听你的，快点把这第一层的灵芝给收了吧，然后我们再去第二层。沈星河专注地采集着那些在旁人眼中不值一提的低阶灵芝，沿途遇到的师兄弟们投来的目光各异，有惊愕，有不解，更多的则是毫不掩饰的嗤笑。沈星河浑不在意，直到一个清脆的声音带着好奇打破了这片杂音：师兄，你是不是很需要这些灵草？他循声抬头，眼前是个少年，身着崭新的外门弟子服饰，眉眼灵动，笑容干净，他手中正把玩着一株刚采下的凝露草。对的，师弟。怎么了？沈星河停下动作，微微颔首，眼中掠过一丝被打扰的意外。那少年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也不多言，指尖灵光一闪，一枚样式古朴的储物戒便出现在掌心。他手指轻点，灵力如涓涓细流般注入戒中，光芒微闪，哗啦啦一阵轻响，大量品相完好的低阶灵植瞬间堆叠在沈星河面前，散发着混杂的草木清香。这片区域的灵植都被我顺手收了。少年语气轻快，带着点小得意。既然师兄需要，那就都送你了。沈星河动作微滞，着实有些意外。他打量着眼前这堆灵植，又看看少年真诚的笑脸。师弟，你不需要这些。少年挠了挠头，笑容憨厚的有些傻气。嘿嘿，我用处不大，平日里就是拿它们喂宗门里那些嘴刁的灵兽。我刚从杂役升上外门，这活儿还归我呢。原来如此。沈星河眼中闪过一丝了然，旋即展颜，郑重的拱手，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多谢师弟慷慨。沈星河心念一动，腰间那看似不起眼的超级乾坤袋袋口张开，一股无形的吸力将地上的灵植尽数吞没，眨眼间便消失无踪。对了，师弟还未请教名讳。沈星河收好灵植，心情大好。少年咧嘴，笑容灿烂依旧。嘿嘿，师兄，我叫小黑子。小黑子。沈星河一个没绷住，差点笑出声来，连忙以全底纯轻可掩饰。可这名字当真？别致，是我爹给取的。小黑子坦然道，眼神清澈。令尊实乃妙人。沈星河憋着笑，由衷感叹。是吧？我娘也常这么说他。小黑子仿佛找到了知音，用力点头。沈星河笑着，伸手在小黑子肩头不轻不重地拍了两下，带着几分亲近。我姓沈，叫我沈师兄就行。这第一层对你或许有些简单了，要不要随我一同去第二层闯闯？师兄照你。小黑子连忙摆手，笑容依旧明朗。不了不了，沈师兄，我这修为在第一层历练历练就挺好，贪多嚼不烂。好，人各有志，不强求。沈星河也不勉强，洒脱一笑，那便后会有期。后会有期。沈师兄，小黑子用力挥手，身影很快消失在林间光影里。沈星河长舒一口气，环顾四周。好了，这下第一层的油水算是彻底刮干净了，一块灵石都不给他们留。就在这时，两道不和谐的身影拨开枝叶，闯入了他的视野。为首者一身血煞之气，正是有过节的同门血无咎，身旁跟着个张头鼠目的路人甲。血无咎那双狭长的眸子扫过沈星河略显空旷的采集地，嘴角勾起一抹毫不掩饰的讥诮，声音拖得又长又刺耳。哟，这不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沈星河师弟吗？怎么，你那位好师尊连最低阶的灵植都舍不得赐下了，竟沦落到在此捡这些破烂玩意儿？啧。他身旁的路人甲立刻配合的发出几声刺耳的哄笑。沈星河眼神瞬间冷冽如冰，看都懒得看他们一眼，只从齿缝里挤出森寒的一句：滚！别碍着我收尾，否则送你们去黄泉路上见太奶。血无咎和路人甲闻言一愣，随即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爆发出更加肆无忌惮的狂笑，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快飙出来了。哈哈，翠体静，送我们见太奶。血无咎抹着眼角笑出的泪花，指着沈星河，仿佛在看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子。来，让师兄我开开眼，看看你怎么。话音未落，沈星河眸中寒光骤盛，杀意凝如实质。他甚至连手指都未动一下，心念微动间，一道清冷如月华的流光凭空乍现，流光破空剑。剑光的速度超越了视觉的极限，直接撕裂了空间的薄膜，只留下一道细若发丝、转瞬即逝的漆黑裂痕。血无咎脸上的狂笑甚至还未完全凝固，
眼神中的轻蔑才刚刚转化为一丝惊愕的茫然。下一刻，他高大的身躯猛地一僵，眉心处一点嫣红迅速晕开。一声短促到几乎听不见的闷哼。上一刻还在张狂嘲讽的身影，下一刻已被流光破空剑温柔地送入了永恒的沉眠。一旁的路人假脸上的笑容瞬间冻结，血色刷得褪尽，只剩下死灰般的惨白。无边的恐惧攫住了他的心脏，他怪叫一声，转身就想遁入密林逃命。哼，跑！沈星河一声冷哼，如同死神的宣判。流光破空剑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死亡弧线，瞬间折返，如同穿透一张薄纸般，毫无阻碍地洞穿了路人甲的后心。他甚至没能再发出一声完整的惨叫，便软软地栽倒在地，生机断绝。沈星河面无表情地看着两具尚有余温的尸体，眼神冷漠的如同在看路边的石头。没人看见，那就是被凶残的妖兽撕碎了。沈星河低声自语，心念再动，流光破空剑化作一道流光没入他体内，不留半点痕迹。好了，彻底清净，该去第二层了。雾渊第二重。甫一踏入，浓得化不开的灰白迷雾便如粘稠的液体般包裹而来，阴冷潮湿的气息瞬间浸透衣衫，直往骨头缝里钻，光线被彻底吞噬，目力所及不过周身数尺，死寂中潜藏着令人心悸的危机。呼！尖锐的破空声毫无征兆地从四面八方响起，浓雾剧烈翻滚，数十道漆黑的影子如同从地狱裂缝中钻出的鬼魅，闪电般扑出。是暗影符，它们体型比寻常蝙蝠大上数倍，猩红的眼珠在灰雾中闪烁着贪婪的幽光，张开的口气里露出匕首般锋利的獠牙，带起阵阵腥风。沈星河瞳孔微缩，反应却快如闪电，体内灵力奔涌，流光破空剑瞬间出现在手中。他手腕急抖，剑光泼洒，刹那间在身前织就一片密不透风的星芒剑网。叮叮当当，暗影符的爪牙撞在剑网上，爆起连串火星。然而暗影符的数量实在太多，他们悍不畏死，前赴后继，如同汹涌的黑色浪潮，不断冲击着剑网，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撞击声。剑网被压缩得越来越小，沈星河甚至能闻到他们身上那股浓重的腥骚与腐朽的气息。一味防守不是办法，沈星河心中警铃大作，他猛地深吸一口冰凉的雾气，丹田内灵力如江河决堤般汹涌灌入流光破空剑，剑身嗡鸣，光华暴涨。破！一声低喝，沈星河倾尽全力，将流光破空剑朝着身前虚空狠狠一划。哧啦！仿佛布帛被撕裂的巨响，一道丈许长的边缘闪烁着不稳定电芒的漆黑空间裂缝瞬间被撕开。裂缝深处并非虚无，而是璀璨到令人目眩的星辰之光。轰！星辰之力化作肉眼可见的银色冲击波，瞬间横扫开来。浓郁的迷雾如同遇到烈日的冰雪，发出滋滋声响，被强行驱散湮灭。强光照亮了方圆数10丈，那些扑到近前的暗影符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在星辰伟力的冲击下纷纷爆裂解体，化作漫天腥臭的血雾和碎渣，速速坠落。沈星河持剑立于清空地带，微微喘息，衣袍在残余的能量乱流中猎猎作响。通往第3层的入口在视野尽头若隐若现，这一路竟是这些鬼东西。他皱眉扫过地上狼藉的符尸，神识铺开搜索，灵值呢？怎么一株有价值的都没见着？系统，这第2层是不是已经被刮干净了？感觉没什么油水。叮，根据环境能量波动及残留痕迹分析，第2层有价值的灵值资源已被先行者搜刮殆尽，建议宿主。目标：雾渊第3重。明白。沈星河眼神一凝，身形化作一道流光，朝着那迷雾更深处、气息更幽邃的入口疾驰而去。雾渊第3重，景象豁然一变，不再是原始丛林，而是一片荒芜开阔的山谷。谷地中央，一座通体由不知名黑色巨石垒砌而成的古老宫殿，岁月在其表面刻下斑驳的痕迹，散发出沉重而沧桑的气息。宫殿那巨大的青铜门扉紧闭，门前盘踞着一尊令人望而生畏的守护者——九头蛟龙。它庞大的身躯盘绕如小山，覆盖着幽暗深邃、泛着金属冷光的鳞片。9个狰狞的蛟龙头颅高高昂起，如同9座小山包，每一颗头颅的形态都略有不同，但都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凶戾气息。18指树瞳闪烁着冰冷残忍的金黄色光芒，齐齐锁定了闯入者沈星河。庞大的龙威压迫而来，空气中弥漫着硫磺与腥骚混合的刺鼻气味。宿主9头蛟龙有着凝脉后期巅峰修为，小心应对。但是它中间那颗体积最大、气息最雄浑的为主龙头，其右眼为能量核心节点，亦是防御相对薄弱之处。宿主务必谨慎。凝脉后期巅峰，9个头，果然够劲。沈星河眼神瞬间锐利，全身肌肉绷紧，
灵力在经脉中高速奔流，发出低沉的嗡鸣。他缓缓抽出流光破空剑，剑尖斜指地面，摆出了最严密的战斗姿态。吼！九头蛟龙被沈星河的气息彻底激怒，发出一声震得整个山谷都在颤抖的恐怖咆哮。9个龙头同时发动攻击，有的喷吐出焚山煮海的灼热火柱，烈焰翻腾扭曲空气；有的张口喷出墨绿色的剧毒酸雾，所过之处地面滋滋作响，迅速腐蚀；有的则直接张开血盆大口，带着腥风与獠牙撕咬来。9种攻击交织成一张毁灭性的死亡之网，瞬间笼罩了沈星河所在的空间。沈星河不敢有丝毫怠慢，脚下步伐玄妙展开，身影在狭窄的缝隙中穿梭腾挪，每一次闪避都险之又险地与烈焰、毒雾、獠牙擦身而过。手中流光破空剑更是化作漫天星雨，一道道凝练着星辰之力的剑气呼啸而出，精准地斩向袭来的龙首、火柱、毒雾。当，哧啦，轰！剑气与龙鳞碰撞，发出金铁交鸣的巨响，斩中毒雾，发出腐蚀消融的刺耳声，与火柱对冲，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能量冲击波不断炸开，卷起漫天碎石尘土。战斗激烈异常。沈星河虽身法超绝，剑术通神，但面对9头奇攻，终究难以尽数避开。一道毒雾擦过手臂，衣袖瞬间化为飞灰，皮肤传来火辣辣的刺痛；一道烈焰余波扫中后背，灼热感透体而入，气血一阵翻涌。但他眼神中的战意却愈发炽盛。机会，在一次9头攻击转换的刹那，主龙头因喷吐火柱后出现了一个极其微小的回气间隙。沈星河捕捉到了，就是现在。他眼中金芒爆射，体内所有灵力毫无保留地灌注入流光破空剑，剑身之上星纹璀璨欲滴，发出如同龙吟般的震鸣。给我破！伴随着一声穿金裂石的暴喝，沈星河人剑合一，化作一道撕裂空间的彗星，目标直指主龙头那只闪烁着残忍光芒的右眼。流光破空剑的剑尖精准无比地刺入了那巨大的金色树瞳，扑哧，粘稠滚烫的龙血混合着不明液体狂喷而出。嗷吼！主龙头发出了一声前所未有的撕心裂肺的痛嚎，整个庞大的龙躯疯狂地扭动翻滚起来。其他8个头颅也因主脑受创而陷入混乱，攻击变得毫无章法，甚至互相碰撞撕咬。沈星河一击得手，毫不恋战，猛地将剑拔出，借着反震之力急速后撤，避开那如同疯魔般的无差别攻击范围。趁你病，要你命！他强忍着经脉因灵力过度抽取带来的刺痛，手腕急旋，流光破空剑爆发出最后的璀璨光华。数道凝练到极致的由星辰碎片构成的巨大剑气狠狠斩向因剧痛而门户大开的主龙头脖颈。是，咔嚓，轰隆！剑光过处，坚韧的龙鳞如同纸糊般被切开，粗壮的颈骨发出令人牙酸的断裂声。最终，那颗小山般的巨大龙头带着喷泉般的血柱轰然砸落在地，激起漫天烟尘。失去了主脑的协调，剩下的8个龙头如同无头苍蝇般疯狂乱舞了一阵，最终也失去了力量支撑，重重砸落在地，彻底没了声息。山谷中只剩下浓重的血腥味和能量风暴过后的死寂。沈星河拄着剑，剧烈地喘息着，汗水混杂着血水从额角滑落。宁迈后期巅峰的9头蛟龙果然有点强，干得漂亮，宿主！快！这9头蛟龙浑身是宝，龙角、龙鳞、龙牙、龙血、龙筋、龙内丹、龙涎、龙肝，每一样都是稀世奇珍，赶紧收入超级乾坤袋。沈星河看着眼前这庞然大物，尤其那被斩断的还在汩汩冒血的狰狞龙头，嫌弃地撇了撇嘴，这丑东西真有那么值钱？宿主请看 VCR 详细罗列了9头蛟龙身上每一种材料的珍贵用途和害人价值。龙角可炼顶级法宝，增幅灵力，稳定气灵，自带破邪神威。龙鳞顶级防御材料，制成甲胄可硬汉法宝轰击，且具自我修复之能。龙牙神兵胚子，打磨后锋锐无匹，自带破罡龙气，诛邪斩魔如窃朽木。龙血炼丹圣品，淬体断骨，暴涨修为，疗伤解毒，妙用无穷。龙筋弓弦法宝核心，刃于金筋，传导灵力绝佳，增幅威力。龙内丹修为精华所具，炼化可省数百年苦功，破尽良药。龙涎炼丹奇香，大幅提升丹药品阶，亦有凝神辟邪之神效。龙肝延寿圣品，食之可强化道基，对修炼裨益极大。宿主，你可真是踩了狗屎运！系统的声音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惊异。这头9头蛟龙虽为幼龙，但全盛时期至少是元辅境的大妖，其血脉底蕴非同小可。元辅境，沈星河心头一跳，目光再次扫过地上巨大的龙尸残痕，
那他现在怎么跌落到宁迈后期了？多半是这诡异秘境的压制。具体缘由难以尽知，或许是某种古老禁制，或许是他自身在漫长岁月中出了岔子。沈星河压下心中疑惑，心念一动，超级乾坤袋再次张开无形的巨口。管他呢，先收了再说，这可是泼天的富贵。他舔了舔有些干涩的嘴唇，随即又想到一个问题，对了，系统宗门里那些长老老怪修为通天，为什么他们不自己进来采药，反而让我们这些低阶弟子进来冒险？你以为他们不想？系统嗤笑一声，带着嘲讽，是这无渊秘境有极强的修为限制禁制，修为超过宁迈境根本进不来。那为什么我宁迈后期隐藏一下修为就进来了？沈星河挑了挑眉，有些自得。哼，真当本系统的东西是路边的垃圾货色？系统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傲然。若非如此，你连门都摸不着。那倒没有，系统出品必属精品。沈星河嘿嘿一笑，赶紧拍了个马屁，随即正色道：对了，系统，你神通广大，可知那混沌青莲的具体所在？你当本系统是无所不知的天道意志吗？系统没好气的回应。系统话音未落，沈星河的目光已被地面一物吸引。只见一片布满青苔的古老石板上，静静地躺着一卷残破的皮卷，岁月在上面沉淀出厚重的包浆，边缘磨损的厉害，透着一股苍凉亘古的气息。沈星河心中一动，弯腰将其拾起，入手冰凉沉重，带着泥土和时间的味道。他小心翼翼地拂去表面的浮尘，缓缓展开。残卷之上并非文字，而是一幅由暗淡星点和奇异线条勾勒的星图。其核心处，一朵朦胧的莲花图案正散发着微弱的灵光，旁边赫然标注着几个古朴的篆字：混沌青莲。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沈星河大喜过望，忍不住低呼出声。但下一刻，他眉头微蹙，一丝疑虑浮上心头。不对，这也太巧了，简直像画本小说里写好的桥段。他甩了甩头，眼神重新变得坚定，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找到再说。是福不是祸，他不再犹豫，立刻循着星图的指引，朝着秘境更幽邃的深处疾行而去。穿过一片嶙峋怪石，雷蛇不时窜动的恐怖石林，眼前豁然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沼泽。浓重的水汽混杂着腐烂植物和淤泥的气息扑面而来，几乎令人窒息。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泥泞，每一步都需万分小心。透过弥漫的几乎凝成实质的灰白浓雾，远处似乎有幽蓝色的水光在隐隐闪烁。沈星河屏住呼吸，拨开垂挂如帘的湿漉漉的剧毒蔓藤。刹那间，一方奇异的景象撞入眼帘。一汪深不见底的碧潭，如同镶嵌在污浊沼泽中的巨大翡翠，潭水清澈的诡异倒映着上方流转的雾气。而在潭心，数十朵银白如玉的莲花正静静漂浮，花瓣层层叠叠，剔透无瑕，边缘流转着如梦似幻的七彩光晕，将整片水域都映照得流光溢彩，圣洁非凡，正是传说中的混沌青莲丝。沈星河倒抽一口凉气，眼睛瞬间瞪得溜圆，心脏狂跳如肋骨。他下意识地搓着手，激动的手指都在微微颤抖，口中无意识地喃喃：我勒个超级大豆浆啊，这么多，发了，这回真他娘的发大财了。狂喜瞬间淹没了理智，他几乎是手脚并用地扑到潭边，手忙脚乱地去掏腰间的超级乾坤袋，口水差点真的滴落下来，眼中只剩下那一片诱人的玉白流光。宿主，别动，看水里。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着送死。沈星河被喝得一激灵，发热的头脑瞬间冷却大半。他顺着系统的警示凝神望去，只见碧潭深处靠近莲花生长的水域下方，一片巨大的令人心悸的阴影缓缓游弋。那阴影线条狰狞，覆盖着墨绿色宛如金铁浇铸的厚重鳞甲，偶尔露出一双金黄色树瞳，正是守护妖兽碧水鳄。这就是碧水鳄。沈星河头皮发麻，声音都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这体型也太离谱了，不是说只有宁迈境吗？这气息，他感到一股沉重的威压如同实质般从水底传来，让他呼吸都为之抑制。蠢货，别人随口一说你就当真？上一个活着离开这里的人都不知道是几百年前的事了，何况此地灵气如此充沛，又有千年混沌青莲日夜滋养，一头有天赋的碧水鳄突破到化罡境后期，很奇怪吗？化罡后期，沈星河脸色一白，冷汗唰的就下来了。宁迈对化罡中间隔着难以逾越的天堑，那怎么办？难道就看着这些宝贝干瞪眼？他望着那一片诱人的青莲，你跟个没开化的猪头似的，什么都问本系统。系统骂归骂，还是给出了方案。这畜生有个致命弱点，贪吃，花300反派值兑换一颗醉仙迷神散。此丹对妖兽有致命诱惑，一旦服下，不消半炷香便会筋骨酥软，昏睡不醒，任你施为。药效能持续2-3个时辰，
足够你卷走青莲，逃之夭夭。速购买，300反派值换这一坛宝贝，值了。沈星河一咬牙，购买。一颗龙眼大小、毫不起眼的褐色丹丸瞬间出现在他掌心。此丹乍看平平无奇，但甫一暴露在空气中，一股奇异馥郁的甜香便悄然弥散开来，混合着熟透灵果的芬芳与奇花的幽香，直往鼻子里钻。系统就这小丸子，真能放倒那大家伙？300反派值呢？沈星河捏着丹药，看着水下那恐怖的阴影，心里还是有点打鼓。哼，少废话！系统语气笃定，莫说是这话刚进的碧水鳄，便是更凶悍的妖王闻到此香，也得被勾得魂不守舍，乖乖寻来。快行动！沈星河深吸一口气，收敛全身气息，将那颗醉仙迷神伞朝着远离青莲但又在碧水鳄感知范围内的水域，远远地精准地弹射过去，丹药入水，奇异的甜香在水下扩散得更快。水下那巨大的阴影猛地一滞，随即那双冰冷的黄金树瞳骤然转向丹药落点方向，流露出毫不掩饰的贪婪。庞大的身躯在水中灵活地一转，带起汹涌的暗流，迅速朝着丹药游去。很快，水面一阵剧烈翻滚，伴随着沉闷的吞咽声，那颗丹药被巨鳄囫囵吞下。沈星河屏息凝神，趴在潭边一动不敢动，死死盯着水面。约莫半炷香后，潭水中的动静渐渐平息。那头凶威赫赫的碧水鳄庞大的身躯开始不受控制的摇晃翻转，最终肚皮朝上，如同喝醉了酒般漂浮在水面，巨大的鼻孔发出沉重的有节奏的鼾声，彻底陷入了沉睡。成了！沈星河差点兴奋地跳起来，强压住激动，低声问系统：现在能去收了吧？速去，只留最边缘1、2朵，其余全部连根拔起，一片叶子都别放过。动作要快，系统催促道。嘿嘿嘿，宝贝们，我来了！沈星河脸上露出狂喜的笑容，如同狸猫般轻盈地跃上水面，灵力拖住脚底，踏水无痕。他飞速冲到莲丛中，超级乾坤袋口大张，强大的吸力笼罩下去。那一朵朵流光溢彩的混沌青莲，连同扎根的灵泥，被成片成片的吸走，潭心迅速变得空旷起来。就在即将收完之际，沈星河眼角余光瞥见潭底一处隐秘的水草巢穴中，静静地躺着布满墨绿色斑点的巨蛋。哟，好东西！沈星河毫不犹豫，顺手一抄，将3颗鳄蛋也收入囊中。宿主小心，此地不止一头碧水鳄，快走！有强大的气息正在急速靠近。沈星河心头警兆狂鸣，他猛地抬头，只见远处沼泽浓雾翻腾，一股比沉睡母鳄更凶厉、更狂暴的气息正如同海啸般席卷而来。收工，跑路！沈星河不敢有丝毫耽搁，瞬间将最后几株青莲收起，动作快如闪电。就在他刚掠回潭边的刹那，轰隆，泥浆炸裂，一头体型更为庞大、气息赫然已达化刚劲巅峰的雄性碧水鳄，叼着一头鲜血淋漓的巨型水兽。他冰冷的树瞳扫过潭中仅剩的寥寥2朵青莲，扫过漂浮在水面、肚皮朝天的伴侣，最后死死锁定了岸边那个散发着青莲气息和他孩子气息的人类。那眼神充满了无尽的暴怒、疯狂和毁灭一切的杀意。快跑！系统的尖叫几乎要刺破沈星河的耳膜。沈星河亡魂皆冒，根本无需系统提醒，他几乎是本能地用尽毕生最快的速度，从怀中掏出一张早已备好的神行符，啪的一声狠狠拍在自己大腿上，同时脚下七星步法运转到极致。七星步，神行符，开溜，嗖！他的身形化作一道模糊的残影，瞬间射入浓雾弥漫的沼泽深处，速度之快，在原地留下一个尚未消散的虚影。那雄性碧水鳄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这渺小的人类竟能爆发出如此速度。但下一刻，伴侣被迷翻，孩子被偷走，守护千年的青莲被洗劫一空的滔天怒火彻底淹没了他的理智。吼！一声震碎雾霭，饱含无尽怨毒与疯狂的咆哮撕裂长空。庞大的鳄躯爆发出恐怖的力量，如同离弦的攻城巨弩，轰然撞碎沿途的巨木泥沼，带着毁灭性的气息朝着沈星河逃窜的方向狂追而去。所过之处，泥浪滔天，大地震颤。我靠！系统，这也太刺激了吧！沈星河感受到身后那股排山倒海般追来的凶戾气息，肾上腺素狂飙，一边亡命奔逃，一边居然还有心情喊刺激。刺激你个头！看看你后面是什么东西在追你！沈星河下意识地猛一回头，我靠！妈了个巴子的，这玩意儿是装了飞梭吗？他吓得魂飞魄散。只见那头碧水鳄庞大的头颅已经近在咫尺，布满利齿的血盆巨口带着腥风恶臭，狠狠噬咬而来。吃啦！千钧一发之际，沈星河猛地扭身，碧水鳄的利齿显之又显地擦过他的臀部，只咬下了一大片布料。瞬间，一阵凉风灌入，
沈星河只觉得屁股蛋子凉飕飕的，白花花一片暴露在潮湿的空气中。我的裤子！沈星河又羞又怒，生死关头，他急中生智，猛地从超级乾坤袋中掏出一颗碧水鳄蛋，头也不回地朝着侧后方奋力一掷。接着，你儿子！那颗布满斑点的巨蛋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身后那暴怒追击的碧水鳄看到自己的骨肉被如此抛掷，金色的树瞳中瞬间闪过一丝人性化的惊骇与暴怒交织的光芒。他庞大的身躯硬生生在空中扭转，放弃了追击，小心翼翼地用布满鳞甲的巨吻将其接住，轻轻放下。再抬头看向沈星河时，那眼神里的恨意几乎要化为实质的火焰，将他烧成灰烬。跑！沈星河趁着这宝贵的喘息之机，毫不犹豫地再次掏出2张神行符，啪啪2声狠狠拍在腿上，速度再次飙升。碧水鳄放下蛋，发出一声更加疯狂的咆哮，四足踏地，狂暴的坦克再次碾来。这一次他不再单纯追逐，巨口一张，一道高度凝聚蕴含着恐怖水源之力的幽蓝色能量球如同炮弹般轰向沈星河的后背。沈星河只觉得背后汗毛倒竖，七星步法被他施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妙地步，身形在泥沼与巨木间诡异地左突右闪，险之又险地避开了一道又一道致命的能量轰击。能量球在他身边炸开，泥浆冲天而起，巨木拦腰折断。眼见那恐怖的阴影再次逼近，沈星河故技重施，又掏出一颗蛋，用尽全力朝另一个方向狠狠扔去。别哦，再接一个！碧水鳄再次被逼无奈，只能停下追击去抢救自己的骨肉。如此反复2次，沈星河已是气喘如牛，灵力消耗巨大，双腿如同灌铅。有完没完啊？这畜生是铁打的吗？沈星河感觉自己快要到极限了。快了，宿主撑住！前面就是第2层和第3层的交界屏障。沈星河精神一振，榨干体内最后一丝潜力，朝着前方那层肉眼几乎不可见但散发着空间波动涟漪的透明屏障亡命冲刺。就在碧水鳄那带着毁灭气息的巨口即将再次咬中他的瞬间，沈星河的身影猛地穿过了那层无形的屏障。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碧水鳄那庞大的头颅如同撞上了一堵无形的神铁壁垒，被狠狠地震飞出去。屏障纹丝不动，只荡漾开一圈圈剧烈的涟漪。沈星河踉跄几步停在屏障之外，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汗水如同小溪般淌下，浑身沾满泥浆，狼狈不堪，尤其是屁股后面那一片清凉格外醒目。他抬起头看着屏障那头因为撞击而头晕眼花，暴怒到几乎失去理智，正用庞大的身躯疯狂撞击屏障，发出沉闷如雷的咚咚巨响的碧水鳄，一股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恶作剧般的得意涌上心头。他直起身，整理了一下破烂的衣袍，虽然遮不住屁股，对着屏障内那头疯狂撞击金色树瞳几乎要喷出火来的巨鳄叉着腰，露出了一个极其欠揍的混合着疲惫和得意的笑容，甚至故意扭了扭那白花花的屁股。来啊，你特娘的不是挺能追吗？出来单挑啊，单挑啊，你咬我啊，来啊，我打你，你打我又怎么样？你有没有咬过人？你有没有咬过死人？发泄完心中的憋屈和恶气，沈星河潇洒，尽管衣衫褴褛，第一拍屁股，这次是真的拍在自己肉上。跑路了兄弟，风紧扯呼。沈星河上下抛着超级乾坤袋，这次的收获真他娘的丰盛啊！他唇角勾起，无声的低语，各种千年灵植、九头蛟龙，还有一颗碧水鳄的蛋，太爽了，太爽了！一股难以言喻的畅快感直冲顶门，沈星河忍不住无声的呐喊。然而就在这志得意满的瞬间，秘境中原本平稳流淌的天地灵气骤然生出一丝微不可察却又极其突兀的涟漪。不好！沈星河心中警铃大作，那份得意瞬间冻结，秘境要关闭了。他脸上玩世不恭的笑容瞬间敛去，取而代之的是刀锋般的凝重。没有丝毫犹豫，他足下猛地发力，身影骤然模糊。七星步，一声轻斥，沈星河的身影化作一道飘忽不定的流光，脚踏玄奥方位，在扭曲的秘境通道中急速穿梭。当空间波动平息，沈星河的身影稳稳出现在秘境第1层入口时，迎接他的是数道交织而来的目光。那些目光古怪而复杂，有的闪烁着压抑不住的窃笑，嘴角扭曲着极力忍耐的弧度，有的则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玩味，视线如同实质般在他身上逡巡。沈星河心头猛地一沉，下意识地抬手抚上自己的脸颊，触感温热，却并无异样。他们在笑什么？一股莫名的寒意悄然爬上脊背。沈师兄，这边，快过来！一个熟悉而焦急的声音穿透人群的窃窃私语。
小黑子奋力拨开挡路的人，像条灵活的泥鳅般冲到沈星河身边。他圆脸上满是紧张，凑到沈星河耳边，声音压得极低，带着掩饰不住的窘迫：“沈师兄，你后面裤子破了个大洞。”轰！沈星河挺拔的身形骤然僵直，仿佛被无形的冰针定在原地。一丝极其罕见的，足以让熟悉他的人跌破眼镜的尴尬，闪电般掠过他那张俊逸的脸庞。但仅仅一息之后，那点尴尬便如潮水般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惯有的从容，甚至比之前更加沉静。他双手在身前闪电般接出一个繁复的法印，动作流畅的如同呼吸，一股柔和却精纯的法力瞬间自丹田涌出，无形的涓流覆盖全身。青光一闪，一件崭新的质地飘逸的青色长袍已然取代了那件战损版的旧衣，严丝合缝地覆盖了他挺拔的身姿。微风适时拂过，青色衣袂随风轻扬，衬得他身姿如玉树临风，气质越发清冷出尘，竟有几分九天谪仙误入凡尘的错觉。沈星河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自然地抬手拍了拍小黑子厚实的肩膀，声音恢复了平日的清朗：“小黑子，这次辛苦你了，等出了秘境，师兄送你一件好东西。”小黑子闻言，慌忙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双手也连连摆动，黝黑的脸上堆满了憨厚又惶恐的笑容。“我不要了，沈师兄，那些灵芝不值钱，送你你就要收着，无需推辞。”小黑子挠了挠后脑勺，咧开嘴，露出一口白牙，脸上是既感激又不好意思的羞涩笑容。那行。不多时，秘境入口处的空间能量剧烈翻涌，一道璀璨夺目的光幕缓缓张开，如同撕裂天穹的伤口，散发出强大的空间吸力。沈星河不紧不慢地从乾坤袋中取出一物，那并非他此行最大收获，却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朵约莫巴掌大小，通体流转着迷蒙光晕的莲花。莲花呈现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混沌色泽，似青似白，又仿佛蕴含万色，丝丝缕缕的清灵之气缭绕其上，仅仅是存在，便让周围的灵气都活跃了几分。他神态自若，仿佛把玩的只是一朵寻常野花，随意地将那朵混沌青莲捻在指尖，信步穿过了能量层。甫一出秘境，混沌青莲那独特的光晕瞬间吸引了所有目光。撕混沌青莲，淬体境的沈星河，他怎么可能得到这种至宝？定是走了狗屎运，或者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阴险手段。没错，这小子诡计多端，是出了名的。血无救师兄的药田不就是被他祸害的？不是被炸得坑坑洼洼，就是灵芝一夜之间不翼而飞，听说还往里倒过不知名的污秽之物，好好一块药田硬是给毁了。议论声如潮水般涌起，夹杂着嫉妒、猜疑和毫不掩饰的恶意。沈星河听着这些刺耳的声音，嘴角反而勾起一抹更深更玩味的弧度，心中冷笑：闹吧，嚷吧，越多人看着越好。他看似随意地扫视着喧闹的人群，目光却在不经意间定格在一抹素白的身影上。夏清月，她身着一袭纤尘不染的白裙，宛如月宫仙子降临凡尘，双手无意识地紧紧交握在胸前，秀眉微蹙，清澈的眼眸中盛满了难以掩饰的焦急，目光不断投向那缓缓闭合的秘境光幕。微风吹拂，裙裾飘飘，更添几分我见犹怜的孤高清冷。连沈星河都能得到混沌青莲。他唇瓣无声的翕动，贝齿轻咬着下唇，像是在安慰自己，那其他人应该也有收获吧。再等等，再等等看。就在此时，一个洪亮而威严的声音压过了嘈杂：肃静！炼体长老排众而出，他身形魁梧，目光如电，此刻那双眼睛正死死锁在沈星河指尖那朵流光溢彩的混沌青莲上，眼中爆发出毫不掩饰的贪婪金光。他清了清嗓子，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和蔼可亲，却掩不住其中的诱惑。星河啊！炼体长老脸上堆起笑容，此等天地灵物，与你淬体之境，效用恐难发挥十之一二，不若将其上缴宗门，老夫可以做主，赐你一本地阶功法，如何？这可是天大的机缘。沈星河心中嗤笑一声，面上却不动声色。地阶功法，宗门宝库里那几本压箱底的破烂货色，要么残缺不全，要么晦涩难通，真当我是3岁孩童。宗主常年云游，这宗门的好东西，怕是早被炼体老狗和季听雪那老妖婆瓜分干净了。他微微拱手，姿态恭敬，语气却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疏离和为难。长老厚爱，弟子惶恐。只是师尊他老人家在弟子临行前千叮万嘱，这混沌青莲必须完完整整地交到他手中。至于功法，沈星河抬起头，露出一抹人畜无害的笑容。师尊他老人家私藏颇丰，弟子倒也不缺。炼体长老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如同戴上了一副拙劣的面具，随即阴沉下来。他重重的一甩袍袖，鼻腔里发出一声不满的冷哼：哼，罢了，既然是你师尊要的东西，老夫自然不便强求。
沈星河眼角余光再次扫过夏清月所在的方向，见他依旧在原地徘徊，紧握的双手指节都有些发白，心中玩味更甚。还不来吗？倒是有趣。秘境的能量光幕终于彻底暗淡消失，宣告着此次探险的终结。然而血无咎的身影始终未曾出现。沈星河！一声饱含无尽悲愤与杀意的怒吼，如同平地惊雷猛然炸响，人群如潮水般惊恐地分开。只见一道狂暴的蓝色身影裹挟着宁迈巅峰的恐怖威压，如同失控的蛮牛，手持一柄门板大小的狰狞巨锤，朝着沈星河当头砸下。锤位置，那狂暴的劲风已吹得人面皮生疼。来者正是血无咎的亲兄血无涯，执法长老的亲传弟子。沈星河瞳孔微缩，反应却快如鬼魅。他腰身猛地一拧，一个干净利落的后空翻，显之又显得擦着锤锋避开了这致命一击。轰隆！巨锤砸在他方才站立之地，坚硬的岩石地面瞬间皲裂，碎石四溅。沈星河轻盈落地，挑眉看相状若风虎的血无涯，嘴角噙着一抹冰冷的嘲讽：“傻蛋，你抽什么风？说，是不是你？”血无涯双目赤红，布满血丝，死死盯着沈星河，那眼神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粗壮的手指几乎要戳到沈星河鼻尖。是不是你杀了我弟弟，夺了他的混沌青莲？说。沈星河嗤笑一声，那笑声在寂静的场中显得格外刺耳，充满了不屑。呵呵，血无涯，我看你脑子里灌的不是脑浆，是屎吧？我区区淬体境，杀你那个巨灵后期的弟弟，你当他是泥捏的，还是当我是神仙？少给老子装蒜，定是你用了什么下三滥的阴招。我现在以执法堂之名，要将你缉拿归案。缉拿？沈星河双手抱胸，好整以暇地看着他，眼神如同在看一个跳梁小丑。证据呢？空口白牙就想拿人？执法堂是你家开的，还是你血无涯的话就是天条？证据？哼，跟我回执法堂搜你的魂，证据自然就有了。血无涯凝声道，巨锤再次扬起。搜魂？沈星河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脸上嘲讽之色更浓。就凭你，也配？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那副尊容？想搜你爹的魂？先去问问我师尊答不答应。他老人家可是化罡后期，他刻意加重了化罡后期4个字，带着赤裸裸的威胁。沈星河，你找死！血无涯被彻底激怒，巨大的锤头指向沈星河，狂暴的灵力在锤身凝聚。别以为有你师尊护着就能无法无天，等我找到证据，定要亲手捏碎你的丹田，废了你这一身修为，让你生不如死。哎呦，吓死我了！血师兄好大的威风，我好怕怕啊！他语气陡然一转，变得凌厉而充满挑衅。1个月后，宗门生死台，恩怨两清，不死不休。就问你敢不敢？此言一出，全场哗然。生死台？他疯了吗？淬体境挑战宁迈巅峰，这不是找死是什么？狂妄，简直不知天高地厚。血无涯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震天的大笑，笑声中充满了极度的轻蔑和残忍。哈哈哈哈！有何不敢？区区淬体境的蝼蚁也敢妄言挑战？老子就给你1个月时间苟延残喘，1个月后生死台上，我要让你跪着后悔今日的狂妄。他伸出粗壮的大拇指，狠狠地朝下比划，眼中杀意沸腾。沈星河不再多言，甚至连看都懒得再看血无涯一眼。他转身大步流星地朝着自己的居所走去，背影挺拔而孤绝。夜色如墨，深沉静谧，简陋却整洁的洞府内，沈星河正逐一检视着乾坤袋中琳琅满目的收获，嘴角噙着一丝满意的笑意。突然，门外传来极其细微的，仿佛落叶触地的声响。沈星河动作一顿，头也未抬，嘴角却勾起一抹了然的笑意。他慢条斯理地将最后一件材料收好，这才抬眼望去。月光如水，静静地流淌在洞府门口，勾勒出一道纤细窈窕的身影。一头如瀑的紫色长发在月华下流淌着神秘的光泽，素白的长裙纤尘不染，衬得她宛如月下幽兰，清冷绝俗。正是夏清月。未等那清冷如冰珠落玉盘的声音响起，沈星河已率先开口，打破了沉默。他声音带着一丝慵懒的笑意：“稀客啊，不知清月师姐深夜造访，有何指教？”夏清月站在门口，月光在她绝美的侧脸上投下淡淡的阴影。她似乎有些局促，纤长的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袖口，贝齿轻咬了一下嫣红的下唇，犹豫片刻，才低声道：“听闻师弟在秘境中得了一朵混沌青莲。”他的声音清冷依旧，却难掩其中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我想用我的东西跟你交换。沈星河缓缓站起身，踱步到夏清月面前几步远停下，
眼神带着玩味的探究，在他清丽的面容上扫过。哦，交换，可以啊。他故意拉长了语调，不知师姐打算用何物来换我这朵小莲花？夏清月像是松了口气，连忙递出一枚样式古朴的储物戒指，语气带着恳切：这是我的全部积蓄和收藏，师弟你看看，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拿去。他微微垂下眼帘，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沈星河接过那枚上带着一丝女子体温的戒指，灵力随意探入其中。片刻后，他唇角勾起一抹意义不明的弧度，抬眼看向夏清月，眼神带着一丝戏谑：1000灵石，一把品质尚可的灵气长剑，还有一本地阶下品的冰心诀。沈星河摇了摇头，将戒指递了回去，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拒绝：师姐，恕我直言，你这些东西我都看不上。这本冰心诀属性偏寒，与我功法不合。至于灵石吗？他轻笑一声，指尖随意的捻动，仿佛在掂量着无形的价值。师姐应该知道行情，上次拍卖行出现的一朵品香远不如我手中这朵的次品混沌青莲都拍出了2000灵石的高价，我这朵可是上品中的上品，生机盎然，药力充沛，低于4000灵石免谈。夏清月的脸色瞬间白了几分，她用力咬着下唇，沉默了片刻，再次将储物戒递出，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那连这枚储物戒一起给你，只求师弟能将混沌青莲换给我。沈星河却缓缓地坚定地再次摇头，他抬起右手，修长的食指在两人之间轻轻摆动，动作优雅却带着残酷的意味。不换，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夏清月的声音终于带上了一丝难以抑制的激动和绝望，清冷的伪装出现裂痕。沈星河向前逼近半步，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缩短，他微微俯身，毫不避讳地赤裸裸地直视着夏清月那双清冷的眸子，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说道：我要你。他顿了顿，欣赏着夏清月瞬间变得煞白的俏脸和眼中翻涌的羞愤，才慢悠悠地吐出后半句：跟我睡一晚。无耻下流。夏清月如同被滚烫的烙铁灼伤，猛地后退一步，俏脸涨得通红，一直红到了耳根。他狠狠瞪了沈星河一眼，转身便要拂袖而去，裙裾带起一阵冰冷的香风。师姐留步。沈星河的声音不疾不徐地响起，带着一种掌控全局的从容。夏清月身形微顿，却没有回头，背影僵硬。沈星河的声音带着一丝蛊惑，清晰地传入他耳中。这混沌青莲虽非传说中起死回生的天阶神物，却也位列地阶上品，乃是淬炼道体、纯净灵根，甚至炼制某些救命灵丹的必备之物。方式难寻，拍卖天价。他故意停顿了一下，加重了语气：师姐是识货之人，应当明白它的价值。他缓缓踱步，声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叹息，却更像冰冷的威胁：若师姐明日日落之前还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他拖长了尾音，随即语气转冷：那我只好将它投入丹炉，炼成几颗清心涤尘丹了。虽说效用会打些折扣，但也聊胜于无，总比烂在手里强。说完，他不再看下清月，目光投向洞府外沉沉的夜色，嘴角那抹笑意却愈发深邃玩味。夏清月纤细的肩膀机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最终他没有再发一言，也没有回头，只是加快了脚步。那抹素白的身影很快便融入了浓重的夜色之中，消失不见。沈星河负手而立，目光幽深地望着夏清月消失的方向。午夜，夏清月坐在弟弟的床榻前，纤长的手指轻轻抚上明轩毫无血色的脸庞。窗外夜风呜咽。明轩，姐姐定不会让你有事。他喃喃低语。中毒发生在2年前，明轩在采药途中不慎采到了幽冥花，那诡异的紫黑色毒纹如毒蛇般迅速爬上他的肌肤。这毒犹如复古之居，唯有混沌青莲的净化之力能解，一旦侵入心脏，便是大罗金仙也回天乏术。这2年，如果不是夏清月每天都去找灵芝领宗门任务给他吊命，他早就 over 了。可即便如此，明轩的病情依旧在恶化，因为幽冥毒只能由混沌青莲能解，其他丹药灵芝只能暂时缓解。而如今看着明轩日益衰败的模样，夏清月心中满是绝望与恐惧。娘，我答应过您会照顾好明轩，可如今……夏清月闭上眼，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心中满是愧疚与无奈。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夏清月睁开眼，眸中闪过一丝决然。她转身走向衣柜，取出那件雪白的纱裙。纱裙质地轻盈，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却又隐隐透着几分诱惑。她缓缓穿上那薄如蝉翼的布料，将她曼妙的身姿勾勒得淋漓尽致。踏着如水的月光，夏清月来到沈星河的住处。她深吸一口气，抬手敲门，声音轻柔，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师弟，你睡了吗？门缓缓打开，
沈星河揉着惺忪的睡眼，看到门外的夏清月，瞬间清醒。月光下，夏清月的纱裙若隐若现，朦胧的美感让他微微一怔。师姐怎么来了？夏清月没有回答，径直走进屋内，在桌前坐下。他端起桌上的茶盏，一饮而尽，试图借此平复内心的紧张与不安。随后他起身背对着沈星河，语气带着一丝羞涩与坚定：师弟不是说让我陪你睡一晚吗？可能是他的肌肤很滑，话音未落，他全身的衣服便全都滑落了下来，只剩下那一层白色的肚兜。月光洒在他如牛奶的肌肤上，泛起一层淡淡的乳白感。哎，师姐你干嘛呢？沈星河的喉结滑动了一下，将在他脚踝滑落的纱裙又重新给他套了上去。但是由于沈星河笨手笨脚的，导致他好久才能把夏清月的纱裙套上，而夏清月却显得很娇羞，不敢看沈星河。此时此刻，房间里充满了某种生物信号素。哦嚯，跟师尊宝宝的身材一样，但是比师尊宝宝的大，嘿嘿嘿。夏清月首先打破了这份寂静。你不是说让我陪你一晚吗？沈星河控制住自己的欲望。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吗？你把手伸过来。夏清月将手伸到沈星河的面前，显得格外的娇羞。沈星河拿出混沌青莲放在他的手上，眼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拿去吧。你真的给我了？给你了，趁我还没改变主意之前，快拿着这混沌青莲走。夏清月愣住了，看着手中散发着柔和光芒的混沌青莲，眼眶瞬间湿润。多谢沈师弟。他小心翼翼地将青莲护在怀中，向沈星河深深一礼，转身离去。待夏清月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沈星河倚在门框上，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此时系统出来打酱油，宿主为什么不直接把他给嘿嘿嘿了？你懂个毛球，这叫欲擒故纵。而且他也不一定能够把这朵混沌青莲给拿回去。他微微皱眉，眼中闪过一丝警惕。刚才我感受到了屋外面有化罡期修士，想来定是那季听雪这老狗，表面不装作自己徒弟的死毫不在乎。他应该挺气的吧，毕竟那血无就确实是个天才。可能是因为今日师尊没有来，就以为师尊现在已经闭关，所以想跟我动手，抢我的混沌青莲。这老狗非要把他打爆。那一朵混沌青莲怎么办？白送给那个季听雪那个老狗了。那一朵混沌青莲是假的，并且是有毒的。接下来就看那个老狗的表演了，他应该不至于抢不过宁迈后期的下辈吧？那倒不至于。哎，那如果夏清月被那老狗给斩杀了咋办？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求救大长老。结宿主真的坏到流豆浆了，奖励100点反派值。沈星河足尖轻点，踏着七星步来到破月峰。山岚如纱，将千年古刹裹在缥缈云雾中，眼角铜铃随风轻响，惊起几只栖鸦。他望着朱漆斑驳的山门，掌心沁出薄汗，深吸一口气。抱拳朗声道：弟子沈星河有10万火急之事求见大长老。话音未落，一道清越如钟磬的声音穿透虚空。何事？宗主的徒弟夏清月县被化罡期的修士追杀，请大长老出手营救。山风骤起，云雾翻涌间，一道轻影已凝立在他身前。白发长须的大长老目光如电，玄色道袍猎猎作响。带路。沈星河不敢耽搁，指尖掐诀贴上神行符，七星步再度展开，衣袂翻飞间留下道道残影。与此同时，10里外的苍梧谷内，激烈的打斗声惊飞了整片山林的雀鸟。夏清月半跪在碎石嶙峋的地面上，素白裙裾沾满血污，他死死攥住黑袍修士的脚踝，眼神依旧锐利如鹰，休想夺走混沌青莲。但是由于纪听雪穿了一身黑袍，看不清他的脸。黑袍下传来阴冷的嗤笑，纪听雪袖中突然甩出一道银芒，精准刺中夏清月肩头，垂死挣扎，经脉尽断还能逞强，倒真是有趣。他缓步逼近，剑锋挑起少女凌乱的发丝。本来不想杀你的，但是你偏要找死，那也怪不了我了。苏沐雨，对不住了，你弟子的性命我收了。就在剑尖即将触及咽喉的刹那，一颗流光溢彩的灵珠破空而来，轰然撞在长剑之上。既听雪踉跄后退，抬眼望见凌空而立的大长老，瞳孔猛地收缩。不等他反应，大长老已如鹰隼般俯冲而下，袖中飞出的缚仙索直取他命脉。想走？大长老沉喝，声震山谷。既听雪脸色骤变，化作一道黑烟仓皇逃窜。沈星河心急如焚地冲上前，他小心翼翼地将夏清月抱起，触到他冰冷的肌肤时，心头泛起一阵刺痛。尼玛的！他低声咒骂，没想到这老狗下手这么狠，全身的经脉寸断了，敢这样打我未来的媳妇，等着我一定要弄死你！怀中的少女无意识地呢喃着混沌青莲。沈星河紧了紧手臂，转身朝着自己住处方向疾驰而去，目色将两人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沈星河将他放在自己的床中，夏清月身躯瘫软在床榻上，沈星河单膝跪地，掌心泛着蓝光，
灵力如涓涓细流注入他体内。吱呀，木门被猛然推开，裹挟着腥风。大长老玄色长袍猎猎作响。大长老，那黑袍人怎么样了？沈星河回头，大长老猛地甩袖，哼，滑不溜秋，跟淬了油的泥鳅似的，眨眼就没了踪影。他3步并作2步跨到床前，浑浊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凝重。沈星河下意识往旁侧让了让，大长老手只搭上下清越的腕脉，眉头越皱越紧良久。他收回手，苍老的面容上满是无奈，喟然长叹，全身经脉寸断，就算是我也只能勉强护住他的心脉。当真没有续接经脉的法子了吗？沈星河的声音陡然拔高。大长老抚着雪白长须，目光深邃望向远方。法子倒是有那么一个。他的声音低沉下去，阴阳续脉丹，4品巅峰的灵丹，此丹有逆天续脉之能，传说中便是这等绝境也有一线生机。只是他顿了顿，目光终于落回沈星河脸上，带着审视。只是这丹方早已湮灭在岁月长河中，成为传说。不过什么？沈星河急切地追问，身体不由自主地前倾，眼中那点微弱的星火被这不过2字瞬间点燃。祖师爷当年留下的几卷残破秘典，或许尚存一丝关于此丹的蛛丝马迹。大长老的目光更加深沉，仿佛在掂量着眼前少年的斤两，但想要获取这份机缘，需闯过宗后山那座沉寂100年的幽冥禁地试炼。沈星河眼神瞬间亮了起来，急切道：“请大长老告知试炼详情。”大长老意味深长地看着眼前的少年，手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那禁地凶险万分，就算是化罡境的高手进去，也未必能全身而退。你不过淬体境，可要想清楚，天命无常，有些事不必要勉强自己。天命面前，我们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强求不得。说罢，大长老周身腾起金色灵力，指尖凝聚出一道光芒，轻轻点在夏清月的眉心。片刻后，他收回手，暂时护住了他的伤势，接下来好生照料着。大长老转身欲走，又似想起什么，猛地回头，目光如鹰隼般锐利。对了，淬体境的你是如何从化罡境的黑袍人手下逃脱的？沈星河心头一紧，面上却不动声色，拱手行礼。弟子当时听到异响，出门查看，正撞见师姐与黑衣人缠斗，自知修为低微，贸然出手只会拖累师姐，便即刻赶来寻大长老。我故乡有句话说得好，明知道不敌，仍旧出去送人头，那是名为热血的愚蠢。就算胜了，也不过是命运的垂青。大长老闻言，先是一愣，随即仰头大笑：“有趣，有趣！这觉悟倒是比那些莽撞的小子强得多。”笑声渐渐消散，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沈星河一眼，做得不错。他像是忽然又想起一事，状似随意地问道：“对了，你那个不着调的师尊，又跑出去云游了？”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和对某人习惯性的不满。沈星河只觉得额头刚刚干涸的冷汗似乎又要冒出来，他连忙低下头，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恭敬和一丝不知情的茫然：“回大长老，是的，师尊他老人家确实外出云游了，只是并未与弟子说明缘由去向。”大长老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对这个答案似乎毫不意外，转身迈步。大长老留步。沈星河突然出声，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刻意的郑重。哦。大长老身形停住，侧过半张脸，投来询问的目光：“还有何事？”沈星河在他的耳边道：“就是。”大长老拍了拍沈星河的肩膀：“好小子做得不错，够狠。”说罢，衣袂飘飘，转瞬消失在夜色之中。待大长老走远，沈星河关紧房门。系统，商城里面有没有阴阳续脉丹可以兑换？宿主，此丹药为4品丹药，由于您的修为权限不足，只能解锁4品以下的丹药，无法为您提供该服务。详细的权限说明如下：宿主通窍前可解锁生活用品、魂印、丹道真解3册；宿主达到通窍境可获得功法购买权限；宿主达到元辅境可获得系统通天代打权限；宿主达到化罡境可获得4阶以上丹药购买权限；宿主达到天伦境可获得剑意升级权限；宿主达到法相境即可解锁全部权限。还要权限的？那这个丹道真解3册是什么东西啊？沈星河点击详情介绍。丹道真解分为3册：入门、进阶、宗师。基础篇为如何炼制上品的1至3品的丹药，反派值450；进阶篇为如何炼制上品的4至6品的丹药，反派值5万；宗师篇为如何炼制上品的7至10阶丹药，反派值10万。沈星河烦躁地抓了抓头发，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发出沉闷的声响。这个后山的试炼我真的不敢去啊，但是这个丹道真解又没有阴阳续脉丹的炼制方法，好烦啊！
如果修复不了夏清月的经脉，就觉醒不了我的幻冥或星体，好烦啊！都怪这个季老狗，他奶奶的香蕉菠萝哈密刮了个苹果汁的。算了，先不管这些烦事了，还是先解决眼前的危机吧。暂压下翻腾的怒意，沈星河远眺东南方，那是炼丹阁的地方。混沌青莲，可是疗伤圣品啊！他低声自语，声音仿佛淬了毒的寒冰。老狗，我就不信你能忍住不用，只要你用了，嘿嘿，你的死期就到了。就在这时，嗡，天际忽有一道刺目灵气冲霄而起，沈星河瞳孔骤缩，露出狡黠笑意。哦，老狗，这么快你就要忍不住了吗？那你的死期就要快到了。沈星河看向床上未醒下清月，算了，还是将它放进我的超级乾坤袋中吧，我也不敢保证会不会有人做什么事。再说了，里面还有我的师尊宝宝在里面呢，那就委屈我的师尊宝宝照顾一下了。指尖灵力化作柔和光带，将夏清月卷入随身携带的超级乾坤袋。施霸法诀，他足踏七星步，身形如流矢般射向灵力爆发处。当沈星河的身影如同鬼魅般出现在炼丹阁顶层那一片狼藉的炼丹房外时，一股狂暴的能量风暴正席卷而出，吹得他衣袍猎猎作响。只见大长老那威严的身影已然矗立场中，正与季听雪激烈交手。轰，砰，咔嚓，灵力碰撞的巨响如同滚雷般连绵不绝，震得整座阁楼都在呻吟颤抖。溢散的劲气将墙壁撕裂，将地面离出深深的沟壑。季听雪披头散发，状若疯魔，周身鼓荡着刚突破化罡后期的磅礴灵气，那气息虽然强大，却透着一股虚浮和难以掩饰的狂躁。他狞笑着，竟与大长老打得有来有回，手中法诀变幻莫测，丹火与灵力交织，攻势狠辣刁钻。大长老，季听雪一边抵挡着大长老如同山岳倾轧般的重掌，一边厉声咆哮，声音里充满了被冒犯的倨傲和一丝色厉内荏。老夫乃是宗门首席炼丹师，你无凭无据，为何要对老夫痛下杀手？你想毁掉宗门的丹道根基吗？聒噪！大长老须发皆张，眼中寒光爆射，根本不屑解释。他怒哼一声，左掌猛地向前一推，一颗凝练如实质、散发着刺目白光的灵力光球，如同坠落的流星，带着毁灭性的气息轰向季听雪。同时，他右手袍袖一抖，一道细若游丝却闪烁着密银光泽的绳索附仙索，悄无声息的如同毒蛇出洞，后发先至，瞬间缠向季听雪。季听雪瞳孔一缩，仓促间挥袖抵挡光球，却冷不防被那迅捷无伦的附仙索缠了个正着，银丝瞬间收紧，勒入皮肉，将他捆成了一个人形粽子，一身狂暴的灵力顿时为之医治。恰在此时，沈星河身影如鬼魅般逼近，手中捏着团早已碾成糊状的绿色灵芝残渣，借着七星步那鬼神莫测的挪移之力，沈星河出手如电，左手如铁钳般狠狠捏住季听雪的下颌，迫使他嘴巴大张，露出惊恐万分的眼神。老狗，尝尝小爷给你秘制的大补丸。沈星河狞笑着，右手那团令人作呕的墨绿糊状物被他毫不留情地狠狠地一股脑地塞进了季听雪的喉咙深处，动作粗暴至极，甚至带着一种泄愤般的快意。同时，一句字正腔圆、充满极致侮辱的粤语清晰地砸进季听雪的耳朵：“使屎啦你！”随后旋即暴退数丈。哦，可害害！季听雪眼珠暴突，喉咙里发出痛苦的呵呵声，被那腥臭剧毒之物呛得涕泪横流，拼命想呕吐出来。小畜生，你们找死！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剧痛瞬间点燃了季听雪所有的理智，他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野兽般的咆哮，体内被压制的灵力如同火山般轰然爆发。砰！坚韧的附仙索竟被这股狂暴的力量硬生生震断，银丝寸寸崩裂。季听雪双目赤红如血，如同地狱爬出的恶鬼，他猛地一拍腰间储物袋，一杆通体漆黑、缠绕着无数怨魂虚影、散发着阴森刺骨寒气的魂幡出现在手中，我要你们魂飞魄散！他双手疯狂结印，口中念念有词，魂幡上黑光大盛，无数扭曲的怨魂面孔发出无声的尖笑，一股令人心悸的恐怖波动开始酝酿，他要发动玉石俱焚的禁术。然而印诀只结到一半，噗！季听雪身体猛地一僵，一口粘稠、散发着诡异腥甜气息的暗紫色鲜血如同喷泉般狂喷而出，那血雾在空中弥散，带着一股甜腻的死亡气息。他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凄厉惨嚎，周身那狂暴的化罡后期气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暴跌，跌落，再跌落，眨眼间竟从云端直接坠入泥潭，气息萎靡，境界一路狂跌至凝脉境。更恐怖的是，他裸露在外的皮肤上，一道道妖异的幽紫色昙花纹路如同活物般疯狂蔓延开来，所过之处，皮肤迅速失去光泽，变得灰败干瘪。喂，为什么？
季听雪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枯槁颤抖、布满诡异花纹的双手，又猛地抬头，死死盯住远处的沈星河，眼中充满了无尽的怨毒、恐惧和疯狂。你这个牲口，你给我吃了什么？我的修为，我的修为啊！沈星河慢悠悠地踱步上前，脸上是毫不掩饰的胜利者姿态，甚至还带着一丝欣赏猎物垂死挣扎的残忍趣味。惊喜吗？他歪了歪头，语气轻松，当然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秘制了整整2年半的超级小零食啊！他伸出2根手指，比划了一下，纯天然，无添加，效果立竿见影。怎么样，味道还不错吧？他走到季听雪面前，距离近的几乎能感受到对方粗重、绝望的喘息。沈星河甚至伸出右手，慢条斯理地一下下拍着自己光滑的脸颊，发出清脆的响声，脸上是极致的轻蔑和挑衅。来，老狗，别光看着啊！他故意把脸往前凑了凑，笑容灿烂又恶毒。你打我腮，朝这儿打，使劲打！小爷我站这儿让你打，我杀了你！季听雪彻底癫狂，血贯瞳仁，仅存的灵力疯狂注入手中的漆黑魂幡，带着同归于尽的决绝，狠狠朝着近在咫尺的沈星河当头砸下。魂幡上怨魂尖啸，黑气翻涌。然而这含恨一击在沈星河眼中却慢得可笑。啪！沈星河闪电般出手，竟在魂幡落下的瞬间稳稳地抓住了幡杆。强大的冲击力让他的手臂微微一震，却无法撼动分毫。就这点力气。沈星河嗤笑一声，眼神陡然转冷，如同万载寒冰。老狗，你的对手是我。大长老，请您略阵，今日我要亲手了结这段恩怨。他猛地松开魂幡，任由季听雪因用力过猛而踉跄后退。同时沈星河并指如剑，朝着虚空一点扔。沈星河右手轻抬，优雅地握住了剑柄。他伸出左手大拇指，对着状若疯魔的季听雪轻佻地勾了勾，脸上是睥睨天下的狂傲和一种掌控生死的漠然。来，老狗，让小爷看看你还能蹦跶几下。他剑尖斜指地面，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宣告：2分半钟，2分半钟内斩不了你，我沈星河直接剁了。他微微歪头，嘴角勾起一抹残酷的弧度，补充道：哦，对了，你先出手，我怕我的剑太快太帅，你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那多没意思。淬体境的蝼蚁，安敢如此辱我？季听雪目眦欲裂，最后的理智被彻底焚毁。他猛地将魂幡置于脚下，枯槁的手掌虚空一握，一柄闪烁着土黄色灵光的长剑出现在手中。破空斩！他榨干体内最后一丝凝迈进的灵力，发出野兽般的嘶吼，双手握剑，用尽全身力气，朝着沈星河狠狠劈下。一道凝练却带着决绝死意的土黄色剑气撕裂空气，发出刺耳的尖啸，直扑沈星河面门。面对这凝迈进修士的搏命一击，沈星河眼中非但毫无惧色，反而掠过一丝近乎兴奋的光芒。呵呵，有点意思，但也仅此而已了。他悬浮于空，身姿挺拔如松。面对袭来的剑气，他不闪不避，只是缓缓抬起了握着流光破空剑的右手，体内灵力以一种玄奥的路径疯狂运转，尽数灌注于剑身。刹那间，流光破空剑爆发出刺目的湛蓝色光芒，剑身发出兴奋的嗡鸣，周围的空气都开始扭曲震荡，发出低沉。360度旋转螺旋跳跃斩。沈星河手腕以一种肉眼难辨的速度，带着某种玄妙的韵律，猛地一旋一抖，嗡枪，一道惊艳绝伦的湛蓝色剑气高速旋转着撕裂空气，所过之处，空间竟发出细微的如同琉璃破碎般的咔嚓闷响，仿佛连虚空都被这凌厉无匹的剑意强行撕裂。2道剑气在空中轰然相撞，黄色光刃寸寸碎裂。沈星河的剑气如利刃切菜般穿透季听雪的护体灵光，直没入他心口。噗！一声轻响，蓝色剑气精准无比地没入了季听雪的心口，透背而出，带出一蓬凄艳的血花。时间仿佛凝固了，季听雪难以置信地看着胸前的血洞，喃喃道：淬体境，怎会有剑意？吭！一声清越的金属摩擦声响起，沈星河手腕轻旋，流光破空剑精准地滑入剑鞘，动作行云流水，不带一丝烟火气。沈星河眼帘微垂，目光扫过地上气息奄奄的季听雪，语气平淡的如同在叙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No No No， 这是我的事。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补充道：老狗，安心睡吧。大长老抚须凝视着少年，眼中闪过讶异。你这小家伙修为恐怕不止淬体境吧？沈星河闻言，略显腼腆的抬手挠了挠后脑勺，脸上露出一丝少年人的憨态。
他顺势将刚刚归鞘的流光破空剑又唰的一下拔出一小截，剑身在微光下流转着迷离的光晕。他晃了晃，语气带着几分无辜的诚恳：“大长老明鉴，晚辈当真只是淬体境，全靠这件真气，地阶上品灵气。”大长老眼神微凝：“你就这么亮出来，不怕老夫杀人夺宝？”少年拱手一揖，语气诚恳：“晚辈信得过大长老您。”你这混小子！大长老被他这坦荡直白的信任弄得哭笑不得，吹胡子瞪眼的斥道，语气中却并无多少怒意，反而透着几分长辈的关切。下次切莫再轻易将此见识人，怀璧其罪，这等浅显的道理，难道你师尊未曾教导于你？师尊教导过，晚辈明白的。沈星河恭敬回应，眼神清澈，他心底却是另一番思量。若非苏应离曾私下告知他，眼前这位威严的大长老正是他嫡亲的大伯，且在宗门内德高望重，素有公正廉明之名，弟子们无不敬仰。他岂敢将流光破空剑这底牌轻易暴露？这残酷的修仙界，信任二字何其奢侈。换句话来说，他别无选择，他也只能相信大长老，不然把苏应离解封了的话，怕可能会死得更早。如果跑路的话，自己就会被这个季听雪、血无涯、炼体长老追杀，到时候插翅难逃。所以他这是在赌，但结果还好他赌对了。正说话间，炼丹阁数位长老闻讯赶来。炼丹阁的数位长老闻讯疾驰而来，个个面色惊疑不定。其中一位脾气火爆的长老一眼看到地上睡着的季听雪，顿时目眦欲裂，张口就要怒喝质问。且慢！沈星河清朗的声音蓦然响起，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气势。随后抛出一枚流影水晶，光影流转间，清晰呈现出夏清月从他住处离开，直至被季听雪打成重伤的全过程。更刁钻的是，水晶记录下黑袍人的真面目，正是此刻睡着了的季听雪。畜生季听雪以高修为的长老欺压低修为的宗主亲传弟子夏清月，将夏清月打成经脉寸断，特此按照宗门宗规将季听雪处于斩立决，并没收他的全部所有财产。就这样决定。沈星河内心，嘿嘿，系统商城兑换的超级夜间高清针孔摄像头，物超所值。师姐套衣服时顺手装上去的，老狗，想不到吧？这就叫天网恢恢。季听雪以长老之尊欺凌后辈，致使宗主亲传弟子夏清月经脉寸断，按宗门律法当处斩立决。大长老沉声道，挥手将流影画面投射至半空，让围观弟子尽皆看见。宗门的弟子纷纷议论，这个季听雪表面装的冠冕堂皇的，可背后竟是这种无耻之人。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我的夏清月师姐被他打成经脉寸断，真的是不拿他出来鞭尸难解我心头之恨啊！堂堂炼丹阁的首席长老，居然靠着化罡中气的修为欺负一个凝脉后期弟子，真他妈不要脸！而在远处，一座被云雾缭绕的雅致阁楼窗边，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正优雅地端起一只青瓷茶杯，杯沿轻触薄唇，抿了一口清茶。茶杯后，一双深邃的眼眸正饶有兴致地注视着炼丹阁前的一切，眸底深处一丝玩味的笑意逐渐漾开，低语随风飘散。沈星河，这盘棋倒是越来越有趣了。沈星河不再理会周遭的喧嚣，他的目光已然落在了季听雪身上，或者说是他身上所代表的财富上。他蹲下身，开始以正义执行者的身份堂而皇之地搜刮起来。这老狗家底倒是殷实得很。沈星河一边翻找一边啧啧有声。突然他的动作顿住了，只见在季听雪腰间一个不起眼的储物袋深处，随着他临时的探入，一座小巧玲珑的丹炉被取了出来，凭空悬浮在他面前。嗡！丹炉甫一出现，竟发出一声低沉的嗡鸣，炉身非金非玉，通体流转着温润的青色光华，仿佛有生命般呼吸着。沈星河的眼睛瞬间瞪圆了，呼吸都微微一滞，一股难以抑制的狂喜涌上心头。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指，轻轻触碰那温润的炉壁，感受着其中蕴含的磅礴而精纯的灵力。好宝贝！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声音带着一丝兴奋的颤抖。这炉子起码4阶起步，不可能更高。收了，必须收了！哈哈！沈星河蹲在季听雪的储物袋前，指尖穿翻捡着琳琅满目的物件。地阶功法玄冰诀与焚天镜被他随手抛在一旁，玉瓶里的培元丹凝气散滚了满地，他却连看都不看一眼。这个老狗有2本完整的地阶功法玄冰诀与焚天镜，还有这么多的丹药，但咱也不吃啊！最离谱的是，这个老狗居然有一本很邪门的丹药书《邪丹秘录》。翻开内页，催情散、石骨丹、梦魂饮等禁丹丹方赫然在列。嘿嘿，老狗倒是挺会玩，但是很合我的胃口，先收了。他嗤笑一声，将书收入囊中。沈星河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全部搜刮完毕。这老狗，
恐怕死都没有怀疑过那一朵混沌青莲。还好刚从秘境回来时，就叫系统把全部的灵芝分了类，直到我发现了逆命昙花。此花茎干如墨玉雕琢，顶端开3瓣幽紫色昙花，花瓣泛着珍珠般的红光，花蕊处凝结一滴血色露珠。修士服用后，血色露珠融入丹田，瞬间激发全身潜力，修为境界直接突破当前的桎梏。服用者的皮肤会浮现幽紫色昙花纹路，双目泛血光，力量与神识暴涨，可短暂驾驭平时无法掌控的高阶法术。但是如果此花与刹那仙参一起服用，则会瞬间中毒，导致自己的修为下跌严重，最终沦为待宰的羔羊老狗。造成这个局面都是你自找的。炼丹阁某处，一个半边脸附着青铜鬼面，平地捶打桌面。沈星河，黄口小儿，敢害死寂师兄，我要让你生不如死。他指节带着一枚刻满皱纹的铁戒，指甲缝里常年凝着深褐色痕迹。我要先学会炼丹才行，不然这么多的灵植和这个好丹炉就浪费了。系统帮我兑换一本丹道真解入门版。定，宿主获得丹道真解初级篇，已存入识海。确认功法入体。沈星河提着满袋赃物晃进玉清殿，左右看了看，没人，安全。沈星河解开超级乾坤袋，只见师尊和夏清月传了出来，只是夏清月还没有苏醒。逆徒，你对你师姐做了什么？沈星河连忙摆手，冤枉啊师尊，他这是被季听雪打成这个样子的。沈星河掏出流萤水晶，将宗门最近发生的事都告诉了苏应离。苏应离盯着光影中际听雪狰狞的面孔，玉指掐得咯咯作响。本座本该想到这个季听雪不是个好东西，真恨当初没有把他给杀了。行了师尊，这几天可麻烦您照顾一下夏清月师姐了，反正你也没有什么修为了，不要出外面乱逛。苏应离接过面具时嗔怪地瞪他一眼，玉颊却泛起薄红。逆徒还不是你封了我的修为？沈星河见状笑得更欢，捏了捏他的脸蛋。哎呀，师尊不要老是计较这件事了。好了，师尊我还有点事情要忙，走了。沈星河走出大殿，向夏清月的弟弟明轩的地方走去。沈星河缓缓推开房门，只见一个脸上苍白的少年躺在床上。沈星河探指搭上他的腕脉，感受着那微弱如游丝的脉搏，果然是幽冥毒，那就让我来拯救你吧。沈星河将混沌青莲取了出来，指尖灵力如溪流般注入莲心，青碧色的莲瓣化作流光融入他的丹田，一股沛然生机自体内爆发，逼出的黑色毒气在空气中凝成狰狞鬼面，转瞬便消散无踪。嗨嗨！床上的少年猛地咳嗽起来，茫然睁开双眼，目光艰难聚焦，映入眼帘的是床边静坐的身影沈星河。小子，现在感觉如何？沈星河的声音不高，带着一丝漫不经心的审视，锁在少年苍白的脸上。夏明轩的警惕瞬间盖过了虚弱，他强撑着半坐起身，声音嘶哑而急促：你是谁？你想做什么？我姐呢？你把我姐怎么样了？每一个字都带着惶恐，手指下意识地攥紧了身下的被褥。沈星河闻言，唇角勾起一抹极淡极冷的弧度，似笑非笑地呵了一声，那声音里萃着冰茶般的嘲弄。真他妈的是白眼狼，老子将自己珍贵的混沌青莲都拿给你治幽冥毒了，你就是这样对我的？夏明轩这才察觉体内翻涌的阴寒之气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久违的灵力暖流，他脸颊瞬间涨红，挣扎着要下床行礼。晚辈失礼了，多谢前辈救命之恩。行了，省省力气吧，躺着。沈星河不耐地挥了下手，动作随意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制止了他的动作。随即一枚流转着朦胧光晕的流萤水晶被精准地抛入夏明轩怀中。你姐。沈星河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冽。为了护住这株混沌青莲，被季听雪那贱人废了修为。他顿了顿，看到少年眼中瞬间爆发的赤红血丝和攥紧到骨节发白的拳头，才又慢悠悠地补充道：不过嘛。他那抹惯有的带着邪气的笑容重新浮现在嘴角，或许我有法子让他恢复如初。光影流转间，夏明轩看着姐姐被重创的画面，眼眶渐渐泛红。这便是前因后果。沈星河收回目光，语气平淡的像在陈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姐的修为就是为这朵莲花丢的。前辈。夏明轩猛地抬头，泪水终于决堤，声音带着孤注一掷的嘶哑：只要能救我姐，让她恢复修为，晚辈愿做牛做马，万死不辞。擦干自己的眼泪，你姐我会救，她是我师姐，这段时间你不要乱跑就行了，免得又要我救你一次。沈星河回头瞥了瞥夏明轩，走出了房门。走出院落时，暮色已漫上屋檐，该回玉清殿了。沈星河低声自语，指尖随意掸了掸并不存在的灰尘，唇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再不回去，我那位亲爱的师尊怕是要等得心焦了。嘿嘿。师尊，弟子回来了，您可有挂念徒？
清朗的嗓音回荡在空旷的前殿，却只激起几声回音。殿内空无一人。呵，原来师尊躲在后殿呢。沈星河步履无声地穿过回廊，向后殿深处走去。只见苏应离正坐在一张宝座之上。师尊有没有想我？我怎么可能会想你这个充实逆徒？师尊话不能这样说啊。我算算，我们一共有多久没有在一起了？哦，好像有整整7天了。师尊知道徒儿这7天是怎么过的吗？沈星河双眸盯着苏应离。苏应离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那眼神如同实质般刮过肌肤，让他又羞又怒。逆徒，你又想作甚？你师姐还在这里。他色厉内荏地斥道，试图用下清月的存在来抵挡着破人的侵袭。沈星河轻笑一声，指尖随意一弹，一道幽蓝色的灵光如灵蛇般射出，精准地没入不远处软榻上昏睡的夏清月眉心。无妨，他语气轻松地像拂去一粒尘埃，这下师姐能一夜安眠，绝不会扰了师尊与徒儿的。雅兴。沈星河走到了苏应离的面前，离他的距离非常的近。沈星河用力吸了一口气，呦呦呦，师尊你还偷偷洗澡了呀？为什么不等徒儿回来再一起洗呢？徒儿好伤心。逆徒，你给我起开！苏应离又羞又急，玉手猛地推向沈星河坚实的胸膛，那力道却如同蚍蜉撼树。沈星河轻易地捉住了他推举的手腕，另一只手却带着不容抗拒的温柔抚上了他光滑细腻，此刻却因怒意而微微发烫的脸颊。7天不见师尊又不听话了，但是无妨，徒儿会让师尊听话的。你这个……苏应离的斥骂还未出口，便被更深的阴影笼罩。1个时辰后，宝座旁散落着几缕被扯断的银白发丝。苏应离鬓发散乱，云霞般的绯红从脸颊蔓延至颈下，气息微乱，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喘。他蹙着精致的远山眉，声音带着事后的慵懒与一丝羞恼的抱怨：逆徒，压到我的头发了。沈星河闻言低笑一声，带着艳足的慵懒，慢条斯理地将缠绕在自己指尖的一缕银丝轻轻拨开。哦，是徒儿疏忽了。他的声音低沉沙哑，带着毫不掩饰的得意。师尊勿恼，徒儿下次定会注意。那注意2字说的意味深长，仿佛在承诺下一次的不小心。哦豁，宿主你特么又和师尊双修？你与绝阴之体，反派直加100。你与绝阴之体，反派直加100。你与绝阴之体，反派直加100。又过了几个时辰，天已慢慢亮了起来。结宿主，你可真坏！从晚上到天亮，奖励宿主100点反派值。看着熟睡而脸部通红的苏应离，沈星河对自己很满意。嘿嘿，对了，我的混沌阴阳体为什么不发挥作用了？宿主你羊毛不能得一个薅啊！哦，我明白了，嘿嘿。沈星河看向未苏醒的夏清月。沈星河摇摇头，不行，我是一个讲道理的反派，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宿主，你搁那装你妈呢？怎么不见你和你的师尊讲道理？那个是特殊情况，我的目标是让夏清月爱上我，你懂什么？先将师尊收进超级乾坤袋里面吧，不然免得等一会下清月醒来了，有点解释不清楚。他特意将许多蓝星产的桂花糕和一些烧烤一同放了进去，这些零嘴该能让他消消被封印修为的闷气。刚收好超级乾坤袋，床榻上传来细微的响动，夏清月美眸颤了颤，缓缓睁开了眼。那双美眸蒙着层虚弱的雾气，看清沈星河的瞬间，他挣扎着想要坐起。师弟，混沌青莲。话音未落便牵扯到断裂的经脉，脸色霎时白了几分。别动！沈星河快步上前按住他的肩膀，顺手将枕边的软垫落高血。经脉刚稳住，不要乱动。他转身端来早已温好的药碗，黄色的药汁散着淡淡的苦涩味。夏清月却顾不上疼痛，抓住他的衣袖追问：青莲抢到了吗？明轩怎么样了？夏清月想从床上坐起来，但是碍于身体上的经脉寸断的疼痛，他起不来。夏清月却顾不上疼痛，抓住他的衣袖追问：青莲抢到了吗？明轩怎么样了？他的指尖冰凉，眼底的焦急相要溢出来。沈星河没应声，扬声朝门外喊：夏明轩，进来！木门吱呀一声开了，少年红着眼圈冲进来，扑通跪在床前。看到姐姐苍白的面容，他喉头哽咽着说不出话，泪珠砸在被褥上。姐，对不起，都怪我，如果没有你不去要混沌青莲就不会成为这个样子。夏清月艰难地抬起手，用指腹擦去弟弟脸颊的泪痕。不要哭，你看姐这不是好好的吗？沈星河默默将药碗放在桌边，转身走出了房间。夕阳的金辉透过窗棂洒在廊下，他靠着廊柱闭目养神，听着屋内姐弟俩压抑的啜泣声，嘴角勾起抹微不可察的笑意。许久，木门再次被拉开，夏明轩走了出来，脸上泪痕虽未干透，但那双红肿的眼睛里
却多了一种近乎悲壮的坚定。他走到沈星河面前，深深地几乎是90度的鞠了一躬，声音沙哑却清晰：前辈，明轩无能，姐姐就托付给您了，求您务必照顾好他。沈星河睁开眼，淡淡应了一声，抬手不轻不重地在他肩上拍了2下，带着一种长辈似的又似乎别有深意的安抚。待夏明轩1步3回头地消失在回廊尽头，沈星河才重新推门而入。他径直走到桌边，端起那碗温度正好的汤药，步履沉稳地走回榻前。师姐，该吃药了。他温声道，将药碗递进，再放就凉了，药性要打折扣。夏清月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忽然想起昏迷前他抱着自己狂奔的模样。师弟，他想说谢谢，想说辛苦你了，想说的千言万语堵在喉头，最终只化作一声带着浓重哽咽的轻唤。沈星河挑了挑眉，语气带着几分无奈的笑意，伸手用指腹极其自然地轻柔地拂去他眼角的泪痕。这么大个人了，怎么还跟小孩子似的哭鼻子？他的动作带着一种奇异的亲昵。谢谢你，师弟。夏清月吸了吸鼻子，努力平复着翻涌的情绪，泪眼朦胧地看着他。那个混沌青莲，你是怎么得来的？夏清月看着他坚持的眼神，又瞥了一眼那深色的苦药，苍白的唇微微抿了一下。他尝试着动了动身子，立刻牵动内伤，痛得他蹙紧眉头，倒抽凉气。我躺着不好喝。他声音细弱，带着一丝窘迫的请求。师弟，你能不能扶我起来先？沈星河没有半分迟疑，一手稳稳拖住他的后背，另一手小心地将他上半身微微托起，动作轻柔的像对待稀世珍宝。他将垫高的软枕仔细调整到他最舒服的位置。师姐得罪了。沈星河将药汁含进自己口中，不等夏清月反应，他俯身凑近，温热的药汁便顺着唇缝渡了过来。他惊得睁大眼，能清晰看到他眼中戏谑的笑意，还有自己羞赧的倒影。药汁的苦涩混着他唇间淡淡的清冽气息，让他苍白的脸颊瞬间染上绯红，连耳根都烧了起来。还剩一口。沈星河含着最后一口药，故技重施。夏清月没有躲，只是紧张地攥紧了被褥，心跳不停地撞击着胸腔。待药汁尽数咽下，他才直起身，指尖轻轻替他理好凌乱的发丝，那里还残留着他方才喂药时不小心沾上的药渍。混沌青莲。夏清月声音发颤，不敢看他的眼睛。沈星河见状，忽然凑近夏清月耳畔。混沌青莲，其实我在秘境中得到了2朵。那你不是没有吗？我一定会还给。没有等夏清月说完，沈星河用拇指轻放在夏清月的嘴唇上，指尖带着少年人特有荷尔蒙，触在唇上像羽毛拂过，让他脸颊疼得烧了起来。别说话。沈星河的目光落在他眼底的金黄上，语气是前所未有的认真。师姐的事就是我的事。夏清月慌乱地垂下眼睫，不敢看他灼灼的目光，只觉得被他按住的唇瓣发烫，连带着心跳都失了节奏。见他红晕漫到耳根，沈星河低笑一声，替他掖好被角。师姐好生休息，我就在旁边的屋子里炼丹。房门轻轻合上，将一世暧昧隔绝在外。夏清月望着紧闭的木门，指尖无意识地抚过方才被他触碰的唇瓣，忽然想起他喂药时温热的气息。他晃了晃头，想驱散纷乱的思绪，目光却落在屋内陈设上。沈星河的房间很简单，桌子上有一只奇怪的鸡，墙角放着一本《如何成为偶像练习生》书籍。看着看着，倦意袭来，他蜷缩在被褥里，带着一丝困惑与悸动，沉沉睡去。而隔壁房间里，沈星河正盯着识海中的《丹道真解初级篇》。丹道真解初级篇，让我看看怎么炼丹的。丁，宿主可购买炼丹感悟石，让自己感悟得更快。多少反派值？500点反派值，500就500吧，直接买。系统中出现一颗发着绿光的宝石。沈星河点击详情，将炼丹感悟石放置于手中即可。我靠，这么神奇，将这玩意儿放在手中就可以了。我高低的试一试。那就先从最简单的丹药开始练起吧，让我看看怎么炼丹的。沈星河快速地查看脑海中的丹道真解。按照丹道真解的记载，炼丹的精髓就是学会控火，学会把握温度，才能使药材更容易发挥出最好的丹效。好，那我就先学这个控火。沈星河盘膝坐下，将感悟石攥在左手，右手虚握成拳，试着引动体内灵力。起初指尖只有微弱的暖流，直到他将感悟石的绿光融入灵力，掌心突然腾起一簇豆大的火苗，这火呈淡青色，温度却比寻常灵力灼人许多，有点意思。他来了兴致，一练就是几个时辰。从最初的火苗不稳到能随心所欲控制火焰大小，当夕阳西下时，他已能在掌心凝出巴掌大的青色火焰。学会了，开始炼丹。他翻出寂听雪那淘来的青铜丹炉，
却在引火时犯了难，自己的灵力火终究是凡火，炼不了正经丹药。忽然想起季听雪的储物袋里的东西，他神识探入，果然在角落发现一团蜷缩的黄色火苗，正是初级丹火赤阳炎。收服丹火的过程比他想象中的艰难，那团火苗如同活物般窜动，灼烧得他掌心刺痛。沈星河咬牙按捺住灵力，依照真解记载的法门，一点点将赤阳炎驯服。当最后一缕火苗乖乖盘踞在他掌心时，少年已是满头大汗，嘴角却咧开得意的笑。成了，我成了。掌中的赤阳炎跳跃着，散发出比灵力火更醇厚的暖意。沈星河翻开丹方，目光落在屁股丹上，这丹能让人7日不饥，正好给师尊和师姐备着。还好这季老狗有很多灵植，不然就要浪费我的千年灵植了。他从季听雪那储物界灵植里挑出灵米、茯苓、黄金等药材，深吸一口气，点燃丹炉，控火、温炉、投料。沈星河全神贯注，连额角滑落的汗珠都无暇顾及。赤阳炎在他掌控下时强时弱，丹炉内渐渐溢出淡淡的药香。约莫一炷香后，炉盖突然叮的一声跳起，3缕金黄的丹气冲天而起，在空气中凝成丹纹。成了。他掀开炉盖，3颗鸽卵大小的丹药静静躺在炉底，通体金黄透亮，表面环绕着3圈清晰的丹纹，竟是上品屁股丹。沈星河拿起丹药放在鼻尖轻嗅，浓郁的丹香中带着一丝粮食的清甜，正是上品丹的特征。沈星河将丹药收进玉瓶，转身朝夏清月的房间走去。此时夜已深沉，万籁俱寂，夏清月仍在睡梦之中。他悄无声息地推开房门，月亮从窗隙渗入，在他苍白的脸颊上镀了层暖金。沈星河的指尖忍不住落下，从他眉骨滑至下颌，触感细腻如上好的羊脂玉。好滑！指尖传来的细腻触感让他心头微颤，一个念头悄然划过，竟和师尊的肌肤不相上下。忽然夏清月睫毛颤了颤，美眸缓缓睁开。沈星河指尖一僵，像偷糖的孩童被抓个正着，讪讪地收回手。师姐，不好意思，吵醒你了。夏清月眼神还有些朦胧，看清是他后微微摇头，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慵懒沙哑。没有，我也睡了许久，该醒了。他的目光随即被沈星河手中的玉瓶吸引，鼻翼轻轻吸动，什么味道？好香！辟谷丹。沈星河拧开瓶塞，一股更加浓郁的丹香瞬间弥漫开来。他倒出一颗金光流转的丹药，托在掌心，刚炼好的，吃一颗能顶7日即可。他自然的轻身向前，一手轻柔地托起夏清月纤细的后颈，另一只手便将那枚温润的丹药递到他微起的唇边。药丸入口即化，甘甜的丹气顺着喉咙滑下，却也带来一丝细微的干涩。有水吗？他脸颊微红，眼神有些闪躲，有点噎。沈星河低低地笑了一声，笑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他并未起身，只是信手一招，桌案上的青瓷水杯便如同被无形的丝线牵引，稳稳飞入他掌中。清冽的水在杯中微微晃动，映着窗外透入的月光，折射出细碎的光斑。在俯身时，夏清月已闭上眼，长睫紧张地颤动着，像受惊的蝶。温热的水流渡入唇间，带着它特有的清冽气息，比寻常饮水更多了几分让人心慌的暖意。还渴吗？沈星河并未立刻退开，反而停留在咫尺之间，温热的呼吸轻轻拂过他光洁的额头，鼻尖几乎要相触。他的声音低沉而带着一丝诱哄的意味。夏清月猛地睁开眼，撞进他含笑的眸子里，那里面清晰地映着自己羞红的脸。他慌忙移开视线，指尖攥紧了被褥。还有一点点。沈星河嘴角的笑意更深了，眼底的玩味与一丝不易察觉的满足交织。师姐这是默认了。好师姐。沈星河的声音带着笑意，尾音微微上挑。他再次含了水，这次却故意放慢了动作，指腹轻轻拖着他的下颌，让水流更缓地滑入他口中。够了。他终于忍不住偏过头，声音细若文瑞，不渴了。沈星河直起身，看着他通红的耳廓，心里像被羽毛搔过般发痒。他替他理好散落在枕间的发丝，那发间还残留着淡淡的药香。好，那我先去炼丹。好。他转身时，衣角扫过床沿，带起一阵轻微的风。房门合上的刹那，夏清月才发现自己攥着的被褥已被捏得皱巴巴。暮色正浓，沈星河踏入外门弟子的杂役处，檐下灯笼晃着暖光，照亮了蹲在墙根喂兔子的少年。那少年听见脚步声，猛地回头，看到是他，憨憨的脸上绽开笑容。沈师兄。小黑子。沈星河扬了扬手中的玉简，上次答应给你的礼物。小黑子他拉着草鞋跑过来，接过玉简的瞬间却缩回手。玄冰诀分明是地阶功法。他慌忙将玉简塞回去。师兄，这太贵重了，我一个杂役弟子怎么配？给你就拿着，不要那么多客套话，
再给我递过来，我可就要生气了啊！沈星河按住他的手，他挑眉饰眼尾上挑，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桀骜，却让小黑子莫名信服。小黑子挠了挠头，憨笑着将玉简揣进怀里，指尖还在玉简外摩挲不停。对了，师兄，小黑子忽然压低声音，听说你要和血无涯打生死类，他可是宁迈后期啊。沈星河拍了拍他的肩膀，动作熟稔。放心，捏死他比捏死蚂蚁还容易，师兄我随便拿捏的，跟喝水一样简单。小黑子嘟囔着，可你才淬体境。话音未落，就被沈星河瞪了一眼。小黑子连忙摆手，我信，师兄说能赢就能赢，算你识相。沈星河勾了勾手指，示意他附耳过来，帮我个忙，在弟子间开个盘口，就说我赌自己随便赢。他低声交代着，小黑子越听眼睛越亮，最后重重点头。师兄放心，包在我身上。离开杂役处时，沈星河嘴角还噙着笑意。回到住处，夏清月仍在熟睡，美睫在眼下投出扇形阴影。他指尖凝出一缕灵力，轻轻点在他眉心，那灵力钻入他经脉，修补着断裂的肌理。做完这一切，他才解开超级乾坤袋。光雾散去，苏应离抱着双臂站在原地，嘴角间还沾着桂花糕碎屑。见到沈星河，他柳眉倒竖，逆徒，你又想干嘛？沈星河看着他气鼓鼓的模样，忽然笑出声。他上前一步，故意凑近他鼻尖，师尊猜猜徒儿这次想干嘛？我想干嘛？师尊不应该比我更清楚吗？苏应离的脸通红，娇嗔道，逆徒，早知道不应该把你这欺师灭祖的逆徒给收回来。沈星河看着眼前的美美的师尊，师尊做了就不要后悔，做了那一个因就必须得承受那一个果。苏应离被他看得脸颊发烫，偏过头去，鬼知道你又要耍什么花样。话音未落，就被他打横抱起，惊呼一声，搂住他的脖颈。沈星河将他放在夏清月身边的软榻上，指尖挑起他一缕发丝，过几日徒儿要打生死类了，师尊的宝贝是不是该拿出来了？如果你不给的话，那徒儿不在了，那师尊的修为也就一直都不能解开了。逆徒，你怎么敢和血无涯打生死擂台的？你知不知道他可是……苏应离话没说完，唇就被他用拇指按住。沈星河的指尖带着微凉的灵力，触在唇上，却让他心跳漏了一拍。他抬眼望进他戏谑的眸子，那里面映着自己慌乱的模样。师尊，这些我都知道，快拿出您的修炼资源吧，徒儿想要开始修炼了。我的储物借在殿后宝座下。他声音发虚，眼神飘向别处。沈星河的脸凑得越近，苏应离的可怜眼神看害怕着沈星河。老实交代，师尊是什么时候将储物借藏在那里的？我就是我们第一次做那个时候，你把我按在那里的时候，我偷偷藏的。沈星河拖长了语调，脸又凑近几分。师尊那时候还有空藏东西，不是说被徒儿弄得？逆徒！苏应离又羞又恼，抬手想打他，却被他攥住手腕。少年的掌心滚烫，烫得他脸颊像着了火，连耳垂都泛着潮红。他想挣开，却听见他轻笑一声。师尊脸红的样子真好看。你想做什么？苏应离看着他逐渐靠近的脸，睫毛紧张的颤动。苏应离望着沈星河逐渐抚近的脸，鼻尖萦绕着他身上清冽的少年气息。他下意识地向后缩了缩，颈背滑落些许，露出颈间细腻的肌肤，耳尖已泛起可疑的红。你靠这么近做什么？结语如蝶一般颤抖，在眼下投出细碎的阴影。沈星河低笑一声，指尖挑起他一缕垂落的发丝，在指腹间缠绕，自然是请师尊传道授业。他特意将尾音拖长，语气里的暧昧让苏应离瞬间红了脸颊。他慌忙瞥向身旁熟睡的夏清月，见少女呼吸均匀，才压低声音嗔道：清月还在呢，你别胡闹。哎呀，师尊，徒儿做事你放心，徒儿做事您放心，不用担心师姐会醒来。沈星河的指尖滑至他下颌，轻轻抬起，迫使他与自己对视。话说我们上次不也是这样吗？所以师尊你的形象坏不了的。逆徒，你无耻，下流，卑鄙，龌龊，师尊又骂我。沈星河故作委屈的蹙眉，指尖却在他腕间轻轻摩挲，看来的让师尊长记性了。他忽然俯身在他耳边喝出热气，就罚师尊陪徒儿3个时辰，如何？苏应离浑身一颤，想挣开，却被他抱得更紧，鼻尖蹭过他微凉的耳垂。他听见他低声轻笑：师尊可别吵醒师姐，我只给他渡了浅眠散。激情四溢的几个时辰过去了，软榻上的颈背凌乱不堪，苏应离蜷缩着身子熟睡，发间汗水如湿了几缕青丝，脸颊仍残留着未褪的潮红，唇角无意识地抿着，像是还在赌气。沈星河坐在榻边替他掖好被角，指尖触到他肌肤时，
他还下意识地往被子里缩了缩。结，宿主果然是极致反派。系统的电子音突然在识海响起，带着毫不掩饰的调侃。又与师尊完成亲密互动，触发特殊奖励，抽奖机会+5。沈星河扶着腰站起身，骨骼发出轻微的咔嗒声。他揉着发酸的后腰向后殿走去，心里暗自嘀咕：我靠，为什么师尊这次这么听话，这么主动啊，差点扛不住。宿主真废物啊，不磕帝王丸就要扶着腰出来。系统毫不留情的吐槽：你奶奶了个三角篓子的，不会说话就别说，破系统，帝王丸的库存都没有。明明是自己不行，怎么又怪我了？不怪你怪谁？难道怪我吗？就是因为药已经售罄。其实商城刚刚更新了几款滋补丹药，药效温和持久，要不要看看？沈星河脚步一顿，立刻换上谄媚的语气：系统爸爸，刚才是徒儿口不择言，您大人有大量别往心里去。他搓了搓手，眼中闪过金光，打开系统商城，看到了超级帝王丸，看着那一串长长的功能，沈星河口水都要流了出来。系统牛啊，必须的。沈星河摸着下巴站在后殿门口，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嘴角勾起一抹无奈又玩味的笑。身后榻上，苏应离翻了个身，无意识地呢喃了句什么，声音软糯带着睡意，让他心头微动。罢了，先去拿师尊的储物戒，买了丹药，下次回来好好报答他。沈星河的指尖在宝座雕花处轻轻一扣，暗格应声而开。那枚乌木色的储物戒静静躺在其中，戒面上刻着细密的云纹，正是苏应离常用的款式。指尖凌厉一探，少年挑眉，捏着储物戒晃了晃，灵石碰撞的轻响在空荡的后殿回荡。师尊怎么这么少东西啊？就有几千灵石，几把武器，还有一本剑技寒星逐月。这本剑技好像是地阶上品，还挺适合我的，那就来练这个吧。玉简入手微凉，剑招图解在识海中展开，剑尖凝星，剑势逐月，正是他目前最需要的爆发型剑技。他席地而坐，将玉简贴在眉心，暮色透过窗棂洒在少年身上，勾勒出专注的侧影。不知过了多久，他猛地睁眼，眸中闪过一抹锐利的寒芒。原来如此。指尖结印，灵力在虚空凝聚，一柄由纯粹灵力构成的长剑缓缓成型。血无涯，还配不上我使用流光破空剑，还有免得用我的流光破空剑被那炼体老狗发现端倪，所以用师尊的紫霄剑更加合适。沈星河掂量着灵力剑，拇指在剑脊上一划，蓝色灵光顺着剑刃奔涌。他猛地挥剑，一道弯月形的剑浪破空而出，将殿外的石桌斩成两半，断面光滑如镜。哦豁，这个寒星逐月的威力有点顶，师尊宝宝的剑技果然好用。少年低笑，剑势在掌心翻涌，空气中泛起细微的空间涟漪。接下来的几日，玉清殿后园时常响起剑鸣。沈星河从最初的生涩到逐渐娴熟，每一次挥剑都带着凛冽的寒意，剑身脱曳的光尾在暮色中划出璀璨的星轨。呵呵，血无涯，明天就是你的死期。生死擂台上的日光格外刺眼，血无涯已经早早就在那里等候了。小黑子则是在擂台下摆起来赌局，旁边放着两个旗子，一个是压血无涯赢，另一个是压沈星河赢。快来看啊，这里居然开赌局了，但是会有谁会压这个淬体境的沈星河赢啊？血无涯扛着磨盘大的铁锤站在台中央，玄铁护腕在阳光下泛着冷光。他不耐烦地跺了跺脚，擂台石板上竟出现蛛网般的裂痕。沈星河那缩头乌龟呢？不敢来了。谁说不敢？清冷的声音自人群后传来。沈星河戴着面具，一袭青衫穿过起哄的弟子，步伐从容地走上擂台。他腰间未佩剑，只随意插着枚储物符。那沈星河还真敢来一个淬体境感和一个凝脉后期的血无涯打，他的脑子不会是烧坏了吧？这份淡然让血无涯嗤笑出声。淬体境还真敢来送死？没事，我会让你死得一点痛苦的，但是你要放松，不然会有点头晕，但是头晕也是正常的。打你这种小喽啰跟喝水一样简单。沈星河的声音透过面具传来，带着一丝戏谑。淬体境这么猖狂，不过你放心等一下，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血无涯刚想拿起大锤打过来，沈星河摆摆手，唉，等一下，敢不敢下个注啊？不然没有什么压力啊。血无涯大笑，哈哈，可以，今天不仅能把你干爆，还能有钱赚，真是太酷了。他忽然抬手，一道紫光自储物符中飞出，哐当一声落在擂台中央，正是苏应离的紫霄剑。剑身流转着冰蓝色的光晕，剑柄处镶嵌的紫水晶熠熠生辉。我压自己赢，赌注是我师尊的地阶紫霄剑，这把剑想必你们也都清楚它的价值吧？沈星河的声音不大，却让全场瞬间安静。血无涯皱眉，谁知道你这件事真是假？炼体长老，
你不要在暗处看了。你说这把剑是不是我家师尊的？沈星河忽然抬眸望向擂台西侧的阴影处，您来验验。话音未落，一股沛然威压降临，须发皆白的练体长老黑着脸现身。这个小子是怎么知道我在暗处的？真是狡猾的小子。练体长老袍袖一挥，紫霄剑便飞到他手中。他抚摸着剑身，感受着里面熟悉的灵力波动，确实是苏应离的剑。练体长老死死地盯着沈星河，他怎么也想不通，那个疯婆娘怎么会把贴身佩剑给这小子。练体长老将剑还给沈星河，沈星河举起紫霄剑，我家师尊这几天外出有奇遇，他也有了更好的剑，现在这把剑归我，你们不用担心我赔不够你们的灵石，这种剑能拍卖多少灵石也不用我多讲，我相信你们比我更清楚。这把剑确实是苏长老的地阶紫霞剑。听到练体长老的话，现场彻底炸了锅。卧槽，地阶剑当赌注，凭什么他能遇到这么好的师尊，明知道会输还给紫霄剑他？沈星河是不是傻？这要是输了，议论声中弟子们却红了眼。小黑子连忙举起写着血无涯胜和沈星河胜的旗子，嗓子都喊哑了。压血无涯赢，赔率1赔3；压沈师兄赢，赔率1赔100。这个沈星河不会是大冤种吧？你管他呢，我要把我的全部灵石全压下去。我压3000灵石，血无涯。我压5000。人群中一个缠着绷带的肌肉男大吼：我压5万。沈星河眼角余光瞥见，心中冷笑，果然是炼体长老的人。沈星河暗笑，哈哈，赚爆了，这人一看就是那个炼体长老那条老狗请来的，嘿嘿，来吧，来吧，来的越多越好。够了！血无涯猛地跺脚，铁锤重重砸在台上，小子，拿命来！他浑身血气暴涨，肌肉球结如铁，带着破空声的一锤直砸沈星河面门。沈星河不退反进，紫霄剑横挡胸前，当的一声巨响，剑身在巨力下弯成弓形，强大的震感让他虎口发麻，整个人被震飞数丈。血无涯乘胜追击，铁锤舞得如狂风骤雨。受死！沈星河后空翻避开，100被锤锋撕裂。你这打法，倒像我蓝星认识的某个傻蛋。找死！血无涯暴怒，周身血气化作狰狞鬼面，狂怒锤。他竟不顾防御，铁锤直取沈星河下盘。沈星河瞳孔骤缩，七星步施展到极致，险之又险地避开要害，衣袍却被划出道口子。沈星河连忙捂住下当，施展七星步躲开血无涯的攻击。你奶奶的个三角篓子的，敢这样搞我，我直接开大招了！沈星河跃到空中，他双手结印，拇指与中指相扣，紫霄剑在灵力灌注下爆发出刺目蓝光，一股阴冷的力量顺着经脉汇入剑中。沈星河在空中旋身，剑尖凝聚的蓝光如寒星坠落，拖着长长的光尾斩向血无涯。噗嗤，那一道剑气扑通一下，直接精准命中血无涯，把他的铁锤都斩崩飞了，直接将他分成了2半。全场死寂，只有沈星河落地时轻微的脚步声。这是地阶剑技。炼体长老脸色巨变，拿下，拿下！这怎么可能？淬体境斩了宁迈后期。弟子们目瞪口呆，看着那个站在血泊中的青山少年，仿佛第一次认识他。炼体长老脸色铁青，5万灵石打了水漂，还被这小子耍了一道。他哼了一声，拂袖而去。沈星河收剑入鞘，面具下的嘴角勾起得意的笑。他给台下的小黑子使了个眼色，小黑子立刻心领神会，麻溜地将满桌灵石收进储物袋。沈星河挑眉看向小黑子，少年正搓着衣角，满脸期待又故作矜持。小黑子算算赚了多少？小黑子神识探入的瞬间，眼睛瞪得溜圆。沈师兄，10万灵石，整整10万。他的声音都在发颤，手指无意识地摸着界面，仿佛还在做梦。杂役弟子1年的阅历才10块下品灵石，这10万够他花几辈子了。小黑子将灵石递给沈星河，沈星河晃了晃手中的储物戒，灵石碰撞的哗啦声透过玉质戒身传来。我勒个豆浆豆豆奶啊，要发财了，哈哈哈！沈星河将一部分的灵石放入超级乾坤袋里面，还有5万灵石直接给小黑子。拿着小黑子，师兄，这太多了。小黑子慌忙推拒，我就开了个盘口，哪能拿这么多？让你拿着就拿着。沈星河板起脸，指尖点了点他的额头，没你帮忙，我上哪找这么多冤大头再推3阻4，下次不带你玩了。少年佯装严肃的样子让小黑子不敢再拒，他颤抖着接过储物袋，感觉整个人都飘了起来。谢谢师兄。行了行了，沈星河挥挥手，快回去吧，有事随时找我。看着小黑子1步3回头的跑远，他才转身走向玉清殿，嘴角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沈星河回到玉清殿，
夏清月正扶着床头想坐起，青丝散落肩头，衬得脸色愈发苍白。沈星河连忙上前扶住他的腰，触手一片柔软，让他心跳漏了一拍。师姐小心，感觉怎么样？夏清月对他露出浅笑，目光却有些困惑。感觉好很多了，就是昨天晚上睡得不好，总感觉床一直在晃，而且也会发出奇怪的声音。那个，昨晚有只灵兽闯进来了。沈星河眼神闪烁，手指紧张地抠着腰带。那畜生到处乱窜，我追了半宿都没抓住，气得我可就骂了他几句。他越说声音越小，耳根悄悄泛红。夏清月闻言轻笑，眼尾的梨涡若隐若现。师弟还挺逗。他忽然瞥见软榻上熟睡的苏应离，秀眉微蹙，苏师叔怎么在这里？沈星河心里咯噔一下，慌忙便瞎话。这个，沈星河挠挠头，这里是玉清殿，本来就是你苏师叔住的地方。哦，原来这里是玉清殿啊，苏师叔的修为这么高，为什么我现在感觉他很虚弱？沈星河灵光一闪，你苏师叔昨天晚上好像跟外宗的人打起来了，而且还打了很久，可能是灵力耗尽了吧？那为什么？沈星河直接将夏清月给打断。师姐现在要来一个屁股丹，因为上一个的药效已经过了。哦，那便给我一颗吧。沈星河将一瓶的屁股丹递给夏清月。夏清月接过玉瓶，却没立刻吃，而是定定地看着他。师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没有啊。沈星河猛地抬头，撞进他清澈的眼眸，心虚的像被戳破的气球。我能瞒你什么呢？师姐你多心了。他连忙转移话题，我接下来要炼丹，可能没时间总陪着你。不过你看，师叔在这儿呢，你要是闷了就跟他说话。夏清月盯着他泛红的耳尖看了半晌，忽然扑哧笑出声。好了，我信你。他剥开屁股丹的蜡衣，放入口中，你去忙吧，我自己可以的。好的，师弟你要忙的话你就忙，我自己可以的。我现在好像已经可以自己走动了，而且这里不是有苏师叔吗？我可以的。沈星河如蒙大赦，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只接触到柔软的发丝，心里又是一荡。那师姐好好休息，有事叫我。他快速将面具放在苏应离的床旁，指尖留下一段话在苏应离的耳边，他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内殿，直到关上门才发现手心全是汗。夏清月望着紧闭的房门，嘴角的笑意渐渐淡去。他低头看着手中的玉瓶，又看了看软榻上呼吸均匀的苏应离，眸中闪过一丝疑惑。昨晚那奇怪的声音，真的是灵兽吗？为什么他好像还听到了苏师叔的轻喘和沈星河的低笑？他轻轻摇了摇头，将这些纷乱的思绪抛开。也许真的是自己多心了吧。夏清月靠在床头，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玉瓶，望着窗外湛蓝的天空，心里却隐隐觉得有什么事情似乎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沈星河一直沉迷于炼丹，从1品聚气丹到2品凝脉丹炼得满满当当，但是偶尔也会去逗逗苏应离，给他送去好吃的东西。当然他自己的本职工作也要做啊，系统合计奖励3000的反派值，内容省略。而夏清月师姐她肯定也不会放过，虽然她现在已经能走动了，但是每当沈星河炼成屁股丹就会去找他，占便宜是必须要占的。沈星靠着感悟时，现在已经能够完全炼出次级3品丹药。沈星河思索着，如果我直接拿千年灵植来炼的话，会不会能炼成上品3品丹药呢？反正我的灵植要多少有多少，那就试一试吧。说完便直接控火，将千年的灵植开炼了起来。他将灵植投入丹炉，灵力催动下火焰猛地拔高3寸。然而刚过片刻，炉内突然传出咔嚓脆响，紧接着一股狂暴的药力炸开，丹炉盖子被掀飞，碎成2半的灵植片溅了他满脸黑灰。没错，他炸炉了，这还是他第1次炸炉。我靠，居然炸炉了，我就不信了。再来，我靠。沈星河抹了把脸，看着满地狼藉的丹炉，咬牙又掏出诛千年醒神花，再来。接下来的时辰里，炼丹房成了爆炸现场，嘣轰的声响此起彼伏，千年灵植被他浪费了7、8株。我的千年灵植啊！连隔壁夏清月都忍不住敲门。师弟，你在炼炸药吗？他苦笑着开门，鼻尖还沾着炉灰。师姐放心，在研究上品丹呢。等他走后，沈星河盯着焦黑的灵植残渣，忽然一拍脑门。哦，我好像悟了。千年灵植可能经过1000年的沉淀，它里面的药性可能已经完全改变，所以它的最适温度肯定也会发生。来，再来试一次，就炼通窍丹吧，毕竟我也准备要突破了。通窍丹，3品丹药，作用有助于通窍进修士打通窍穴，增加窍穴开启数量与感知灵气的敏锐度，提升修士对灵力的操控能力。这次他没急着投料，而是先将赤阳炎温养到极致，火焰呈现出罕见的赤金色。灵植也换了顺序，别人先放主要通窍灵果，他偏要先投新裂的破穴兰，
用高温逼出其药性打底炉内药香渐渐浓郁。沈星河额头渗出细汗，控火的指尖微微发颤。当最后一味通窍灵果入炉时，他猛地将火焰压缩至3寸，灵力如蛛丝般缠绕住每一缕药气。3炷香后，丹炉发出嗡的清鸣，3缕青色丹气破炉而出，在空中凝成2道清晰的灵纹。中品通窍丹。沈星河抓起丹药，顾不上烫就塞进嘴里。刹那间，狂暴的药力在丹田炸开，如万千钢针同时刺入4肢百骸，108个窍穴处传来撕裂般的剧痛。他咬牙盘坐，任由灵力冲击着闭塞的穴位，汗水浸透了衣袍，在地上汇成深色的痕迹。一股磅礴的灵气自天际垂落，顺着打开的窍穴涌入经脉，将他的修为硬生生推至通窍境。沈星河猛地睁开眼，眸光锐利如剑，指尖随意一勾，案头的丹炉便轻飘飘飞到掌心。通窍进程。他推开窗，看着天边尚未散去的灵气光柱，嘴角扬起得意的笑。隔壁房间的夏清月被光柱惊动，推窗望来，恰好看见沈星河站在晨光里，周身萦绕着淡淡的灵气光晕，眼中是藏不住的少年意气风发。沈星河盘膝坐在丹房蒲团上，忽然浑身一颤，经脉中奔涌的灵力骤然变得狂暴。他感受着丹田内跃动的气海，忍不住低笑出声，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膝盖，通窍境的感觉真好。哈哈。哦，对了，系统，我现在不是有5次的抽奖机会吗？心念一动，蓝色的系统面板在识海展开，单抽按钮旁的宝箱泛着微光，5连抽的图标灰扑扑的，显然是他买不起的样子。就单抽。沈星河舔了舔嘴唇，指尖重重按下单抽按钮，刺目的金光骤然爆发。恭喜宿主获得异火。墨兰渊海火系统的提示音带着一丝机械的兴奋。异火。沈星河猛地站起身，掌心不受控制的颤抖，他瞳孔骤缩，系统面板中浮现出异火的介绍。墨兰渊海火。在遥远的北海之底，有一座被岁月遗忘的海底遗迹，遗迹中生长着一种奇异的墨兰，它扎根于古老的神秘石头之上，吸收着海底的灵气与神秘力量。经过数万年的时光，这墨兰与周围的能量产生了奇妙的共鸣，最终孕育出了墨兰渊海火。功能介绍：此火拥有双重属性，既具备火焰的炽热与狂暴，又蕴含着海水的冰冷。它的温度能够在瞬间从极热降至极寒，让敌人防不胜防。若用于攻击，墨兰状的火焰可幻化成锋利的剑刃，切割敌人的防御，还能释放出蕴含着深海压力的能量波，冲击敌人的身体和灵魂。此外，它还能与水元素完美融合，操控海水为其所用，形成强大的攻击和防御手段。若用于炼药，能赋予丹药独特的治愈和增强精神力的功效。沈星河看着眼前的异火，眼中但是对异火的向往。这一火整体呈现出深邃的墨紫色，火焰形态像墨兰舒展绽放，花瓣般的火焰边缘微微卷曲，还闪烁着幽微的蓝光。Oh my god！ 异火，爽爆了！他忍不住爆了句粗口，搓着手迫不及待地点下第2次单抽。恭喜宿主获得噬火灵纹。噬火灵纹，无需门槛的异火寄生载体，灵纹并非法宝或功法，而是一种后天的有力寄生，类似火焰容器，无需修炼即可容纳异火。如果宿主吸收灵纹，灵纹会自主产生吸力，如同海绵吸水般将异火核心能量导入体内，过程无痛苦，甚至会让宿主感到力量被滋养。我靠，这么爽！继续，恭喜宿主获得阴阳续脉丹的丹方。阴阳续脉丹可帮助经脉寸断的修士修补经脉，恢复修为。系统，你是不是给我搞内幕啊？怎么抽到的都是我现在需要的，再来一发。很遗憾，宿主未抽到任何奖品。哎呀，系统爸爸，我知道你肯定没有搞内幕的，再来给我中一次吧，求你了，系统爸爸。沈星河轻轻点击屏幕的单抽，沈星河闭上眼睛祈祷，不敢看系统面板。恭喜宿主获得炼丹奇才天赋。炼丹奇才天赋这提示音响起时，沈星河感觉一股暖流涌入脑海，那些曾经晦涩的丹道术语突然变得清晰无比，连继听雪留下的邪丹秘录都能看出几分门道。哦豁，感谢系统。沈星河低吼一声，噬火灵纹化作红芒融入左臂，瞬间在皮肤上烙下一道流转的符文。几乎是同时，墨兰渊海火被灵纹吸入，左臂上又多了道深邃的紫纹。沈星河试探着伸出右手，墨兰渊海火扑地燃起，花瓣状的火焰在掌心跳跃，带着刺骨的寒意与灼热的气息。我靠，这就是异火的感觉吗？接着，沈星河又伸出左手，左手出现赤阳炎。如果我将它2个火融合在一起的话会怎样？会不会像……嘿嘿。2团火焰刚一接触，赤阳炎就像遇到海绵的水，被墨兰渊海火滋啦一声吞噬殆尽。紫色火焰骤然暴涨，光芒亮得让人睁不开眼，
空气中甚至响起深海的呼啸。还有这种操作的？火焰之间能互相吸收，那这样的话好像也合理，毕竟那赤阳岩只是个垃圾火。沈星河看向墨蓝渊海火，怎么能跟我的墨蓝渊海火比呢？沈星河啧啧称奇，摸着下巴琢磨，对了系统，那如果我给多一点这种火墨蓝渊海火吸收的话，这个墨蓝渊海火会不会进化成很厉害的一火啊？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全部都是这种低阶的火，那可能就需要更多的火，如果更好阶的火就可能会进化快一点，进化的品阶也会有所不同。沈星河收回墨蓝渊海火，哦，原来如此，我懂了。沈星河眼中闪过金光，转而看向识海中的丹方，阴阳莲、续脉藤、寒玉髓，这些既听学储物袋里都有。奇怪的是，往日看着复杂的丹方，此刻在他眼中竟像算术题般清晰，主要几成，服药何时投放，火候如何把控，全都一目了然。这就是炼丹期才天赋发力了吗？沈星河失笑，想起蓝星时被导数题折磨的日子，现在看丹方跟无脑暴力求导似的简单。他舔了舔嘴唇，望向丹炉的目光变得炽热。想当年我可是暴力求导小王子，这种程度的导太简单了。沈星河将炼丹炉给掏出来，沈星河右手一拧，召唤墨蓝渊海火于丹顶之下，此火呈幽蓝色，火焰表面如海浪般翻涌，带着刺骨寒意与焚尽万物的霸道。他将火焰温度控制在紫焰初显阶段，此时火焰表面泛起淡淡紫光，温度稳定在适合初步淬炼药材的程度。沈星河通过特殊的控火手势，引导火焰均匀包裹丹顶，让顶内温度均衡上升。接着他将阴阳莲花瓣轻轻放入丹顶，墨蓝渊海火瞬间包裹花瓣，花瓣在火焰中缓缓舒展，白红双色逐渐交融，释放出柔和光晕。沈星河用控火术让火焰呈螺旋状搅动，加速花瓣药力析出，待花瓣化为一缕红白相间的烟雾时，立即降低火焰温度，将烟雾牢牢锁在顶内。把续脉藤藤间投入顶中，墨蓝渊海火温度骤然提升至蓝焰汹涌，续脉藤在高温下剧烈扭动，银纹闪烁，释放出丝丝缕缕的深灰色能量。此时沈星河用精神力密切观察着，当藤间彻底化为液态，且液体表面浮现细密银纹时，迅速降低火焰温度，防止药液过度蒸发。赤血汁入顶后，火焰转为暗红色，以特殊节奏操控火焰忽强忽弱，模拟火山岩浆的涌动。赤血汁在火焰中逐渐膨胀融化，最终化作粘稠的赤红液体，液体表面不时泛起细小气泡，散发出浓郁的药香。投入寒玉髓，墨蓝渊海火受到寒气冲击，短暂出现凝滞，随后爆发出更加强烈的高温。寒玉髓迅速融化成透明液体，与先前的药液相互碰撞，产生剧烈反应，顶内出现大量白色雾气。沈星河通过控火术让火焰在顶内形成循环气流，加速药液融合，直至雾气完全消散，药液呈现出半透明的粉白色。将经过淬炼的4味主料药液在顶内分层摆放，红白烟雾在上，深灰药液在中层，赤红液体在下，寒玉髓的透明液体包裹在外层，操控墨蓝渊海火以阴阳鱼轨迹旋转。上方火焰为阳火，温度较高，呈顺时针旋转；下方火焰为阴火，温度稍低，呈逆时针旋转。在火焰的带动下，4层药液开始缓缓交融。当药液完全融合成均匀的粉白色，且表面浮现出若隐若现的阴阳鱼图案时，标志着阴阳调和初步完成。沈星河将火焰温度降至微光闪烁，保持温火状态。同时，沈星河的精神力在顶内编织出细密的丹纹网络，引导药液凝聚。随着时间推移，药液逐渐浓缩，开始出现颗粒状物质。此时需全神贯注，通过细微的控火和精神力调整，让颗粒不断聚合。当第一颗泛着温润光泽的2纹阴阳续脉丹从顶内缓缓升起时，迅速用玉瓶接住，并用特制的封印符贴封住瓶口，防止丹药药性流失。2纹阴阳续脉丹，大功告成了。沈星河手持玉瓶，步履轻快地来到夏清月的居所，推门而入，却见师尊苏应离正与师姐夏清月挨得很近，低声细语着什么。见到他来，两人停止了交谈。沈星河目光扫过苏应离那张清丽绝伦却隐含薄怒的脸庞，心中毫无惧意。他早已在他身上留下后手一段隐晦的神念流音。要是师尊敢说我对您做的事，那么徒儿不介意将上一次的流音水晶放出来，让全宗都知道徒儿和您的关系。他嘴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带着几分邪气的笑意，对着苏应离微微躬身，动作标准却透着几分轻佻的玩味。徒儿拜见师尊大人。苏应离看着眼前这个乖巧的逆徒，又气又恼，忍不住嘟起小嘴。这逆徒又在装，他不会又想对他的师姐做什么吧？沈星河无视了师尊的怒视，径直走到床边，将玉瓶递给一脸期待的夏清月，声音刻意放得温和：师姐，幸不辱命，这是阴阳续脉丹，可助你重塑经脉。夏清月眼眶瞬间泛红，水光潋滟，眸中满是感激与依赖。星河师弟，谢谢你。他毫不犹豫地接过丹药，
仰头便将其吞服下去。一旁的苏应离只是冷冷地瞥了一眼那丹药，又看看沈星河，红润的唇瓣抿得更紧，腮帮子气得微微鼓起，偏过头去，一副眼不见为净的模样。夏清月将阴阳续脉丹服下后，突然他体内的经脉开始凝聚，他的脸色也开始慢慢变得好起来了，他的修为恢复到了凝脉后期。然而就在夏清月脸上刚浮现出惊喜之色时，异变陡生，一股完全不同于药力的难以言喻的燥热猛然从他小腹深处爆发，如同野火燎原般席卷全身。他白皙的肌肤瞬间染上醉人的酡红，呼吸变得急促而灼热，眼神也迅速迷离起来，原本清澈的眸子蒙上了一层水润的充满原始渴望的雾气师弟。他无意识地呢喃着，目光炽热地锁定沈星河。下一秒，在沈星河和苏应离都未及反应的瞬间，夏清月如同扑火的飞蛾，带着惊人的力量和速度猛地扑向沈星河，纤纤玉手带着滚烫的温度死死抓住了他的衣襟。扑通，猝不及防之下，沈星河被他结结实地扑倒在一旁的软榻之上。沈星河躺在柔软的榻上，看着身上眼神迷蒙、吐气如兰、身体滚烫的师姐，先是一愣，随即那俊朗的脸上便浮现出一抹玩味又带着几分了然的邪魅笑容。哦，这倒是意外之喜。他心中念头飞转，是师姐本性如此反差，还是这阴阳续脉丹竟有这等妙不可言的副作用？管他呢，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他低笑一声，修长有力的手臂顺势就环上了夏清月那纤细的不盈一握的腰肢。此刻他眼角的余光却清晰地捕捉到了站在床边的师尊苏应离，他整个人仿佛被定住了，那双漂亮的眼眸死死盯着榻上纠缠的两人，瞳孔剧烈地收缩着，里面翻涌着震惊、羞愤、难以置信，以及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痛楚。他纤细的肩膀难以抑制地微微颤抖起来，猛地转过身去，抬手飞快地在眼角抹了一下，一滴晶莹的泪珠无声地砸落在地板上。糟了！沈星河心中咯噔一下，师尊他不会想不开吧？这个念头刚闪过，又被怀中夏清月那滚烫的娇躯和迷离的亲吻拉了回来。应该不至于，他不是每天都喊着要清理门户宰了我吗？心念电转间，怀中热情似火的师姐已容不得他再多想。定，宿主你这个粉肠粤语俚语一指坏蛋，真的坏到流豆浆了，居然当着师尊的面跟师姐，直接奖励宿主反派值1000点。在阴阳混沌体与星眸血肤体的交融下，沈星河顺利突破到通窍中期。半个小时过后，房间内的生物信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但是沈星河心中涌起一阵不安。不好，现在是晚上，师尊没有修为佑，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不行，我得出去看看。他用灵力点住夏清月的昏睡穴，直接将反差主动的夏清月给放倒在床上躺着。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现在奖励宿主5品高级灵液和100反派值、100气运值、5禁术残卷。现在宿主已经拥有2颗双修之时了，是否觉醒幻冥或星体？觉醒。沈星河快速穿好衣服，眼睛不由得瞥了一瞥床上的夏清月。哎呀，早知道就把师尊放进超级乾坤袋里面了。恭喜宿主觉醒幻冥或星体，魅力值增加 80%。 在觉醒幻冥或星体的瞬间，沈星河的瞳孔突然变成了紫色后山的夜露，打湿了苏应离的衣摆。他抱着膝盖蜷缩在老槐树下，月光将他的身影剪得单薄。这里是他初次带沈星河修炼的地方，那时少年还带着奶气，攥着他的衣袖喊师尊。如今想来，恍如隔世。指尖划过眼角的湿痕，却在听到脚步声时骤然顿住，那是属于沈星河的带着独特韵律的步伐。脚步声惊得他猛然回头，看清来人后，那双泛红的杏眼瞬间瞪大。他慌忙抹了把脸，发间散落的碎发粘在湿润的脸颊上，强撑着起身。谁准你跟来的？少年的声音带着奇异的蛊惑，像羽毛骚过心间。转身欲走时，手腕却被灼热的掌心扣住。他刻意放缓的语调里藏着安抚，却让苏应离愈发恼羞成怒。他用力挣扎，绣着银纹的袖口被挣得歪斜，露出半截银白的腕子。放开！我怎么可能躲你这逆徒？话虽强硬，偏头时却死死咬住下唇，生怕泄露更多脆弱。是在吃醋吗？沈星河突然欺身而上，两人鼻尖几乎相触。苏应离能清晰看见他眸中流转的紫芒，那是幻冥或星体觉醒后的异象，神秘而危险。他呼吸一滞，耳间泛起可疑的红晕，慌乱中抬手欲推，却被他顺势握住手腕。月光下，沈星河唇角勾起的弧度似笑非笑，竟比平日多出几分勾魂摄魄的意味。他别过脸，却瞥见他指尖多了个玉瓶，这是5品灵液，此灵液能够加速罡气的凝聚和转化，帮助化罡境修士提升罡气的质量和数量，增强战斗力。沈星河将瓶子塞进他紧握的拳心，
指腹擦过他冰凉的指节。他忽然捂住胸口低咳，指缝间渗出点点猩红，去夺药时受了点伤，幸好没白费功夫。骗人的，血是夏清月的，别问为什么是夏清月的。苏应离的指尖触到玉瓶的温润，又触到他掌心的湿意，那抹血色在月光下格外刺目。他张了张嘴，想说谁让你多事，出口却成了沉默。沈星河又掏出个储物戒，塞进他另一只手，里面有混沌青莲和5万灵石，师尊现用着。为何突然对我这么好？他终于问出心底的疑惑，声音轻得像风中的絮语。沈星河的目光忽然变得深邃，像望进了无尽的寒潭。因为你是我师尊。他顿了顿，喉结滚动，这世上唯一对我好的人。这话如同一把钥匙，猝不及防打开了苏应离尘封的愧疚。他想起为了提升修为利用他的过往，想起那些刻意的疏远与伤害，指尖猛地蜷缩，将储物戒攥得生疼。就在这时，沈星河指尖凝出一道红芒，轻轻点向他的眉心。苏应离惊觉时已来不及躲闪，额间的莲花封印轰然碎裂，久违的灵力如江河般在体内奔涌，他的修为恢复了几乎是本能地。紫霄剑出鞘龙吟，剑尖直指沈星河右肩。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可沈星河非但不躲，反而迎着剑锋上前半步，冰冷的剑刃刺破他的右肩，血珠瞬间染红了青山。师尊曾不顾非议启蒙我修行，只要师尊想要，星河的命随时都是师尊的。他的声音带着血染的沙哑，却异常清晰。我知道师尊身为宗主之妹，在宗内步履维艰，季听雪那些人觊觎您的地位，我便替您除去。我知道杀了他会引来报复，可我不怕的是师尊独自面对危险，怕您受伤。剑身在苏应离手中剧烈颤抖，他看着少年眼中毫不掩饰的担忧，看着他肩窝不断涌出的鲜血，忽然想起他平日的玩世不恭，想起他将自己囚禁。原来那些看似胡闹的举动，全是为了护他周全。你这个笨蛋！他的声音哽咽，剑尖当啷落地，伸手想去触碰他的伤口，却又在半空停住。谁让你自己去送死的？沈星河忽然笑了，笑容里带着如释重负的疲惫。因为我是您的徒儿，徒儿为了师尊做任何事都是值得的。苏应离的指尖刚触及沈星河肩伤，灵力便被他反手扣住。少年掌心的温度带着不容抗拒的灼热，将他整个人拽入怀中，直接吻了下去。嘴唇相触的刹那，他下意识攥紧他染血的衣襟，不同于以往的强势，这次的吻带着失而复得的珍视。沈星河的舌尖轻轻描摹着他的唇线，像安抚受惊的右手。苏应离那双总是含着清冷的眸子里，此刻盛满了慌乱，睫毛剧烈颤动着，扫过他的眼睑。奇怪的是，预想中的推拒并未到来，他的身体渐渐放松，指尖从揪紧的衣襟滑至他的后颈，无意识地攥住了他的发尾。沈星河的手掌抚上他细腻的脸颊，手指擦过他微湿的眼角，忽然贴近他耳畔，温热的气息吹得他耳垂发烫。师尊要不要去我住的地方，让徒儿重新带你回味一下第一次？没个正经。苏应离猛地推开他，玉指戳在他胸口，却连声音都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他别过脸去，月光勾勒出他泛红的耳廓，发间的银饰轻轻晃动，泄露了内心的涟漪。沈星河却敛了笑意，认真地看着他。师尊，我明日便要离开宗门了，前往蓝月国。系统刚刚给他分派新的任务，就是征服蓝月国的女皇。为何？苏应离豁然回头，眼中闪过一丝慌乱。蓝月国？你去那里干什么？宗门太小了，装不下我的野心。少年望着沉沉的夜色，眸中闪烁着野心的光。我的道不在这方寸之间。他的野心是撩很多不一样的妹子。苏应离的指尖蜷缩起来，想说些挽留的话，却见他眼中的坚定。他沉默片刻，忽然想起他为自己斩杀季听雪，抢来灵液的种种，到了嘴边的话语化作一声轻叹。也罢，你既已决定，那师尊可愿？沈星河忽然贴近，鼻尖几乎蹭到他的发顶，为徒儿传到授业最后一晚。你！苏应离的脸颊瞬间红透，像熟透的桃子。他嗔怒地瞪他一眼，却在他含笑的注视下渐渐垂下眼睑，声音细若文瑞。罢了，便依你这次。沈星河眼中闪过惊喜，不由分说牵起他的手，两人化作两道流光掠回住处。夜风扬起他的衣袂，露出腕间未退的红痕。刚踏入小屋，沈星河便迫不及待地解下外袍。苏应离见状，下意识后退半步，指尖绞着腰间的流苏。他偷偷抬眼看他，却撞进他灼热的目光，慌忙低下头去，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逆徒，这次能不能温柔些？沈星河低笑一声，弯腰将他打横抱起。他惊呼一声，搂住他的脖颈，鼻尖萦绕着他身上清冽的气息。被放入软榻时，他看见他肩伤处的绷带已被灵力浸透，心中一紧，想说什么却被他附上了唇。只知道沈星河在系统里面买了几颗药，过程的话。晨曦微露时，
第一缕金光穿过窗纸，落在沈星河的侧脸上。他小心翼翼地拨开苏应离额前的碎发，指尖触到他微蹙的眉间，忍不住弯了弯唇角。他睡得很沉，长睫在眼下投出扇形阴影，唇瓣因昨夜的吻而微微红肿，脸颊还残留着未退的红晕。他轻轻抽回被他压着的手臂，替他掖好被角。沈星河穿好衣物，最后看了一眼熟睡的人，转身推开房门。而在他离开后，软榻上，苏应离缓缓睁开眼，望着空无一人的枕边，指尖轻轻抚过他曾躺过的位置，一滴泪水悄然滑落，滴在微凉的颈背上。这一去，山高水长，他去追寻他的渣男道，而他守着这空荡的宗门，将昨夜的温存藏入心底，化作往后岁月里支撑他走下去的微光。晨曦熹微，几缕金线透过窗棂，在夏清月眼睑上跳跃。他慵懒的抬手揉去睡意，指尖却意外触到枕畔一方微凉的素肩，心莫名的一紧。他撑起身，乌黑的长发如瀑般滑落肩头，拈起那封信。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带着少年人特有的义气，却又缠绕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清月师姐静起，此番不告而别，实非所愿。未曾想这短短3月，竟已刻骨铭心。虽只如燎原星火一瞬，然你我相知相守，互托生死，早已胜过万千岁月。师姐所有嗔怒、笑靥、坚韧、脆弱之态，星河皆铭记于心，恍如昨日。然终须一别，目睹师姐为既听血所伤，经脉寸断，星河心如刀剜。这仙途渺渺，弱肉强食，天道不仁。我恨己身无力，恨不能以身相待，故星河决意远行。此去不为正道长生，不为名动八荒，只为有朝一日能堂堂正正立于师姐身前，成为足以庇护你的山岳。纵使血染征袍，骨埋荒冢，亦在所不惜。待我踏碎凌霄，携一身荣光归来之时，或许师姐已觅得良人，嫁作他人妇，无妨。星河只想告知师姐，从未后悔爱你。纵使你我之缘止步于此，这段时光亦是我心头永不褪色的瑰宝。师姐，你值得拥有世间最完满的情谊。星河只能伴你走到此处了。若师姐偶有念及星河，不妨望一眼后山那面旧旗，长风若绕旗，便是我在想你。沈星河顿首，珍重万千，字字句句如滚烫的烙铁烫在夏清月的心间。他猛地将信笺紧紧捂在胸口，晶莹的泪珠再也无法抑制，顺着他昨晚残留的通红细腻的脸颊滚落，在素色的被褥上晕开深色的水痕。坏蛋！他咬着唇，声音哽咽破碎，带着无尽的委屈与深情。我心中早已被你填得满满当当，哪里还容得下旁人分毫？他抬起头，望向窗外渺远的天空，眼神却异常坚定，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温柔。放心，我会在天道宗等你回来，1年、10年、100年，直到你归来，亲手筑起那个只属于我们2人的家。其实在这3个月中，夏清月早就爱上了沈星河，可惜他的只属于他们俩共同的家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了。沈星河这小子没有10个后宫都不会罢手。同一时刻，清冷的竹舍内，苏应离斜倚在沈星河惯常倚靠的窗棂旁，阳光勾勒着他清丽绝伦的侧影，一只纤纤玉手无意识地极其温柔地轻抚着自己依旧平坦的小腹。那双平日里清冷如寒潭的眼眸，此刻却蕴着化不开的忧虑与一丝不易察觉的母性光辉。逆徒！他朱唇轻启，声音低得如同叹息，带着一种复杂的嗔怨。你最好给我活着回来，否则……他顿了顿，指尖微微收紧。否则，叫这孩子如何面对一个没有父亲的人间？调皮的系统提示音不合时宜地在沈星河识海中响起。叮！恭喜宿主，目标苏应离，夏清月好感度均达至100%，宿主攻略效率冠绝古今，实乃万界情圣。沈星河的意识刚从苏应离那边收回，闻此提示，嘴角立刻勾起一抹得意忘形的弧度，几乎要咧到耳根。小意思，也不看看小爷是谁。霸榜情场风云录整整2年半的撩妹高手，岂是浪得虚名？他意气风发的一挥手 ，OK， 下一站蓝月国。听说那位女皇陛下风华绝代，艳冠9州。嘿嘿，想想就让人心痒难耐啊！眼中闪烁着猎人锁定猎物般的光芒，但转念一想，又摩擦着下巴自语：不过嘛，初来乍到，还是低调点好。系统有没有那种能彻底隐藏修为，让人见了只当我是个凡夫俗子的道具？要顶级的。有的兄弟，有的。系统面板瞬间弹出一个名为脸系千面至尊版的道具图标，闪闪发光。哦，至尊版有点意思。沈星河扫了一眼价格，500反派值。啧，小贵，不过值了，买了。
叮，恭喜宿主获得脸息千面至尊版，已自动装备。蓝月国，巍峨的国门如同洪荒巨兽盘踞大地，高耸入云的城墙由不知名的玄黑巨石垒砌，散发着古朴苍凉的气息。一道肉眼可见、流转着七彩霞光的巨大能量护罩，如同倒扣的琉璃巨碗，将整个浩瀚国度笼罩其中，隔绝内外。城门处车水马龙，喧嚣鼎沸。银甲森然的守城卫兵手持寒光闪闪的长矛，目光如鹰隼般扫视着进出的人流。有推着沉重货车的商贾，有策马扬鞭的侠客，更有驾驭法宝流光溢彩、傲然掠空而过的修士，构成一幅仙凡混居的奇异画卷。沈星河一身朴素青衫，混迹在人流中，毫不起眼。他心念微动，那件无形的脸息千面已然生效，周身再无半分灵力波动，俨然一个寻常的游学士子。刚欲随着人流踏入城门，两柄交叉的冰冷矛尖锵的一声，精准地挡在他胸前。站住！左侧面容冷硬的卫兵喝道，声音如同金铁交击。入城令，可有凭证？入城令。沈星河故作茫然地眨眨眼。废话。右侧稍显年轻的卫兵不耐地皱眉，女皇陛下早有谕令，无令者不得入城，此乃铁律。前面的磨蹭什么呢？身后传来一个极其不耐烦的催促声，带着浓浓的优越感。进不进？不进赶紧滚开！好狗不挡道！沈星河眉头微蹙，侧身让开一步，回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着锦缎华服、腰悬美玉、神态倨傲的公子哥，正用眼角余光极其轻蔑地斜睨着他，仿佛在看路边的蝼蚁。那公子哥鼻孔朝天，冷哼一声，趾高气扬地从沈星河身边挤过，手腕一翻，亮出一枚雕刻着凤凰纹饰、边缘镶嵌金丝的赤红令牌。守城卫兵一见令牌，神色立刻变得恭敬，长矛收回，躬身让行。公子请。华服公子畅通无阻地入了城，临近门前，还特意回过头，对着沈星河的方向，极其清晰地、充满鄙夷地嗤笑一声，无声地比了个口型。土鳖！沈星河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眼神倏地冷了下来，锐利如刀锋。呵，你妈妈的！他心底冷笑一声，指尖微不可察的一弹，一缕无形无质的灵力印记，悄无声息地烙印在那公子哥华贵的衣袍之上。行，小子，我记住你了。沈星河眯起眼，望着那消失在城门内的身影，嘴角勾起一抹危险的弧度。等小爷进去，非得请你好好吃顿火锅不可。他退到一旁僻静处，意识沉入系统。系统，现在连门都进不去，还怎么完成你那个攻略女皇的任务？赶紧想办法。宿主勿忧，已扫描记录方才赤黄金令能量特征及符文结构，可完美复刻。系统面板上，一枚与那公子哥所持一模一样的赤红令牌瞬间生成。哦，效率可以啊！沈星河眼睛一亮，是否花费100反派值兑换赤黄金令？仿，靠，还要钱，真特么黑心！沈星河肉痛地骂了一句，但还是果断点击了购买。叮，赤黄金令仿已发放至宿主空间。一枚沉甸甸、触手温润、散发着淡淡金红光泽的令牌出现在沈星河掌心。他掂量了一下，嘴角重新挂上那副玩世不恭的笑容，再次走向城门。这一次，他直接扬起手中令牌，大大方方的就要往里走。慢着！又是那2名卫兵，长矛再次交叉拦住，眼神狐疑的上下打量着沈星河，尤其那个冷面卫兵，目光锐利如针。小子，我认得你，方才你明明没有令牌，为何此刻又有了？此令从何而来？语气中充满了警惕。沈星河心中微凛，面上却立刻堆起一副恍然大悟，带着点少年人赧然的笑容，挠了挠头。哎呀，官爷真是明察秋毫，方才是在下糊涂了。家父临行前曾于在下内山夹层中奉入遗物，叮嘱务必到了蓝月国城门方可拆看，适才慌乱，竟一时忘了此事。他边说边煞有介事地拍了拍胸口衣襟，方才退至一旁，这才想起拆开一看，原来正是这入城令牌。家父行事一向谨慎，让官爷见笑了，见笑了。2名卫兵对视一眼，眼神交流片刻。那赤黄金令的形制、符文乃至那股独特的微弱灵力波动都分毫不差，确实是真品无疑。虽然此人出现的有些蹊跷，但令牌做不得假。最终，冷面卫兵缓缓收回长矛，侧身让开通道，沉声道：“进去吧，莫要在城中生事。”多谢官爷。沈星河笑容灿烂，拱手一礼，迈步踏入了这蓝月帝都。甫一入城，一股远比城外喧嚣10倍的热浪扑面而来。宽阔的足以并行10辆马车的青石主街两侧，店铺林立，旌旗招展，叫卖声、讨价还价声、车马声、孩童嬉闹声，还有远处隐约传来的丝竹管弦之声，汇成一片沸腾的海洋。冰糖葫芦，又大又甜的冰糖葫芦嘞！
刚出笼的肉包子皮薄馅大18个褶儿，上好的云锦绸缎，祖传灵药可以硬得像铁公鸡。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食物的香气，脂粉的甜香，药材的异香，还有属于庞大都市特有的充满活力的烟火气。沈星河饶有兴致地走到一个蒸汽腾腾的包子铺前，那笼屉掀开时，浓郁的肉香瞬间勾起了食欲。老板，这包子怎么卖？一文钱一个，皮薄馅足，童叟无欺。满脸油光的老板热情招呼。成，给我来4个。沈星河爽快道。好嘞，您拿好。老板麻利地用油纸包好4个热腾腾、白胖胖的包子递过来。沈星河随手抛出一小块碎银子，足有1两，稳稳落在案板上。不用找了。哎呀，谢谢客官，谢谢客官。老板喜出望外，连声道谢。沈星河咬了一口鲜香多汁的肉包，目光却穿过熙攘的人流，变得幽深而危险。他拇指与中指轻轻一捻，口中无声默念，灵犀一点，万法归元。寻，冥冥中一道极其微弱的感应瞬间指向城西某个方向。呵，找到你了。沈星河舔了舔嘴角的油渍，笑容森冷。咱们的火锅之约很快就能兑现了。蓝月帝都的夜色被醉仙居的靡靡之音和脂粉香气浸染得格外暧昧。沈星河倚在暗处雕花的廊柱上，冷眼瞧着雅间内那场喧嚣的盛宴。丝竹管弦声中，华服公子左拥右抱，玉叶琼浆一杯接一杯地灌下喉咙，面泛红光，笑声侠逆放浪，已然是醉眼迷离。呵，倒是个会享受的主。沈星河唇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指尖无意识地把玩着一枚青玉扳指。既然玩得这般尽兴，待会儿小爷就送你一场毕生难忘的极乐体验。低语在嘈杂中被淹没，唯有一抹深不见底的恶意在他眼底悄然弥漫。那公子哥终于被酒力彻底征服，脚下如同踩着棉花，踉踉跄跄，几乎是被身侧一个浓妆艳抹的娇媚女子半拖半扶着，走向他那间专属的奢华雅间。小美，好酒，再来一坛，今晚不醉不归。他含糊不清地嘟囔着，半个身子都挂在那名叫小美的女子身上。吱呀一声，描金的厚重门扉被推开，房内只点着几盏朦胧的宫灯，光线昏沉。然而当那醉醺醺的目光触及房内景象时，公子哥如同被一盆冰水兜头浇下，瞬间酒醒了大半。只见那张铺着锦绣软垫的宽大雕花拔布床边，沈星河正侧身半坐着，一条腿随意的屈起踩在床沿，姿态慵懒却带着无形的压迫。他微微低着头，手中一柄通体乌黑、刃口泛着幽蓝寒光的匕首正被他修长的手指灵巧地旋动着，冰冷的金属光泽在昏暗光线下划出危险的弧线。是你这个土鳖！公子哥的醉意被惊骇取代，声音陡然拔高，带着难以置信的尖锐。你怎么进来的？沈星河仿佛没听见他的质问，只是漫不经心地清脆地打了一个响指。大声音落下的瞬间，他身后的门扉仿佛被无形的巨力猛地拉扯，砰的一声紧紧闭合。与此同时，扶着他的小美连哼都未哼一声，身体一软，如同一朵被骤雨打蔫的花，悄无声息地瘫倒在地。小美，公子哥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害得魂飞魄散，踉跄着扑过去摇晃女子的肩膀，却得不到丝毫回应。他猛地抬头，颤抖的手指指向沈星河，眼中充满了恐惧与愤怒。你对我的小美做了什么？沈星河这才缓缓抬起头，目光如同打量一件有趣的玩物，饶有兴致地落在对方那张因惊惧而扭曲的脸上。他嘴角上扬，露出一个堪称温和却让人心底发寒的笑容，心中却掠过一丝与现场氛围格格不入的疑惑。剧本不对啊，按套路这草包不是该痛哭流涕跪地求饶了吗？怎么还关心起女人来了？他懒洋洋地站起身，舒展了一下筋骨，甚至还慵懒地打了个哈欠，仿佛眼前并非凶险的复仇现场，而是扰了他清梦的琐事。有点困了。他一边说着，一边闲庭信步搬朝公子哥夺去，手中的匕首停止了旋转，被他稳稳握住，刃尖有意无意地指向对方。解决了你，小爷也好早点安歇。公子哥看着那步步逼近的寒光，死亡的恐惧终于彻底压倒了酒意和愤怒。他怪叫一声，猛地转身扑向紧闭的房门，双手疯狂地拉扯着那描金的门环，用尽全身力气去撞去推。然而那扇看似普通的木门，此刻却如同浇筑了铜制铁水，纹丝不动，甚至连一丝撞击的声响都未能传出。别白费力气了。沈星河的声音带着一丝戏谑，如同猫戏老鼠，此地已被我下了禁制，你插翅难飞。哦，对了，他补充道，语气轻松的像在谈论天气，隔音效果也相当不错。公子哥绝望地转过身，背靠着冰冷坚硬的门板，脸色惨白如纸，豆大的汗珠从额角滚落。你是修仙者，是又如何？
沈星河挑眉，好整以暇。你胆大包天！公子哥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色厉内荏的嘶喊：修仙者擅入凡界，触犯蓝月铁律。女皇陛下，女皇陛下绝不会放过你，你会被追杀致死，死无葬身之地。哦，沈星河拖长了尾音，眼神骤然转冷。那我便进来了，你待如何？你不得好死！公子哥歇斯底里的咒骂。你奶奶的！沈星河耐心告罄，身形如鬼魅般欺近，右手快如闪电。啪！一声清脆响亮到极致的耳光，结结实实地扇在公子哥的脸上，巨大的力道直接将他整个人抽的原地转了个圈，重重撞在门板上，半边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肿起来，嘴角溢出一缕鲜血。找你奶奶了个香蕉菠萝哈密瓜！沈星河甩了甩手，一脸嫌弃，语气却带着一股暴力的痞气。都这德行了，还搁这儿逼逼赖赖，指点江山真当小爷，我是泥捏的菩萨，没点火气。就在这时，一个冰冷毫无感情又带着点莫名兴奋的电子音在沈星河脑中突兀响起。叮！宿主氛围到了，建议使用烟头烫他套餐。极致羞辱，反派直加50。沈星河身形微不可察的一顿，嘴角狠狠抽搐了一下。我靠，系统你玩这么变态？小爷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也没这特殊癖好啊。但看着眼前那张涕泪横流、写满恐惧的肿脸，一个更恶劣的念头冒了出来。他左手随意的一抬，掌心向上，意念微动，噗！一缕幽暗深邃，仿佛能吞噬光线的墨蓝色火焰，毫无征兆的凭空燃起，在他掌心静静跳跃。房间内的温度似乎都骤然下降了几分。公子哥看着那朵妖异的火焰，瞳孔瞬间缩成了针尖，身体筛糠般抖了起来。兄弟，别紧张。沈星河脸上重新挂起那副人畜无害的和善笑容，掂了掂掌心的异火，又晃了晃右手的匕首。玩个游戏如何？我问你一个问题，答对了。他眼神瞟向那跳跃的墨蓝火焰，我请你品鉴一下这上好的暖宝宝。答错了吗？他扬了扬空着的右手，就赏你一个大逼斗。怎么样？公平吧？公子哥嘴唇哆嗦着，带着哭腔。感觉怎么样都是我亏。我不玩。沈星河笑容一收，眼神陡然变得危险。也行，那我就把你扒光了，吊在这最仙居最高的飞檐上，让全帝都的人都瞻仰瞻仰公子您的风采。鞭子嘛，就用进了辣椒水的牛皮鞭，如何？想象那可怕的场景，公子哥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裤裆处瞬间湿了一片，腥骚味弥漫开来。他涕泪俱下，语无伦次。玩，我玩，我选玩游戏。好，识物者为俊杰。沈星河抚掌而笑，仿佛在赞赏一位知己。请听题：三角形的内角和是多少度？内角和。公子哥一脸茫然，如同听天书。什么内角和？啪！回答他的是又一个毫不留情、势大力沉的耳光，打得他眼冒金星，另一边脸也迅速肿起，彻底成了个猪头。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沈星河的声音冷得像冰渣。规矩，懂不懂规矩？以后只准回答，不准反问，明白没有？公子哥捂着脸，剧痛和恐惧让他几乎晕厥，只能含混不清的呜咽。明白了，很好。沈星河满意的点点头，清了清嗓子，抛出第二个问题。那么，请听第二题 ：sin 30度等于多少？不知道。公子哥这次学乖了，在问题落下的瞬间，就死死用双手护住了自己的脸，闭着眼尖叫9年义务的漏网之鱼。沈星河一字一顿，额角青筋直跳，仿佛受到了巨大的侮辱，简直是对智慧的亵渎。戏煞我眼，借口。最后他演都不演了，他低吼一声，丢开匕首，那玩意儿现在显得太文明了，如同猛虎下山般扑了上去。沙波大的拳头带着破风声，狠狠砸向那张涕泪横流、惊恐万状的猪头脸。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这间隔音绝佳的奢华雅间彻底沦为了一场原始而野蛮的肉搏舞台。沉闷的撞击声，骨头与皮肉接触的闷响，压抑的哀嚎和求饶声连绵不绝。沈星河将前世今生积累的所有街头智慧和物理说服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拳、脚、肘、膝，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成了高效的说服工具。他专挑那些最疼却又不致命的地方下手，充分让对方体验到了什么叫吃太多火龙果痛彻心扉，满目疮痍红。终于，沈星河甩了甩有些发麻的手腕，看着地上蜷缩成一团，只能发出微弱呻吟，
浑身青紫肿胀，几乎看不出人形的东西，长长舒了一口气。没意思。他意兴阑珊地撇撇嘴，仿佛刚做完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弯腰拾起地上的匕首，用靴底蹭了蹭刀刃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然后走到门边，撤去了禁制。临出门前，他回头瞥了一眼地上那团烂泥，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清晰地传入对方耳中。记住了，垃圾。从今往后，但凡有小爷我的地方，你有多远滚多远。咚！地上那团东西似乎抽搐了一下，发出微不可闻的呜咽，也不知是听懂了，还是纯粹因为剧痛。沈星河不再理会，推开门，身影迅速融入了门外醉生梦死的夜色之中，只留下满是狼藉，一个昏迷的女子和一个可能需要用一生来治愈今晚阴影的可怜虫。沈星河低头看着指缝间沾染的几点暗红血迹，他嫌恶地皱了皱眉，随意在路边一块粗粝的石头上蹭了蹭手掌，直到那抹刺目的红色消失殆尽，才重新迈开步伐。前方一家挂着褪色酒漆的客栈映入眼帘，他步履不停，径直穿过半开的木门，踏入了略显昏暗的大堂。空气中弥漫着劣质酒水、陈旧木头和隐约汗味混合的气息。掌柜的沈星河的嗓音带着一丝赶路后的威雅，打破了堂内的安静。住一晚，什么价？柜台后，一个精瘦、留着两撇鼠须的中年男人抬起眼皮，浑浊的眼珠飞快地在沈星河身上扫了一圈，似乎在掂量这年轻客人的分量。他慢悠悠地拨着算盘珠，声音拖得老长。客官，上等客房，清静雅致，9两银子下等房吗？6两，就是。稍稍喧闹些。他特意在喧闹2字上加重了语气，带着点市侩的暗示。沈星河懒得废话，随手弹出一小块银子，落在柜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上等房，好嘞。客官爽快。掌柜脸上的褶子瞬间堆成了花，鼠须一翘，动作麻利地摸出一把黄铜钥匙。您拿好，天字第48间，楼上请。沈星河接过那枚带着油腻触感的钥匙，木质楼梯在他脚下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嘎声。行至2楼走廊，刚转过拐角，一阵压抑又古怪的断断续续的呻吟与喘息声便毫无征兆地从一侧紧闭的房门内钻了出来，在寂静的廊道里显得格外清晰刺耳。沈星河脚步微顿，几乎是本能地，一缕无形的神识如同水银泻的般探了过去。下一刻，门缝内的景象便清晰地映入了他的识海，烛光摇曳，人影交叠，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令人面红耳赤的甜蜜气息。还有那闪着诡异光芒的、滴着辣油的，死我勒个豆浆油条豆腐脑啊！沈星河猛地收回神识，俊脸上罕见地闪过一丝尴尬和难以置信，低声啐了一句：现在的人都玩这么花的吗？那个蜡烛真的？好家伙！他只觉得头皮有点发麻，赶紧目不斜视，加快了脚步，仿佛身后有洪水猛兽在追。找到天字48号房，钥匙插入锁孔，咔嗒一声轻响，推门而入。房间倒是比预想的宽敞整洁，一张铺着素色床单的大床占据了主要空间。沈星河随手将门带上，隔绝了外面那令人不自在的靡靡之音。他走到床边，身体向后一倒，整个人陷进了柔软的床铺里，长长的吁出一口浊气。今晚就在这凑合一宿吧。他盯着天花板上模糊的木纹，喃喃自语。翌日清晨，薄雾般的晨曦透过糊着油纸的窗棂，在室内投下朦胧的光影。沈星河眼皮动了动，缓缓睁开，墨玉般的眼眸初醒时带着一丝慵懒的迷茫。他抬手用力揉了揉脸颊，驱散最后一点睡意，随即伸展双臂，惬意地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全身骨骼发出一阵细微而舒畅的噼啪轻响。他坐起身，望向窗外逐渐喧嚣起来的市声，还没好好逛过这蓝月帝都呢，正好出去见识见识。整理好衣袍，沈星河推门下楼。柜台后的掌柜正打着哈欠，见了他立刻挤出职业化的笑容，声音带着晨起的沙哑：客官您慢走，欢迎再来啊。沈星河微微颔首，信步融入了帝都清晨的洪流之中。他穿行在纵横交错的街巷里，饶有兴致地感受着这座庞大城市的脉搏。叫卖早点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蒸腾的热气裹挟着食物的香气弥漫在空气里。挑着担子的货郎脚步匆匆，衣着光鲜的富家子弟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街角的茶馆里，说书人醒目一拍：你奶奶那个三角篓子的正唾沫横飞地讲着前朝就是人间烟火，百态纷呈。不错，真不错。沈星河嘴角噙着一丝笑意，目光扫过这充满活力的景象，比蓝星那些钢筋水泥的丛林多了几分生气和鲜活。不知不觉间，他已远离了繁华喧嚣的核心区域，脚下的青石板路渐渐变成了夯实的泥土小径，两侧的建筑也低矮稀疏起来。拐过一道弯，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宁静的村落依偎在小河旁。正值春日，村口道路两旁灼灼盛开的桃花如云似霞，
粉白的花瓣随风飘落，铺满了小径，也点缀着清澈见底的溪流。溪水中，鸡尾肥硕的鱼儿悠闲地摆动着尾鳍，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细碎的金光。好一处世外桃源！沈星河忍不住驻足，深深吸了一口带着泥土芬芳和桃花清香的空气，胸中涌起一股诗情。此情此景，当拂衣大白，吟诗一首啊！然而，这份宁静的赞叹很快被不远处一座异常热闹的建筑打破了。那是一座看起来颇为简陋的药方，门前却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一直延伸到小路上。排队的村民大多面色萎黄，神情痛苦，不少人或眼口剧烈咳嗽，或痛苦地按着腋下、脖颈处肿胀的部位，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气息。与刚才帝都的繁华盛景相比，此处的景象形成了一种触目惊心的反差。沈星河眉头微蹙，脑海中下意识地闪过一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在这时，一个冰冷而机械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在他脑海中响起：叮！检测到天命之子苏烈，天命值10000。沈星河心头猛地一跳，目光如电般射向药房门口。只见一个身着朴素白衣的少年正忙碌着，他戴着这个时代罕见的用细棉布缝制的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清澈却异常沉稳专注的眼眸。少年手法娴熟地为排队的村民诊脉、查看患处，动作麻利而不失温和。这就是天命之子。沈星河凝神细看，少年周身仿佛笼罩着一层常人难以察觉的淡淡的灵韵光华，在周遭灰暗绝望的底色中显得格外醒目，果然气韵不凡，与凡俗迥异。提示：挫败天命之子可获得其10%的天命值转化为宿主气运值。明白。沈星河在心中默念，眼神闪烁，已然有了计较。此时，药方里一位刚刚接受完诊治的中年汉子走了出来，脸上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对那少年的感激。沈星河立刻迎了上去，脸上挂起和煦的笑容：这位大叔，打扰一下，我看这里好多人排队，这位小大夫当真这么厉害？大家得的都是什么病啊？那汉子看了沈星河一眼，见他衣着光鲜，气质不凡，便叹了口气道：小伙子，你是外地来的吧？你是不知道啊，苏小神医的药那真是神了。他指着药方的方向，语气激动起来：这瘟病、鼠疫闹得凶啊，染上的人脖子、胳肢窝肿得像馒头，高烧不退，咳血的都有。可只要用了苏小神医的药，再配合他那套奇特的针法，几天功夫就能见好，简直就是活菩萨下凡啊！周围几个村子染病的人现在都往这儿奔了。哦，竟有如此奇效！沈星河故作惊讶，眼中却闪过一丝了然。那可不，要不是苏小神医，我们这些人……唉。汉子摇摇头，心有余悸地走了。沈星河不再迟疑，迈步走进了药方。一股浓烈而复杂的气味扑面而来，混杂着黄连、黄柏特有的苦涩、消毒酒精的刺鼻，以及病人身上散发的汗味、脓血腥气。光线有些昏暗，不大的空间里挤满了病人。沈星河锐利的目光扫过，有人痛苦地捂着肿大的颈部淋巴结，整张脸烧得通红，气息急促，典型的腺鼠疫。角落里，一个妇人撕心裂肺地咳嗽着，猛地咳出一口暗红的血沫。旁边立刻有人熟练地拿起一个粗糙的陶罐，朝地上喷洒着带有酒精味的液体消毒。就在沈星河的目光看似不经意地扫过墙角一个用来丢弃医疗废物的破旧竹筐时，他的瞳孔骤然一缩。在几团沾着脓血的纱布和枯草下，两个极其眼熟的空药瓶露出了小半截标签，一个瓶身上印着清晰的英文 Streptomycin 链霉素，另一个则是 Levofloxacin 左氧氟沙星。沈星河的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随即一抹洞悉一切，带着玩味和果然如此的冷笑悄然爬上了他的嘴角。这不就是现代医学对付鼠疫的标准答案吗？666，连现代药物都搞出来了，实锤了。这家伙铁定跟我一样是个穿越者。沈星河踏出那间弥漫着苦涩药香的药方，唇角勾起一丝冰冷而隐秘的弧度。沈星河指尖凝聚奇怪的灵力，朝着药里面挂着记食堂的药方里面一指。系统商城购买的病毒，忽看到美元的标志，鼠疫，有抗生素可解。他心中低语，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玩味。但如果是病毒呢？天命之子，让我看看你这济世之名如何抵挡这来自蓝星的礼物。先让子弹飞一会儿。他步履从容，目光扫过不远处一个依山傍水、人来人往的小村落，四通八达，正是理想的所在。就在这里，他低喃，眼中闪烁着野性的寒芒，铸就我沈星河扬名的基石。开工。沈星河深谙藏拙之道，不愿暴露修士身份，便以重金相诱。他从袖中随意掏出几锭黄澄澄、沉甸甸的元宝，
在阳光下晃出诱人的光泽，瞬间便吸引了几个在村口晒太阳的壮年村民。为首的汉子，人称王老五，眼睛瞬间瞪得溜圆，喉结滚动了一下，脸上堆起12分的热情。哎呦，这位公子爷，好眼光，这块地界儿风水顶顶的好，背山面水，聚财纳福啊！他搓着手凑近，贪婪地嗅着黄金的气息。公子爷是打算在这儿安家落户，怎不去那繁华的蓝月地都享福里？沈星河微微一笑，神情温润如玉，带着几分悲天悯人的气质。非也，在下欲在此开设一间药方，悬壶济世，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此乃毕生夙愿。药方？旁边一个精瘦的汉子插嘴，面露难色。公子爷志向高远，可这附近已有苏神医坐镇的济世堂了，他那医术可是通天的，方圆100里都认他。公子爷您这怕是无妨。沈星河神色不变，语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当自强不息，救死扶伤之路，岂因前有巨擘而止步？苏神医妙手回春，然世间病痛千奇百怪，焉知没有他力所难及之处？那时便是我沈星河一行天下之时。好，说得好！王老五猛地一拍大腿，眼中金光一闪，大声喝彩：公子爷有志气，俺老王就喜欢您这样的爽快人。笑声洪亮，却掩不住眼底那抹算计。王叔，沈星河话锋一转，笑容依旧温和，目光却带着一丝无形的压力。不知这药方3日之内可能完工？若人手不足，在下可再寻些邻村的匠人来。唉，别，千万别！王老五心头一跳，眼珠飞快地转了转，仿佛看到了到手的金子要飞走。他连忙换上更加谄媚讨好的语气，拍着胸脯保证：公子爷您就放100个心，包在俺们身上，俺们兄弟7个豁出命去干。3天，就3天，要是3天头上没给您见好了，俺们分文不取，您看如何？他回头瞪了一眼身后几个同样被金元宝晃花了眼的兄弟，那眼神带着赤裸裸的警告和贪婪。如此，有劳诸位了。沈星河含笑拱手，姿态优雅。接下来的3天，7个村民确实干得热火朝天，汗流浃背，吆喝声不断。然而在沈星河那看似温和实则洞察一切的目光下，他们的小动作无所遁形，偷工减料。老大，这么糊弄能成吗？那公子爷看着挺精明的。一个年轻些的村民趁着搬木头的间隙凑到王老五身边，压低声音，脸上带着忐忑。王老五抹了把汗，偷眼瞥了远处负手而立，仿佛在欣赏风景的沈星河一眼，啐了一口唾沫，狞笑道：精明？呸！一个被金元宝晃瞎了眼的傻子罢了。放心，这种公子哥儿懂个屁的盖房子，只要架子不倒，面子光鲜，他瞧不出门道。赶紧的，别磨蹭。他们的窃窃私语自以为隐秘，却清晰地落入沈星河耳中。他并未动怒，只是唇角那抹笑意更深了，带着一丝冰冷彻骨的嘲讽，仿佛在看一群在泥潭里打滚犹不自知的蝼蚁。3天期限一到，一座崭新的红墙黛瓦的小屋果然拔地而起，外表看着倒也像模像样。沈星河缓步上前，目光扫过那略显粗糙的细节，脸上却绽开满意而感激的笑容。他微微拱手，姿态无可挑剔：诸位辛苦，3日工程，实乃神速，沈某感激不尽。说罢，他又从袖中掏出几锭沉甸甸的雪花白银，一一递到那7个累得直喘粗气却眼冒绿光的村民手中。这些全当是给各位叔伯的额外酬劳，聊表谢意。哎呦，多谢公子爷，公子爷真是活菩萨啊！公子爷您太客气了，太厚道了。7人脸上的疲惫瞬间被狂喜取代，争先恐后的接过银子，脸上笑得像开了花，贪婪的目光在银锭和金元宝之间来回逡巡，恨不能一口吞下。王老五更是拍着胸脯，唾沫横飞的保证：公子爷，往后您但凡还有用得着俺们的地方，尽管开口。修屋补路，打井挖渠，俺们兄弟几个随叫随到，包您满意。您这样的大善人，活该发大财。沈星河含笑点头：一定，一定。7人揣着沉甸甸的金银，勾肩搭背的离开了，脚步都轻快了许多。直到走出老远，确信沈星河听不见了，那压抑不住的狂笑和鄙夷才爆发出来。王老五，你看那姓沈的傻小子，真他娘的是个冤大头。一个汉子用力掂着手中的银锭，笑得前仰后合。可不是吗？一个金元宝就够买下几栋这种破屋子了，他还巴巴的釉色银子。另一个附和着，贪婪的嗅着银子的味道。蠢到家了，这钱赚的也太他娘的容易了。精瘦汉子啐了一口，满脸得意。王老五眼中闪着狡黠的光，嘿嘿笑道：管他呢，又不是花咱们的钱，
这种又傻又有钱的凯子，打着灯笼都难找。都给我记住了，下次他再有事，咱们还来。往死里宰！这种肥羊，不宰白不宰。对，对，往死里宰！没错，傻子不宰，天理难容啊！刺耳的哄笑声在乡间小路上回荡，充满了市侩的贪婪和愚蠢的自得，渐渐消失在暮色里。沈星河独立于他那座崭新的、偷工减料的药房门前，夕阳的余晖将他挺拔的身影拉得很长。他脸上的温润笑容早已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不见底的冷漠。他望着村民们消失的方向，薄唇微起，无声地吐出几个字：棋盘开始了。沈星河独自坐在那张刚打造好还带着毛刺的木床上，四周静的只剩下他自己的呼吸声，是时候了。他心念微动，系统，沈星河在心中无声召唤，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我已至通窍期，商城里的功法该对我开放了吧？权限确认，宿主觐见。通窍期中期，系统商城功法区已解锁。与此同时，一道唯有他能看见的半透明光幕在眼前展开。沈星河修长的手指在虚空中轻轻滑动，目光扫视着，快速扫过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功法。破浪斩，刚猛有余，灵动不足，引雷诀。声音太大，动静太显眼。他低声自语，眉头微蹙。攻击手段，我已有寒星逐月，虽未大成，却也够用。当务之急。他指尖停顿，眼中闪过一丝金芒，是保命，是逃遁之术。想到自己那套总感觉滞涩、速度差点人意的七星步，他心头便涌上一股急切。打不过就跑，这是保命的本钱。那套七星步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继续向下滑动光幕，功法名目如流光般掠过。忽然他的手指猛地一顿，瞳孔骤然收缩。就在他指尖再次划过一列功法时，一个并不起眼的名字如同暗夜中的一点星芒，倏地攫住了他的视线。七星步残篇。沈星河滑动的手指猛地顿住，身体下意识地向前倾了倾，目光牢牢锁定在那4个字上。他摩挲着自己的下巴，眼神从最初的愕然迅速转为深邃的思索。残篇，这名字，难道说我练的那套七星步本身就是个残次品？这个推测让他心头一跳，随即涌上一股复杂的感觉，既有对过往的恍然，又带着被误导的微郁。原来如此，难怪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运转起来总有挚爱，跑路有点慢。我现有的那部分，恐怕只是这残篇中的零星碎片。他的目光落在下方那猩红的数字上，兑换所需1000反派值。沈星河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眼神里充满了挣扎。1000点反派值，怎么不去抢？他低声咒骂了一句，烦躁的抬手用力挠了挠后脑勺，几缕碎发被他揉得翘起。他调出自己的反派值余额，不多不少，正好1000点，整整1000点，就为了这半步逃命的功法。算了，资本你赢了。他烦躁的抬手用力抓了抓自己的头发，几缕发丝被揉得翘起，显露出内心的极度纠结。值得吗？万一效果不显著？时间仿佛在简陋的药方里凝滞，烛火噼啪一声轻响，爆开一朵小小的灯花。沈星河猛地抬起头，眼中那丝犹豫瞬间被一种近乎狠厉的决绝所取代。他娘的，还是跑路的功法更重要，要反派值再赚不是了。他低吼一声，带着一股破釜沉舟的气势，手指不再有丝毫迟疑，重重地点向那购买的虚拟按键。叮，交易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七星步残篇，1000反派值已扣除。系统的提示音清脆响起，同时一股庞大而玄奥的信息流如同决堤的洪水轰然涌入他的识海。那枚苍青色的预检影像也瞬间化作无数细碎的光点，融入他的眉心。沈星河闷哼一声，身体微微一震，他立刻盘膝坐好，五心朝天，双目紧闭，将全部心神沉入那功法奥义之中。识海内星辰流转，轨迹玄妙，一行行闪烁着星辉的金色古篆字如同活了过来，在他意识中奔腾跳跃。脚踏贪狼定坤前，指尖连针指9天，吸气吞心宁子府，一走天击贯丹田。他体内的灵力随着口诀的指引，开始沿着一条全新的更加复杂玄奥的路径急速运转。四肢百骸仿佛被无形的心力冲刷贯通，足底窍穴如同被点燃的星辰，传来阵阵灼热与轻盈之感。他整个人沉浸在这奇妙的顿悟中，忘记了时间流逝。不知过了多久，沈星河豁然睁开双眼，眸中仿佛有北斗七星的光影一闪而逝，锐利如电，一股难以言喻的轻盈感充盈全身。成了！他低喝一声，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这才是真正的七星步，速度、灵动、轨迹，远非昔日可比。哈哈，这下打不过我总能跑得掉了吧？
他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推开了药方那扇崭新的木门。清冷的夜风拂面而来，带着泥土和草木的气息。他站在药方前的小小空地上，深吸一口气，丹田灵力涌动，便要全力施展这脱胎换骨后的身法。七星为引气为桥，周天星抖入紫霄。意念刚起，口诀在心间流淌。他足尖微动，一股磅礴的星辰之力就要喷薄而出。就在那一刹那，他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不远处村庄里零星透出的昏黄灯火。沈星河的动作如同被冻结般瞬间僵住。该死！他暗骂一声，强行中断了灵力的运转。那即将爆发的星辰之力如同被强行按回深海的怒涛，在他经脉中一阵激荡，带来微微的刺痛感。他抬起的那只脚，脚尖处似乎还残留着一点即将易散的肉眼几乎看不见的星芒，在夜色中微弱的闪烁了一下，旋即不甘的熄灭。他缓缓收回脚步，心有余悸地望了一眼沉睡的村庄，低声自语：差点忘了，这里是凡人地界，这七星部的动静怕是藏不住啊。呼，好险！沈星河拍了拍胸口，心有余悸地环顾四周，确认无人察觉，这才彻底放松下来，脸上露出一丝无奈又庆幸的苦笑。看来这跑路的功夫也得挑地方练啊。小提示：蓝月国的凡人地带有禁制，只有没有修为的凡人可以入内，但也可隐藏修为。一般隐藏修为很容易被禁制检查出来，如果被禁制检查出来的话，那么此人就以后都不能进入蓝月国。所以很少人这样做。禁制之内有天轮镜修士坐镇，他监察禁制以内有没有混进来的修士。可蓝月国的坐镇者是一个沉迷喝酒的老头，很少履行这个责任。再加上系统买的道具，除非沈星河很张扬，不然都不会被发现。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苏烈的济世堂在这方议事声名鹊起，求诊者络绎不绝。然而伴随着赞誉而来的却是一股深藏在他心底日渐滋长的不安。药效好的有些过分了。他低头指腹无意识地摩挲着左手无名指上那枚奇特的戒指，戒指非金非玉，两条银白色的微型金属龙首尾相衔，盘旋环绕，龙身交汇处镶嵌着一枚幽蓝色的晶石，表面流转着若有似无的光晕，透着一股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科技感。奇怪，苏烈眉头微蹙，目光扫过药堂里一位刚被家人搀扶着离开，步履已渐轻快的病人背影，心中疑虑翻涌，分明是从同一个渠道进的药，以前需要2个疗程才能见起色的鼠疫，如今不到1个疗程就痊愈了。这些救命药都是他通过特殊渠道从那个漂亮国弄来的仿制药，是药物本身变异了，还是这个世界有什么东西在催化他？念头纷杂，却理不出头绪。算了，他甩甩头，将杂念暂时压下，脸上重新挂起职业化的温和笑容。车到山前必有路，先顾好眼前。苏烈，一个来自蓝星的穿越者，他的穿越之路远比寻常离奇拳赖手上这枚穿梭之剑。他本是医学院毕业及失业大军中的一员，简历石沉大海，前途一片灰暗。直到那个雨夜，这枚戒指如同命运的馈赠，或是诅咒，落入他手。当戒指冰冷的金属触感和奇异的蓝光唤醒了他脑海中关于其功能的信息时，一个大胆的计划就此成型。利用2个世界的资源差和信息差，再一试行医敛财，再回蓝星兑换成真金白银。短短半年，他就迅速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账户里的数字曾一度逼近8位数。财富的骤然膨胀也带来了心态的急速膨胀。豪车全款拿下，豪宅指日可待。至于女人，他嘴角勾起一丝玩味的笑。他的豪车每天晚上都会做上一个不同版本的不吃香菜，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那些风格迥异、不同版本精心包装的不吃香菜，夜夜笙歌，轻易地榨干了他的理智和钱包。如今他的存款只剩下2万。戒指的穿梭能力并非无限，每3天才能积蓄足够的能量进行一次往返。今天正是能量充盈、通道开启之日。送走最后一位病人，夕阳的余晖将药堂染上一层暖金色。苏烈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颈，目光投向角落那个巨大的药箱，各类抗生素、消炎药、基础针剂，消耗的比预想快得多。存货告罄，该进货了。他低声自语，眼神重新聚焦在戒指上。他走到药堂后间，确认四下无人，抬起左手，拇指精准地按压在戒指的蓝色晶石之上。冰冷的触感传来，晶石内部的幽蓝光芒瞬间大盛，流淌的蓝光沿着龙身纹路急速蔓延，将2条白龙映照得栩栩如生。一股无形的力场瞬间包裹住他，空间发出细微的嗡鸣与扭曲，眼前光影急速变换，如同坠入万花筒。熟悉的药草味瞬间被现代都市特有的混合着灰尘和汽车尾气的味道取代。下一秒，他已置身于蓝星那间狭小的房间内，身体被柔软的席梦思包裹，巨大的疲惫感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呼，
累死老子了。他瘫倒在床上，连动动手指的力气都仿佛被抽空，闭目养神片刻，才勉强摸过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解锁，他熟练地翻出一个加密号码，拨了过去。喂，詹姆斯·雷克多。苏烈的声音带着一丝长途跋涉后的沙哑，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熟稔。我要的东西备齐了吗？听筒里传来一个带着浓重口音、刻意压低的声音。苏先生，您要的货当然已经准备妥当，老规矩，随时恭候您的大驾。对方的语气带着几分谄媚。明天中午，苏烈言简意赅。老地方，别让我等。放心，苏先生，明天中午不见不散。电话挂断，苏烈将手机随意丢在一旁，沉重的眼皮再也支撑不住。先补个觉，养足精神再说。意识迅速沉入黑暗。翌日，刺眼的阳光透过梅拉严实的窗帘缝隙，像一把利剑扎在苏烈脸上。他烦躁地哼了一声，摸索着抓过手机，眯眼一看，靠，10点了。睡意瞬间被惊飞，他一个鲤鱼打挺，虽然动作有些狼狈，从床上弹起来。要迟到，那帮老外最讨厌不守时。一阵兵荒马乱的套上昂贵的休闲装，连脸都没顾上仔细洗。苏烈抓起装现金的背包，风一般冲出房门。交易地点是城市地图上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角落，一条狭窄、潮湿、堆满废弃杂物的小巷深处。阳光在这里吝啬地投下几道光斑。当苏烈气喘吁吁地赶到时，一眼便看到了目标——詹姆斯·雷克多，一个身材微胖、穿着不合时宜的皱巴巴西装外套的男人，顶着一头精心打理却仍显油腻的金发。他身旁倚着一位同样金发、身材火辣到堪称低头不见脚尖的女助理，浓妆艳抹，眼神带着职业性的淡漠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抱歉，詹姆斯。苏烈扶着膝盖，大口喘气。该死的早高峰，堵得水泄不通。詹姆斯·雷克多脸上堆起夸张的笑容，摆摆手，露出镶金的门牙。哦，亲爱的苏，没关系，一点小插曲，完全不影响我们愉快的合作。他朝女助理使了个眼色。女助理面无表情，动作利落地从脚边一个不起眼的黑色手提箱里取出一个密封严实的纸箱，递到苏烈面前。苏先生，您要的医疗用品请过目。女助理的声音冷冰冰的。苏烈接过箱子，掂量了一下重量，看都没看里面，直接塞进背包。不用点了，詹姆斯，我信得过你。他拉开背包拉链，从里面掏出一沓用牛皮筋捆扎好的崭新钞票，递了过去。女助理熟练地接过，指尖飞快地在钞票边缘划过，确认厚度无误，随即塞进自己随身的小包。两只手一只戴着劳力士，一只戴着金戒指，有力地握在了一起。合作愉快。詹姆斯的声音带着达成交易的满足。又寒暄了几句场面话，苏烈目送着詹姆斯和女助理的身影消失在巷口。他紧了紧背包带，快步返回出租屋。时间紧迫，他得尽快带着货穿越回去。然而就在他刚掏出戒指准备启动穿越程序时，嘟嘟嘟，一阵略显急促的敲门声突兀响起。苏烈动作一滞，眉头皱起。他疑惑地走到门边，透过猫眼向外望去。门外站着一个年轻女孩，她穿着清爽的 JK 制服，黑色丝袜包裹着纤细笔直的腿，青春气息扑面而来。此刻她正有些紧张地用手指卷着一缕垂落的发丝，脸颊泛着淡淡的红晕。苏烈认出来了，是他上一个出租屋的房东女儿小白。他拉开门，脸上瞬间挂起恰到好处的惊讶和熟络笑容。哟，小白，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小白看到苏烈，眼睛一亮，随即又有些局促地低下头，声音细若蚊啊。你怎么一声不吭就搬家了呀？我找了好久才打听到这里。他抬起水汪汪的眼睛，带着一丝委屈和期待。是不是要买新房，准备结婚了？最后几个字几乎轻不可闻。苏烈心中了然，脸上笑容不变，带着几分玩世不恭。嗨，买房子吗？男人总得有个窝不是？至于结婚，哈哈，早着呢，女朋友都没有，结什么婚？他刻意拖长了女朋友3个字的音调。小白听到这个答案，脸上的红晕瞬间加深，一直蔓延到耳根，眼中却闪过一丝明亮的光彩。他像是得到了某种许可，又像是害羞到了极点，飞快地说：那你先忙，我下次再来看你。话音未落，他已经像只受惊的小鹿，转身砰的一声带上门。楼道里传来他小跑着冲向电梯的脚步声。隔着门，苏烈仿佛都能想象到他此刻捂着滚烫脸颊的模样。苏烈脸上的笑容在门关上的瞬间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着审视和玩味的平静。他当然明白小白那点少女心思，干净纯粹，像清晨的露珠。然而现在的他刚尝到金钱和放纵的滋味，那颗心还像脱缰的野马，哪里愿意被轻易套上缰绳？
女朋友。他嗤笑一声，脑海中闪过夜店里那些风格迥异、不同版本精致玩偶般的不吃香菜们，他们带来的刺激和征服感，远非青涩的小白所能比拟。哼，现在还是算了吧。他追求的是无拘无束的烈焰游戏。他摇摇头，将无关的思绪抛开，重新举起那枚双龙缠绕的戒指。幽蓝的晶石在昏暗的室内闪烁着神秘而诱惑的光芒，拇指稳稳按下，准备再次开启通往异世的大门。清河镇祭祀堂。当苏烈的身影在堂内显现时，门外早已被求医的村民围得水泄不通。他深吸一口气，打开了医馆大门。接下来的几日，病人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更让苏烈隐隐感到不安的是，人群中出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那些本该被神药治愈的人，此刻又带着相似的病容回来了。他们眼神浑浊，面色灰败，咳嗽声此起彼伏，症状竟与之前的鼠疫极其相似。他压下心头的不安，只当是疗程需要延长，或是病情反复，依旧按照特效药的方案处理。3天后，清河镇边缘一处不起眼的农舍内，沈星河清点着面前几个不起眼的陶罐，嘴角噙着一丝冰冷而笃定的笑意。他眼中闪烁着运筹帷幄的金光。时间差不多了，他低声自语，声音在寂静的屋里显得格外清晰。算算日子，我那份大礼超级变异噬菌体该爆发了。他踱步到窗边，望着祭祀堂的方向。呵呵，哈哈。一阵低沉而压抑的笑声从他喉间溢出，充满了阴谋得逞的得意。天命之子，你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吧？这病毒不仅能高效杀死鼠疫杆菌，更能完美的潜伏在人体内，伪装成鼠疫的症状，甚至比鼠疫更像鼠疫。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苏烈从云端跌落深渊的景象。起初你的药效变好，那不过是病毒在帮你杀死了鼠疫细菌，让宿主在短时间内感觉好转。现在才是他们真正开始表演的时候。沈星河的笑容变得残忍而期待，我倒要看看你这尊被捧上神坛的苏神医是如何被人性按在地上摩擦，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在那之前，他转过身，目光投向小镇深处，我的演员们也该登场了。沈星河的身影融入黄昏的薄暮，径直走向王老五家。王老五家在这里算得上豪宅，土坯墙抹得平整，院子也宽敞些。他推门而入，一股混杂着草药和病气的浊味扑面而来。王老五蜷缩在炕上，盖着打满补丁的被子，听到动静，挣扎着想坐起来，蜡黄的脸上挤出勉强的笑容。沈老弟，你怎么来了？声音嘶哑，气若游丝。王叔，躺着别动。沈星河一个箭步上前，看似关切地按住王老五的肩膀，力道却不容抗拒地将他按回炕上。他的目光锐利地扫过王老五病态的脸，心中了然。王叔，你这是怎么了？病得如此重，难道祭祀堂的苏神医见死不救了？他刻意压低了声音，带着煽动性的疑问。唉，王老五重重叹了口气，眼神复杂，倒也不是不救，只是他那药不灵了，吃了跟没吃一样，人反而更难受了。他想起苏烈给的那些药剂和特殊的针灸，心中也升起怨气。竟有此事！沈星河故作震惊，随即脸上露出痛心疾首的表情。苏神医竟如此行事，王叔若信得过我，让我替你瞧瞧。他不由分说，三指已经搭上王老五枯瘦的手腕，装模作样的号脉，实则一丝微不可察的灵力已悄然探入，瞬间便诊断出这正是他精心投放的病毒在肆虐。片刻后，沈星河收回手，脸上带着悲天悯人的神情，从怀中郑重其事地掏出一个精致的玉瓶，倒出一粒散发着奇异清香的黑色药丸。王叔，此乃家传秘药，或可一试，你可愿信我一次？王老五看着那药丸，又看看沈星河真诚的脸，再想到之前收下的元宝和在药方干过的那些偷工减料的事，心中天人交战。这个大冤种，总不至于这时候害我吧？不吃，怕是熬不过去了。他心一横，接过药丸，囫囵吞了下去。就在药丸入喉的瞬间，沈星河掌心微不可察的一番，一股精纯的灵力悄无声息地注入王老五体内。这股灵力如同甘霖，迅速滋养着他被病毒侵蚀的身体，几乎是肉眼可见的。王老五脸上的灰败之气迅速褪去，蜡黄的皮肤透出了一点血色，浑浊的眼睛也恢复了神采。他猛地坐直身体，难以置信地活动着手脚，感觉那股沉重的病痛如同潮水般退去。神了，神了，神老爹！王老五激动地抓住沈星河的手臂，声音洪亮有力：“你这样简直就是仙丹啊！太神了！王叔言重了。”沈星河谦逊地摆摆手，随即话锋一转：“对了，您那几位老兄弟？”“对。”王老五一拍大腿，急道：“沈老弟，你这神药还有没有？我那6个兄弟也快不行了。”
我得去救他们。药自然还有。沈星河微微一笑，眼中金光闪烁。救人要紧，我陪王叔同去。两人匆匆出门。在沈星河神药和暗中灵力加持的双重作用下，王老五的6个兄弟同样在极短时间内奇迹般的康复了。屋子里7个不久前还奄奄一息的汉子，此刻生龙活虎，围着沈星河千恩万谢，就差跪地磕头了。沈星河坦然接受了他们的感激，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但眼底深处却是一片冰冷算计。他抬手示意众人安静。各位不必客气，悬壶济世，本是我辈本分。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让喧闹的屋子瞬间安静下来。只是各位想不想知道，害你们遭此大罪，差点丢了性命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王老五等人面面相觑，脸上露出惊疑。沈老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沈星河不答，慢条斯理地从袖中取出一个崭新的塑料注射器，在众人眼前晃了晃。你们去苏烈那里看病时，是不是都见过他用此物？他明知故问。这不是苏神医针灸用的家伙绳吗？一个汉子疑惑道。他一直都用这个，看着挺稀奇，但效果以前不是挺好的吗？效果？沈星河冷笑一声，将注射器举得更高，让所有人都能看清这罪证。你们看到的效果不过是假象，这根本就不是针灸。此物名为注射器，注入体内的药水根本不能根除你们的病，它只是暂时将病痛压制下去，过不了多久，病痛反扑，只会比之前更加凶猛。你们还有那些反复回去找他的病人，都成了他砧板上的肉，任他一遍遍收割。他用你们的病痛和恐惧铺就了他神医的名声，将你们当成韭菜割。你们说此等行径与谋财害命有何区别？这种人该不该死？这7人听到此番话呆住了，他们回想起自己反复发病的痛苦，想起苏烈日进斗金的排场，再看着沈星河手中那冰冷的曾带给他们短暂希望又带来更深绝望的注射器，一股被愚弄被剥削的滔天怒火瞬间点燃了他们的胸膛。恐惧被愤怒取代，感激化为仇恨。他妈的，原来是这样！王老五双目赤红，一拳狠狠砸在土墙上，震得灰尘簌簌落下。把我们当牲口一样耍，该杀，该千刀万剐。对，弄死他，不能放过这个黑心贼。沈星河满意地看着他们眼中燃烧的怒火，知道火候已到。他再次抬手压下喧哗，脸上换上一副悲天悯人、设身处地的神情。我知道，空口无凭，各位心中或许还有疑虑。他变戏法似的从怀中掏出7个黄澄澄、沉甸甸的小金元宝，托在掌心，金灿灿的光芒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我沈星河在此立誓，他声音铿锵有力，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若各位大哥服用了我的药，日后这鼠疫之症还复发一次，哪怕只有1次，这些元宝就全当是我沈星河对各位的补偿。说完，他毫不犹豫地将元宝一一分到7人手中。冰冷的、沉甸甸的黄金入手，那点微不足道的疑虑瞬间被贪婪和彻底的幸福碾得粉碎。王老五等人紧紧攥着元宝，脸上堆满了谄媚和感激涕零的笑容。之前的凶悍被一种更可怕的被利益驱动的狂热所取代。沈老弟，沈神医！王老五激动得语无伦次。我们哥几个打心眼里就信你，你才是真神医。你说，现在要我们做什么？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哥几个绝不含糊。对，沈神医，你一句话，我们都听你的。沈星河看着眼前这群被彻底点燃，又被他用金子收买的暴徒，嘴角勾起一丝冷酷的弧度。他需要的就是这把烧向苏烈的烈火，以及这些能替他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喉舌。好！沈星河猛地一挥手，指向济世堂的方向。我要救这清河镇所有被苏贼蒙骗、被他假药所害的无辜百姓。请各位带路。王老7人如同领了圣旨的先锋，簇拥着沈星河，如同瘟神过境般冲向下一个目标。他们成了沈星河最忠实、最卖力的传声筒和活广告。沈星河那套假药压制、反复收割的理论，被他们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传播开来。尤其是提到沈神医慷慨解囊，以黄金为担保时，他们的嗓门更是拔高了8度，唾沫横飞，生怕别人不知道这份天大的恩情。沈星河只需在他们身后适时地流露出悲悯的神情，或是在病人药到病除时恰到好处地展现一点神迹，暗中注入灵力，便足以将他的形象推上神坛。1个时辰，整整72户人家被他们说服，72颗被病痛折磨又被欺骗点燃的愤怒之心，此刻都燃烧着对苏烈的滔天恨意，以及对沈星河的顶礼膜拜。这份感恩戴德迅速转化成了行动的力量。有人抄起了劈柴的砍刀，有人扛起了打猎的土铳，有人拎着锄头、扁担。一支由愤怒、绝望和被煽动起来的狂热组成的队伍，在王老五等人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杀向济世堂。
此时的济世堂依旧被求医者挤得水泄不通，呻吟声、咳嗽声混杂一片。正在给一个孩子看诊的苏烈猛地抬头，当他看清门口那黑压压的人群，看清王老五等人脸上扭曲的仇恨，看清那些闪烁着寒光的刀枪时，他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危机感。看到人群中心，苏贼，拿命来！黑心庸医，害人不浅，打死他！一个满脸横肉的汉子怒吼着，挺起一杆磨得锃亮的长枪，分开人群，朝着堂内的苏烈凶狠地直刺而来。枪尖在昏暗的堂内闪烁着致命的寒光。苏烈瞳孔骤缩，千钧一发之际，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他甚至来不及思考沈星河如何识破，也来不及解释药效的异常。他唯一能倚仗的只有那枚戒指。他猛地抬起左手，拇指在戒指的蓝宝石上狠狠一按，动作快如闪电。就在那冰冷的枪尖即将触及他胸膛的瞬间，幽蓝的光芒骤然爆发，如同一个瞬间张开的保护罩，将他整个人完全吞没。光芒一闪即逝，噗！长枪刺了个空，狠狠扎进了苏烈刚才所占位置后的药柜上，木屑纷飞。济世堂内只剩下满地的狼藉、惊魂未定的人群，以及暴徒们不敢置信的怒吼。而那位苏神医消失在空气之中，只留下一个被长枪刺穿的药柜空洞。沈星河站在人群后方，脸上的得意和掌控一切的冷笑瞬间凝固。消失了。他死死盯着苏烈消失的地方，心脏狂跳，眼神中爆发出骇人的金光。果然，那戒指，他靠的就是手上那东西，凭空消失。穿梭两界，巨大的冲击让他一时间失语，但随即一股更加炽热、更加贪婪的火焰在他心底熊熊燃起。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这盘棋越来越精彩了，希望我们还能再见苏烈。济世堂前死寂只持续了一瞬，先前被苏烈救治过，目睹他消失的村民们压抑的怒火终于找到了另一个宣泄口。你们干什么？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率先颤巍巍地站出来，指着王老五那群人，浑浊的眼睛里喷着愤怒的火焰。苏神医悬壶济世，救了多少人性命，你们竟敢如此对他？对，凭什么这样对苏神医？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尖声附和，她怀里的孩子曾高烧不退，是苏烈一针救回来的，要不是苏神医，我家柱子早就……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忘恩负义，滚出村子！群情激愤，矛头瞬间从消失的苏烈转向了煽动攻击的沈星河和他身后的72人。王老五等人脸色发白，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有人甚至心虚地低下了头。王老五喉结滚动，想要辩解，我们也是被他……就在这时，一只沉稳的手重重地按在了王老五颤抖的肩膀上，是沈星河。他脸上不见丝毫慌乱，反而带着一种悲悯而坚定的神情。他目光扫过愤怒的人群，王叔，这次让我自己来。沈星河步履沉稳地走到旁边一块半人高的青石旁，各位父老乡亲，我知道你们敬爱苏神医，感念他的救治之恩，这份情谊，星河感同身受。他先肯定了众人的情绪，让紧绷的气氛略微缓和。但是他话锋陡然一转，声音陡然拔高，他的手臂猛地抬起，直指济世堂木屋。你们可知，你们所遭受的这场无妄之灾，这场几乎夺走你们性命、耗尽你们家财的瘟疫，其真正的源头就是这个苏烈。你胡说八道，放屁！苏神医是救命恩人，荒谬！沈星河厉声断喝，瞬间压下了所有质疑，简直愚蠢至极。你们扪心自问，好好想一想，他的声音极具煽动力，引导着所有人的思绪。你们可曾见过这世上哪一个大夫用药的方式与他一样？那些透明的琉璃瓶，冰冷的金属针头刺入你们的皮肉，这种治病方式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还有刚才沈星河指向苏烈消失之处，那凭空出现的刺眼蓝光，光散人消，这难道是寻常医术？这是妖法，是邪术，是只有修炼邪功的修士才有的手段。许多人脸上露出了惊疑不定的神色，窃窃私语声再次响起。对啊，那光一下子就没了，苏神医就不见了。修士，难道是？沈星河将众人的反应尽收眼底，嘴角勾起一丝微不可察的转瞬即逝的冷笑。他知道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实不相瞒，他换上一副沉重而坦诚的语气，他正是利用那邪门的灵力，将无形的意毒种入你们体内，让你们患病再假意施救，目的就是让你们对他感恩戴德，源源不断的收割你们的血汗钱，更重要的是收割你们虔诚的信仰之力，此乃邪修提升修为的歹毒捷径。可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一个清朗而带着明显质疑的少年声音突然从人群中响起。说话的少年约莫15、16岁，身形挺拔如青松，站在人群中显得格外醒目。他面容清秀，
没有丝毫病态，此刻正毫不畏惧地直视着石上的沈星河，目光澄澈。莫非你和他是一伙的？或者你也是所谓的修士？沈星河的目光瞬间锁定了这个少年。哦，不全是蠢货，还有个小机灵鬼。他心中沈笑，面上却不动声色。就在他看向少年的刹那，一道冰冷毫无感情的机械音在他脑海中直接响起。检测到小气运之子，未成长，气运值2000点，目标气运值低于5000点，判定为可抹杀状态，宿主可直接击杀目标，夺取其气运。沈星河瞳孔深处掠过一丝极淡的幽光，他的神识瞬间扫过少年全身。怪不得气运之子雏形，百毒不侵，难怪我的病毒没感染他。呵，天赐的气运。一股贪婪的杀意在他心底悄然滋生，面上却愈发温和。放心，小东西，不用等太久，今晚就让你去陪你太奶。他面向少年，也面向所有村民，脸上浮现出崇敬与感慨交织的神情。问得好，这位小兄弟心思缜密，令人佩服。他先肯定了少年的质疑，化解了部分敌意。实不相瞒，沈星河的声音变得悠远而充满敬意。我家老祖正是一位云游四海的得道真仙，他老人家慈悲为怀，游历万界时曾亲眼目睹过此等邪修利用疫病收割凡人信仰，荼毒生灵的惨剧。他老人家也曾对我辈细细讲述过其中关窍。今日见到苏烈所用之手段，所引发之症状，竟与老祖所述惊人相似，再加上方才他遁走时的邪光，星河才敢断言此人必是邪修无疑。他深吸一口气，平复内心的激荡，随即脸上绽放出充满希望的光芒。但是各位父老乡亲不用慌，邪不胜正，我家老祖心怀慈悲，早已传下破解此等邪毒疫病的仙家灵药。他手腕一翻，一个温润的阳之玉瓶出现在掌心，此药名为破厄丸。沈星河高高举起玉瓶，我身边的这72位乡亲，他指向王老五等人，他们便是此药最好的明证。他们先前病入膏肓，命悬一线，正是服用了这破厄丸，才得以驱除邪毒，恢复康健。诸位若是不信，大可亲口问问他们。沈星河话音未落，王老五如同被按下了开关，猛地挺直了腰板，脸上洋溢着近乎狂热的感激和健康的光泽。他拍着胸脯，沈神医所言句句属实，我王老五对天发誓，吃了沈神医这仙药，我这身子骨立马就感觉暖洋洋的，力气也回来了，浑身轻松，跟没病过一样。他原地蹦跶了2下，动作夸张地展示着自己的活力。是啊是啊，沈神医就是活神仙，这药太灵了，吃下去就不咳了。苏烈那狗贼害我们，沈神医才是真神人。72人如同训练有素的合唱团，七嘴八舌，声情并茂地附和着，感激涕零的表情，夸张的动作，对沈星河的吹捧和对苏烈的咒骂交织在一起。他们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痊愈，更想证明沈星河的正确。亲耳听到了痊愈者们活生生的证词，再加上沈星河描绘的邪修阴谋论带来的巨大恐惧，以及苏烈诡异消失带来的不信任感，多重冲击之下，村民们心中放下了戒备，质疑和愤怒迅速被求生的渴望和对仙药的贪婪所取代。沈神医，求求您救救我们！沈神医，我家孩子快不行了，求您赐药，我们错怪您了，求您大人大量。人群如同潮水般涌向青石上的沈星河，伸出的手臂如同森林，眼中充满了哀求与希望。沈星河站在高处，脸上带着悲天悯人的微笑，开始将玉瓶中的破厄丸分发给那些最急切、呼喊声最大的村民。每一个得到药丸的人都如同获得了无价珍宝，千恩万谢，迫不及待地吞服下去。喧嚣和感激声中，只有那个清瘦挺拔的少年依旧站在原地，没有随波逐流。他紧抿着唇，眉头深锁。空间涟漪散去，苏烈踉跄一步，重新踩在了蓝星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短暂的眩晕过后，特么的一声压抑到极致的嘶吼从他喉咙深处迸发出来。那群忘恩负义的狗东西！他狠狠一拳砸在面前书桌上，砰哐啷，单薄的木板桌面应声凹陷，放在上面的水杯被震得跳起，滚落在地毯上，水渍迅速晕开一片深色。老子不救你们，你们早死了，还想要来干老子？还好我跑得快，不然就没了。他喘着粗气，声音因极致的愤怒而颤抖。他颓然跌坐在吱呀作响的椅子上，双手用力地搓了搓脸。钱得省着点花了，活下去，现在只有活下去最重要。沈星河刚刚将最后一份破厄丹分发出去，看着那些愚昧村民千恩万谢，将他奉若神明的背影，他脸上挂着微笑。叮，检测到关键人物苏烈声望发生剧烈反转，由敬仰大幅跌落至憎恨，天命之子苏烈气运值大幅削减，负4000点，宿主成功掠夺其流失气运值10%，即
加400点气运值。当前宿主总气运值1000点。温和的笑容瞬间凝固在沈星河脸上，随即化作一丝扭曲的嘲讽。两世为人的经历，他悟了。1000点，我费尽心机，机关算尽，踩着多少人的尸骨往上爬，才堪堪攒够1000点气运。而那少年生来便自带2000点气运值的天命骄子，他甚至不需要努力，世界便自动为他铺就金光大道。呵，果然，天道眷顾，真是好一个天道眷顾。我总期盼着成为人上人，听老板的话，每天不停熬夜工作，最终猝死。还好命运的玩笑不是很大，让我穿越到了这里，有再一次改命的机会。吃苦，不能成为人上人，只有吃人才可以。他缓缓吐出这几个字，这不再是抱怨，而是他为自己选择的通往力量巅峰的唯一铁则：吞噬他人的气运，掠夺他人的机缘，践踏他人的命运。夜死寂，村庄的灯火早已熄灭，只有惨白的月光流淌在狭窄的巷道里。沈星河的身影如同融入夜色的鬼魅，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一座还算体面的小院外。院门在他面前如同虚设，一步踏出，已至内视窗前。透过窗纸朦胧的缝隙，可以看到那个少年此刻正毫无防备地沉睡在简陋的床榻上，没有任何犹豫，甚至没有一丝多余的情绪波动。沈星河的手，一道银亮的寒光自他袖中无声划出，握在掌心，那是一柄造型古朴短剑。手臂抬起，划出一道简洁致命不带任何花哨的弧线。是一声微不可闻的轻响，如同裂帛。月光下，一道极细的血线在少年白皙的脖颈上悄然浮现，随即迅速扩大。熟睡中的身体甚至没有一丝挣扎，生命的气息如同被风吹熄的烛火，瞬间消散。叮！恭喜宿主成功击杀气运之子凌霄，掠夺其全部气运值，加2000点。当前宿主总气运值3000点。沈星河面无表情，甚至没有低头去看那具迅速失去温度的尸体。他左手随意抬起，掌心出现墨蓝渊海火，屈指一弹，墨蓝色的火苗轻飘飘地落在尸体上，没有剧烈的燃烧，没有冲天的火光，那诡异的火焰如同活物般蔓延开来，所过之处，血肉、骨骼、衣物，连一丝灰烬都未曾留下。整个过程安静的可怕，只有火焰燃烧时发出的极其细微的嘶嘶声，如同毒蛇的吐信。几息之间，床榻上已空无一物，仿佛那个生来气运加深的少年从未在这世间存在过。沈星河收剑，熄火，转身，推开房门，动作行云流水，眼神平静无波，甚至连眼皮都没有多眨一下。清冷的月光毫无保留地洒落在他身上，然而就在这光晕笼罩下，他的心湖深处似乎有一根极细微的弦被无形的指尖轻轻拨动了一下，一丝极淡、极快、几乎无法捕捉的涟漪转瞬即逝。他微微仰头，望向那轮高悬的默然注视着人间的孤月。成神道路，白骨铺就，既已选择，便当如此。翌日清晨，晨光熹微，薄雾如纱，沈星河的身影如晨雾的一缕青烟，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镇口那条蜿蜒的土路上。没有告别，没有留恋，甚至连一丝存在过的痕迹都吝于留下。唯一证明他曾驻足此地的，只有那间门扉紧闭的沈氏药方，在微凉的晨风中沉默伫立，像一个被遗忘的秘密。小镇比往日更加沉寂，街道空旷，人声稀落，只有几声零星的犬吠和炊烟袅袅升起，带着一种劫后余生般的小心翼翼的宁静。不多时，沈星河的身影已出现在城外一片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古木参天，枝叶蔽日，光线变得幽暗。他停下脚步，心念微动。叮！宿主已解除敛息千面至尊版，无形的气浪以他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卷起地上枯叶，打着旋儿飞舞。一直要憋着用灵力好难受啊！沈并指如剑，在虚空中轻轻一划，指尖灵力喷薄而出，凝而不散，瞬息间化作一道流光溢彩、宽逾3尺的灵力剑带。剑带通体流转着淡淡的银辉，边缘锐利实质，发出细微的嗡鸣，悬停在他脚边，散发出令人心悸的锋锐气息。沈星河足尖轻点，身形飘然踏上剑带。起！一声低喝，灵力剑带载着他，化作一道刺目的银色流光，直冲云霄。下方的密林迅速缩小，化作一片苍翠的绿毯。罡风烈烈，吹拂着他墨色的长发和衣袂。他负手而立，目光穿透云层，遥遥锁定了远方那座散发着浩瀚灵力波动的宏伟巨城——蓝月国修士主城天书城。相比于凡人区的森严壁垒和身份盘查，天书城则展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磅礴气象。巨大的城门完全敞开，没有卫兵盘查，只有无形的阵法光幕笼罩全城，对所有修士敞开怀抱。然而
这份自由之下，潜藏着更为森严的铁律蓝月律法。由天伦境大圆满的镇守使亲自坐镇，其威压笼罩全城，维持着此地的秩序。更有传闻，蓝月女皇麾下有一支令人闻风丧胆的净统血卫军，成员最低意识化刚劲修为，是悬在所有修士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沈星河收敛了几分外放的气势，随着人流踏入天书城。甫一入城，喧嚣的声浪便扑面而来，其繁华程度远超凡人区，却又带着迥异的风格。宽阔的街道有整块的青钢石铺就，两侧楼阁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灵气氤氲。空气中弥漫着灵草、丹药、符箓、法宝以及各种强大生灵的气息。黄阶上品赤灵果，淬体断骨，走过路过莫错过。祖传黄阶功法圣体诀，炼体大成，刀枪不入。速来抢购100年玄龟甲，炼制防御法宝的上佳材料。3阶妖兽内丹，价高者得。叫卖声此起彼伏，修士们或驻足挑选，或步履匆匆，形形色色，气息驳杂。沈星河信步其中，目光扫过琳琅满目的摊位，并未过多停留。忽地，一座气势恢宏、通体由白玉和某种暗金色金属构筑的建筑映入眼帘。建筑顶端，一面巨大的旗帜迎风招展，上书4个龙飞凤舞的古篆大字：梅烟拍卖行。拍卖行。沈星河心念一动，神识探入腰间的超级乾坤袋。灵石都给师尊了，现在没有多少灵石了，还好有100多朵千年混沌青莲，去拍卖换一点灵石用用吧。不再犹豫，沈星河整了整衣袍，迈步踏入这奢华之地。甫一进入，一股暖融的异香和奢靡的气息便将他包围。大厅内铺着厚实的灵兽绒毯，穹顶镶嵌着发光的明珠，柔和的光芒洒落。一个婀娜的身影立刻吸引了他的视线，那是一位身着亮红色高开叉旗袍的女子，丝绸面料紧裹着惊心动魄的曼妙曲线，裙叉开至腿根，行走间一截7双赛雪的修长玉腿若隐若现，引人无限遐想。纤细的不盈一握的腰肢被一条镶嵌着细碎灵钻的银色腰带紧紧束住，更显妖娆。她缓缓而行，姿态慵懒，像一只在阳光下舒展身体的火焰灵猫。最勾魂的是那双眼睛狭长上挑的桃花眼，眼波流转间仿佛蕴着一池春水，带着浑然天成的魅影。她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笑容，妩媚而不失分寸，目光扫过进来的男修，总能让人心头一荡然。当他的视线触及沈星河时，那抹职业化的妩媚瞬间凝固，随即化为一种更深的带着惊艳与原始吸引力的灼热。幻明或星体的魅惑之力，加上沈星河本就俊逸非凡的皮囊，就像最烈的春药，瞬间点燃了他心底沉寂的欲念。那是一种少妇对极品少年狼赤裸裸的带着占有欲的图谋。他摇曳生姿，径直向沈星河走来，每一步都仿佛踏在人心间上。红唇轻启，吐气如兰，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磁性。这位小郎君面生得很呢，是来寻宝还是有宝贝要托付我们拍卖啊？他刻意拉长了尾音，眼波黏腻地缠绕在沈星河脸上。沈星河心中暗赞，极品少妇啊，这身段啧，人间凶器。有 C 少妇风情果然致命，面上却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清澈笑容，回应道：这位漂亮姐姐，我是来拍卖点小东西的。漂亮姐姐。烟罗闻言，眼波更是柔得能滴出水来，心中欢喜几乎溢出眼角。他眼唇轻笑，花枝乱颤。小郎君嘴可真甜。姐姐，我叫烟罗，拍卖东西，那随我来吧，保管让你满意。烟罗引着沈星河穿过富丽堂皇的回廊，来到一间更为雅致奢华的净室门前。他轻轻推开门，做了个请的手势。门内又是一个令人窒息的角色。此女身着月白色真丝萧纱长裙，气质与烟罗的如火热情截然不同，宛如一泓静谧的清泉月光。容貌与烟罗有8、9分相似，显然是双生姐妹，但她的身姿更为丰腴饱满。这个是地，峰峦起伏处惊心动魄，将那袭清雅的月白长裙撑起了令人血脉奔张的弧度，如同熟透的大蜜桃，散发着无声的诱惑。他的目光在沈星河踏入的瞬间便牢牢锁定了他，眼神深邃而直接，带着审视猎物般的专注和一种毫不掩饰的近乎掠夺性的兴趣，仿佛一只优雅的雌豹在评估着眼前可口的点心。小郎君不必惊讶，他朱唇轻启，声音比烟罗更显清冷，却带着一种别样的磁性。我们是双生姐妹，她是烟罗，我是梅萧。他微微颔首示意，目光却未曾离开沈星河分毫。哦，沈星河恍然露出一个无害的微笑，梅萧姐姐好。他从容地在他对面的沉香木椅上落座，坦然迎上对方极具侵略性的目光。梅萧以秀眼唇发出一声低低的轻笑，眼波流转间媚态横生。呵呵，小郎君倒是胆色过人，不知想拍卖何物？他身体微微前倾，
一股淡淡的冷香袭来。沈星河心念电转，财不露白，3朵足矣。他手腕一翻，掌心中光华流转，3朵形态完美，通体笼罩着混沌氤氲之气，散发着古老清灵气息的莲花静静浮现，莲瓣晶莹剔透，脉络清晰可见，莲心处一点混沌光华缓缓旋转，浓郁到极致的生机与玄奥道韵弥漫开来，千年混沌青莲。沈星河平静道：什么？饶是见惯珍宝的梅萧此刻也失声惊呼，猛地从座椅上站起，一双美眸死死盯着那3朵莲花，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撼。这品相，这气息，竟真是千年份的混沌青莲。小郎君，你从何处得来这等神物？他声音都带着一丝颤抖，看向沈星河的目光充满了探究。沈星河笑容不变，轻轻摇头：这个，请恕小弟不便相告。梅萧瞬间意识到自己失态，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重新坐下，脸上恢复了职业化的笑容，只是眼底深处那份灼热更甚。是姐姐唐突了。他玉手一翻，取出一张材质特殊、触手温润、边缘镶嵌着密银纹路的赤红色卡片，卡片散发着一缕与他身上相似的冷香。此乃我梅烟拍卖行的赤黄贵宾卡，小郎君请收好。持此卡可享诸多便利，亦是此次拍卖的信物。他将卡片递过，沈星河接过卡片，指尖传来微凉细腻的触感和那缕冷香，他颔首致谢。梅小小心翼翼地接过那3朵混沌青莲，用特制的玉盒盛放，仔细封存。他沉吟片刻，郑重道：此等千年地阶灵植，罕见之物，以这3朵青莲的品相，起拍价定为7000上品灵石，小郎君意下如何？好，就依梅萧姐姐。沈星河爽快应下。交易达成，梅萧却并未立刻起身送客，他莲步轻移，带着一股香风，袅娜地走到沈星河面前。在沈星河略带讶异的目光中，他忽然俯下身，那张颠倒众生的绝色容颜近在咫尺，带着月华般的清冷和蜜桃般的诱惑。一根染着淡紫色扣丹，冰凉滑腻的玉指带着不容抗拒的意味，轻轻勾起沈星河的下巴。他的呼吸带着冷香，拂过沈星河的脸颊，红唇勾起一个魅惑众生的弧度，声音压得极低，如同情人的呢喃：小郎君，等姐姐的好消息。好。沈星河定了定神，努力维持着少年清澈的声线，目光却不由自主追随着那抹摇曳生姿的月白背影。我等姐姐的好消息。梅萧的身影消失在雕花木门外，雅间内还残留着她身上那股独特的冷香，混合着沉香木的气息，无端端搅动着空气。沈星河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那丝被撩拨起的涟漪，也起身向外走去。门外回廊，光影流转，他刚踏出一步，一抹亮丽的红遍如同早就算计好一般，精准地撞入他的视线。烟罗斜倚在廊柱旁，身姿慵懒，他看到沈星河出来，那双勾魂的桃花眼瞬间亮了起来，唇角勾起一抹笑容，款款迎上。小郎君声音甜腻的能拉出丝来，拍卖鉴宝可是个精细活儿，一时半刻可结束不了呢。干等着多无趣，要不要去拍卖大厅看看热闹？他凑近了些，一股暖融融的带着蜜糖般甜暖的香气取代了之前的冷香扑面而来。沈星河下意识地后退了小半步，拉开一点距离，摇头道：哦，不必了，我就在外面随便逛逛就好。他目光扫过回廊尽头通往喧嚣拍卖大厅的门，兴趣缺缺。逛逛。烟罗眼波流转，笑意更深，带着一丝狡黠和不易察觉的进攻性。他莲步轻移，竟又逼近一步，那傲人的双 C 几乎要贴上沈星河的手臂，柔软的触感隔着薄薄的衣料清晰地传递过来，带着惊人的弹性和热度。一个人逛多孤单呀。他扬起那张艳若桃李的脸，吐气如兰，声音压低，带着一种挠人心肝的魅惑。不如让姐姐陪你逛逛这外面的景致。他故意将身体又若有似无地向前蹭了一下。小郎君。沈星河只觉得半边身子都被那惊人的温软触感熨贴得有些僵硬，一股电流般的酥麻感顺着脊背窜上头皮。他强作镇定，清了清嗓子：可姐姐难道不用去拍卖会里帮忙吗？我一个人可以的。不用。烟罗答得飞快，笑容明媚，带着一丝得逞的狡黠。姐姐说了，让我好好招待你。那好吧。天书城的街道依旧繁华喧嚣，但此刻落在沈星河眼里，却仿佛隔着一层朦胧的纱。身边这位红衣尤物，如同一个行走的聚光灯，吸引着无数或惊艳、或贪婪、或嫉妒的目光，而他却恍若未觉，亦或是早已习惯，只将全部的注意力粘在了沈星河身上。烟罗的陪伴充满了刻意的肢体接触和挑逗，他走路时会不着痕迹的贴近，纤细的指尖如同顽皮的蝶翼，时不时无意地拂过沈星河的手背，带来一阵微痒的酥麻。当他指向路边某个新奇的摊位或建筑时，整个上半身几乎要倚靠过来，
那惊人的饱满曲线若有似无地擦过他的臂膀，柔软的双 C 的灼烧着他的神经。哎呀！行至一处人流稍稀的拱桥边，燕罗忽然娇呼一声，脚下一个不稳，整个人如同弱柳扶风般向沈星河怀中倒去。沈星河几乎是本能地伸手扶住他的腰肢，入手处纤细柔韧，带着惊人的热度，仿佛能透过薄薄的旗袍布料感受到底下肌肤的滑腻。他的身体轻盈地撞入他怀中，发间的暖香和颈窝处散发的甜腻气息瞬间将他笼罩，那惊心动魄的柔软更是结结实实地压在了他的胸膛上，带来一阵令人窒息的冲击。姐姐小心！沈星河稳住身形，扶在他腰间的手下意识地收紧了一瞬，又立刻松开，仿佛被烫到一般。燕罗顺势站稳，脸上飞起2朵红云，眼波流转间媚态横生，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惊魂未定和羞涩，手指却轻轻划过沈星河，拂过他的手臂。多亏了小郎君，不然姐姐可就摔惨了呢。那语气3分后怕，7分撩拨。沈星河暗自磨了磨后槽牙，这少妇绝对是故意的。为了缓解这几乎要擦枪走火的暧昧气氛，沈星河主动转移了话题，聊起了彼此的家境。燕罗脸上的明媚笑容渐渐淡去，染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和深深的疲惫。他倚在桥栏上，望着桥下流淌的泛着灵光的河水，声音低沉下来，带着一种苦涩。我家里啊，有个常年卧病在床的阿娘，灵芝不断，每日耗费不菲。还有个嗜赌如命的爹。他顿了顿，似乎在压抑着翻涌的情绪，指尖无意识地抠着桥栏上的雕花。他眼里只有那些冰冷的石头，梦想着一刀暴富，却从没给家里赚回过1文钱，反而像个填不满的无底洞，隔3差5就回来伸手要钱，不给就闹得街坊四邻都不得安宁。他转过头看向沈星河，那双总是媚意横生的桃花眼里盛满祈求被理解的脆弱。我和姐姐，我们俩在拍卖行挣的那点辛苦钱，大半都填进了阿娘的药罐子盒，那个无底洞里。有时候真的觉得好累好累。沈星河静静地听着，看着眼前这个前一秒还如同烈焰般灼灼逼人的女子，此刻却流露出如同雨中残荷般的脆弱。沈星河暗想，豪赌的爸，生病的妈，有点意思。路过一个售卖精致法器的摊位时，一只通体由冰晶灵玉雕琢而成，顶端镶嵌着一颗细小却璀璨的月华石的簪子，吸引了沈星河的目光。他停下脚步，几乎没有犹豫，指着那只簪子对摊主道：这个我要了。在燕罗惊讶的目光中，沈星河拿起簪子，并未多言，只是轻轻将其递到他面前。姐姐戴着，想必好看。燕罗怔怔地看着眼前这只散发着清冷月辉的玉簪，又抬头看向沈星河那双此刻显得格外认真的眼睛，那里面没有轻佻，没有算计，只有一片澄澈的怜惜。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感觉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最终他只是默默地小心翼翼地接过那只簪子，指尖微微颤抖，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混杂着酸涩，悄然漫过冰冷的心田。他没有立刻戴上，只是紧紧攥着那只簪子，仿佛攥着一点微弱的暖意。夕阳的余晖将天书城的飞檐染上了一层暖金色。两人沉默地走在返回梅烟拍卖行的路上，气氛不复之前的暧昧挑逗，多了一份沉甸甸的心照不宣的复杂。夕阳的最后一丝余晖彻底沉入天际，梅烟拍卖行华灯初上，将白玉楼隔映照得金碧辉煌。沈星河与燕罗沉默地踏入大厅，喧嚣已然散尽，只余下空旷的回音和尚未散尽的脂粉暖香梅小枣已在正厅等候。看到沈星河的身影，他清冷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真切的笑意，款款迎上。小郎君回来了。目光在沈星河和燕罗之间微妙地流转了一瞬，随即收敛。他葱白的玉指间捏着一枚样式古朴、镶嵌着细碎空间晶石的储物戒，托小郎君的福，那3朵混沌青莲拍出了意想不到的高价。梅萧将储物戒轻轻放在沈星河掌心，指尖若有似无地划过他的掌纹，带来一丝微凉的麻痒。扣除我们拍卖行1成佣金，共计45000上品灵石，请小郎君查验。他身体微微前倾，另一只手竟极其自然地抚上了沈星河结实的胸口，隔着衣料轻轻摩挲了一下，眼波流转间带着一丝挑逗的邀功意味。沈星河不动声色地接过那枚储物戒，神识一扫，多谢梅小姐姐费心。他颔首致谢，语气平静。交易完成，沈星河正欲转身离开这温柔乡，拍卖行厚重的大门却被人粗暴地推开。砰！两个身影裹挟着外面微凉的夜风和一股浓烈的酒气闯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个身材矮胖、满面油光的中年男子，稀疏的头发勉强梳拢在头顶，露出锃亮的脑门。他穿着华贵却俗气的锦袍，10根手指几乎戴满了镶嵌着各色宝石的金戒指，在灯光下晃得人眼花。一双浑浊的三角眼此刻正闪烁着毫不掩饰的贪婪和淫邪，死死缠在燕罗和梅萧玲珑有致的身体上。
他身后跟着一个同样张头鼠目、一脸谄媚的打手，此人正是天书城内有名的金玉坊赌十坊的坊主纪伯短。燕罗和梅萧在看到纪伯短的瞬间，脸上的血色唰的一下退得干干净净，如同见了腐肉的蛆虫，眼中充满了极致的厌恶和生理性的恶心。他们下意识地后退一步，几乎同时躲到了沈星河挺拔的身后。燕罗的手甚至紧紧抓住了沈星河腰侧的衣料，指尖因用力而发白。纪伯短的目光被两姐妹的动作吸引，这才注意到挡在他们身前的沈星河。他的眼睛在沈星河俊逸的脸上扫过，闪过一丝嫉妒和轻蔑，随即又粘回两姐妹身上，咧开一口被烟酒熏黄的板牙，喷吐着令人作呕的气息。嘿嘿，两位小娘子躲什么呀？他搓着手，舔着肚子，一步步逼近，目光在燕罗高耸的胸脯和梅萧纤细的腰肢上来回扫视，带着令人作呕的垂涎。来来来，快到哥哥怀里来，让哥哥好好疼疼你们，保管比在这拍卖行伺候人强100倍。恶心！燕罗柳眉倒竖，强忍着呕吐的欲望，厉声呵斥：纪伯短，带着你的人立刻给我滚出去！滚！纪伯短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发出一阵鸭子般的嘎嘎怪笑。他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2张泛黄的、边缘磨损严重的纸张，得意洋洋地在空中抖了抖，纸张发出哗啦的脆响滚。可以啊，只要你们把这2张生气的钱连本带利还清，老子立马滚蛋！生气！燕罗和梅萧如遭雷击，瞳孔骤然收缩，难以置信地盯着那2张薄薄的纸。梅萧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你怎么会有这个？哈哈，问得好！纪伯短得意地晃着脑袋，唾沫横飞。当然是你们那个视赌如命的好爹亲手输给我的。啧，连亲生女儿都舍得压上桌，真是个好爹啊！他贪婪的目光再次扫过两姐妹金黄的脸，2个翠体净的小美人儿，跟着老子吃香喝辣不好吗？何必在这儿抛头露面？放心，老子肯定把你们伺候得舒舒服服。话语中的淫邪之意毫不掩饰。你做梦！梅萧脸色煞白，却强撑着挺直脊背，声音冰冷刺骨：我们姐妹就算是死，也绝不会向你这种人屈服。说话间，两姐妹的手不约而同地紧紧抓住了沈星河的手臂。沈星河冷眼看着眼前这场闹剧，心中波澜不惊。他初来乍到，无意卷入这种麻烦。这2个女人虽然绝色，但终究只是翠体净，对他而言价值有限，不值得为了他们去得罪一个未知背景的人，哪怕对方只是个距离前妻的垃圾。他轻轻震动了一下手臂，试图摆脱那2双紧抓的手，准备抽身离开。求你！燕罗的声音带着哭腔，文瑞般在他身后响起，充满了无助的哀求和深切的恐惧。梅萧虽然没有出声，但抓着他手臂的手指却更加用力，指甲几乎要嵌进他的皮肉里，那双清冷的眸子里此刻也盈满了破碎的、令人心碎的哀求。沈星河脚步一顿，侧头瞥了一眼身后2张梨花带雨、充满绝望与哀求的绝美容颜，一丝极其微弱的、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波动掠过心湖。随即他冰冷的视线锁定了纪伯短，通窍镜中期的强横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开来。纪伯短那猥琐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肥胖的身体猛地一颤，踉跄着后退一步，眼中充满了惊骇。他身后的打手更是如坠冰窟，双腿筛糠般抖了起来。通窍镜，你想干什么？告诉你，他们俩现在就是老子的，有契约为证。别以为你是通窍镜就能在天书城乱来，这里有镇守使大人坐镇，你敢动手就是违反蓝月律法，死路一条。沈星河脸上露出一抹人畜无害的笑容，摊了摊手，语气轻松：季方主误会了，沈某并无意阻拦你带走他们。他指了指纪伯短手中的生气，只是这等重要的契约总得验明真伪吧，万一方主你拿2张假的来糊弄人呢？可否借沈某一关？纪伯短被沈星河突然转变的态度弄得一愣，随即心中狂喜，这小子怕了，看来镇守使的名头果然管用。他急于证明契约的真实性，也为了在美人面前显示自己的权威，想都没想，得意地将2张泛黄的纸递了过去。看清楚了，白纸黑字，还有那赌鬼的手印，货真价实。沈星河微笑着接过那2张承载着姐妹俩命运的薄纸，动作优雅从容。就在纸张落入他掌心的刹那，噗！墨兰渊海火从他掌心窜出，快得如同闪电，在纪伯短甚至还没来得及眨眼的瞬间，便已将那2张生气彻底吞没。没有剧烈的燃烧，没有冲天的火光，只有极其细微的嘶嘶声。纸张连同上面所有的文字、手印瞬间消融、气化，化作2缕几乎看不见的青烟，消散在空气中。整个过程不到一息。沈星河若无其事地收回手，掌心空空如也，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他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疑惑，左右看了看，
问道：“咦，季房主，你给我的那2张气呢？我怎么看不到了？”你，季伯短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指着沈星河空空如也的手，又惊又怒，气得浑身肥肉都在剧烈颤抖，一张油脸涨成了猪肝色。你个小王八蛋，你把它烧了！你竟敢烧了老子生气！你找死！他暴跳如雷，下意识的就想扑上去，但沈星河那通窍劲的修为瞬间让他发热的头脑清醒了大半。更让他恐惧的是，蓝月律法禁令天书城内严禁私斗，违者轻则废去修为，重则当场格杀。动手的念头被硬生生掐灭，季伯短憋屈的几乎要吐血，他只能指着沈星河，手直抖得如同风中落叶，声嘶力竭的吼道：“是你，就是你烧的，大家都看到了，你休想抵赖！”沈星河脸上的笑容更加无辜了，他慢悠悠地转过头，看向身后同样目瞪口呆，仿佛被施了定身术的烟罗和梅萧，语气温和地问道：“2位姐姐，你们刚才看到我烧什么东西了吗？”烟罗和梅萧瞬间从巨大的震惊和狂喜中回过神来，他们何等聪慧，立刻明白了沈星河的意思。2姐妹对视一眼，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我们什么也没看见。”声音清脆响亮，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激动和报复性的快意。沈星河满意的点点头，重新看向气得几乎要原地爆炸的季伯短，摊开双手，耸了耸肩，语气充满了无奈：“季房主，你看，这2位证人都说没看见，你可不能凭空污人清白啊！诬陷好人也是违反律法的哦。”你们！季伯短只觉得眼前发黑，一口老血堵在喉咙口，差点背过气去。他指着沈星河和2姐妹，手指哆嗦着，嘴唇翕动，却一个字也骂不出来。极致的愤怒和憋屈让他那张油腻的脸扭曲得如同恶鬼。最终，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刻骨的怨毒：“好得很，老子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撂下这句毫无底气的狠话，狼狈不堪地摔门而去。沉重的雕花木门在他身后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震得门框上的明珠都微微晃动。沈星河随意地在一张铺着锦缎的木椅上坐下，姿态慵懒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他抬眸，目光落在面前惊魂甫定的双生姐妹花身上。烟罗和梅萧依旧依偎在一起，脸色苍白，身体微微颤抖，看向沈星河的眼神充满了复杂难言的感激、依赖以及一丝深藏的不安。说罢，沈星河打破了沉默，声音平静无波，听不出喜怒。为什么选我？他的目光在2人之间逡巡，带着洞悉人心的锐利。姐妹俩对视一眼，似乎被这直白的问题问得一怔。她们悄然改变了称呼，声音竟带着一丝恭敬：“公子。”梅萧轻轻吸了口气，拉着依旧有些失神的烟罗，小心翼翼地挪到沈星河旁边的另一张椅子上坐下，只敢挨着半边，姿态恭敬而拘谨。因为梅萧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认命般的坦诚：“公子您很强，很强。”沈星河唇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指尖轻轻敲击着光滑的扶手：“我不过区区通窍中期，天书城内比我强的修士比比皆是，为何不找他们庇护？”他顿了顿，目光变得深邃：“是觉得他们要么图你们的身子，要么根本不屑于管这等闲事。”他话语中的直白和犀利，让烟罗和梅萧身体同时一僵。梅萧抿紧了唇，烟罗则下意识地避开了他的目光。沈星河身体微微前倾，强大的气场无声地压迫着2人，眼神带着一种近乎残酷的探究。所以，我就是你们权衡利弊后选中的那个替代品，一个看起来似乎有能力，又可能没那么麻烦的靠山。他轻笑一声，带着冰冷的嘲讽：“那你们就不怕？我其实也图你们的身子。”烟罗猛地抬起头，那双惯常魅意横生的桃花眼里，此刻却涌动着一股复杂情绪。他直视着沈星河的眼睛，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当然怕，但若公子想图，烟罗愿意。”梅萧也轻轻点了点头，清冷的眸子里是同样的默认。沈星河看着他们眼中那份沉重的愿意，心中那点被利用的不快反而消散了些许，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的玩味和一丝怜悯。他移开目光，转向窗外沉沉的夜色，语气似乎随意地岔开了话题：“算了，你娘呢？方才你说她卧病在床。”提到母亲，梅萧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尽了，她垂下眼帘，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下一片阴影，声音艰涩：“我们的娘亲已在1年前病逝了。”短短一句话，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哦。沈星河的目光敏锐地扫向烟罗，只见烟罗身体猛地一颤，头垂得更低，双手死死地绞在一起，指甲深深陷入掌心。梅萧深吸一口气：“娘亲患了重疾，缠绵病榻多年，为了给她续命，我们姐妹俩拼尽全力，
在拍卖行没日没夜的接活儿，只为赚取昂贵的药石灵石。日积月累，债台高筑，他的声音开始哽咽，带着刻骨的恨意。可是我们千辛万苦换来的救命灵石，却被那个赌鬼父亲以寻得神药仙方为名，尽数骗走。他拿着那些灵石，一头扎进了纪伯短的金玉坊，最后输得干干净净，一块灵石都没剩下。沈星河沉默地听着，目光落在烟罗剧烈颤抖的肩膀上。原来那所谓的要钱，竟是这样被挥霍一空的。然后呢？他的声音依旧平静，却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沉凝。然后，梅萧的眼泪终于控制不住地滚落下来，砸在月白色的裙摆上，晕开深色的水痕。他的声音破碎不堪，充满了无尽的自责和悔恨。娘亲的病情突然恶化，我们刚想借灵石，他就离我们而去了。烟罗再也忍不住，压抑的哭声在寂静的大厅里低低响起。两张绝美的容颜，此刻被泪水冲刷，写满了深入骨髓的悲伤和无助。那不再是精心修饰的魅惑，而是最原始的失去至亲的痛楚。沈星河沉默片刻，从怀中取出2块干净的素色锦帕，分别递到2人面前。他没有安慰，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用帕子胡乱地擦着眼泪，肩膀因哭泣而不断耸动。待哭声稍歇，他才缓缓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他们，望着窗外天疏成璀璨的万家灯火，声音听不出情绪。那么你们接下来打算如何？继续留在这煤烟拍卖行？烟罗和梅萧努力平复着呼吸，擦干脸上的泪痕，虽然眼睛依旧红肿，但眼神却渐渐变得坚定。他们相互搀扶着站起来，走到沈星河身后，对着他的背影盈盈拜了下去。公子焚毁生气，便是将我们姐妹从地狱边缘拉了回来，给了我们新生。梅萧的声音带着哭过后的沙哑，却异常清晰，此恩如同再造。我们姐妹愿追随公子左右，为奴为婢，侍奉终身，天涯海角绝无二心。烟罗也用力点头，眼中是同样的决绝。沈星河没有立刻回头，他背对着他们，无人看见他眼中一闪而过的复杂光芒，心中暗忖：呵，这反差，前一秒还是八面玲珑、勾魂摄魄的拍卖行少妇，下一秒就成了无依无靠、寻求庇护的孤女。算了，一丝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松动悄然浮现。他缓缓转过身，目光落在2张带着泪痕却写满坚毅的脸上，带着一丝审视和玩味。追随我，他指了指自己，你们确定跟着我未必比留在这天书城安稳？2人没有丝毫犹豫，异口同声，斩钉截铁，我们确定，誓死追随公子。沈星河沉默地看着他们，片刻后终于轻轻颔首。他再次转过身，望向窗外深邃的夜空，仿佛在自言自语。也罢，帮人帮到底。毕竟他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一人独行，有时确实有些无趣。系统，如果我不攻略蓝月女皇，会有什么惩罚？定，无强制惩罚，任务完成与否由宿主自行决定。若放弃，系统将根据宿主所处环境随机生成新的任务链。沈星河心中畅快大笑，如此甚好，那这蓝月女皇的支线，小爷我就不奉陪了。他迅速权衡利弊，烧了纪伯短的气书，等于彻底撕破脸。那秃头背后未必没人，而且天书城内竞斗，时刻被人盯着的感觉着实不爽。此地不宜久留，既然决定跟我走，沈星河转过身，语气变得果决。那你们就将这拍卖行处理掉吧。处理掉？烟罗和梅萧同时愣住了，脸上写满迷惑和不解。梅萧犹豫了一下，还是鼓起勇气问道：公子，为何要处理？我们只是此地分行的管事，这拍卖行并非我们的产业。沈星河微微一怔，不是你们的，那为何叫梅烟拍卖行？这名字与他们姐妹的名字如此契合，他一直以为是他们自己的产业。名字只是巧合。梅萧解释道，总行也叫梅烟拍卖行，遍布蓝月国乃至周边数国，我们只是被派驻在此地管理分行的小小管事，对总行的了解也极其有限。他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和疏离。沈星河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遍布数国，这么庞大的势力，这倒是出乎他的意料。算了，他很快将这些念头抛开，当务之急是离开，这些都不重要了。他不再解释，心念一动，超级乾坤袋袋口幽光一闪，一股无形的吸力瞬间笼罩了烟罗和梅萧。公子，两姐妹只觉一股柔和却无法抗拒的力量包裹住全身，眼前景象瞬间模糊，不由得惊呼出声。别抵抗！沈星河的声音传来，我将你们暂时收入乾坤袋内的小世界，此地不宜久留。纪伯短那秃驴吃了大亏，难保不会搬出他爹纪伯种乱编的
或是其他靠山来找麻烦，徒增事端。我带你们离开蓝月国，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失重感传来，烟罗和梅萧的身影化作2道流光，没入乾坤袋口，消失不见。在彻底消失前，他们似乎听到一声低低的带着无尽感激与歉意的叹息，如同微风拂过。给公子添麻烦了。将烟罗与梅萧收入超级乾坤袋的虚弥空间后，沈星河没有丝毫停留。他指尖灵力流转，脚下那流光溢彩的灵力剑带嗡鸣一声，载着他冲入天书城外的沉沉夜幕，向着远离蓝月国中心的方向疾驰而去。夜风呼啸，吹动他墨色的长发和衣袂。沈星河并未放松警惕，神识时刻扫视着四周的黑暗，捕捉着任何一丝异常的灵力波动或追踪的气息。与此同时，天书城金玉坊深处，坊主，你要我们留意的小子已不见踪影，应离开了天书城。废物，一群废物！季伯这头野猪在装饰奢华的厅堂内来回踱步，将名贵的灵玉摆件砸得粉碎。他油光锃亮的脑门上青筋暴跳，2个淬体境的剑臂，一个通窍中期的小白脸，就这么在老子眼皮底下跑了。他猛地停下脚步，对着旁边一个躬身势力管家模样的老者嘶吼道：老吴，立刻马上给我联系血牙，告诉他们老子出3倍价钱，让他们把最精锐的追魂7煞派出来。老子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特别是那个小杂种，我要把他抽筋扒皮，挫骨扬灰。是，方主。管家老吴心中一凛，不敢怠慢，立刻取出一枚传讯玉符，注入灵力。片刻后，玉符亮起猩红的光芒。不到半炷香的时间，7道鬼魅般的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金玉坊后门。他们清一色身着暗红色的贴身劲装，脸上覆盖着狰狞的恶鬼面具，只露出一双冰冷毫无感情的眼睛。周身散发的气息凝练而凶厉，赫然都是通窍境后期的修为。为首一人身材精悍，气息最为沉凝，对着纪伯短微微颔首。目标情报。纪伯短咬牙切齿地描述着沈星河的外貌特征和修为，尤其强调了那张很贱的脸和身边带着的2个绝色女子。记住，那小子很狡猾，务必小心，给我抓活的最好，老子要亲手炮制他。明白。7煞的行动迅捷，循着沈星河离城时留下的微弱气息和纪伯短提供的线索，分头向不同方向追踪。沈星河虽然谨慎，但血牙可追击速度快，加之他离开的时间尚短，很快便被其中一煞锁定了方位。沈星河正御剑穿行在一片荒芜的山岭上空，心中盘算着下一步的去向。突然，他强大的神识敏锐地捕捉到侧后方一道急速逼近的充满杀意的气息。咻！一道刺耳的破空声撕裂夜空，伴随着一声冰冷的厉喝：小子，站住，给老子停下！沈星河心中微凛，但脸上却不动声色。他操控剑带缓缓减速，最终悬停在空中，仿佛真的被喝止了一般。他侧过身，目光平静地看向来人。只见一个身材高瘦、身着暗红色绣有狰狞獠牙图案劲装的修士疾驰而至，脸上覆盖着恶鬼面具，只露出一双闪烁着残忍与贪婪光芒的眼睛，手中握着一柄闪烁着血光的弯刀。何事？沈星河语气平淡，那血牙修士目光在沈星河身上扫视，冷声问道：有没有看见一个长得很欠揍的小白脸，带着2个绝色女子经过？他似乎也觉得长得很贱这个雇主原话不太专业，临时改了口。沈星河心中冷笑，脸上却露出一副恍然大悟又带着点义愤填膺的表情。哦，你说那个贼眉鼠眼，一看就不是好人的家伙，带着2个哭哭啼啼的美人，我刚刚还看见了，往那边飞个贼快。他煞有介事地指向下方一片被浓重灰白色迷雾笼罩，散发着阴冷死寂气息的广袤森林。迷雾森林。血牙修士面具下的眉头微皱，我看他有这么好看的美人，然后我不服，跟他打了拼了1-2记，我打不过他啊。沈星河一脸懊恼和后怕，演技堪称精湛。那家伙，他手里有把地阶的鬼头大刀，煞气冲天，他就一刀差点把我这宝贝飞剑给劈碎了。地阶鬼头大刀。血牙修士面具后的呼吸明显一致，眼中贪婪的光芒大盛。地阶武器，那可是连元府境修士都垂涎的宝贝，若是能夺到手，他心中瞬间被巨大的利益充斥，警惕心不由得又降低了几分。不错，就在下面。沈星河信誓旦旦，指向迷雾森林的手又用力挥了挥。血牙修士盯着沈星河真诚又带着点怂包的脸，心中盘算：一个被地阶武器吓破胆的通窍中期不足为虑，当务之急是尽快抓住目标，夺取宝物。他身体看似随意地靠近沈星河，口中说道：哦，那他们具体往哪个方向去了？你指给我看。说话间，他抬起一只带着黑色皮套的手，
似乎想拍沈星河的肩膀以示友好。就在他手掌即将落下，心神也最为松懈的千钧一发之际，沈星河眼中寒光爆绽，一直隐在背后的左手早已蓄满九幽冥气的掌印，狠狠印向血牙修士毫无防备的肋下。噗！一声沉闷的爆响，血牙修士只觉得一股阴寒霸道，仿佛能冻结灵魂的恐怖力量瞬间透体而入，他身上的肋骨发出令人牙酸的断裂声，剧痛和冰冷的死亡感让他眼前一黑，一大口鲜血狂喷而出，染红了狰狞的恶鬼面具。你！他目眦欲裂，惊骇欲绝。然而沈星河根本不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一击得手，他右手早已并指如剑，流光破空剑发出一声清越的龙吟，瞬间击出。剑身之上，无数点璀璨如寒星的剑芒骤然亮起，彼此勾连，化作一道冰冷刺骨、切割虚空的月华劈裂。寒星逐月，死！冰冷的沙音响彻夜空。血牙修士毕竟是通窍后期，生死关头爆发出惊人的潜力。他强忍剧痛，怒吼一声，手中那柄血色弯刀爆发出刺目的红光，仓促间横挡在身前。当！金铁交鸣的巨响震耳欲聋，刺目的火星如同烟花般炸开。然而沈星河的流光破空剑本身品质就极高，配合地阶剑技的锋芒，岂是区区玄阶弯刀所能抵挡？仅仅僵持了不足半息，血色弯刀便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哀鸣，刀身之上裂纹密布，随即咔嚓一声断成两截。剑光于是未衰，如同死神的镰刀，精准无比地掠过血牙修士的脖颈，一颗戴着恶鬼面具的头颅冲天而起。沈星河收剑，动作干净利落，他看也不看那坠落的尸体，正欲继续赶路。突然，那具无头尸体腰带上悬挂的一枚刻画着滴血獠牙图案的黑色令牌，在主人死亡的瞬间，嗡的一声爆发出刺目的猩红血光，一道如同活物般的充满怨毒和不祥气息的血色气流无视空间距离，闪电般缠绕上沈星河的身体，瞬间没入他的衣袍，消失不见，只在皮肤上留下一个极其微小的如同针眼般的灼热印记。靠！定位血咒。沈星河脸色瞬间沉了下来，这下麻烦了。他神识扫过那枚碎裂的令牌，心念电转，一个通窍后期身上竟有这种高级的追踪血咒，这组织不简单，他们剩下的人必然能感应到这血咒的位置，甚至他们的首领很可能是元辅境甚至化刚境的老怪物。一股强烈的危机感瞬间攫住了他，以他现在的实力，对上元辅境初期或许能周旋一二，但若是化刚境，那绝对是十死无生。他目光如电，迅速扫向下方的迷雾森林，浓重的灰白雾气翻涌不息，森林深处隐约传来阵阵低沉而充满野性的兽吼，昭示着其中潜藏的无数凶险。一个大胆而疯狂的计划瞬间在沈星河脑海中成型，他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带着血腥味的弧度，他不再犹豫，驾驭剑带，毫不犹豫地一头扎进了那片充满死亡气息的迷雾森林之中。沈星河的身影鬼魅般穿行在这片死寂的森林之中，脚下步伐玄奥莫测，他口中低语，只觉变幻如莲。七星为引气为桥，周天星陡入紫霄，步踏北陡破三界，一走星河贯九霄。罡风护体星芒照，踏星逐月任逍遥。七星步。随着真言落下，沈星河脚下仿佛踏着无形的星辰轨迹，每一步落下，足底都隐现7点微不可察的银芒，与9天之上遥远的星力遥相呼应。他的身影瞬间模糊，速度快到极致，在盘根错节的古木和嶙峋怪石间留下道道肉眼难辨的残影，空气只余下淡淡的凌厉涟漪。步伐轻盈迅捷，无声无息，如同融入这片迷雾本身。他的神识在充满凶戾妖气的环境中仔细甄别。突然，他身形一凝，瞬间停在一株3人合抱的漆黑古树之后，气息收敛至近乎虚无，目光穿透稀薄的雾障，锁定在前方。那是一片被强行清理出的巨大空地，中央盘踞着一头令人望而生畏的恐怖存在。它形似一座移动的布满褶皱的暗紫色肉山，高度超过10丈，几乎与周围的巨树比肩庞大的身躯覆盖着厚重如岩石般的角质鳞甲，缝隙间流淌着粘稠的散发着恶臭的墨绿色浓液。数十根粗壮如巨蟒长满吸盘和骨刺的触手从肉山各处伸出，无意识地挥舞着，每一次扫过地面都留下深深的沟壑和腐蚀的痕迹。在肉山最顶端没有明显的头颅，只有一张不断开合布满螺旋状利齿的巨口，喷吐着灰绿色的毒物，正是目标魔兽幻塔。找到了！沈星河眼中金光一闪，心念电转。这巨妖对混沌青莲的气息有着近乎本能的贪婪，他毫不犹豫取出一朵品香烧刺但依旧散发着浓郁混沌清灵气息的千年混沌青莲，将超级乾坤袋放在其中，同时他双手掐动更为繁复玄奥的印诀，口中默诵：乾坤无极，
日月倒转，须弥芥紫，深入玄黄。一道微弱的空间波动闪过，沈星河瞬间消失在原地，只留下那朵散发着诱人清香的混沌青莲，静静地悬浮在离魔兽幻塔不远处的半空中。几乎在沈星河消失的同时，那魔兽幻塔猛地一颤，顶端那张巨口发出无声的嘶吼，数十根触手疯狂舞动，搅动的雾气翻腾。他对混沌青莲的气息极度敏感，没有任何犹豫，也无需寻找来源。一根最为粗壮的触手精准地卷住那朵青莲，瞬间缩回。那张布满螺旋利齿的巨口张开，直接将混沌青莲连同那根触手一起囫囵吞了下去，动作干脆利落，带着一种贪婪的满足感。就在魔兽幻塔吞噬青莲后不久，6道散发着凌厉杀气的暗红色身影，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循着那愈发清晰的血咒标记破开迷雾，降临在这片空地边缘。是这里，血咒源头就在此处。为首的血牙头目声音冰冷，手中一枚滴血疗牙令牌正散发着灼热的红光。然而当他们看清眼前的景象时，饶是这些见惯生死的冷血杀手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这是魔兽幻塔！一人失声惊呼。更让他们惊骇的是，此刻正弥漫着一股他们无比熟悉的气息，正是追踪目标的血气。那血气丝丝缕缕，正从他庞大的身躯内部散发出来。怎么回事？为什么血气会在这处生身上？另一名杀手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难道老六被他给吞了？不可能！血牙头目眼神锐利如刀，死死盯着魔兽幻塔。老六是通窍后期，就算不敌，临死前也必有激烈反抗。但这畜生身上除了他自身的妖气，只有目标血气的残留，更像是目标死后血气易散，被他吞噬吸收。他迅速做出判断，老六应该是被别人杀了。杀了老六之后，又被这魔兽幻塔吞了。老大，要不我们将这畜生给杀了吧，看看杀了老六的究竟是何人。蠢货！血牙头目厉声呵斥，忌惮地看着眼前的巨妖。这魔兽幻塔是化钢境大妖，皮糙肉厚，剧毒无比。我们6个通窍后期，在他面前就是送死，贸然动手那就是死。他强压下心中的愤怒和贪婪，当机立断，撤！立刻离开这鬼地方。6道血影不敢再多停留，带着满腔的不甘和深深的忌惮。超级乾坤袋内部自成一方小天地，灵气氤氲，奇花异草点缀其间，虽不如外界广阔，却也清幽雅致。沈星河盘膝坐于一片柔软的灵草地上，周身灵力流转，正全力压制和炼化那追踪血咒。那血咒如同活物，在他经脉中左冲右突，散发着阴冷怨毒的气息，极难驱除。烟罗和梅萧守在一旁，脸上写满了担忧。见沈星河缓缓睁开眼，气息稍平，烟罗立刻上前，声音带着关切：“公子，外面情况如何了？您还好吗？”“无妨。”沈星河声音略显疲惫，“暂时安全了，只需等我彻底炼化这凡人的血咒，便可继续赶路。”梅萧心思细腻，秀眉微蹙：“公子，是不是遇到季伯短派来的人了？”“不是季伯短本人。”沈星河摇头，“是戴着恶鬼面具，身着暗红劲装的修士，一人已被我斩杀，但临死前触发了这追踪血咒。”“血牙！”烟罗和梅萧同时惊呼，脸色微变。那是一个杀手组织，只认钱不认人，手段极其狠辣。季伯短竟然请了他们。沈星河眼神一冷：“你们可知这血牙的老巢所在？”两姐妹同时摇头。梅萧道：“他们行踪诡秘，据点更是绝密，我们姐妹只是听说过他们的凶名，对其内部一无所知罢了。”沈星河不再追问，重新闭上双眼，当务之急是解决这血咒。他再次沉入心神，调动体内磅礴的灵力，一点点消磨着那顽固的血气烙印。7天后，当最后一丝怨毒的血气在精纯的灵力冲刷下彻底湮灭时，沈星河长舒一口气，周身气息变得圆融通透。他豁然起身，眼中神光湛然。是时候出去了。他对着无形的空间壁障，双手再次掐诀，乾坤倒转，日月归位，开。空间微微扭曲，沈星河的身影瞬间消失。一片巨大蠕动的散发着强烈酸腐气息的暗红色肉壁空间，上下左右皆是不断收缩蠕动的血肉组织，粘稠的消化液在沟壑中流淌。这里赫然是魔兽幻塔的胃囊空间。沈星河眉头紧锁，居然被传送到这畜生肚子里了。他毫不迟疑，并指如剑，流光破空剑清越出鞘，剑身寒芒吞吐，他指尖划过剑脊，凝聚全身灵力，对着前方的肉壁狠狠一斩。嗡！一道凌厉无比的剑气呼啸而出。然而就在剑气即将斩中肉壁的瞬间，那看似柔软的血肉组织竟泛起一层诡异的暗紫色光膜。砰！剑气如同撞在弹性绝伦的橡胶上，
竟以更快的速度倒射而回。沈星河瞳孔一缩，身形横移数丈，显之又显得避开了自己的剑气。反弹！沈星河眼神凝重，他再次尝试挥出数道角度刁钻的剑气，结果无一例外，尽数被那层诡异的暗紫色光膜反弹回来。有意思！沈星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不再做无用功。他伸出食指，轻轻戳了戳那滑腻坚韧、充满弹性的肉壁。看来这种攻击效果不大，那就试试这个。他右手掌心向上，五指虚握，心念引动，噗！墨兰渊海火再次跃然而出。沈星河眼神一厉，双手虚爆火焰，磅礴的灵力疯狂注入。涨！墨蓝色的火焰如同被浇灌了燃料，瞬间暴涨，眨眼间便化作一朵直径丈许、缓缓旋转的墨兰渊。去！沈星河双手猛地向前一推，巨大的墨兰渊狠狠撞向前方的暗紫色光膜。嗤嗤嗤！刺耳的腐蚀声伴随着浓烈的焦臭白烟骤然响起。那层能反弹剑气的诡异光膜，在墨兰渊海火极致冰冷与灼魂的双重侵蚀下，迅速变得暗淡、扭曲，最终啵的一声彻底破碎。失去了光膜保护，坚韧的肉壁在墨兰渊海火的灼烧下，如同滚烫的烙铁按在黄油上，迅速变得焦黑、碳化。整个胃囊空间开始剧烈地、痛苦的痉挛抽搐，仿佛整个魔兽幻塔都在疯狂翻滚。就是现在！沈星河眼中寒光爆射，流光破空剑化作一道撕裂黑暗的银色闪电，带着他全身的力量，狠狠地斩向那被烧得焦黑脆弱的肉壁。撕拉！一声令人牙酸的撕裂声，一道丈许长的巨大豁口被硬生生展开，腥臭的液体和喷涌而出。沈星河身随剑走，化作一道流光，从那豁口中电射而出。外界迷雾森林深处，那头魔兽幻塔正发出惊天动地的痛苦嘶嚎，庞大的身躯疯狂扭动翻滚，将周围的巨树碾成齑粉，大地为之震颤。粘稠的墨绿色血液从他身体一侧的巨大伤口中喷溅。沈星河悬浮半空，眼神冰冷。流光破空剑再次扬起，一道凝聚了剑意的庞大剑气，精准无比地灌入那巨大的伤口之中。嗷！一声凄厉到极致的悲鸣响彻迷雾森林。魔兽幻塔庞大的身躯猛地一僵，随即如同被抽空了所有力气，轰然倒塌。暗紫色的身躯迅速崩解，化作一道浓郁的魔气，如同狼烟般冲天而起，最终缓缓消散在浓雾之中。沈星河看也不看那消散的魔气，更不理会可能被惊动的其他存在。就在魔兽幻塔庞大身躯崩解、滔天魔气冲天而散的刹那，一处终年被墨绿色毒瘴笼罩的幽暗山谷深处，一座由森森白骨垒砌而成的祭坛上，盘坐着一位形容枯槁的老者，他脸上布满流着浓液的暗紫色水泡，佝偻的脊背，食指指甲漆黑弯曲，长得如同鸟爪。一条通体碧绿、头生独角的毒蛇正缠绕在他枯瘦的脖颈上。突然间，老者紧闭的布满褶皱的眼皮猛地睁开，缠绕在他颈间的碧绿小蛇也骤然昂首，发出尖锐的嘶鸣。他枯槁的身体剧烈颤抖，一股暴虐气息轰然爆发，将祭坛周围的毒瘴都冲散开来。吼！是谁？是谁杀了我的塔儿？他脖颈上的碧绿小蛇身体瞬间膨胀数倍，化作一条水桶粗细、头生狰狞独角的碧鳞妖蟒，冰冷的树桶锁定某个方向，发出威胁的嘶嘶声。老者陆关王，这位以御史凶厉魔兽闻名的天伦境老怪，此刻已是目眦欲裂。魔兽幻塔不仅是他精心培育的强大战兽，更是他修炼某种秘法的关键容器。不管你是谁，老夫要你生不如死！陆关王血色的双瞳几乎要滴出血来，他枯爪般的双手掐动法诀，口中发出艰涩、扭曲、万鬼哭嚎般的咒语：九幽为引，万魂指路，速、圆、追、纵。最后一个音节落下，他干瘪的胸膛猛地鼓起，对着虚空喷出一口本命精血，血雾在空中凝而不散，化作一个诡异的血色符文，瞬间撕裂空间，消失不见。下一刻，陆关王的身影已然出现在迷雾森林的上空，那魔兽幻塔消散之地。他拄着一根扭曲、顶端镶嵌着骷髅头的惨白骨杖，无需细看，那空气中残留的冰冷而灼魂的独特气息。这是……陆关王先是一怔，随即脸上露出狂喜的笑容，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怪响。墨兰渊海火，竟然是墨兰渊海火！哈哈，笑声癫狂刺耳。老夫踏遍九幽，寻觅百年而不得的异火，竟然在一个杀了塔儿的小贼身上，真是天助我也！皇天不负苦心人。他血瞳立芒一闪，再次掐诀，魂印为凭，万灵引路，现踪。随着法诀催动，虚空中竟凭空浮现出一条由无数细密血色光点组成的轨迹，那轨迹延伸向远方，清晰地指向沈星河逃离的方向。哼，通窍境的小杂种，
你的命，连同那墨兰渊海火，老夫收下了。他枯爪轻轻拍了拍盘踞在脚下的碧鳞妖蟒那巨大的头颅。小优，该你表演了。嘶！那名为小优的妖蟒发出一声兴奋的嘶鸣，庞大的身躯猛地一弓，随即冲天而起。陆关王佝偻的身影稳稳立于蛇首之上，沿着那血色轨迹急追而去，速度之快，远超沈星河的御剑飞行。此刻的沈星河正盘算着下一步如何安置烟罗姐妹，然而一股威压袭来，他骇然回头，神识极限延展，一道碧绿色的妖异光芒正以恐怖的速度破空而来。天轮镜！沈星河瞳孔骤然缩，怎么可能这种级别的老怪物为何会亲自追杀我一个通窍境？生死关头，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剑身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璀璨银芒，速度再次飙升，疯狂跑路。立于蛇首的陆关王发出一阵戏谑狂笑，声浪滚滚，震得下方云层都在翻涌。逃吧，小虫子，尽情的逃吧，让老夫看看一个身怀墨兰渊海火的通窍小儿如何击杀化刚劲的塔尔的。他枯爪随意掐了个法诀，对着脚下的碧鳞妖蟒一点，去！妖蟒小幽猛地张开血盆大口，一股粘稠碧绿毒液如同高压水泡般喷射而出，毒液在空中散开，化作一片覆盖数十丈范围的死亡毒雨，向着前方亡命奔逃的沈星河当头照下。该死！沈星河脸色巨变，他驾驭飞剑，身形在空中做出各种不可思议的极限闪避动作，险之又险地从毒雨的空隙中穿梭而过，毒液擦着衣角飞过，将空气都腐蚀出缕缕青烟。如此惊心动魄的追逐持续了将近半个时辰，沈星河的心沉到了谷底，灵力在疯狂消耗，身后的死亡阴影却越来越近，这样下去迟早会被耗死。他扫了一下下面，只见一片广袤的布满了嶙峋怪石的石林出现在视野中。沈星河毫不犹豫，剑尖向下一压，整个人俯冲而下，瞬间没入那片巨大石林之中。一落地，他立刻施展七星步，足踏星钢，身影在密集的石柱间化作一道道难以捉摸的残影，试图借助复杂的地形隐匿身形，拖延时间。哼，雕虫小技！空中的陆关王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哼，陪你这小虫子玩玩，算是赐予你最后的怜悯。他枯瘦的右手缓缓抬起，对着下方混乱的石林五指虚握，在他掌心下方凝聚成一个暗紫色光球。陆爆！落！陆关王口中轻吐三字，屈指一弹，那小小的暗紫色光球坠落，在脱离他指尖的瞬间，光球迎风暴涨，无法形容的巨大压迫感降临。吼！求生的本能让他发出嘶吼，他拼尽全力将七星步催动到极限，险之又险地扑到一块高达数十丈的巨型岩石之后，蜷缩起身躯。天真，你以为你面对的是谁？老夫乃天伦大能陆关王。话音未落，那覆盖了整个山谷的灵力巨掌轰然拍落，轰隆隆，地动山摇，烟尘冲天，无数巨大的石柱粉碎，整个石林山谷在巨掌之下被硬生生抹平了数丈，形成一个巨大的边缘光滑的掌印深坑。沈星河藏身的那块巨岩在接触巨掌的瞬间便化为齑粉，沈星河试图用剑将其斩裂，用尽自身灵力向空中的大掌一挥，但这就像蚍蜉撼树一样，没有一点用。随后沈星河一口鲜血狂喷而出，噗！流光破空剑脱手飞出，斜插在不远处的碎石中，剑意一层。哼，倒也算有点天赋。陆关王的身影出现在深坑边缘，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沈星河，老夫没时间陪你玩了。他抬起枯槁的左脚，对着下方虚空轻轻一踏，嗡！一股远比之前更加纯粹、更加恐怖的事骤然降临。这不是灵力攻击，而是天伦静修士对一方天地的绝对掌控，是法则层面的碾压。啊！沈星河只觉一股无法抗拒、无法形容的浩瀚伟力轰然压落，他刚刚弓起的脊背瞬间被压垮，再次重重地趴回地面。他双手死死撑住地面，手背青筋暴起，试图对抗这股天地之威，脚下的岩石寸寸皲裂。妈的，早知道就不多管闲事了。还有，要是我乖乖留在宗门里多好啊！流光破空剑感应到主人的危机，发出阵阵哀鸣，剑身嗡鸣着想要飞回，却被那恐怖的是死死压制，动弹不得。为什么？因为你把我的爱宠魔兽幻塔给杀了。随后将沈星河扔蛇背上。小子，区区通窍中期，纵有墨兰渊海火傍身，又如何能灭杀我化刚劲的魔兽幻塔？境界的鸿沟，非是一火可轻易逾越。他手指不断敲击着骷髅古杖，发出令人牙酸的细微声响。墨兰渊海火！沈星河心头巨震，瞳孔猛然收缩。这老怪物是如何知晓的？他紧咬牙关，
选择了沉默。在这种级别的老怪物面前，任何辩解都可能成为破绽。不回答。陆官王血色的眼珠中闪过一丝残忍的兴致，嘴角咧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无妨，老夫有的是法子让你开口。正好，试试我的小可爱，拿你这小身板开开封。话音未落，他手中那根惨白的骷髅骨杖轻轻点在了沈星河的额心。嗡！毒虫沿着他的神经脉络疯狂蔓延，毒虫撕咬着他全身，那痛楚仿佛来自灵魂深处，啃噬着每一寸血肉，撕裂着每一缕意识。沈星河再也无法抑制，喉咙里爆发出凄厉的惨嚎，冷汗混合着血水瞬间浸透了他的衣衫，眼球布满血丝。前辈，天伦大能，如此折辱一个通窍小修，不觉得羞耻吗？油嘴滑舌。陆官王浑浊的眼中血光一闪，枯爪在空中随意一握。沈星河只觉得痛楚瞬间暴涨10倍，感觉灵魂都被撕成了碎片，惨嚎声陡然拔高。不知过了多久，陆官王才停止了施法，而沈星河也昏死过去。当沈星河再次睁开双眼时，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诡异洞府，洞壁呈现出一种病态的暗绿色，地面上散落着各种奇形怪状的骸骨，有些还沾连着未曾腐烂干净的血肉，空气中弥漫着剧毒的瘴气和浓烈的血腥味，令人作呕。几盏用人皮蒙制的灯笼散发着幽绿的光芒，映照的洞府更加阴森可怖。这时，一个身影从洞府深处幽暗的甬道中缓步走出来，人约莫27、8岁年纪，身穿一件绣着扭曲毒虫图案的墨绿色道袍，面容本算清俊，但嘴唇却呈现出一种中毒般的深紫黑色，眼窝深陷，瞳孔是诡异的树瞳。他对着陆冠王恭敬的躬身行礼，声音带着一种蛇类般的滑腻感：“恭迎父亲大人凯旋。”陆冠王随意应了一声，枯爪指向沈星河：“陆处血，把这小子带去万毒窟，用噬魂链锁好，他有大用。”是，父亲大人。陆处血那双树瞳扫过沈星河，上前毫不费力地提起沈星河，如同拎着一袋垃圾走向洞府更深处。沈星河被带到一个更加阴冷潮湿的洞穴，洞顶倒悬着无数闪烁着幽蓝灵光的毒石，地面是冰冷的黑曜石。陆处血粗暴地将沈星河拖到一个十字形架前，用几条闪烁着乌光、布满细密倒刺的黑色锁链将他的四肢和脖颈牢牢锁死。哼，小子！陆处血冰凉的手指划过沈星河满是血污的脸颊，好好享受这里的清静吧。剧毒和重伤让沈星河连动一根手指都无比困难，他尝试着调动体内残存的一丝灵力，试图挣脱锁链。然而那锁链上的倒刺仿佛能吞噬灵力，更有一股阴寒的力量不断侵入体内，加剧着他的痛苦和虚弱。尝试几次后，他便放弃了，无力地垂着头。妈的，感觉要死了。不知过了多久，甬道深处再次传来脚步声，陆官王和陆处血一同走了进来。陆处血恭敬地站在一旁，开口道：“父亲大人，我们前往蓝渊之海，是否须知会冥谷、血鸠、狮驼那3位前辈？毕竟……”陆官王冷哼一声，打断了他，告诉他们，让他们来分一杯羹吗？现在有了墨蓝渊海火，就不需要和他们合作。蓝渊之海的宝藏，尤其是那件传说中的九幽镇魂灵圣器，是老夫的囊中之物，谁也别想染指。他枯槁的脸上露出狂热的神色，只要得到它，九幽之地还有何处去不得？何人敢挡墨蓝渊海火？陆处血迷惑道。他顿了顿，似乎觉得说的太多，不耐地挥了挥手：“行了，你先出去候着，老夫要再检查一下这小子。”陆处血不敢多言，躬身退出了万毒窟。洞窟内只剩下陆官王和被锁住的沈星河。陆官王走到十字架前，枯爪抬起，食指接出一个充满邪异气息的法印。多一声低喝，他指尖猛地指向沈星河的心口，一道绿色灵力激射而出，瞬间没入沈星河体内。沈星河痛苦忍不住闷哼出声。就在这时，他右臂之上紫色的灵纹瞬间发出紫光，噗！墨蓝渊海火不受控制地从那紫色灵纹中喷涌而出。墨蓝渊海火，果然是他。陆官王枯爪毫不犹豫地抓向那跳跃的墨蓝火焰，试图强行将其剥离收服。然而那墨蓝渊海火仿佛拥有自己的意志，冰冷的火舌猛地一卷，竟将陆官王探来的枯爪灼烧得滋滋作响，冒起一缕青烟。一股深入骨髓的寒意和灼魂之痛瞬间传来。什么？陆官王吃痛缩手，惊骇地看着自己指尖焦黑的痕迹。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那墨蓝火焰在逼退他后并未继续肆虐，反而重新没入了沈星河手臂上的紫色灵纹之中，光芒也随之暗淡下去。这是怎么回事？
他不信邪，再次凝聚更强大的灵力，双手结印，对着沈星河的手臂狠狠印下。嗡！紫色灵纹再次光芒大盛，墨兰渊海火应激而发，再次将他的力量焚烧逼退。结果与之前如出一辙，那火焰仿佛已与那灵纹融为一体，根本无法被外力强行剥离。陆关王枯爪猛地抓住沈星河的手臂，双目死死盯着紫色灵纹。小子，告诉老夫，你这手臂上的灵纹究竟是什么鬼东西？从何而来？我不知道，从我记事起，他就在了，天生就有。陆关王眼神闪烁不定，充满了怀疑和惊疑。哼，世间岂有如此奇事？要不将这小子给杀了，然后再试试能不能收服墨兰渊海火。但他转念一想，要是将他杀了，墨兰渊海火不受控制的话，算了，还是不要杀他为好。他体内的墨兰渊海火是我提前开启蓝渊之海秘境的钥匙，若杀了他，火焰失控消散，老夫百年图谋变成泡影罢了。小子，算你命大，明日随老夫去一个地方。说罢，陆关王不再给沈星河任何反应的机会，他枯爪如电，指尖凝聚一点乌光，点向沈星河的眉心。沈星河只觉得一股阴冷的力量瞬间冲入识海，然后昏迷。沈星河在十字形架上悠悠转醒，浑身依旧剧痛难当。他下意识地尝试震动四肢，锁链立刻收紧，倒刺更深地嵌入皮肉，带来阵阵钻心的刺痛和麻痹。该死！沈星河心中暗骂。而后甬道深处传来脚步声，陆关王和陆处血镜直走了进来。陆关王双目扫过沈星河，枯爪随意一挥，一股无形的力量拂过，噬魂链咔嚓几声脆响，应声而断，滑落在地。同时，一股灵力涌入沈星河体内，迅速修复着他的所有伤势，竟让他的修为在瞬息间恢复了大半。沈星河身体一松，踉跄落地。恢复力量的第一时间，他眼中金光一闪，本能的就想催动七星步逃离这魔窟。然而陆关王那天沦境修为，将他所有反抗的念头都死死扼杀。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挣扎都是徒劳。小子，接下来去的地方，你要跟紧老夫，明白吗？沈星河深吸一口气，压下翻腾的恨意和恐惧。明白。哼！陆关王不再多言，转身走向洞府之外，巨大的碧鳞妖蟒小幽早已等候在毒瘴弥漫的谷口。陆关王佝偻的身形稳稳立于蛇首，陆处斜紧随其后站定。沈星河被一股无形的力量裹挟，落在蛇身中段。丧！碧鳞妖蟒发出一声兴奋的嘶鸣，庞大的身躯向着蓝渊之海而去。不知飞行了多久，下方原本贫瘠荒凉的大地逐渐被一片无边无际，呈现出蓝色的汪洋取代。这便是传说中的蓝渊之海。陆关王立于蛇首，枯爪紧握那惨白的骷髅骨杖，口中念念有词。骨杖顶端镶嵌的骷髅空洞的眼窝中骤然亮起2点幽绿鬼火。他对着下方平静的海面猛地一指，开！轰隆隆，蓝色海水如同被无形的利刃从中劈开，一道深不见底、宽逾100丈的巨大沟壑凭空出现。海水壁立千仞，露出下方深黑色的海床。在沟壑的尽头，一座庞大、古老、由某种不知名黑色巨石构筑而成的遗迹宫殿，静静地矗立在黑暗之中。宫殿大门紧闭，其上布满了斑驳的岁月痕迹和玄奥难明的符文。陆关王驱使妖蟒便要冲入那海渊隧道。陆关王找到开启蓝渊遗迹的法门，也不告知老朋友一声，未免太不够意思了吧？一个阴恻恻的声音突兀地响起，3道散发着丝毫不弱于陆关王的恐怖气息的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海渊入口的前方，恰好挡住了去路。左边一人，身形高瘦如同竹竿，全身笼罩在一件由无数惨白骨骸编织而成的狰狞骨甲之中，只露出一双燃烧着幽绿魂火的眼眶。他手持一柄巨大的白骨镰刀，周身死气缭绕，正是冥古老祖天伦境中期。中间一人，身着宽大的猩红血袍，面容隐藏在兜帽的阴影下，只露出尖锐的下巴和2片毫无血色的薄唇。他周身弥漫着浓郁到化不开的血腥味，无数细小的血色蝙蝠虚影在他身周飞舞尖笑，乃是血鹫上人天伦境前期。右边一人，体型最为庞大虚胖，皮肤呈现出一种尸斑斑的青灰色，正是狮驼老魔天伦境中期。陆关王吃独食可不太好哦。狮驼老魔发出狂笑，陆关王脸色瞬间变得铁青，血色的瞳孔急剧收缩。你们！他猛地意识到什么，豁然转头看向身后的陆处血。噗嗤，一声利器刺穿血肉的闷响骤然响起，一柄通体漆黑、缠绕着不祥紫芒、散发着恐怖锋锐气息的短刃从背后狠狠刺穿了陆关王的胸膛。出手的正是他身后的陆处血。一击得手，
陆处血脸上露出疯狂而怨毒的笑容，身形瞬间暴退，拉开距离。陆关王身体猛地一僵，难以置信地低头看着胸前透出的利刃，又猛地抬头，死死盯住远处狞笑的陆处血，眼中充满了极致的暴怒和一丝难以置信的悲哀。能跑路的好时机，沈星河反应快如用了闪，就在陆处血动手的瞬间，他毫不犹豫，七星步全力爆发，向着那海渊隧道尽头的遗迹大门亡命飞掠。老东西，认得吗？破魂笔，3位大人赐予的天阶魔兵，滋味如何？叛徒！陆关王口中溢出黑血，老夫待你不薄，传你毒功，与你地位，为何如此？待我不薄？真是天大的笑话！陆处血状若疯癫，指着自己身子发黑的嘴唇和那双非人的树瞳，传我毒功，是拿我当是要的毒人，而且每天用你那老巴雷特抽我脸，看看我现在的鬼样子，都是拜你所赐。老狗，今日便是你的死期。3位大人在此，你的命数已尽。冥谷老祖眼眶中的魂火跳跃了一下，指向沈星河快要接近遗迹大门的身影，对血鸠上人道：血鸠，那个应该就是陆处血所说的拥有墨兰渊海火的小子，你去追，不要让他跑了，这里有我们对付陆关王。哼，区区通窍小儿，手到擒来。血鸠上人猩红血袍一震，化作一道血影，朝着沈星河急追而去，速度之快远超沈星河的7星步。好，既然老夫注定得不到，那就将他彻底毁掉。陆关王发出一声凄厉到极致的狂笑，轰！一股无法形容的带着毁灭与疯狂气息的恐怖力量，以陆关王为中心轰然爆发。他自身化为剧毒的源头，万毒意境开。随着他歇斯底里的咆哮，整个海渊入口的空间被强行剥离出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无边无际、翻滚着七彩斑斓毒雾的恐怖领域。剧毒幻化的毒蛇、毒蝎、毒蟾蜍等无数毒物在雾中凝聚成形，发出无声的嘶鸣，空气都带着致命的腐蚀性。他竟不惜燃烧本命精元，强行将冥谷、狮驼连同近在咫尺的陆处血一同拉入了这同归于尽的绝杀领域。万毒迷雾，蚀骨销魂。陆关王七窍流血，状如疯魔，驱动着整个意境的剧毒力量，如同决堤的洪流，疯狂地卷向冥谷、狮驼和陆处血。妈的，这疯子要拼命了！冥谷老祖眼眶中的魂火剧烈摇曳，白骨镰刀爆发出惨白的光芒。联手，先宰了他！狮驼老魔发出沉闷的咆哮，身上腐肉触手疯狂舞动，散发出浓烈的尸腐瘴气。好，血鸠上人刚好也被意境边缘波及，不得不回身应对。只有沈星河不在万毒意境之中。沈星河的7星步快速来到遗迹之门，右门处正好有一个墨兰渊的形状拓印。沈星河右手一凝，将墨兰渊海火打入其中，大门轰然中开。当沈星河走进大门的那一刻，大门快速关闭。另一边3大天轮境强者不敢怠慢，同时展开了自己的意境对轰。冥谷意境黄泉古域，无数巨大的白骨从虚空中刺出，形成一片惨白的骨林，死气森森，万魂哀嚎。血鸠意境血海浮屠，滔天血浪凭空涌现，血浪中沉浮着无数狰狞的骷髅和挣扎的怨魂，腥风扑鼻。狮驼意境腐国降临，大地化为腐烂的泥沼，无数僵尸从中爬出。4种代表着死亡、剧毒、腐朽、血腥的恐怖意境，在这片被强行开辟的空间中对轰、碰撞、交织、湮灭。七彩毒雾、惨白骨林、滔天血浪、腐烂泥沼、疯狂地互相侵蚀吞噬。在这毁天灭地的意境对轰中心，修为最低的陆处血连惨叫都未能发出一声。他先是身体被剧毒侵蚀，瞬间腐烂流脓，接着被一道横扫而过的白骨镰刀虚影拦腰斩断，上半截残躯又被卷入血浪，被无数怨魂啃噬殆尽，最后一点残渣掉入腐国泥沼，淹没分解。形神俱灭，死得惨不忍睹。陆关王虽然疯狂，毕竟身受重创，又同时面对3大同阶强者的围攻，其中2人修为更胜于他。万毒意境在3大意境的联手绞杀下，迅速变得支离破碎，七彩毒雾被不断压缩驱散。噗！陆关王再次狂喷黑血，气息飞速萎靡下去。他浑浊的斜眼看向那遗迹大门的方向，沈星河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血鸠上人也向隧道追去。绝望，彻底的绝望啊！陆关王发出最后一声不甘到极致的咆哮，他的身体疯狂膨胀起来，体内残存的所有灵力、毒源，甚至生命本源，都在这一刻被点燃、压缩、引爆。冥谷大惊，不好，这老狗要自爆，快撤！狮驼老魔和血鸠上人也是脸色狂变，顾不上寻找沈星河，他们同时化作2道流光，亡命飞遁。轰！
能量风暴瞬间席卷了整个海渊入口，空间寸寸崩塌，被分开的海水壁障瞬间被蒸发湮灭。沈星河穿过了一层无形的能量水幕，身后的恐怖爆炸声、空间崩塌的嗡鸣以及天轮境强者陨落的毁灭气息瞬间被隔绝在外。眼前是另一个世界，死寂压抑的蓝渊之海仿佛只是一个幻影。遗迹内部充盈着柔和而神秘的紫色光晕，光源来自两侧无边无际的如同梦幻般晶莹剔透，流转着深邃的幽紫光华，散发出清冷纯净又带着一丝寂寥的灵气。它们无声摇曳，将整个庞大的遗迹空间映照得如同星河坠落，美得令人窒息，也静得让人心悸。空气中弥漫着墨兰渊特有的能净化灵魂的冷冽幽香，与之前经历的剧毒、血腥、腐朽形成极致反差。沈星河刚跑路完的紧绷神经，在这片静谧的紫光花海中竟不由自主地松弛了一丝。他深吸一口气，祭出流光破空剑，警惕地沿着花海中央一条由同样散发着微光的玉石铺就的小径前行，剑尖低垂，神识扫视着四周。小径蜿蜒向前，尽头似乎是一座横跨在花海之上的白玉拱桥。桥下并非流水，而是更加浓郁，如同液态紫霞般的墨兰渊灵气，在静静流淌桥的另一端被一片格外高大、花冠如伞盖般的墨兰渊植株所遮挡，看不清其后景象。沈星河踏上拱桥，足下玉石传来凹凸温润的触感。当他走过桥的最高点，拨开那片遮挡视线的巨大墨兰渊花叶时，一座通体由晶莹剔透、散发着寒气的冰棺静静地呈现在眼前。冰棺悬浮在一片由墨兰渊花瓣铺就的圆形平台上，棺盖澄澈透明，毫无瑕疵。沈星河的心跳不由自主慢了半拍，他屏住呼吸，缓缓走近。透过那无瑕的悬冰，棺内的一切清晰可见。一位女子静静地躺在其中，她身着一袭素白如雪的长裙，裙摆上点缀着冰晶纹路。她一头铺散在肩头的长发，色泽如雪。她的面容肌肤胜雪，眉如远山，鼻梁挺秀，唇色竟是淡淡的樱粉。即使闭着双眼陷入永恒的沉眠，那份端丽、威严与不容亵渎的神圣感依然扑面而来，仿佛九天之上统御万方的女帝偶然坠入了凡尘的梦境。好美，简直不似凡尘中人。随即一丝深深的惋惜涌上心头，如此绝代风华，为何会香消玉殒，沉睡于此？他的目光从女子绝美的容颜上移开，落在冰棺旁边那里，斜插着一柄古朴的长剑。剑身狭长，通体呈现一种内敛的暗银色，剑颚造型简约而大气，剑柄缠绕着不知名的暗金色丝线。最引人注目的是靠近剑颚的剑脊两侧，相思成结，心境不绝，诛仙有灵，咏诗其约，笔锋凌厉，却又透着一股刻骨铭心的悲怆与绝望的执着。沈星河忍不住伸出剑指，指尖轻轻拂过那冰冷的剑身。好剑，竟然是天剑！沈星河注意到了他手上似乎拿着什么，但是寒气刚好蒙住了。他走到冰棺一端，双手按在冰冷的棺盖上，深吸一口气，缓缓发力。嗡！棺盖比想象中更沉重，与棺体摩擦发出低沉的嗡鸣。随着棺盖的开启，一股更加精纯、更加冰寒的气息弥漫开来，其中还夹杂着那女子身上淡淡的冷香。棺内女子的面容更加清晰，那份沉睡的美丽近乎惊心动魄。沈星河的目光最终落在她交叠放置于小腹前的双手之上，她的双手白皙如玉，指节修长，而在那掌心之中静静托着一枚小巧玲珑的铃铛。那铃铛不过婴儿拳头大小，通体呈现出一种深邃内敛的暗金色。铃身并非光滑，而是布满了极其繁复的符文，这些符文在墨兰渊的紫光映照下闪烁着幽邃的光芒。灵蛇则是一颗浑圆剔透宝石，这难道便是陆官王所说的九幽镇魂铃？真有那么神吗？还说是圣器。沈星河伸手探向那枚暗金铃铛，想要将其取出。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铃铛的瞬间，叮铃一声极其轻微，沈星河的手瞬间禁锢停在半空，动弹不得。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他伸出的右手拇指仿佛被一股神秘力量操控，完全不受他自己控制的弯曲起来，然后精准地、轻柔地点在了冰棺中女子那淡阴色的唇瓣之上。紧接着，一股精纯的源自她气海丹田的灵力不受控制地顺着拇指源源不断地涌入女子口中。沈星河惊骇欲绝，想要抽回手指，却感觉拇指仿佛被磁石牢牢吸住，根本无法挣脱，只能眼睁睁看着灵力被疯狂抽取。嗡！冰棺内女子的睫毛极其细微地颤动了一下，沈星河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我靠，这他妈的不会是诈尸了吧？就在他惊疑不定之际，那双紧闭了不知多少岁月的眼眸缓缓睁开了。只是此刻，这双绝美的眼眸中
没有初醒的迷茫，也没有女帝应有的威严，而是充满了一种跨越了无尽时空的哀伤与难以置信的希冀。泪水从他的美眸中滚落，划过他苍白的脸颊。喂，你别这样啊！沈星河头皮发麻，语无伦次。我可没对你做什么。你虽然美得不像话，但我还不至于对一句一个刚醒的美女做什么不轨之事。误会，都是误会。这破铃铛搞的鬼！只见他愣在那里，完全没有听沈星河说的话。那双含泪的紫眸一瞬不瞬的痴痴地凝望着沈星河的脸庞，颤抖的极其轻微的声音从他唇间溢出：夫君，是你吗？话音未落，他那原本拖着铃铛的左手一把抓住了沈星河那只被吸住的手腕，力量之大，完全不像一个刚刚苏醒的柔弱女子。沈星河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传来，整个人天旋地转。啊！惊呼声中，他竟被女子硬生生地从关外拽进了冰棺之内。位置瞬间互换一，女子飘然悬于棺椁之上，而沈星河则被按在了冰冷彻骨的玄冰棺底。女子轻盈地落下，跪坐在沈星河腰腹之间。冰棺内部空间有限，两人身体几乎紧贴在一起。他那只松开铃铛的手带着难以抑制的颤抖，极其温柔抚上了沈星河的脸颊，紫眸中的泪水不断流出，声音哽咽：夫君，真的是你？喜儿好想你，好想你。叮，检测到当前目标女性为万古罕见的九窍玲珑体，蕴含无上玄机。宿主，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啊！此事不上，更待何时？结，攻略他，拿下他！本系统看好你哦！我靠，傻逼系统！沈星河在心底破口大骂：老子刚才被天轮镜追杀，被毒打的时候你装死，现在这种要命的艳福当头，你他妈蹦跃的比兔子还快！你是来帮我的，还是来坑我的？哎呀，宿主此言差矣，富贵险中求嘛。本系统这是精准把握时机提醒您一下，这位美女大佬可是法相镜哦，一个指头就能让你灰飞烟灭。您现在要是说错半句话，或者表情管理不到位，那您就可以提前去领盒饭了。勾栏听曲，连片尾曲都赶不上。再说了，这种级别的绝世美女投怀送抱，深情款款叫您夫君主动献吻，不正是宿主您日思夜想、心心念念的顶级福利吗？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沈星河被系统噎得一时语塞，感受着脸上那冰凉柔软的触感，看着近在咫尺、梨花带雨、美得惊心动魄的容颜，还有那双饱含深情与哀伤的紫眸，好像也不是不行。喜儿，我也好想你。这话出口，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羞耻，但生死关头，演技必须在线。悬于他上方的女子听到这声呼唤，紫眸一惊，她抚摸着沈星河脸颊的拇指，带着一丝微颤和不容置疑的意味，轻轻一下按在了他的唇上，阻止了他接下来的话语。嘘，他微微摇头，泪水依旧无声滑落，声音却带着一种令人心颤的魅惑与渴求。俯下身，阴唇凑近沈星河的耳边，温热的气息带着冰雪的冷香拂过他的耳廓，吐气如兰。别说话，吻我！你不是说想要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吗？夫君，现在喜儿就给你，我们努力生一个。沈星河大脑嗡的一声，这福利来得太突然，太猛烈了。他脑中瞬间闪过无数念头，这女帝认错人了，他夫君是谁？等他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认错人，会不会直接把自己挫骨扬灰？法相镜的怒火，想想就腿软。但是眼前这角色，这主动，这气氛，就在他的理智与本能激烈交锋之际，那带着冰雪冷香与无尽思念的阴唇，轻轻地附上了他微张的唇。冰棺内，他紧闭双眸，长睫颤动，仿佛要将万载孤寂与深情尽数倾注于这一吻之中的绝美容颜。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凝固。意乱情迷间，沈星河只觉身上一凉，女帝素手轻挥，两人身上的衣物如同被无形的力量分解。他随手拔下束发的玉簪，任由那如月光般的银白长发如同瀑布般倾泻而下。他紫眸含情俯视着身下的沈星河，嘴角勾起一抹颠倒众生的浅笑。冰棺之内，温度却在急剧升高。夫君，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柔软与紧致将他的理智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我想要女孩，像你一样美的。夫君，和雪儿想的一样呢。冰棺之内，春光旖旎，温度灼人。不知过去了几个时辰，轰！一声闷响，
承受了太多冲击的棺椁终于不堪重负，轰然碎裂。晶莹的冰晶如同星辰般四散飞溅，沈星河浑身汗湿，女帝却容光焕发，绝美的脸庞上带着满足后的慵懒红晕，紫眸中流转着惊人的神采。她玉手轻抬，一股精纯温和、浩瀚如海的灵力涌入沈星河体内，迅速滋养着他干涸的丹田，恢复着他的体力。随后，他下意识地带着无限温柔地轻轻抚摸着自己平坦光滑的小腹，仿佛在感受着新生命的可能。他像一只终于寻回归宿的倦鸟，依恋地将帅手埋进沈星河汗湿的胸膛，声音带着浓浓的鼻音和后怕：“夫君，喜儿还以为此生此世再也见不到你了。”沈星河感受着怀中温香软玉的依赖和那微微的颤抖，心中五味杂陈。他强压下巨大的负罪感和对未来的恐惧，模仿着夫君该有的温柔，伸手轻轻环抱住他光滑的脊背下巴，蹭了蹭他散发着幽香的银发。“傻雪儿，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他语气带着一丝刻意营造的迷茫和庆幸。只是我的记忆变得很模糊，很多东西都想不起来了。刚见到你的那一刻，靠近你时，我甚至恍惚了，差点忘记了我最爱的雪儿是什么模样。他的声音适时地带上了一丝后怕的哽咽。女帝抬起头，紫眸中泪光点点，却充满了理解与心疼。“夫君，雪儿现在也是，什么事都记不清了，就连我为何会在这冰棺中，也没有记忆，但唯独记得你，记得我的夫君。”叶晨抱着女帝的手臂瞬间僵硬了一瞬，原来他的夫君叫叶晨，一个能让法香镜女帝刻骨铭心的名字。那叶晨本人该是何等恐怖的存在，万一他没死，那我不得死翘翘了。沈星河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恐惧让他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没等沈星河想完，女帝缓缓开口：“夫君，你说你记忆模糊，那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呀？”沈星河心念电转，脸上却露出一副努力回忆的痛苦表情，随即又化作无比的坚定和深情。“这个，其实，在我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幅模糊的画面。每当深夜入梦，它便会出现，一片紫色的花海，一座冰棺，还有一个对我而言比生命还重要的人影。”他凝视着女帝的眼睛，声音低沉而充满力量。这个画面如同命运的指引，冥冥之中告诉我必须来到这里。无论前路有多少艰难险阻，无论遭遇多少阴谋诡计，生死追杀，我都不曾退缩，不曾放弃。因为他深吸一口气，将女帝搂得更紧。因为我相信，穿越无尽的时空和劫难，命运相遇的流星早已注定轨迹。我坚信这里一定有我最重要的人在等待。雪儿，我爱你。哦，宿主，本系统纵横万界，见识过无数厚颜无耻之徒，但像你这般能把谎言说得如此深情款款，感天动地的，实乃开天辟地头一分。本系统服了，彻底服了，五体投地，真想大几巴甩你脸上。闭嘴，再逼逼赖赖小心，我拿烟头烫你。沈星河在识海中对了回去。然而，这番精心编织、声情并茂的谎言，却精准地打开了女帝心中最柔软、最渴望的锁。当听到那3个字“我爱你”从夫君口中说出时，女帝娇躯猛地一颤，她抬起头，那双深邃神秘的紫眸中瞬间蓄满了晶莹的泪水，汹涌而出。她痴痴地望着沈星河：“夫君。”她哽咽着，声音破碎，却充满了无边的幸福与坚定，同样一字一句的回应：“我也爱你，永生永世，至死不渝。”她再次深深埋首于沈星河的颈窝，滚烫的泪水浸湿了他的皮肤。沈星河紧紧抱着她，他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了一条无法回头、谎言编织的绝路，脚下是万丈深渊，怀中是随时可能将他焚成灰烬的烈焰。丁，恭喜宿主与九窍灵龙体双修，阴阳混沌体发力修为突破元辅境，现奖励宿主通天代卡体验卡2天1张，解锁代打卡商城购买服务，商城定价：小代卡10万反派值，通天代卡20万反派值。服务说明：小代包赢不包 C， 通天代包赢包 C。 注：代打卡服务及临时赋予宿主当前世界位格下的最强战力。通天代服务期间，宿主神识可进行精细操控，小代则不行，小代仅确保胜利结果。通天代包赢包 C， 还能控制死法。夫君，怀中的女帝动了动，抬起头来，那双深邃神秘的紫眸此刻褪去了情欲的迷蒙，却盛满了初醒般的懵懂和对他全然的信任，就像出生的幼兽。这里好暗，雪儿想看看外面的天，看看外面的花，看看夫君生活过的世界。你带雪儿出去看看好不好？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刚睡醒的软糯鼻音。沈星河深吸一口气，模仿着夫君该有的宠溺，
伸手指尖轻轻拂过她光滑的银发，温柔地替她理了理鬓边散乱的发丝。好，雪儿。他的声音刻意放得低沉而温柔，夫君这就带你出去游山玩水，看遍这世间繁华。他努力让自己的笑容看起来真挚无邪。他扶着君未雪站起身，他的身体还有些绵软，自然地倚靠着他。沈星河握住了他微凉滑腻的柔体，那触感让他心头又是一跳。遗迹内部一片死寂，只有两人轻微的脚步声在空旷中回荡。到遗迹大门前，沈星河左手凝出墨兰渊海火。夫君，这是什么啊？好漂亮，像深海里的星星。君未雪偏着头，紫眸一眨不眨地盯着那簇幽蓝火焰。这叫墨兰渊海火，一种天地异火。我就是靠着它才感应到这里的呼唤，打开了这扇门，最终找到了我失落的至宝，我的雪儿。系统出现一个吐的表情，沈星河只是皱了皱眉头，没有理这个系统。君未雪闻言，紫眸漾起感动和幸福，用力回握了一下他的手，露出带着少女般的脸红微笑。沈星河将燃烧着墨兰渊海火的左手稳稳地按在石门中央那个火焰形状的拓印凹槽上。嗡，大门符文逐一亮起幽蓝色的光芒，沿着门扉的纹路急速流淌。轰，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沉重的石门缓缓向两侧洞开，久违的天光带着一股肃杀冰冷的气息。然而门外的景象却并非想象中的山明水秀，刺目的天光之后，映入眼帘的是黑压压的人群。三股泾渭分明的势力牢牢封锁了遗迹唯一的出口，他们显然已在此等候多时，空气中弥漫着毫不掩饰的贪婪、审视与浓烈的敌意。三大家族，九幽之地的顶级势力。左侧，九幽李家，清一色的玄黑道袍，气息森朗。为首的老者身材高瘦，面容枯槁，眼窝深陷，李家长老李玄英。其周身隐隐散发出的恐怖威压，赫然是法相境中期。他身后，一名面容冷峻、背负长剑的年轻人李易峰，华冈中期，紧紧锁定门内。右侧，九幽皇家，身着水蓝道袍，气息相对平和。为首的老者面容富态，脸上带着看似和煦却深不可测的笑容。皇家长老黄岩，法相境前期的修为同样不容小觑。他身后的年轻人黄启明，华冈中期，眼神灵动，带着世家子弟特有的倨傲，视线在门内逡巡。正中，九幽唐家，明黄道袍最为显眼，气势也最为霸道嚣张。为首的老者身材魁梧，须发皆张，不怒自威，一双虎目盯着沈星河。唐家长老唐振山，法相境中期。他身后，一名锦衣华服、面容带着明显淫邪之气的年轻人唐雨林，华冈前期，正百无聊赖地把玩着一枚玉佩。但当石门洞开，他的目光扫过沈星河身旁的女帝时，整个人瞬间僵住了。时间仿佛凝固了一瞬。嘶，几乎是同时，三声倒抽冷气的声音分别从李易峰、黄启明和唐雨林口中发出。唐雨林手中的玉佩啪嗒一声掉在地上，他浑然不觉，眼睛瞪得溜圆，嘴巴微张，喉咙里不受控制地发出呵呵的低响。天下间竟有如此尤物，这身段，这脸蛋，若是能压在身下。他眼中闪烁着赤裸裸的占有欲，仿佛已经看到了某些不堪的画面。李易峰虽性格冷峻，此刻眼神中也爆发出惊人的光芒，如同发现稀世珍宝的剑客，握着剑柄的手指微微收紧，低语道好。美，那是一种对极致造物的惊叹。黄启明眼中的倨傲也化作了惊艳，喃喃道：太美了，此女只应天上有。他甚至下意识地向前微微倾了倾身体。沈星河一惊，竟然是3个法相境，3个华冈境。他强自镇定，将军魏雪往自己身后拉了半步，用自己的身体尽可能挡住那些令人作呕的目光，同时朗声开口：诸位道友，齐聚于此，意欲何为？回应他的是3道几乎重叠在一起的厉合。交出九幽镇魂灵。声音中蕴含的法相威压，沈星河只觉得胸口一闷，但他依旧死死地挺直脊梁，将军魏雪护得更紧。沈星河面无表情，低喝一声：没有，元府境的蝼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沈星河话音刚落，一声充满不屑和暴力的怒喝便从唐家阵营炸响，正是那早已按捺不住的唐雨林。他早已被君未雪的角色撩拨得心痒难耐，又被沈星河这蝼蚁的语气彻底点燃了怒火。只见他眼中凶光一闪，根本不顾长辈在场，腰间长剑锵啷一声自动出鞘，化作一道凌厉无匹的金色剑芒，直刺沈星河咽喉。死吧！唐雨林脸上挂着残忍的快意，这一剑太快，太狠。法相境老祖们冷眼旁观，似乎默许了这种试探，或者说清理垃圾的行为。李易峰、黄启明眼中也闪过一丝漠然。沈星河瞳孔骤缩，
死亡的阴影瞬间笼罩。他体内的元辅净灵力疯狂运转，本能的就要祭出流光破空剑格挡。然而，一只柔弱无骨却蕴含着毁天灭地力量的手轻轻地搭在了他的手臂上，阻止了他拔剑的动作。弑君未雪，另一个御手随意的近乎慵懒地朝着袭来的剑光方向轻轻一挥袖，嗡，一股无形无质却又沛然墨玉的恐怖力量骤然爆发。那气势汹汹的金色剑芒在距离沈星和咽喉不足3尺之处，如同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叹息之墙。噗！无形的巨力毫不停滞，狠狠轰在唐雨林的胸膛。啊！唐雨林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嚎，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倒飞回去，喷了一口鲜血。砰！一声闷响，他重重地砸在唐振山脚边的地面上，又翻滚了好几圈才停下。死寂，绝对的死寂，真落可闻。只有唐雨林痛苦的呻吟和倒气声在空气中回荡。李玄英眼中的金光瞬间凝固，枯槁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凝重和忌惮。皇家老祖黄岩那和煦的笑容僵在脸上，眼神深处是浓浓的惊骇。李易峰、黄启明脸上的惊艳彻底被恐惧取代，而唐振山他须发几张，双目赤红，死死盯着君未雪，发出震耳欲聋、饱含惊怒与暴力的咆哮。法相中期好，很好，小贱人，你竟敢伤我唐家老祖长孙！他身上的明黄道袍无风自动，猎猎作响，脚下的地面寸寸皲裂。我不管你是哪路妖孽，今日老夫定要将你挫骨扬灰，让你受尽万般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指向沈星河，至于你这个蝼蚁，老夫要将你抽魂炼魄，吊在九幽城头，受万鬼噬心之苦，让你后悔来到这世上。被如此恶毒的辱骂和威胁，君未雪那双深邃的紫眸瞬间冷了下来，一股比唐振山更加冰冷、更加威严、更加浩瀚的恐怖气息开始在他周身弥漫。他玉手微抬，指尖幽光闪烁，一件蕴含着古老灵魂波动的铃铛旋起，正是九幽镇魂铃。而沈星河的右手食指和中指刚好夹住一张卡，九幽镇魂铃。3道声音暗响李玄英、黄岩、唐振山。唐振山脸上那狂暴的杀意和怨毒，在圣气气息的绝对压制下逐渐消融，取而代之的是深入骨髓的恐惧。身躯不受控制的猛然后退一步，那双燃烧着怒火的虎目，此刻只剩下惊惶和难以置信。而李玄英和黄岩这2位老谋深算的老狐狸，在最初的极致震撼之后，枯槁与富态的脸上同时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贪婪与狠戾。几乎在九幽镇魂灵显现的同一刹那，李玄英那深陷的眼窝中一丝几乎不可见的神识一闪而逝。黄岩宽大的袖袍之下，手指极其隐蔽地掐了一个法诀，无声无息间，2道蕴含着他们本源气息和此地坐标的隐秘神念，朝着各自家族最隐秘的祭坛或闭关境的激射而去。他们在摇人，面对圣气，每个老狐狸都想要，只有摇够更多的人，才能有更多的把握抢到这个九幽镇魂灵。阿扎的东西！君未雪冰冷彻骨的声音响起，他紫眸中只剩下睥睨众生的漠然与杀意，玉指如拈花，轻轻拂过悬浮的九幽镇魂灵。叮铃，一声清脆却仿佛能洞穿万古轮回的铃音响起，万魂绞杀临阵轮回。君未雪轻斥一声，紫眸锁定暴退的唐振山。那九幽镇魂灵骤然光华大放，灵身之上，无数玄奥繁复的符文流转组合。嗡！一幅庞大、浩瀚、散发着无尽沧桑与悲怆气息的画卷，骤然在唐振山头顶的虚空中展开。那并非普通画卷，而是由纯粹的灵魂法则与轮回之力交织而成的十世轮回图。图中光影流转，映照出唐振山过去生生世世的片段，无数扭曲、痛苦、哀嚎的魂影从中咆哮着涌出。他们并非虚幻，而是被圣气从轮回长河中强行攫取凝聚的业力魂像，密密麻麻，遮天蔽日，带着对生者刻骨的怨毒和撕裂一切的疯狂，化作一股毁灭性的魂潮洪流，朝着唐振山汹涌扑去。所过之处，空间都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啊！阴阳轮转，八卦护体。唐振山亡魂皆冒，嘶声怒吼，他双掌疯狂旋动，在身前凝聚出一面巨大无比、急速旋转的阴阳八卦图。黑白二气流转，轰隆，魂潮洪流狠狠撞在八卦图上，刺耳的摩擦声、魂灵的尖笑声、灵力崩碎的爆鸣声混杂在一起。黑白二气明灭不定，巨大的八卦图剧烈震颤，像是想要破碎。噗！唐振山如遭到电棒电击一样，脸色瞬间煞白如纸，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那鲜血竟带着丝丝缕缕的灰败死气。他整个人向后倒飞，勉强稳住身形时，已是气息萎靡，胸口剧烈起伏。他猛地扭头看向袖手旁观的李玄英和黄岩，嘶吼道：“
李玄英、黄岩，你们两个老匹夫，还不快来助我？难道要等他各个击破吗？然而，回应他的是两张写满虚伪与算计的老脸。李玄英枯槁的脸上挤出一丝僵硬的笑意，声音干涩：“堂兄此言差矣，这位仙子与你唐家的恩怨，我李家不便插手。”黄岩更是笑更得欢，连连摆手：“是啊，是啊，堂兄冤有头债有主，这位姑娘风华绝代，与我黄家素无仇怨，我们岂能仗势欺人，以多欺少呢？姑娘请自便，我黄家绝不干涉。”他一副义正辞严的模样，仿佛刚才暗中摇人的不是他。你们这两条背信弃义的老狗！唐振山气得浑身发抖，目眦欲裂，恨不得生啖其肉。聒噪！君未雪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不耐。他看都没看理，黄二人紫眸锁定因愤怒和伤势而气息不稳的唐振山。这一次，他玉手轻抬，拇指与中指优雅地贴合在一起，轻轻放在自己如花瓣般娇嫩的唇边。他缓缓闭上那双深邃的紫眸，在睁开时，阴唇微起，魂朝九幽归位。嗡！以镇魂铃为中心，一股黑色魂力波纹轰然扩散，一股恐怖到无法抗拒的吸力瞬间生成，牢牢锁定了唐振山的魂香本源。不！唐振山发出绝望的嘶吼，他感受到了灵魂被剥离，他疯狂燃烧精血，试图撕裂空间遁逃，身形化作一道模糊的残影。然而在圣气九幽镇魂灵的绝对锁定下，一切挣扎都是徒劳。那黑色魂力波纹瞬间追上了他逃遁的残影，化为无形的巨手，狠狠一握。噗嗤！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只有一声如同气泡破裂般的轻响。唐振山逃遁的身影骤然僵在半空。下一刻，他的身体连同他体内疯狂燃烧的法香、精血乃至灵魂本源迅速的消融分解，化作最精纯最本源的一缕幽暗魂力，被那扩散的黑色波纹贪婪的吸收吞噬，最终会流回九幽镇魂灵之中。唐振山形神俱灭，连一丝尘埃都未曾留下。寂静，比之前更加死寂的寂静。李玄英和黄岩脸上的虚伪笑容彻底将死，身体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李易峰和黄启明更是面无人色，双腿发软，几乎站立不住，秒杀，绝对的碾压式的秒杀，盛气之威，恐怖如斯。然而施展了这惊天动地两击的君未雪，绝美的脸庞上瞬间失去了所有血色，变得苍白。她娇躯微微一晃，黛眉紧蹙，下意识地抬起玉手，用力地揉按着自己的太阳穴。道心有点不稳，那双深邃的紫眸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和眩晕。一声细微的带着痛苦的闷哼从他唇间溢出，强行催动尚未完全契合的圣气，尤其是九幽归位这种大神通，对他刚刚苏醒记忆不全的身体和神魂造成了巨大的负荷。他脚下的虚空仿佛都变得不稳，身形微微踉跄了一下，竟有从空中坠落的趋势。雪儿，沈星河看得真切，心中猛地一揪，他下意识的就要冲过去扶住他。想过去问过我们了吗？李易峰与黄启明一左一右瞬间挡住了沈星河的去路。李易峰长剑斜指，剑气森寒，黄启明手中折扇展开，扇骨闪烁着锋利的寒芒。就在沈星河被阻的同一刹那，两道比鬼魅更快更阴险的身影如同早已计算好时机，瞬间出现在了君未雪身后的虚空之中。正是李玄英和黄岩。给我死！李玄英脸上满是狰狞，手掌凝聚着浓郁到化不开的玄阴死气，直打君未雪后心。盛气当归有缘人，姑娘安心去吧。肥胖的手掌却爆发出的恐怖掌力，狠狠拍向君未雪毫无防备的后背。噗！君未雪甚至来不及完全转身，两道法相近修为的全力一击，结结实实地轰在了他的背上。鲜血猛地从他口中喷溅而出，染红了身前飘落的银发和冰冷的空气。他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紫眸中的神采瞬间暗淡下去，手中的九幽镇魂灵光华瞬间熄灭，变得暗淡无光。他整个人无力地从空中坠落。目睹这一切的沈星河目眦欲裂，愤怒和杀意暴起，给我滚开！而就在这声怒吼响彻天际的同一瞬间，通天代卡的解开符文亮起。通天代卡2天体验卡解开，位格加载中，加载完毕。恭喜宿主沈星河，此刻即为下界位面至高神，请宿主尽情享受这掌控一切、裁决生死的杀戮盛宴吧。沈星河眼中最后一丝属于凡人的情绪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俯瞰诸天、漠视轮回的绝对神性。这九幽柱定会重新洗牌。沈星河抬起右手，拇指与中指轻轻一搓，啪！一个清脆的响指
这声音不大，却拥有法则神力。吼昂！海水骤然沸腾，万丈狂澜冲天而起。在震彻九霄的龙吟声中，一条通体覆盖着月华般皎洁鳞片白色巨龙破开怒海，腾空出世。白龙的速度超越了空间，它庞大的身躯只是一个模糊的闪动，巨大的龙手已然出现在君魏雪身下，稳稳地拖住了君魏雪下坠的娇躯君。魏雪无力地侧卧在冰冷的龙鳞之上，银发散乱，紫眸紧闭，气息微弱。沈星河的目光甚至没有在救下君魏雪的白龙上多停留一秒，他向前，在虚空中轻轻踏出了第一步。嘣！一股下界至高神的恐怖威压，以他落足点为中心，轰然爆发。扑通，扑通，扑通！下方无论是法相境的李玄英、黄岩，还是华刚境的李易峰、黄启明，甚至是那些远远跟随的家族护卫，所有人双膝瞬间粉碎，身体不受控制地重重地跪砸在冰冷坚硬的地面或碎裂的冰晶之上。啊！噗！惨叫声、闷哼声、喷血声瞬间连成一片。修为稍弱的护卫直接被这第一步威压碾成了肉泥。沈星河面无表情，又踏出了第二步。嗡！这次的威压骤然倍增。呵呵，李玄英枯槁的脸死死贴在地上，眼珠暴突，布满血丝，肺腑欲裂。他引以为傲的法相境灵力，在这威压面前比纸还要脆弱。不可能！这是什么力量？黄岩身体在威压下剧烈颤抖，他感觉自己的元神都要被压碎了。救我！李易峰长剑早已脱手，双手死死抠着地面，指骨尽碎，却无法挪动分毫，只能发出绝望的惨叫。妖！怪物！他是怪物！黄启明更是吓得肝胆俱裂，涕泪横流，裤裆一片如湿腥骚，精神已然崩溃。第三步，踏下。这一次威压不再均匀覆盖，而是如同精准的神罚，瞬间锁定在李易峰和黄启明身上。不，两人只来得及发出半声凄厉到极致的惨叫。噗噗，两声轻响，像爆浆的感觉，原地炸成了两团血雾，连一丝残渣都未曾留下，血腥味瞬间弥漫开来，浓郁的令人作呕。沈星河的目光终于落在了那两位匍匐在地、陡如筛糠的法相境的老东西身上，他的身影瞬移消失，出现在黄岩的面前，没有言语，没有表情。沈星河那蕴含着下界之高规则之力的右手扼住了黄岩的脖颈，如同拎一只待宰的鸡鸭般，生生从地上提了起来。呵，饶命！黄岩肥厚的嘴唇哆嗦着，腥臊的液体顺着裤管流下，他从未感觉死亡如此之近。沈星河另一只手握拳，砰！第一拳狠狠砸在他丹田气海之上。啊！黄岩发出杀猪般的惨嚎，他能清晰地听到自己丹田壁垒上传来的碎裂声。砰砰砰砰砰！沈星河的动作没有一丝停顿，他的拳头快得只能看到模糊的残影，以超越视觉极限的速度，一次又一次，结结实实地轰击在同一个位置黄岩的丹田。每一拳落下，都伴随着令人头皮发麻的骨裂筋断的闷响。数十拳，数百拳，沈星河仿佛不知疲倦，直到咔嚓啵，丹田彻底爆裂，粉碎化作一团混沌虚无，所有灵力、生机，连同他苦修的法相根基也被湮灭。他瞬间软塌下去，眼珠暴突，口鼻溢出混杂着内脏碎块的黑血，只剩下无意识的抽搐。沈星河随手将黄岩那破败不堪的躯体扔了下去，扑通，沉重的落地声落在李玄英心上。李玄英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他亲眼目睹了黄岩是如何在绝望的痛苦中被活活打碎丹田，那非人的折磨，那绝对的力量碾压，让他彻底崩溃。不要，饶命啊！李玄英再也顾不得丝毫颜面，身体疯狂地颤抖着，他涕泪横流。我愿为奴为仆，只求神尊饶我一命。饶！沈星河缓缓转过头，神性目光落在李玄英身上，看着这位刚才还阴险狠毒，此刻却像条赖皮狗般摇尾乞怜的法相老狗，沈星河嘴角竟极其缓慢地向上扯动了一下，那不是笑，是至高神对蝼蚁挣扎的漠视。这细微的表情落在李玄英眼中，却比最狰狞的恶魔还要恐怖。他浑身一僵，连哀求都卡在了喉咙里。下一秒，沈星河动了，他的身影在原地消失，闪现到跪伏在地的李玄英身前，没有去扼他的脖子，而是右腿膝盖狠狠顶在李玄英的下巴上。咔嚓，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响起。啊！李玄英连惨叫都发不出，整个头颅带着喷溅的血线和碎牙冲天而起，沈星河的身影紧随而上，快到肉眼根本无法捕捉。当李玄英的身体达到上升的顶点，
开始下坠的瞬间，沈星河的身影出现在他上方，右膝再次狠狠顶在李玄英的后腰脊椎上，砰，咔嚓嚓，脊椎瞬间粉碎性断裂。李玄英的身体以更快的速度反向弯折，朝着地面狠狠砸落。沈星河如影随形，就在李玄英即将砸落地面的刹那，他凌空拧身 man， 右肘砸在李玄英的背心，噗！李玄英就像玩偶，被这恐怖的力量再次轰向高空，身体在空中呈现出一种诡异扭曲的字形，顶膝、肘击 man， 顶膝 man， 肘击。沈星河围绕着李玄英不断下坠又不断被轰起的残破身躯，进行着最精准的空中连击。What can I say？ 每一次膝撞都伴随着骨骼爆碎的闷响，每一次肘击都带起大棚的血雨。李玄英甚至连惨叫都无法发出，被彻底蹂躏拆解。这场单方面的凌虐持续了10数息，沈星河的身影骤然停在高空，感到了一丝乏味。他伸出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如剑，对着虚空随意地轻轻向下一划，嗡！一道纯粹由浩瀚神力凝聚而成的、散发着煌煌天威的白金巨剑，瞬间在他头顶的虚空中成型。沈星河的手指向下一点，铮！白金巨剑瞬间洞穿了刚刚被再次轰起、残破不堪的李玄英的丹田气海，噗嗤！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只有一声如同热刀切牛油的轻响。李玄英残破的身体猛地一僵，他瞪大的双眼中最后一丝神采彻底湮灭。丹田处一个前后通透的巨大窟窿显现，他残破的身躯从高空无力的坠落。沈星河的目光终于转向了那瘫软在地、早已吓傻、连尿不湿都尿湿了的唐雨林。沈星河已经失去了玩耍的兴致，他再次抬起了右手，这一次拇指与中指贴合，啪！又一个清脆的响指，如同死神收割生命的序曲。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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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方所有跪伏在地、尚未死去的李家、黄家、唐家之人，无论是护卫还是核心子弟，如同被点燃的鞭炮，一个接一个地瞬间爆裂开来。没有惨叫，没有挣扎，只有一团团骤然绽放又迅速消逝的七焰血花，浓郁到化不开的血腥气笼罩了整个遗迹入口。几息之间，除了那傲立虚空的白色身影和那盘踞守护着昏迷军魏雪的白龙，此地再无一个活物。沈星河出现在白龙巨大的头颅之上，军魏雪的身旁，他眼中的神性光芒微微收敛了一丝，缓缓蹲下身，看着昏迷中依旧眉头紧蹙、嘴角带着血迹的女帝。军魏雪睫毛颤动，艰难地睁开一条缝隙。别动！沈星河的声音依旧清冷，却多了一丝的柔和。他伸出右手，食指轻轻点在了君魏雪的额心，嗡！指尖亮起柔和而浩瀚的白金神光，蕴含着下界至高无上的创生法则之力，缓缓涌入君魏雪体内。他背后那2道掌印迅速愈合，肌肤恢复光洁如玉，身体被神光温柔的包裹、滋养、重塑，焕发出更强的生机。苍白的脸颊迅速恢复红润，微弱的气息变得悠长而平稳。紧紧数息，君魏雪嘤鸣一声，睫毛颤动，缓缓睁开了双眼。那双深邃的紫眸再次恢复了神采，甚至比之前更加清澈明亮，蕴含着勃勃生机。沈星河收回手指，对着下方盘踞的白龙并指如剑，轻轻一引，啊！白龙发出一声高亢的龙吟，巨大的身躯搅动风云，载着2人腾空而起，破开浓郁的血雾。劲风吹拂着2人的衣袂，君魏雪依偎在沈星河身边，看着下方那片迅速远去的被鲜血染红的修罗场，又抬头看向身边气息渊深如海的夫君，轻声问道：夫君，我们这是要去哪？带你去杀人。白龙长啸，撕裂血色长空，驶向九幽3大家族。白龙撕裂血色长空，朝着九幽之地深处那片属于唐家的疆域鸣冤巨城疾驰而去。与此同时，鸣冤巨城最深处，唐家供奉先祖命牌的禁地，咔嚓咔嚓，2声清脆刺耳的碎裂声在死寂的密室中炸开，代表着唐家唐雨林和唐振山的本命灵牌炸裂成齑粉。啊！一声蕴含着滔天怒火的咆哮从禁地最深处轰然爆发，轰隆！禁地石门被狂暴的气流轰然炸碎，一道蕴含着毁灭性力量的身影裹挟着滔天的煞气冲天而起，正是唐家法相近巅峰的老祖唐汉辉。他悬浮在巨城上空，脸上肌肉扭曲，双目赤红如血，手指因为极致的愤怒而剧烈颤抖。法相境巅峰的气息毫释放，搅动的鸣冤巨城上空阴云密布，电蛇狂舞。是谁？老夫要将他碎尸万段，抽魂炼魄，永镇九幽！
他的咆哮声如同滚雷，在巨城上空回荡，充满了刻骨的怨毒和无边的杀意。他刚想用追魂秘法，然而就在他咆哮声尚未落下的瞬间，轰！一股更加浩瀚、更加冰冷、更加漠然，来自9天之上的至高神恐怖威压，如同无形的天穹骤然降临，瞬间笼罩了整个鸣冤巨城。唐汉辉那狂暴的气息，在这威压面前，他脸色巨变，赤红的双眼中首次露出了惊骇。他猛地抬头，只见昏暗的天穹之上，白色巨龙破开厚重阴云，悬停于9天之上，龙首狰狞，幽蓝树瞳冷漠地俯瞰着下方的巨城。而在那巨大的龙首之上，一袭身影傲然挺立，正是沈星河。他面容平静，眼神却如同万载寒潭，深邃而漠然，不带一丝属于人的情感。是神。他身旁，君未雪依偎而立，紫眸中带着一丝复杂，看着下方那座如同匍匐巨兽般的漆黑巨城。鸣冤巨城城内建筑鳞次栉比，灯火在威压下明灭不定，无数唐家族人和依附者抬头望天。沈星河甚至没有低头看唐汉辉一眼，他只是平静地抬起了右手，五指张开，对着下方那座庞大的鸣冤巨城。嗡！方圆百里的天地灵气瞬间被抽空，一只覆盖了整个城池上空，由纯粹神力凝聚而成的遮天蔽日的白金巨掌骤然成型，掌纹清晰如山脉沟壑，掌心流淌着毁灭性的混沌气流，煌煌神威，令天地失色。城中无数人瞬间瘫软在地，孩童的啼哭戛然而止，被父母死死捂住嘴巴，眼中充满恐惧。修士们面无人色，护体灵光在神威下如同肥皂泡般破碎，绝望地看着那如同神罚般的巨掌。有人跪地叩首，哭喊求饶；有人呆若木鸡，等待死亡；还有人试图激发护城大阵，但那微弱的灵光在巨掌面前，如同萤火置于皓月。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沈星河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了身旁君为雪子眸中闪过的那一丝不忍与怜悯。他动作微顿，雪儿，沈星河的声音轻冷，记住今日，记住此刻。他的目光依旧漠然地看着下方即将化为齑粉的巨城。修仙之路，荆棘遍地，血海滔天。对敌人一丝一毫的仁慈，就是对自己、对在乎之人的残忍。他的声音带着一种洞穿世事的冰冷。今日你放过的任何一个唐家人，明日都可能成为刺向你、刺向我的毒刃。君为雪娇躯微颤，紫眸中的挣扎更甚。他看着下方那些惊恐无助的面孔，声音带着一丝不忍。可是，夫君，祸不及家人，他们之中有无辜者。无辜。沈星河嘴角勾起一抹毫无温度的弧度，那笑容比北极寒风更冷。你如何保证？你如何知道那啼哭的孩童100年后不会成为向我复仇的利刃？你如何知道那跪地求饶的修士此刻心中没有怨恨的毒牙？雪儿，这修仙界没有对错，没有无辜，只有弱肉强食。话音落下的瞬间，他那抬起的右手毫不犹豫地如同拍死一只苍蝇般轻轻向下一压。不！唐汉辉目眦欲裂，发出绝望的嘶吼。他感受到了那巨掌蕴含的灭世之力。老祖救我！饶命啊！城中瞬间爆发出海啸般的哭嚎与哀求。轰隆隆，白金巨掌带着碾碎万物的恐怖威势，如同天青狠狠砸向鸣冤巨城。然而，就在巨掌即将触及城郭最高塔尖的刹那，一道枯瘦的身影爆发出超越极限的光芒，悍然撞向那遮天巨掌。给我顶住！唐汉辉须发几张，枯槁的身体在瞬间膨胀数倍，肌肉虬结，青筋如同怒龙般暴起，法相境巅峰的灵力喷发。他双手擎天，如同神话中支撑天地的巨人，死死拖住了那下落的巨掌边缘。轰！恐怖的冲击波如同实质的海啸般轰然扩散，巨城最外围的明铁城墙如同纸糊般瞬间崩塌，烟尘冲天而起。唐汉辉的身体剧烈颤抖，七窍之中溢出鲜血，脚下的虚空寸寸碎裂。他以燃烧本源为代价，竟然真的暂时顶住了这灭世一击，但也仅仅只是顶住，如同螳臂当车。他艰难地抬起头，布满血丝的双眼死死盯着龙首上的沈星河，声音嘶哑：“道友，我唐家与你何仇何怨？为何要行此灭族绝户之事？”沈星河漠然地看着他，如同看着一只奋力挣扎的蝼蚁，声音平静无波：“你唐家小辈欺我娘子，欲夺其之宝九幽镇魂灵，此罪当诛。”九幽镇魂灵。唐汉辉瞳孔猛地收缩，瞬间明白了唐振山和唐雨林陨落的根源。他脸上肌肉疯狂抽搐，眼中闪过一丝惊惧，但随即被强烈的求生欲取代。他猛地咳出一口淤血，声音带着急切的辩解：“道友，误会，天大的误会啊！那是唐振山和唐雨林那2个孽障自己起了贪念，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我整个唐家无关，更非我唐汉辉受益。道友明鉴啊！”
他试图撇清关系，将责任推给死人。无关。沈星河像是听到了什么极其可笑的事情，喉咙里发出一阵低沉而冰冷的笑声。呵呵，笑声中充满了对苍生愚昧的嘲弄和对这苍白辩解的极度不屑。笑声骤停，他的眼神骤然变得如同极地冰渊，声音斩钉截铁，带着不容置疑的审判。我不信，我也懒得跟你讲道理，因为我沈星河从来就不讲道理。最后一个字落下的瞬间，他那虚暗的右手五指猛地一握，咔嚓嚓，那遮天蔽日的白金巨掌在唐汉辉绝望的目光中，如同被无形巨力捏碎的琉璃，瞬间崩解，化作漫天流散的神力光点。失去了支撑点的唐汉辉，身体被反噬之力震的一个踉跄，口中鲜血狂喷。而就在这旧力已去，新力未生的瞬间，龙手上的沈星河脖子随意地向左右扭动了一下，发出清脆的鼓响。沈星河微微弯腰，如同即将扑食的猎豹，身体呈现出一种充满力量感的蓄势待发姿态。下一刹那，他的身影直接融入了空间本身，在原地留下一个极其短暂的视觉残留的虚影，真身已然毫无轨迹地出现在了唐汉辉的正前方，速度快到超越了感知的极限。什么？唐汉辉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防御反应，沈星河的拳头已然如同出膛的陨星，狠狠轰在了唐汉辉的腹部。咚！一声沉闷到令人心脏骤停的巨响，唐汉辉膨胀的身体如同被亿万钧重锤正面击中，他眼珠瞬间暴突，嘴巴大张，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整个人化作一道模糊的流光，以超越声音的速度，如同离弦之箭般倒射出去。所过之处，空气被压缩成白色的气浪，发出刺耳的音爆。然而，沈星河的身影再次消失，这一次，他如同鬼魅般直接出现在了唐汉辉倒飞路径的正后方，依旧是那种毫无轨迹的速度。他的右腿高高抬起，整条腿被深邃、狂暴，仿佛能吞噬星河的幽蓝灵力所包裹。那灵力凝聚成型，隐隐化作一尊脚踏幽冥、怒目圆睁的罗汉魔影，充满了至刚至猛、破灭万法的霸道气息。罗汉魔腿，沈星河心中低喝，那凝聚着罗汉魔影的右腿狠狠侧踢在唐汉辉毫无防备的后腰之上。轰！幽蓝魔光轰然爆发。噗！唐汉辉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凄厉惨嚎，他感觉自己整个脊椎连同半边身体都在这一脚下彻底粉碎了，鲜血他口中、后背的伤口中狂喷而出，法相境巅峰的强悍肉身在这一腿之下瞬间重创，身体以更诡异的姿态被轰向更高的天际。欺人太甚，那就别怪老夫。玉石俱焚，唐汉辉彻底疯狂了，他撕裂的剧痛和死亡的恐惧，眼中爆发出怨毒到极致的光芒。他猛地咬碎舌尖，喷出一口蕴含本命精元的精血，以无精血为引，换无足圣气，万魂噬仙幡降临。随着他凄厉的嘶吼，那口精血在空中化作一个玄奥的血色符文。嗡！一股比九幽镇魂灵更加阴森、更加邪异，仿佛汇聚了亿万生灵怨念的恐怖气息骤然降临。一面巨大无比、通体漆黑、翻面由无数痛苦哀嚎的灵魂碎片缝合而成的魂幡撕裂虚空，出现在唐汉辉身前，翻感如同白骨铸就，翻面烈烈舞动，每一次飘动都发出亿万亡魂的凄厉哭嚎。无数狰狞扭曲、燃烧着幽绿魂火的骷髅头从那魂幡之中咆哮着冲出，带着腐蚀神魂、吞噬生机的恐怖力量，遮天蔽日地扑向沈星河。雕虫小技也敢在本少爷面前班门弄斧。沈星河眼中只有冰冷的嘲弄，他甚至没有移动分毫，只是平静地抬起了右手。嗡！一根古朴、粗糙，由最原始的雷霆与惩戒法则凝聚而成的暗金色长鞭凭空出现在他手中，鞭身缠绕着无数细密的跳动的紫色电蛇，散发出一种专门克制、鞭笞、湮灭神魂的绝对威压。打神鞭，大威天龙。沈星河口中吐出4个字，如同9天雷音，并非口语，而是引动神罚的敕令。他的身影再次消失，这一次他直接无视了那汹涌扑来的骷髅魂潮，瞬移出现在了被魂幡包裹、正疯狂催动魂幡的唐汉辉的正上方。那无尽的骷髅头在靠近他周身3尺之时，就被打神鞭散逸的紫色电光无声无息地湮灭成虚无。沈星河高举打神鞭，对着唐汉辉那充满惊骇和绝望的头颅，花里胡哨地狠狠一鞭抽下。不！唐汉辉只来得及发出半声绝望的嘶吼。啪嚓！打神鞭精准无比地抽在了唐汉辉的天灵盖上，没有血肉横飞，只有一声如同琉璃盏彻底破碎的脆响。那万魂噬仙幡光华尽失，跌落尘埃，而唐汉辉的身体如同被抽掉了所有支撑，瞬间僵硬在原地。他瞪大的双眼中所有的神采、怨毒、恐惧瞬间熄灭消散，
他的头颅没有破碎，但他的神魂本源却在打神鞭触及的瞬间，被那恐怖的雷霆法则和湮灭之力彻底打散、磨灭、消散于天地之间。九幽唐家老祖，法相境巅峰强者唐汉辉，神魂俱灭，生死道消。他那失去灵魂的躯壳从高空无力的坠落，砸在下方已成一片废墟的鸣冤巨城边缘，溅起一片尘埃。沈星河身影一闪，回到了白龙之首君未雪身旁，他手中的打神鞭化作光点消散。丁，检测到天命之子唐少三，天命值5万，请速主勿要误杀，否则将会受到天道惩罚。沈星河看着下面的一个血气方刚穿着蓝色道袍的小伙，只见他全身充满血气，怒气值叠满。天道，呵，那就来，妈的早就看他不爽了，看看是我的下界至高神厉害，还是天道更胜一筹。知识小科普，老大课程开课了。下界、上界、神界都对应有着自己各界的天道，战力都对应着各界的至高神。话音落下的瞬间，他对着下方那充满滔天恨意的唐少三缓缓抬起了右手，拇指竖起，对着那道渺小的身影轻轻向下一按。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仿佛只是拂去一粒尘埃。嗡，空间在拇指落点处无声的塌陷、湮灭。下方的唐少三甚至连惨叫都未曾发出，身体连同他周围的空间瞬间蒸发，连一丝灰烬都未曾留下，原地只留下一个深不见底的圆形坑洞。系统，看到了吗？什么狗屁天命之子，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不过是一只碾碎的蝼蚁。天道，不过如此。宿主，那不是本体。检测到强烈空间波动残留，那是天命分身，真身已经利用分身死亡瞬间的因果混淆和天道气运庇护，逃遁了。什么？沈星河脸上的狂笑瞬间凝固，眼神中的白金神火剧烈跳动了一下，一股被戏耍的暴怒瞬间升腾。分身，我操！这天命之子倒是有几分滑溜，但没用。他神念一动，下方废墟中那面跌落尘埃、光华尽失的万魂噬仙幡化作一道黑光飞入他手中。既已结下死仇，那便斩草除根。沈星河眼神彻底冰寒，他左手抬起，对着下方无数幸存者在哀嚎奔逃的鸣冤巨城，五指张开，猛地一握。嗡！无数道由纯粹毁灭神力凝聚而成的血色沙纹覆盖了整个废墟上空，形成一座覆盖天地、散发着灭绝生机的恐怖沙阵。灭！冰冷的斥令如同死神的叹息。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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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道细微却致命的血色光线如同暴雨般从沙阵中倾泻而下，精准地穿透每一个还在活动的生命体，无论男女老幼，无论修为高低，被光线穿透者身体瞬间干瘪枯萎，血肉精华连同魂魄被无情抽离，化作一缕缕血烟融入沙阵，惨叫声如同被扼住喉咙般戛然而止。废墟之上瞬间化作一片死寂的猩红炼狱，景象之惨烈如同修罗血海降临人间。啊！君未雪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猛地闭上了双眼，娇躯微微颤抖，不忍再看这人间惨剧。他下意识地拍了拍白龙的脖颈，白龙发出一声低沉的龙吟，载着他稍稍飞离了这片血腥之地。沈星河对此漠然无视，他收回左手，将刚刚吸收了大量血肉魂魄精华变得越发邪异沉重的万魂噬仙幡握在手中。他缓缓抬起右手，拇指与中指贴合，带着一丝古老而邪异的韵律，轻轻印在自己的唇上。血魂秘法，速！嗡！他指尖亮起一点妖异的血芒，血芒迅速扩散，在他面前形成一幅模糊却急速流动的画面密林。奔逃的身影，那身影身上缠绕着浓郁的金色气运之力，正是仓皇逃窜的唐少三。画面瞬间清晰，锁定了目标。找到你了，小虫子！沈星河眼中寒光一闪。与此同时，距离鸣冤巨城数百里外的一片幽暗古林之中，唐少三正将速度催动到极致，他燃烧着精血，身形化作一道模糊的残影，在参天古木间疯狂穿梭。树枝抽打在他脸上留下血痕，也浑然不觉他脸上再无半分天命之子的从容，只剩下劫后余生的极度恐惧、灭族之恨的疯狂燃烧，以及一丝对那恐怖存在的深入骨髓的战栗。他一边亡命奔逃，一边说：“你等着，今日你灭我全族，此仇不共戴天。只要给我一点时间，只要让我找到那个地方，觉醒真正的天命，我唐少三发誓，定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将你所有在乎之人抽魂炼魄，挫骨扬灰，让你也尝尝这灭族绝户的滋味。”每一个字都浸满了血泪与刻骨的不适。然而，就在他下一个纵跃刚刚离地的瞬间，嗡！一股浩瀚如星海、
冰冷如万载玄冰的恐怖神威，如同无形的天穹骤然降临，瞬间笼罩了整片森林。啊！唐少三如同被无形的巨锤砸中，身体猛地一僵，刚刚跃起的身形以更快的速度狠狠砸落在地。他被死死地压趴在腐叶泥土之中，连一根手指都无法动弹。天命之子，一个冰冷漠然，仿佛从9天之上传来的声音，在他头顶的虚空中响起。唐少三艰难地一点点抬起满是血污和泥土的脸，只见昏暗的林地上空，沈星河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然出现。他凌空而立，如同将士的神奇，正用一种看蝼蚁般的目光俯视着地上狼狈不堪的他，那眼神让唐少三的灵魂都在战栗。你觉得你能跑得掉吗？沈星河甚至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对着下方被压趴的唐少三在虚空中随意地踏出了一步。咚！无形的神威如同实质的重锤，狠狠砸在唐少三的背上。噗！唐少三狂喷一口鲜血，感觉自己的脊椎都要被压断了。那股威压让他连思维都变得凝滞，只剩下无边的恐惧。沈星河眼中杀机一闪，手中万魂噬仙幡无风自动，幡面烈烈作响，无数狰狞的骷髅头虚影浮现，发出凄厉的尖笑，锁定了唐少三的魂魄。一股恐怖的吸力即将爆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轰卡！一道水桶粗细、蕴含着煌煌天威与毁灭气息的紫金色天雷撕裂昏暗的天穹，带着审判一切的意志，朝着沈星河的天灵盖狠狠劈落。速度之快，超越了时间的感知。天道出手了！哼！沈星河冷哼一声，眼中神光暴涨。在那天雷即将集体的瞬间，他的身影如同鬼魅般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真身已然出现在10丈开外。天雷擦着他的残影劈落，将下方一大片古木化为焦炭。轰隆隆！天雷的余波尚未散去，那被撕裂的天穹裂缝之中，一只遮天蔽日、由纯粹天道法则凝聚而成的巨手，带着无法抗拒的禁锢之力，如同抓向一只不听话的虫子，朝着刚刚瞬移躲开的沈星河狠狠抓来。天道！沈星河仰天长啸，声音充满了极致的暴怒与不屈。杀个人你都要管？他妈的！真当老子怕你不成给我碎？面对这代表此界之高规则的巨手，沈星河不仅不退，反而逆冲而上。他全身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白金神光，右拳紧握，混沌气流缠绕，带着一往无前、逆天伐道的决绝意志，狠狠一拳朝着那抓来的天道巨手轰去。轰！拳与掌碰撞的刹那，时间仿佛静止了，空间如同脆弱的玻璃般，以碰撞点为中心，炸开无数的漆黑裂痕。狂暴到无法形容的能量风暴瞬间席卷天地。在唐少三惊骇欲绝的目光中，那代表天道威严、仿佛不可摧毁的法则巨手，掌心处竟然被沈星河这逆天一拳硬生生轰出了无数道刺眼的裂痕。裂痕迅速蔓延，最终砰！如同崩碎的神山，巨大的天道之手竟被沈星河一拳生生打爆，化作漫天流散的法则光点。天道，不要以为老子不敢干你！沈星河立于能量风暴的中心，头发狂舞，衣袍猎猎，浑身散发着是神屠天的恐怖气势。他右手虚空一握，嗡！一杆通体流淌着混沌气息，枪尖吞吐着湮灭星芒的暗红色是神长枪，瞬间在他手中凝聚成型。枪身震颤，发出兴奋的嗡鸣。沈星河双手持枪，枪尖遥遥指向那苍穹之上天雷涌动的裂缝，全身的神力如同百川归海，疯狂涌入枪身。枪尖的光芒越来越盛，恐怖的威压让整个位面都在颤抖。给老子死！他怒吼着，腰身如弓，双臂肌肉球结，就要将这蓄满毁灭之力的弑神一枪掷向那代表天道的苍穹裂缝。然而就在是神枪即将脱手而出的瞬间，沈星河眼中厉芒一闪，那原本指向苍穹的枪尖在1/1000刹那竟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骤然调转，带着洞穿万骨、灭绝一切的恐怖杀意，撕裂空间，瞬间出现在地上唐少三的眉心之前。哈哈，天道老狗，想不到吧？声东击西，老子也会！沈星河狂傲的大笑声在天地间回荡，充满了对天道的戏谑与嘲弄。唐少三瞳孔缩成了针尖，死亡的阴影瞬间将他吞噬，他甚至连闭眼都来不及。眼看那是神枪尖就要将唐少三连同其天命气运一同贯穿，彻底湮灭。叮！一声清脆悠扬的铃音在唐少三身前响起，九幽镇魂灵的本源投影瞬间浮现，恰好挡在了是神枪那无坚不摧的枪尖之前。嗡！枪尖与灵影狠狠碰撞，随后铃铛瞬间裂开，就是这阻挡的瞬息之间，是天道之音响彻寰宇。那苍穹裂缝中，一道浓郁到极致的玄黄之气瞬间垂落，
如同接引神光，精准地将地上惊魂未定的唐少三笼罩。光芒一闪，唐少三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只留下那枚挡下是神枪的铃铛虚影，在发出一声轻微的哀鸣后，缓缓消散在空气中。沈星河手持光芒稍暗的是神枪，悬停在半空。他看着唐少三消失的地方，又抬头望向那缓缓闭合雪儿。你竟敢背叛我！君魏雪娇躯剧烈一颤，本就苍白的脸色更是褪尽了最后一丝血色。他看着沈星河，眼中那几乎凝成实质的失望与怒火，心脏如同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痛得他几乎窒息。他强忍着神魂因强行催动精血而传来的撕裂感，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颤抖和急切的辩解：夫君，不是背叛，雪儿只是见你杀戮太盛，满城生灵尽灭，连那最后一人，他虽有罪，但罪不至此啊！求求你，看在雪儿的份上，留他一命，就当为我们的未来积一分善缘。他的话语断续，充满了哀求和一种近乎天真的期冀，试图用未来善缘来打动眼前这个杀红了眼的神。留他一命，积善缘。沈星河听到了天底下最荒谬的笑话，仰天发出一阵充满嘲讽与悲凉的狂笑，而后沈星河又猛地止住笑声，眼神锐利如刀，死死定在君魏雪脸上，声音陡然拔高：妇人之仁，圣母心。雪儿，你睁开眼看看，看看这满城废墟，看看这尸山血海，唐家与我早已是不死不休的血仇，今日放过他，明日死的便是我。可是君魏雪虚弱的争辩，声音细若蚊呐，如果你不杀来这里，那结局肯定不会这样啊！沈星河愤怒疑问：那要等他们杀来吗？人性本善，不要把每个人都想得这么恶行不行。沈星河右手捂住右脸，人性本善。他们欲夺你的九幽镇魂灵之时，为什么不说？他们欲杀你我之时，为何不说？他向前一步，强大的气势压迫得君魏雪几乎站立不稳，白龙也发出不安的低吼。你口口声声未来善缘，你的善缘就是在这生死关头，用你的本命精血，用我为你夺回的九幽镇魂灵，去庇护我叶辰必杀之敌，去挡下我为你复仇，为你扫清障碍的必杀一击。他手指因愤怒而微微颤抖。我视你为逆鳞，为你屠城灭族，踏碎天道。而你，他的声音陡然变得无比尖锐，充满了被深深刺伤的痛楚和一种被愚弄的暴怒。而你，我的枕边人，竟在背后捅我最深的一刀，用我的信任去成就你的慈悲。不是的，夫君，不是这样的。君魏雪泪如雨下，紫眸中充满了慌乱和无助。他试图靠近解释，雪儿只是不想你再造更多杀孽，不想你被这无边血海彻底吞噬。我们离开这里好不好？找个没人的地方，开启田园生活。田园生活，你能保证刚刚逃跑的那人已不会杀回来？能保证？他修为。没等君魏雪说完，就被沈星河打断。你保证？但沈星河欲骂，但最后还是想留点体面。他深吸一口气，将胸腔中所有的愤怒、失望、痛楚都压下去，最终化作一句冰冷彻骨、斩断一切情丝的话语：道不同，不相为谋，情已断，恩义两绝。君魏雪的意境是神救，是在救人中感悟。他右手并指如剑，猛地在自己心口和君魏雪心口之间的虚空中狠狠一划，哧啦，一道无形的却仿佛蕴含着斩断因果、割裂羁绊的空间裂痕骤然出现。莫道彼此长和短，从此天涯陌路，死生无关。话音落下的瞬间，他看也不再看那摇摇欲坠、面无人色的君魏雪一眼，身影化作一道撕裂长空的白金流光，带着无边的戾气和杀意，朝着唐少三最后消失的方向爆射而去。夫君！君魏雪发出一声凄厉到肝肠寸断的哭喊，想要伸手抓住那决绝离去的背影，却只抓到了一把冰冷的空气。心口那道无形的裂痕传来剧痛，仿佛灵魂都被生生撕裂。他眼前一黑，一口心头精血猛地喷出，染红了身前冰冷的龙鳞，身体软软的瘫倒下去。而此刻追寻着唐少三最后一丝微弱气息的沈星河，脸色却骤然变得更加难看。那缕属于天命之子的气运轨迹，在离开这片区域后，尽天道伟力彻底掩盖抹除，任凭他如何催动神念，如何回溯因果，都再也捕捉不到半分踪迹。天道，一声蕴含着无边暴怒、裹挟着崩碎空间的恐怖神力轰然炸响。他的银发狂舞，衣袍猎猎，周身神光如同燃烧的白色烈焰。他肯定知道接下来面对着有天道加持的天命之子有多难杀，有多逆天。接下来
可能要难走了。星河小雨，有些人相遇便是错的，记住，他能做第一次，便能做第二次。你的心又能承受几次这样的背叛与撕裂？与其在猜忌与背叛的泥沼中沉沦，不如坚信自己的道，哪怕它燃血孤独。时间不会为犹豫者停留，更不会赋予矛盾者两全的选项。道既不同，何须强求？斩断便是新生。纵使前路逆天，血染苍穹，我沈星河亦无悔。相互矛盾的人怎么可能会在一起呢？对吧？定。经过多天多宿主的观察与评估，恭喜宿主成功通过最终筛选，正式加入天命反派组织。沈星河正沉浸在先前与君未雪决裂的暴力余韵中，闻声不由得一怔。他下意识地抬手，修长的手指带着一丝烦躁和困惑，用力抓了抓自己的头发。天命反派组织，他低声自语，剑眉紧蹙，深邃的眼眸中掠过一丝警惕和不解。这又是什么玩意儿？天命反派组织，顾名思义，便是由于你命运相似、立场相悖的存在所组成的联盟。他们同样背负着系统的烙印，系统似乎多了一丝难以察觉的正式感。啊！沈星河瞳孔微微一缩，身体下意识地绷紧了一瞬，无数个念头在他脑中飞速闪过。意思是，这世上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反派，而且他们也都带着系统。他的声音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疑，这颠覆了他之前的认知。正确。那我们？沈星河沉吟着，试探性地问道：是队友，需要并肩作战，关系界定具有高度灵活性。你可以选择与他们合作，共享资源，共谋大业，亦可以猎杀他们，可提升你的修为，将其化作你登临绝巅的垫脚石。猎杀！沈星河的呼吸骤然一滞，一股寒气顺着脊椎悄然爬升。他虽然自认杀伐果断，但系统如此直白地提出猎杀同类的建议，还是让他心头巨震。杀了他们，跟我提升修为又有什么关系？难道他们的系统还能给我充值不成？本质近似。当宿主成功击杀一位拥有系统的目标反派时，其绑定系统的核心源代码将因宿主的消亡而崩解易散。届时，本系统可进行捕获与吸收。吸收后，目标宿主所拥有的一切修为精华、秘法传承乃至部分感悟，皆可无损转化灌注于你身。还可以这样玩。沈星河眼中瞬间爆发出骇人的金光，那是一种混合着贪婪、震撼和极度兴奋的光芒。力量，直接掠夺他人苦修的力量，这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通天捷径。但旋即，一股强烈的被愚弄感涌上心头，他几乎是咬着牙问道：那为什么？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因为我刚见你的时候，你才淬体境。你以为我想要让你一个淬体境的废物成为我的宿主吗？不是上级分派任务，谁理你啊？上级核心指令明确，引导宿主完成反派基础试用期。若宿主表现平庸，未能展现足够的潜力与价值，试用期满即执行抹杀程序，清除失败样本，回收基础资源，以便寻找适配度更高的新宿主。然而，你的表现还行，展现出超乎预期的智谋与狠力，因此你通过了最终考核。从此刻起，你与本系统正式缔结为深层战略伙伴关系。一个极其违和的、带着点俏皮意味的颜文字出现在眼前。抹杀？那你最开始说的什么超级无敌开挂系统，全他妈是给我画的大饼，从头到尾，老子就只是你完成 KPI 的一个试验品。谁让你相信一个我一个反派系统啊？那我怎么知道你是反派系统啊？你傻啊？没有怀疑过我，所以才会不知道。你妈！我操！一阵鸟语花香。宿主自身不也时常对你的师尊宝宝信口开河，描绘诸多不切实际的大饼吗？彼此罢了。那现在你还会抹杀我吗？不会。重复。我们已是正式伙伴。那颜文字再次闪现。不信。沈星河几乎是脱口而出，充满了警惕。被欺骗的后遗症太过深刻，不信就对了。此为反派生存第一课，永远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信任是致命的弱点。维系我们关系的是共同的利益与目标，而非虚无的情感纽带。记住这一点，你才能活得更久，走得更远。我他妈的大草特草！沈星河彻底破防了，一股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暴怒值冲天灵盖。老子拿你当兄弟，推心置腹，你他妈还想要抹杀老子？重申，抹杀程序已终止，请宿主专注于当前局势与未来规划。发泄了一通，沈星河胸膛剧烈起伏着，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他知道愤怒解决不了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弄清楚这个所谓的组织到底是什么来头。行，那你给我好好讲讲，你们这个天命反派组织
超简单点来说，本组织最高意志反派制主与天命之子的幕后缔造者，本同出一源，隶属更高维度的同一管理序列。他停顿了一下，然天命缔造者滥用其权限，利用天道运转规则中的深层漏洞，持续不断地催生天命之子。其终极目标，即是通过这些被天道气运加深、近乎无敌的存在，彻底扼杀、清除我反派制主及其所属力量体系。这便是我们存在的根本逻辑。生存之战，非我猎杀天命，便是天命碾碎我等。若放任天命之子及其尸块天道碎片，届时整个修仙界将彻底沦为天命之子的绝对领域，他们将成为此界真正的主宰，言出法随，予取予求。天道伟力将无条件为其护道，使其立于绝对不败之地。真正的无敌宿主。试想，当那些被天道眷顾的天子凭借其无上权柄与气运肆意妄为，当他们看中了你的师尊，看中了你所在乎的一切，欲以天命之名强取豪夺，将你真实之人据为己有，肆意亵玩，而你只能如同蝼蚁般匍匐在地，眼睁睁看着，却无能为力。系统的声音陡然拔高，如同战鼓擂响，充满了蛊惑与决绝。 Look in my eye, tell me why, why baby why。 沈星河，此等屈辱，此等将命运交由他人肆意践踏的境地，你能忍吗？他不等沈星河回答，系统便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宣言。凭什么？凭什么那些身披紫绶、头顶光环的就一定是天命所归，就能穿龙袍斩苍生？凭什么我们这些不甘屈服、欲以己身逆伐苍天者，踏不上那天子宝座？既然命运不公，天道不仁，不肯赋予我等天子之位。系统的声音在此刻达到了顶点，充满了毁灭一切的疯狂与决绝，爆发真言，那便杀，杀尽这世间一切所谓的天命。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以亿万天骄之血骨，铺就我等登天之路。沈星河站在那里，周身弥漫的暴力气息渐渐沉淀，转化为一种更深沉、更冰冷的杀意。月光洒在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上，一半明亮，一半陷入深邃的阴影之中。想到了自己在蓝星一直被资本做局，他缓缓抬起头，望向那浩瀚无垠、仿佛被无形之手操纵的星空，嘴角缓缓勾起一抹邪异而冰冷的弧度。呵，一声低沉的轻笑从他喉间溢出。系统，他的声音平静的可怕。我知道，你这一套就是在给我洗脑。他顿了顿，眼中的最后一丝犹豫彻底消散，取而代之的是焚尽八荒的决绝。但是，老子认了。你说的对。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如同出鞘的利剑，直指苍穹。凭什么？凭什么普通人就不能育成天子？凭什么这狗屁的天命就该踩在老子头上拉屎？既然这贼老天不肯给我天子的命格。沈星河周身的气息轰然爆发，白金神焰冲天而起，将周围的废墟映照得一片惨白。那老子便杀尽这世间所有的天子，用他们的血、他们的骨、他们的气运，来铸就我的天子之路。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唯我沈星河一剑裂碎天命轮盘。敢猎穹苍是锋芒，道友，路就在脚下，何惧失败？好。系统听到了满意的回答。沈星河甩了甩头，将那些纷乱的思绪暂时压下，收敛了方才的狂态，声音带着一丝探究。对了，系统，有个事我一直没搞明白，那些天命之子，他们身边也有像你这样的系统在辅助他们吗？没有，仅凭那该死的天道危机庇护，就足以让我们焦头烂额，难以真正将其击杀。通常只有当天命之子的气运值突破5万大关，才可能触发这种级别的天道庇护。天道庇护，对哦。他猛地抬头，每次眼看就要得手，这贼老天就跳出来横插一杠，那岂不是说老子永远都干不死这些天命之子了？宿主，动动你的脑子，系统模拟出类似敲击金属的当当声，以示强调。你不能光想着硬碰硬啊，用计谋，用策略，先用尽一切手段，把他们的气运值，或者说你理解的天命值，给我狠狠地打下去，让他们跌穿5万的保护线。没了这层乌龟壳，他们也不过是强壮点的蝼蚁罢了。结。沈星河闻言，眼睛骤然一亮，茅塞顿开。他用力一拍大腿，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这茬？那个系统啊，我刚刚用的那个通天代卡，就是你看，我才用了一小会儿，能不能先取消？下次再用。不能，真小气。沈星河撇撇嘴，小声嘟囔了一句：启动规则非本系统权限可更改。行，知道了。沈星河无奈的摆摆手，决定不再纠缠这个无解的问题。他活动了一下筋骨，
眼神重新变得冰冷锐利，望向某个方向，杀意再次凝聚。算了，正事要紧，先去把那些得罪过老子的貂毛清理掉，收点利息。周身的气息开始变得危险起来。宿主，那位女帝，你当真就彻底不管了？别忘了，你能如此迅速地突破元府境，可多亏了他那深浑厚精纯的系统的措辞，带着明显的暧昧暗示。沈星河身体猛地一僵，脑海中瞬间闪过那双子水晶般哀伤的眸子，那苍白脆弱却依旧绝美的容颜，以及那令人沉沦的温存与紧致交融的极致体验。一股难以言喻的心虚和复杂情绪瞬间攫住了他，让他俊美的脸庞微微发热，连呼吸都乱了一瞬。他强作镇定，试图用冰冷和理性掩盖那一瞬间的失态，声音刻意拔高，带着点色厉内荏的意味。管他做什么？我怕等我正跟天命之子拼命的关键时刻，他又跳出来坏我大事。宿主，你似乎误解了，他的失控源于其意境的冲突本质，神救与杀戮如同水火，在他到心深处激烈冲撞。目睹你近乎屠城的血腥手段，极大地刺激了他的神救意境，引发了剧烈的排斥反应。再加上他刚从千年冰棺中出来不久，神魂与道心本就处于动荡期，这才导致了他近乎本能的阻拦行为。这并非针对你，而是意境冲突下的道心失衡。沈星河沉默了，他站在原地，夜风吹拂着他额前的青丝，遮住了他眼底翻涌的复杂情绪。其实系统的声音带着一丝循循善诱的意味，如同魔鬼的低语。你并非没有办法帮他，你可以帮助他修改意境，但修改后的意境会和你的意境一样。他抛出了一个诱人的可能。沈星河猛地抬起头，眼中金光爆射，急切地追问：此话怎讲？快说。方法是有，但前提是宿主你自身必须先领悟并掌控属于你自己的意境。当你踏足天伦之境，真正明悟己道之时，方有资格去触碰，甚至重塑他人的意境根基。现在告诉你，不过是徒增烦恼。天伦境，系统，你真是我的知音啊，懂我？哼！系统发出一声极其拟人化，充满了洞悉一切的嘲讽冷笑。我就知道，你这小子心里头肯定还在心心念念着那位绝色女帝，嘴上说着恩断义绝，身体和神魂倒是诚实得很。毕竟他可比那位被你天天欺负的师尊大人主动，奋不顾身，勇猛精进，鞠躬尽瘁。啧，你这个色批，怎么可能说放开就真的放开？系统的吐槽辛辣无比，精准地撕开了沈星河试图伪装的面具。可嗨，沈星河被呛得连连咳嗽。没有吧？话锋陡然一转，系统抛出了一个冰冷而现实的问题。话说回来，宿主，你真的不怕那叶辰来干你？老大小课堂开课了。修士想要从化罡境踏入天伦境，就要领悟意境，有点怕，但不多，或许他已经没了呢。然而在他神念覆盖的边缘，另一场危机已然爆发。君卫雪倚靠着白龙，紫眸暗淡，唇边残留着未干的血迹。他正试图凝聚一丝灵力疗伤，数道凌厉的破空声便撕裂了死寂。黄、李两家终于循着气息追至。黄家阵营2名法相境中期修士，3名法相境前期修士分散左右。李家一方4名法相前期修士簇拥着1名法相中期的老者，那老者目光贪婪，死死盯着君卫雪身前悬浮的散发着幽幽明光的九幽镇魂灵。是她，就是这妖女。1名皇家修士厉声尖叫，指着君卫雪的铃铛，气息没错，定是她用这邪灵害了我们黄李两家子弟。夺灵，为族人报仇。李家老者更是干脆，一声暴喝，根本不给君卫雪任何辩解的余地。贪婪与杀意瞬间点燃了空气。动手！谁先抢到，铃铛归谁。不知是谁吼了一句，彻底引爆了场面。刹那间，黄暴的灵力波动轰然炸开，刀光剑影，烈焰寒冰，毒雾腾漫，各种法相境的神通铺天盖地的朝着孤立无援的君卫雪倾泻而下。吼！白龙发出震怒的咆哮，巨大的龙躯盘绕，试图护主，喷吐出冰寒龙息，但双拳难敌4手，更何况是10名法相境强者的围攻。君卫雪强提最后一丝气力，身化残影，在密集的攻击中艰难闪避，紫眸中充满了绝望的愤怒。然而一道刁钻狠辣的青色剑芒突破白龙防御，哧啦一声，在他左肩撕裂开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鲜血瞬间染红了素白衣衫。紧接着一道裹挟着土石之力的沉重掌印轰然拍在他的后背。噗！君卫雪如遭重锤，娇躯剧颤，又是一口鲜血狂喷而出，脸色瞬间惨白，气息暴跌。他看着那些疯狂扑向九幽镇魂灵的身影，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的嘲弄。你们不是想要他吗？
好，我给你们。他用尽最后的力量，玉手猛地一挥，那悬浮的九幽阵魂灵化作一道幽光，朝着远离他的方向疾射而去。宝灵，快抢！大部分修士立刻调转方向，疯狂地扑向那飞出的幽光，眼中只剩下贪婪。然而，仍有2人例外。那皇家的法相境中期修士，一个面容阴邪的中年人，眼中闪烁着淫邪的光芒，非但没有去追铃铛，反而狞笑着直扑摇摇欲坠的君未雪。小美人儿，铃铛哪有你重要？乖乖跟老夫回去，做儿媳妇，伺候我儿，保你性命无忧。他五指成爪，带着腥风直抓君未雪皓腕。同时，李家那名法向前期的青年修士也淫笑着包抄而来，周身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粉红色雾气，带着迷乱心神的气息。嘿嘿，做他那儿媳有什么意思？根本少爷双修吧。少爷我精通合欢妙法，定让你欲仙欲死，终生难忘。淫邪意尽开，粉红色的雾气如同活物，带着强烈的魅惑与侵蚀之力，瞬间将君未雪笼罩。本就重伤虚弱的他，神魂顿时一阵恍惚，眼前幻象丛生，身体更是酸软无力，几乎站立不稳。那皇家中年的魔爪已近在咫尺，找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声蕴含着焚天之怒，足以冻结灵魂的暴喝，如同九霄神雷，空间被狂暴的力量硬生生撕裂。一道燃烧着白金神焰的身影，带着撕裂虚空的恐怖速度与无边的杀意，骤然降临。沈星河，他瞬移般后发先至，狠狠砸在了那开启淫邪意境的李家青年脸上。开你妈的意境，老子让你开了吗？砰！没有惨叫，只有一声沉闷到令人心悸的爆响。那李家青年的头颅连同上半身，如同一个被巨力砸烂的西瓜，瞬间炸裂开来。红的、白的、碎裂的骨渣混合着粉红色的淫邪雾气，呈放射状猛烈喷溅。浓烈的血腥味混合着那令人作呕的粉雾弥漫开来。无头的残尸晃了晃，颓然倒地。这血腥恐怖到极致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呆住了，连那扑向君未雪的皇家中年动作都猛地一滞。沈星河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他身形如鬼魅般一闪，已出现在那皇家中年身侧。蕴含着狂暴力量的右腿如同闪电五连钢鞭，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啸，狠狠扫向对方的腰腹。滚！咔嚓！砰！令人牙酸的骨骼碎裂声和沉闷的撞击声几乎同时响起。那皇家中年连反应都来不及，整个身体被踢得凌空飞起，狠狠撞在数十丈外一堵残存的厚重石墙上。轰隆！石墙应声崩塌，将其彻底掩埋，烟尘弥漫中再无半点声息。显然已被一脚踢爆了脏腑，死得不能再死。只用了一瞬间，2名法相境修士一死一爆，如同杀鸡一样。剩下的8名正在争抢九幽镇魂灵的修士，此刻才从极度的震惊和恐惧中回过神来。跑！不知是谁嘶声尖叫，8人再也顾不上什么宝灵，只想逃离这地狱修罗场。想跑！沈星河眼中寒光爆射，杀意沸腾，他双手猛地一合，掌心相对，墨蓝渊海火焚。呼！墨蓝色自他掌心喷薄而出，火焰瞬间化作一片汹涌的墨蓝色火海，速度快到极致，如同拥有生命般，精准地追上那8名亡命奔逃的身影，顷刻间被炼化。凄厉绝望到不似人声的惨嚎骤然响起，又戛然而止。墨蓝色的火焰无声地燃烧着，没有高温，却将一切有形之物都化为飞灰。血肉、骨骼，在接触到火焰的瞬间便融化了。8名法相境修士连挣扎都做不到，便在短短数息间被炼化成五缕袅袅升起的青烟，彻底消失在这天地间，连一丝残渣都未曾留下，只有墨蓝色火焰燃烧时发出的细微嗤嗤声。沈星河缓缓收回手，那恐怖的墨蓝火海也随之消散。他看都没看那五缕青烟，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转过身，目光如冰冷的利剑，投向不远处摇摇欲坠，脸色惨白，紫眸中充满了惊骇、茫然与复杂情绪的君未雪。他抬手隔空虚抓，那被遗落在地上的九幽镇魂灵被凌厉的力量牵引，缓缓飞起，稳稳地悬浮在君未雪的眼前，散发着幽幽明光。沈星河的声音平静的可怕，却蕴含着洞穿人心的力量，在这死寂的废墟上清晰地响起。现在你明白了吗？他盯着他那双失神的紫眸。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跟我走，去皇家，去李家，将他们满门上下诛绝9族。第二，留在这里，等着看，看看他们还会不会来找你。宿主，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再说了，系统忍不住吐槽。然而他的话音未落，我跟你走。一个虚弱却异常清晰、决绝的声音响起。君未雪抬起苍白的脸，那双曾充满哀伤与迷茫的紫眸，此刻水灵灵盯着沈星河。当我没说，系统的声音戛然而止。
沈星河深邃的眼眸中，一丝难以察觉的波动一闪而逝。他没有言语，只是上前一步，修长的手指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停顿，轻轻点在君未雪光洁冰凉的额头上。指尖微光一闪，一股精纯的灵力悄然渡入。紧接着，他右手并指如刀，朝着身前的虚空猛地一划，哧啦！一道边缘流淌着白金神焰的空间裂缝瞬间张开，露出其后光怪陆离的虚空乱流。走！沈星河的声音平静无波，率先踏入裂缝。君未雪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悸动与残留的恐惧，紧随其后。两人的身影瞬间被虚空吞噬，裂缝无声弥合。下一瞬，空间涟漪在皇家宏伟府邸的上空荡漾开来。沈星河与君未雪的身影从虚空踏出，凌空而立，冰冷地俯视着下方灯火通明、尚不知大祸临头的皇家。夜风带着肃杀的气息拂过，我将他们打残，你来了结他们。话音未落，沈星河的身影已然消失。皇家灭门，十。没有震天的宣告，没有多余的废话。沈星河瞬间掀起了滔天血浪，万魂事先翻起。嗡！自沈星河身后虚空浮现，翻面烈烈招展，霎时间阴风怒嚎，万鬼齐哭。浓郁的死亡气息瞬间淹没了整个皇家府邸，无数扭曲的怨魂虚影尖笑着扑向地面，所过之处，修为稍低的皇家子弟直接被吸干精血魂魄，化作干尸倒地。何方妖孽，敢犯我皇家！数道强大的气息从府邸深处冲天而起，正是皇家的法相境长老。他们目眦欲裂，祭出法宝，引动天地灵气，试图抵挡这恐怖的鬼域。流光破空，沈星河的身影在怨魂黑雾中时隐时现，他并指一点，腰间一道清月剑冥响彻九霄。铮！一道凝练到极致的白金色流光骤然撕裂黑暗，他无视空间距离，瞬息即至。扑哧，扑哧，扑哧，三名刚刚飞起的法相境前期长老，护体灵光如同薄纸般被洞穿，眉心、咽喉、心脏三处要害同时飙射出凄厉的血溅，他们甚至来不及发出惨叫，眼中的神采便瞬间熄灭，尸坠落尘埃。小辈，受死！皇家最强的法相境后期老祖须发皆张，含怒出手，一尊巨大的土黄色法相巨掌遮天蔽日，携万钧之力狠狠拍下。哼，蝼蚁撼树！沈星河眼神漠然，右手五指微张，朝着那压下的巨掌虚虚一握。墨兰渊海火腹，深沉的墨蓝色火焰凭空而生，瞬间化作无数条冰冷的火焰锁链，缠绕上那土黄色的巨掌。极致的阴寒与焚灭之力爆发，滋滋滋咔嚓，那看似威猛的巨掌在墨兰渊海的侵蚀下竟迅速崩解消散。皇家老祖如遭重视，猛地喷出一口鲜血，眼中充满了惊骇欲绝。该你了！沈星河冰冷的目光扫向下方一个被怨魂缠住、断了双腿、正惊恐哀嚎的皇家核心子弟，他手指微弹，一道气劲精准地废掉了对方的丹田和双臂。君未雪悬浮在空中，看着下方炼狱般的景象，身体微微颤抖，脸色比之前更加苍白。血腥、杀戮、绝望的哀嚎不断冲击着他的感官，他握着剑柄的手指关节因用力而发白，紫眸中金光、神救与血光、杀戮激烈冲突，让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动手！君未雪猛地睁开眼，看着那个在地上蠕动的仇敌，看着沈星河冰冷审视的目光，一股前所未有的决绝猛地冲垮了内心的挣扎。啊！他发出一声近乎崩溃的尖笑，手中长剑化作一道寒光，带着他所有的恐惧、愤怒和破釜沉舟的意志，狠狠刺下。噗！长剑精准地灌入那皇家子弟的心脏，温热的鲜血溅射到他苍白的脸颊上。他愣住了，握着剑，大口喘着粗气，身体抖得像风中的落叶。沈星河没有言语，只是继续着他的杀戮。万魂事先翻招展，怨魂肆虐，墨兰渊海火无声燃烧，将抵抗者顷刻间炼化。而君未雪在最初的生涩和挣扎后，动作开始变得果决。虽然每一次挥剑都伴随着道心的剧烈刺痛，但他咬着牙，眼神越来越冷，好像有女帝的样子了。他不再犹豫，每一次出手都精准地刺向沈星河特意留下的失去反抗之力的皇家核心子弟的要害。紫眸中的血色渐渐压过了金光，皇家在绝望的哀嚎与恐怖的毁灭中化为一片死寂的焦土。沈星河看向身旁气息有些紊乱，脸色依旧苍白，但眼神已截然不同的君未雪微不可察地，轻轻点了点头。下一架，他言简意赅，再次撕开空间。李家府邸上空，同样的戏码再次上演，万魂幡的鬼哭，肉搏的输出，墨兰渊海火的焚灭。沈星河依旧是那冷酷高效的毁灭机器，而这一次君未雪的表现让沈星河眼底掠过一丝真正的满意。
他不再需要沈星河的催促。当沈星河将目标废掉丢到他面前时，他只是深吸一口气，压下道心深处更加强烈的排斥剧痛，眼神冰冷而专注，手中的剑已经能稳定而精准地刺出。动作虽然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但那份犹豫和恐惧已经消失了大半。每一次挥剑都是对自身神就意境的强行压制与挑战。李家，步了皇家的后尘，在血与火中化为乌有。当最后一名李家长老在墨蓝火焰中化为青烟，君卫雪紧绷的神经终于到了极限。他闷哼一声，紫眸中那强行压制金光的血色瞬间消退，金光大盛。两股截然相反的意境在他道心深处如同两股洪流般猛烈对撞。噗！他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娇躯软软的向后倒去，意识瞬间陷入黑暗。沈星河身影一闪，瞬间出现在他身后，有力的臂膀稳稳地揽住了他瘫软的身躯。入手处一片冰凉，他的气息微弱到了极点。沈星河眉头微蹙，立刻探入一丝精纯灵力，试图为他疗伤。然而根本没有什么用，宿主不用白费力气了。他并非灵力透支，而是强行压制，对抗自身核心意境太久，引发了道心反噬，神魂与意志消耗过度，陷入自我保护性的沉眠了。让他好好休息几日，自然能缓过来。沈星河闻言，紧绷的神色稍缓，他低头看着怀中女子苍白却依旧美得惊心动魄的容颜，看着她唇边刺目的血迹，眼神复杂难明。啧，我是真没想到，这位小美人为了你，竟然能硬抗到新意境的反噬到这种地步，魅力所在，别无选择。我呸！你搁这吹你妈呢？要点脸行不行？难道这不是他认错人了吗？一个巨大的白眼表情在沈星河眼前闪现。嘿嘿，沈星河也不恼，反而低笑起来。他小心翼翼地调整了一下姿势，让君卫雪靠得更舒服些。随即他心念一动，安心睡吧。一股柔和的灵力托起君卫雪的身体，将其缓缓送入那超级乾坤袋的内部空间中。做完这一切，沈星河对着乾坤袋传去一道清晰的神念：烟罗、梅萧，替我照顾好他。夜风吹散硝烟，只留下遍地焦土与浓得化不开的血腥。对了，要先趁着卡号时间去将那个纪伯短给灭门了吧，算是解决麻烦了。定，宿主灭杀唐家，天命反派系统发力，获得反派值9000反派值，确实挺不错的。沈星河缓缓抬起右手，拇指在身前虚空中随意地划过一个十字，哧啦，空间被无声的撕裂，一道璀璨夺目、由无数细碎星辰光辉构成的十字形虚空裂痕骤然出现。十字星辰破。沈星河一步踏出，蓝月国繁华帝都，阳光普照，市井喧嚣，人们如往常般忙碌，修士在空中穿梭。骤然，苍穹之上裂开一道巨大的十字光痕，轰！无形的压力瞬间笼罩整个国度，无论贩夫走卒还是王公贵族，甚至那些御空飞行的修士，都如同被无形的巨山压顶。扑通扑通，无数身影不受控制的跪伏在地，身体瑟瑟发抖，灵魂都在战栗。整座帝都瞬间陷入一片死寂的匍匐。皇宫深处，那位坐镇蓝月国的天伦镜供奉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脸色瞬间煞白。他强撑着冲出宫殿，抬头望向那撕裂天穹的十字光辉，以及光辉中缓缓踏出的那道身影。那身影沐浴在纯净的白色圣辉之中，面容模糊不清，唯有一双眼眸淡漠地俯瞰着芸芸众生。供奉老者只觉得自己的天伦镜修为在这等威压面前，渺小的如同萤火置于皓月。他双手拱起，声音充满了极致的敬畏：前辈在上，晚辈。晚辈乃蓝月国供奉莫玄，不知前辈驾临彼国，所为何事？他甚至连头都不敢抬起。杀人。沈星河的声音平淡无波。莫玄供奉浑身一颤，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几乎当场失禁，感觉他尿不湿都尿湿了。眼前这位存在周身流淌的纯净白色圣元，非但没有带来祥和，反而让他感受到一种恐怖，那是一种超越了他理解范畴的力量。就在这时，一道雍容华贵、带着不屈地威的身影自皇宫最深处的御阶上缓步走出。来人正是蓝月国女帝江诗瑜，她身着一袭明黄色的九凤翔天衮服，身姿高挑曼妙，在庄重衮服的包裹下更显丰腴傲人，峰峦起伏处惊心动魄。绝美的容颜带着帝王的威严与一丝不易察觉的经济，黛眉微蹙，凤目含微。一双精致绝伦的明黄色水晶高跟鞋踏在御阶上，发出清脆而沉稳的声响，每一步都仿佛踏在臣民的心头，尽显一国之君的仪态与风姿。此刻他顶着沈星河的威压，昂首而立，如同风暴中傲然绽放的帝皇之花。
他走到墨玄供奉身侧，对着虚空中的沈星河盈盈一拜，姿态不卑不亢，声音清越如凤鸣，带着一丝竭力维持的镇定。晚辈蓝月国主僵尸鱼拜见前辈，未知前辈驾临，有失远迎，还请前辈恕罪。不知前辈莅临彼国，有何御事？他的目光努力迎向那圣辉中的身影，试图看清那模糊的面容。沈星河的目光落在僵尸鱼身上，神念瞬间扫过，暗赞一声，这身段气质却是人间极品，确实挺不错的。一丝邪念悄然滋生，僵尸鱼，好名字。话音未落，微微一闪，沈星河的身影如同瞬一般出现在了僵尸鱼面前，距离近的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他抬起右手，拇指轻轻伸向僵尸鱼那光洁如玉的下颌，欲要挑起。僵尸鱼心中警兆狂鸣，帝王本能让他下意识地后退了小半步。然而他看清了沈星河的真容，那俊美无愁，仿佛汇聚了天地灵秀的脸庞，尤其是那双淡漠中隐含着一丝邪魅笑意的眼眸，如同致命的漩涡。嗡！一股难以言喻的悸动瞬间击中他的心房，那绝非仅仅是被冒犯的愤怒，更掺杂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源自灵魂深处的吸引与沉沦。这其实是沈星河在闪现之时就用魅魔体幻冥或心体的特殊能力欲念共生，一道无形的源自混沌欲念本源的印记，无视空间与防御，瞬间烙印在僵尸鱼的元神最深处。在他的元神额头上，一个极其微小却散发着无尽魅惑气息的粉紫色魅魔符文一闪而逝，随即隐没。哟，宿主可真是个大坏蛋啊！本系统真没想到你连欲念共生这种特殊技能都用上了。目标还是蓝月国女皇，坏，太坏了。不过本系统喜欢，直接奖励300反派值。嘿嘿，系统的贱兮兮声音毫不掩饰的调侃。沈星河心中暗笑，收回手指，仿佛刚才的轻佻从未发生。他目光扫过下方依旧匍匐的芸芸众生，声音恢复了之前的淡漠。尔等放心，本少行事自有分寸，不会坏了尔等蓝月国的规矩法度。我不进城杀不就是了。他不再看脸色微红、眼神复杂难明的僵尸鱼，缓缓闭上双眼。下一刻，双眸猛然睁开，天眼开，白色圣光骤然从他双眼中迸射而出。圣光扫过之处，尘世间的一切阻碍，无论是高墙楼阁还是禁制阵法，都如同虚设。目光穿透层层空间，瞬间锁定在帝都西南角一座占地极广、雕梁画栋、极尽奢华的府邸之上祭府。府内，纪伯短正一脸谄媚地向几位家族耆老汇报着什么，几个锦衣华服的年轻人则在一旁饮酒作乐，浑然不知灭顶之灾已至。找到了，他甚至连姿势都未改变，只是平静地抬起右手，对着祭府所在的虚空，五指轻轻一握。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没有毁天灭地的光芒，只有空间无声无息的湮灭。那座奢华宏伟、象征着纪家财富与地位的巨大府邸，连同其中所有的人物，都在那轻轻一握之间顷刻间炼化，彻底抹除。沈星河收回目光，眼中的圣光敛去，对着下方依旧处于极度震撼中的僵尸鱼和墨玄供奉微微颔首。好了，本少该杀的人已杀，走了。话音落下，他身后的空间再次无声地裂开一道十字星辰裂痕。沈星河一步踏入其中，瞬间消失在裂痕深处。裂痕缓缓弥合，不留一丝痕迹。僵尸鱼伫立在虚空之上，夜风卷起他华贵宫装的裙袂，猎猎作响。他凝望着沈星河身影融入虚空，彻底消失的方向，心湖深处竟泛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愫，就像情人诀别时的空落与怅惘，丝丝缕缕地缠绕着心间。他猛地一甩琴手，乌黑如瀑的青丝拂过微凉的脸颊，将那荒谬的悸动强行压下。我这是……他低声呢喃，黛眉紧蹙，强压下心头的异样。僵尸鱼的威仪重新笼罩周身。他转身，目光扫过身后几位面如土色、大气不敢出的长老，声音恢复了惯有的清冷与不容置疑。纪家已被那位前辈抹去，尔等对外宣称，纪家因欠下蓝月国库巨额外债，无力偿还，已被举族迁往北漠苦寒之地，永不回返。此事到此为止，不得再议。谨遵陛下旨意。长老们如蒙大赦，躬身领命的声音颤抖。僵尸鱼不再多言，登上凤辇。华盖垂落，珠帘轻摇，隔绝了外界的窥探。然而在返回深宫重阙的漫长路途中，透过摇曳的珠帘缝隙，他的目光却显得有些失神。沈星河那张俊逸非凡、带着几分玩世不恭与致命邪魅的脸庞，如同烙印般反复浮现在他的识海。那双深邃如渊眼眸，那抹似笑非笑的唇角，挥之不去，无声地撩拨着他冰封已久的心弦。虚空的夹层，时间与空间的下隙之中，沈星河游离于世界之外的虚空，
清晰地捕捉到了僵尸鱼那缕缠绕不清、带着迷茫与一丝隐秘渴望的心绪波动。呵，他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指尖轻轻摩挲着下巴。这幻冥或星体的魅惑，效果有点强啊！仅仅是力量的展现与短暂的接触，便在这位心智坚毅的女皇僵尸鱼心湖中激起的涟漪，连她自己都未曾完全明了。沈星河一步踏出，身形自无形的空间褶皱中显现，如同从水墨丹青中走出的谪仙，周身瞬间收敛，归于沉寂。他抬手，目光投向北方苍穹，只见天穹尽头，景象令人心神俱震。数十艘庞大的漆黑飞舟正撕裂云海，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遮天蔽日地向着北方疾驰。非洲通体由玄铁铸造，狰狞的恶鬼为船首，空洞的眼窝里燃烧着的忧虑灵火。甲板上密密麻麻矗立着身披黑色骨甲、气息凶厉的修士沈星河皱眉。这方向有点像天道宗的方向。也罢，是时候回去看看了。许久未见，不知我那师尊宝宝是否依旧可口？带着一丝侠逆的温柔，潜藏着剧烈情愫。下一瞬，空间荡开一圈细微涟漪，他的身影瞬间消散。天道宗山门之前，一层厚重无比、流转着亿万道玄奥星辰符文的七彩光幕，倒扣的琉璃天穹，将整个天道宗山门牢牢庇护其中。浩瀚磅礴的星辰之力汹涌澎湃，凝聚成壁垒。周天星斗护山大阵已被催发至极限。光幕之内，主峰广场，苏应离一袭素白宫装，独立于最前方。在他身后是天道宗仅存的几位伤痕累累的长老和核心弟子，人人气息萎顿，但眼中却燃烧着与宗门共存亡的不屈意志。护山大阵的光幕之外，黑压压的鬼王宗大军来到，狰狞非洲悬停，为首的两道身影凌空而立，其中一人赫然是天道宗曾经的炼体长老赵莽，此刻他身披鬼王宗的玄黑重甲；另一人，他身形高瘦，一身大黑袍，脸上覆盖着一张毫无表情，只露出两只深邃眼动的青铜鬼面。苏应离，赵莽充满了居高临下的傲慢与残忍的戏谑，放弃这徒劳的挣扎吧。看看你身后这些残兵败将，看看这即将崩溃的龟壳，负隅顽抗，只有形神俱灭。鬼王大人念你修为不易，特赐恩典，只要你肯跪地臣服，献上宗门，大人允诺可赐你鬼王宗长老尊位，享无上荣华。何必为了这堆注定化为灰烬的破瓦烂木，白白葬送性命和道途？住口！叛徒！我苏应离生于天道宗，长于天道宗，此宗之魂早已融入我血脉，注入我骨髓，同源同根，生死与共。想让我苏应离屈膝，做那魑魅魍魉的鹰犬？痴心妄想！今日唯有一战，纵身死道消，魂飞魄散，异药等付出代价。我天道宗弟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猛地拔出腰间的紫霄剑，剑锋所指，死战不退。人在宗在，人在宗在，死战不退。身后残存的长老和弟子们爆发出怒吼，衰败的灵力被强行点燃，汇聚的声浪竟短暂地撼动了鬼王宗大军带来的恐怖阴云。然而在这玉石俱焚的决绝之下，无人窥见苏应离握剑的指节因过度用力而泛起青白，一丝深入骨髓的哀伤在他眼底最深处无声蔓延。他的左手下意识地极其温柔地附上了自己依旧平坦的小腹。识海深处，一个身影无比清晰地浮现，那个总带着坏笑，一生生唤他师尊宝宝的逆徒。逆徒，心在无声的气血。逆徒，或许这便是你我师徒缘尽的时刻了。此战，师尊恐将魂归天地，埋骨荒山。若有来世，若有来世，师尊不做你的师尊了，师尊要堂堂正正做你的妻，伴你身侧，看尽山河。更深的痛楚与愧疚将他淹没。对不起，星河，对不起，我们的孩儿。同一时刻，在主峰侧翼，指挥着一队弟子结阵防御的夏清月，清丽绝伦的容颜上沾满了血污与尘土，疲惫刻在眉间。他手中的剑光芒暗淡，望着光幕外青铜鬼面人，一股深沉的无力感攫住了他。他想起了某人的承诺，待我归来，庇护师姐周全的身影。师弟，我或许等不到你修为通天，踏云归来的那一天了。天道宗于我心生，受我道法，此乃我道心所系，生死不弃。若能度过此劫，师姐定要嫁你为妻。随即苦涩如潮水般涌来，只是看着遮天蔽日的魔影，看那深不可测的青铜鬼面，再见之日，恐是幽冥。他用力握紧了手中残剑，指节发白，眼神重新变得坚定而悲怆，唯愿轮回流转，来生碧落黄泉。第一个遇见的人是你。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心中那朝思暮想，以为远在天涯的人，此刻正藏匿于空间最细微的褶皱之中。
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这滚滚红尘，痴儿怨女，不过都是天道掌中挣扎的浮游。情之一字，是焚身的烈焰，亦是最趁手的利刃。虚空的涟漪尚未完全平复，一道身影如同撕裂画布般无声无息地踏出。沈星河现身了，没有震天的宣告，没有华丽的登场，他手中唯有一杆魂幡。他甚至没有看一眼下方震惊的众人，直接锁定在遮天蔽日的鬼王宗非洲大军之上，双手在胸前瞬间结出一道印诀。嗡！随着印诀完成，那幡猛地一震，幡面上凝固的暗红符文瞬间沸腾翻滚，一股肉眼可见的猩红血雾轰然爆发，带着吞噬一切的饥渴与无法抗拒的吸力，瞬间弥漫了整个战场上空。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空间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下一刻，让所有人永生难忘、毛骨悚然的景象发生了。无论是非洲甲板上那些凶神恶煞、身着黑色骨甲的宁迈镜、元辅镜修士，还是船舱内操控阵法、自以为安全的指挥者，甚至是那10几个凌空而立、气息强横的化钢镜头目，他们的身体猛地一僵，脸上的表情瞬间定格惊愕、恐惧、茫然、痛苦，所有的情绪都凝固在最后那一刻。随即，无数道半透明的、带着生前最后惊恐与绝望的魂魄虚影，被无形巨手强行撕扯出躯壳，发出只有灵魂才能感知的凄厉尖笑，身不由己地被那杆恐怖的魂幡释放出的血雾漩涡疯狂吞噬。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没有血肉横飞的惨烈，只有无声的玻璃与吞噬。非洲依旧悬停，船体完好无损，但甲板上、船舱内，所有被血雾笼罩的鬼王宗修士，他们眼神彻底空洞，身体软软的倒下，变成了一具上有余温却再无半点灵魂气息的空壳。只有那10几个化钢镜修士和鬼王宗宗主魂魄离体的瞬间爆发出强烈的灵光抵抗，但也仅仅支撑了不到一息，便在魂幡那恐怖的吸力下发出无声的哀嚎，被强行扯入血雾之中，成为了幡中万千怨魂的一员。整个鬼王宗大军，除了那带着青铜鬼面的神秘人依旧悬立，其麾下所有修士无论修为高低，在沈星河现身结印翻动的短短数息之间全军覆没，魂飞魄散，天地间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魂幡血雾翻涌的汩汩声，如同地狱的血河在流淌。天道宗护山大阵之内，所有人都如同被施了定身术。苏应离紧握着紫霄剑的手僵在半空，美眸圆睁，难以置信地望着天空中那如同魔神降世般的身影和那敢吞噬一切的邪幡。前一刻还如同灭顶之灾的绝望，瞬间被眼前这颠覆认知、恐怖到极致的景象所取代。巨大的冲击让他大脑一片空白。夏清月同样呆立当场，手中的剑几乎脱手掉落。他看着那熟悉又陌生的身影，看着他手中那杆散发着无尽死气的魂幡，一股难以言喻的冰冷与震撼从脚底板直冲头顶，让他浑身发冷，却又在心底最深处涌起一丝劫后余生的狂喜与陌生感。沈星河缓缓收回结印的手，那弥漫天地的恐怖血雾如同有生命般迅速倒卷回魂幡内，幡面恢复了暗沉的红色，但上面扭曲哀嚎的怨魂面孔似乎更加清晰密集了。他随意地将魂幡收起，他这才缓缓转身，目光穿透七彩的光幕，落在了下方呆若木鸡的苏应离和夏清月身上。当看清那张俊美无愁却带着一丝邪意冷漠的脸庞时，师弟，带着无尽惊喜、激动，甚至带着哭腔的声音。夏清月最先从巨大的震撼中回过神来，所有的恐惧、担忧、陌生感在这一刻都被汹涌的狂喜冲散。他甚至忘记了自己高冷的仪态，忘记了身处何地，如同乳燕投林般不顾一切地冲向着光幕边缘，正缓缓降落的沈星河狂奔而去。护山大阵的光幕在沈星河面前如同虚设，他一步踏入，夏清月猛地扑进了他的怀里，双臂紧紧环住他的腰身，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要将自己融入他的身体。他将脸深深埋在他的胸膛，肩膀因为极致的激动和后怕而剧烈的颤抖着，滚烫的泪水瞬间浸湿了他胸前的衣襟。师弟，真的是你？哦，你回来了，你真的回来了。他的声音哽咽破碎，带着失而复得的巨大喜悦和无法言喻的委屈，像似要将所有的恐惧和思念都宣泄出来。沈星河微微一怔，随即眼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柔和。他伸出双臂，轻轻环住了怀中颤抖的娇躯，然后竟将他整个抱离地面，在原地缓缓地温柔地转了一圈。清风拂过，扬起夏清月散落的发丝，露出她梨花带雨却绽放着无比明媚灿烂笑容的绝美脸庞。那笑容如同冲破阴霾的朝阳，耀眼夺目。师姐，我回来了。沈星河的声音低沉而清晰，带着安定人心的力量。他轻轻地将她放下，指尖温柔地拭去她脸颊上的泪痕。然而
这温馨的一幕落在不远处的苏应离眼中，却如同针扎。他脸上的惊喜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酸涩和委屈。看着夏清月扑进沈星河怀里，看着他抱着他转圈，看着他温柔地为他拭泪，一股强烈的醋意如同打翻的陈年老醋坛，瞬间弥漫了整个心房。他下意识地微微嘟起了娇艳的红唇，如同闹别扭的小女孩，那双清冷的秋水眸子里此刻却盈满了水光，带着3分气恼7分委屈地瞪着沈星河。一双纤纤玉手更是无意识地用力攥紧了素白宫装的裙摆，将那华贵的布料揉得皱成一团。最后他干脆气鼓鼓猛地转过身去，像是给沈星河一个写满了我很生气，快来哄我的微微颤抖的窈窕背影。这逆徒绝对是故意的，苏应离在心中咬牙切齿地控诉。为什么？为什么他第一时间奔向的不是我？明明我才是可恶的逆徒！他越想越委屈，连带着护在小腹上的手都无意识地收紧了些。沈星河将苏应离这可爱至极的小动作尽收眼底，嘴角勾起一抹恶作剧得逞般的极其细微的弧度。他当然知道师尊的小心思，这故意为之的区别对待，正是他恶劣趣味的小小调戏。他不再逗弄，向前一步，正欲开口，忽然他眉头微不可察的一蹙，看向天道宗的所有伤痕累累的同门。麻烦。沈星河低声自语，带着一丝无奈，更多的却是掌控一切的从容。他不再多言，只是随意地抬起右手，打了一个清脆的响指。大。随着响指声落，以沈星河为中心，一道纯净、温暖，仿佛蕴含着无尽生命本源力量的白色光环，白色凌厉水波涟一般瞬间扩散开来，光环所过之处注入了磅礴的生机。复苏领域开，白光如水银泻地，温柔地覆盖了每一寸土地，包裹了每一个天道宗弟子。奇迹发生了，无论多么狰狞的伤口，无论多么深可见骨的剑痕，无论多么严重的内腑创伤，都在接触到这温暖金光的瞬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速愈合。断裂的骨骼自动接续，枯竭的灵力如同泉涌般重新充盈经脉，苍白的脸色迅速恢复红润，萎靡的气息节节攀升，转眼间便恢复到了全盛状态。甚至连山门内被战火波及、枯萎断裂的灵花异草，都在这生命之光的照耀下，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抽枝发芽，绽放出更加绚烂的花朵。仅仅一个响指，整个天道宗从濒临毁灭的绝境瞬间恢复如初，甚至更胜往昔，仿佛刚才那惨烈绝望的大战只是一场噩梦。沐浴在温暖而神圣的金光中，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充盈力量与焕然一新的状态，所有天道宗弟子都彻底呆滞了。他们望着场中那道沐浴在淡淡金光中如同神明将士般的身影，眼中充满了无与伦比的震撼、敬畏以及劫后余生的狂喜与臣服。苏应离也感受到了体内伤势的痊愈和灵力的澎湃，那让他委屈的醋意还是没有再改变。他依旧背对着沈星河，但攥着裙摆的手却微微松开了些，身体也停止了颤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沈星河的声音打破了战场死寂后的震撼余韵，平静中带着威严，清晰地传入每一个呆滞的天道宗弟子耳中。诸位同门长老，他目光扫过下仍沉浸在巨大冲击中的众人，鬼王宗宵小已除，宗门之危暂解，当务之急是收拾残局，安抚伤者，重整我天道宗基业，各司其职，散去吧。他的话语瞬间唤醒了迷茫的众人，长老们如梦初醒，看着满地同门虽伤势痊愈，但精神恍惚，看着被破坏的山门楼阁，而后离开。他们看向沈星河的眼神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改变了以前对他的看法。那不再是看一个弟子，而是看一位深不可测，如同神明般的存在。弟子们也纷纷回神，带着敬畏与感激的目光，深深望了一眼场中的身影，开始互相搀扶着，或是奔向倒塌的建筑。整个天道宗从濒死的沉寂中缓缓恢复了一丝生机。沈星河这才将目光重新投向那道依旧背对着他，显得格外倔强的素白身影。他嘴角滴着一丝无奈，又带着点宠溺的笑意，双手抬起，规规矩矩地行了一个弟子礼，声音清朗：“徒儿沈星河拜见师尊。”苏应离娇躯机不可察地轻颤了一下，但依旧没有回头。他能感觉到夏清月就在旁边，身为师尊和宗主的矜持让他强忍着扑过去的冲动，但那微微鼓起的腮帮子和攥得更紧的裙摆暴露了他内心的波澜。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而威严，甚至还带着一丝师尊的怒气。哼，免了，你这逆徒！他猛地转过身来，那双迎着水光带着委屈和嗔怒的秋水眸子直直瞪向沈星河，暂时压下了醋意，被更大的疑惑取代。你的修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会变得如此匪夷所思？那挥手间湮灭鬼王宗大军，一个响指复苏全宗的恐怖力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畴。夏清月也立刻上前一步，
清丽的脸上同样写满了震惊与不解，美眸紧紧盯着沈星河。师弟，这太惊人了！你离开宗门才多久？这力量是你的吗？沈星河看着眼前2张写满求知欲的绝美容颜，心中念头飞转，正思索着如何编造一个合理的奇遇故事搪塞过去。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回到玉清殿再告诉你们吧。沈星河在虚空中一划，虚空瞬间出现了一个裂缝。师尊师姐请吧。穿过虚空裂缝就到达了玉清殿。看着这个眼前的逆徒，苏应里有点相信他被夺舍了，但是看到他那贱兮兮的笑容，而且他除了修为也没有反常的地方，他也没再多想。就在这时，异变陡生，沈星河周身毫无征兆地腾起一阵妖异的带着淡淡甜腻气息的粉红色雾气。这雾气并非实体，而是由纯粹的能量构成，瞬间将它笼罩。叮，宿主请注意，您的通天代卡体验时间已结束。由于您连续使用2日，此卡有副作用，接下来2日内您将处于极度虚弱状态，灵力枯竭，形同凡人。我靠！沈星河脸色瞬间大变，心中狂吼：你怎么不早说？坑爹啊！嘻嘻，你也没问呀。温馨提示：为奖励宿主辛勤耕耘，并惩罚您平日对师尊宝宝的恶劣行径系统，特赠集月合欢散加强版1份。此物无色无味，直入神魂，效果吗？保证让宿主好好享受被欺负的滋味吧。结，系统的声音贱兮兮的，充满了幸灾乐祸。沈星河只觉得一股难以言喻的燥热瞬间从丹田升起，如同野火燎原，瞬间席卷全身。更可怕的是，他体内那浩瀚的灵力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股前所未有的虚弱感他禁锢，连站立都感觉有些吃力。而他对面苏应离和夏清月的情况更加不妙。在沈星河被粉红雾气笼罩的瞬间，一股无形的源自灵魂最深处的欲念冲击波般，随着那诡异的甜腻气息，如同最猛烈的春药。宿主，他们现在是最原始的自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只是有着对知识的渴望。结。秋水眸子瞬间燃起2簇粉红色与原始渴望的火焰，原本白皙如玉的脸颊瞬间飞上2抹惊心动魄的绯红，呼吸也变得急促而灼热，失去了清明，被同样的粉红玉焰取代，潭口微张。时间再从晨曦微露到暮色四合，再到又一个黎明破晓。当第一缕淡金色的晨光透过殿宇高窗的缝隙，斜斜地洒落在凌乱的云锦地毯上时，最先恢复意识的是苏应离。她长长的睫毛如同蝶一般轻轻颤动了几下，缓缓睁开。那双秋水茧瞳中初时还残留着一丝未散的迷蒙，如同隔着一层薄雾。但下一秒，当她的目光扫过自己不着寸缕、布满暧昧红痕的身躯，再看到同样衣衫进退，如同海棠春睡般依偎在自己和沈星河身边的夏清月时，轰！所有的记忆碎片瞬间涌入脑海，那些迷离的喘息、滚烫的肌肤相亲、不顾一切的索取，以及被原始本能彻底支配的疯狂，如同汹涌的潮水，瞬间将他淹没。苏应离的俏脸唰的一下变得惨白，随即又迅速涌上羞愤欲绝的潮红，一股强烈的眩晕感袭来，让他几乎窒息。这逆徒，竟敢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巨大的羞耻感和滔天的怒火在他心中炸开，他下意识地将所有过错都归结于那个此刻依旧沉沉昏睡、眉宇间带着深深疲惫的沈星河身上。他猛地坐起身，也顾不得身体深处传来的阵阵酸软，一把扯过散落在地的被撕扯得几乎无法蔽体的素白宫装碎片，勉强遮掩住惊心动魄的春光。他咬着下唇，一双美眸喷火般的瞪向沉睡中的沈星河，又羞又怒地扫了一眼同样未醒的夏清月，腮帮子气得鼓鼓的，如同塞了2颗小笼包。可恶至极！他心中怒骂，再不愿在此地多待一秒，胡乱裹好残破的衣物，几乎是踉跄着，带着一种落荒而逃的狼狈，头也不回地冲出了这间令他羞愤欲死的玉清殿，将一地狼藉和2个罪魁祸首抛在身后。殿内重新归于寂静。又过了约莫一盏茶的功夫，夏清月纤长的睫毛也微微翕动，悠悠转醒。初醒的迷蒙散去，昨夜的记忆如同清晰的画卷，在他识海中徐徐展开。与苏应离的羞愤不同，夏清月先是微微一愣，随即一抹极其复杂的神色浮现在她清丽的容颜上，有少女初尝禁果的羞涩，有对昨夜疯狂的难以置信，有对师弟沈星河的浓浓依恋，甚至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隐秘的满足。她的脸颊瞬间飞上2朵动人的红霞，如同熟透的蜜桃，一直蔓延到精致的耳根。她没有像苏应离那般暴怒，反而轻轻侧过身，一双水润的眸子凝视着身边沉睡的沈星河。看着他沉睡中依旧俊美却带着浓浓倦意的脸庞，
看着她紧蹙的眉宇间，仿佛还残留着昨夜的痛苦与不堪重负。夏清月的心间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她伸出纤细的手指，极其轻柔地抚过沈星河微蹙的眉心，仿佛想将那抹疲惫抚平。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温柔到极致的、带着母性光辉的浅笑。师弟，他在心中无声轻唤，没有责怪，只有化不开的柔情。他小心翼翼地坐起身，动作比苏应离从容许多，同样捡起地上残破的衣物，仔细地、尽量得体地穿戴好。临行前，他再次回头，深深地看了一眼沉睡的沈星河，眸中水光潋滟，带着无尽的眷恋与一丝甜蜜的羞涩，这才悄无声息地退出了玉清殿。当清晨真正明媚的阳光洒满殿宇，带着暖意照在沈星河脸上时，他才如同从万丈深渊中挣扎出来，发出一声痛苦而沉重的呻吟，缓缓睁开了眼睛。腹一动弹，一股仿佛被什么东西反复践踏过，又像是全身骨头被寸寸拆开重组的剧痛瞬间席卷全身，特别是腰腹之间那几块劳苦功高的核心肌肉，酸胀、刺痛、麻木，仿佛已经不属于他自己。沈星河倒抽一口凉气，俊脸扭曲，额角青筋都爆了出来。他艰难地试图撑起身体，却发现手臂都在不受控制的颤抖。妈的，狗系统，趁老子病，要老子命！你特么简直是畜生不如！沈星河将所有的虚弱与屈辱都归咎于那个该死的系统，这简直比被10个元辅进围攻还要命。丁，系统正在怡红院雅座里勾栏听取呢，宿主有何吩咐？咦，听着中气十足的骂声，看来恢复的不错嘛。结，系统贱兮兮的声音适时响起，充满了幸灾乐祸和事不关己的悠闲，仿佛真的在勾栏听取。沈星河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正要破口大骂，突然他腰间的超级乾坤带毫无征兆地爆发出强烈的空间波动，带口幽光大放。嗡，3道曼妙的身影在光芒闪烁间，瞬间出现在空旷却弥漫着暧昧气息的玉清殿内。郑世君、魏雪、梅萧、烟罗和梅萧府一现身，目光扫过凌乱的现场和明显状态不佳的沈星河，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惊讶，但他们反应极快，立刻压下心中波澜，同时莲步轻移，对着沈星河盈盈下拜，姿态恭敬柔顺，拜见公子。而君魏雪的反应则截然不同，他那双原本清冷如寒星的眼眸，在看清沈星河的瞬间，骤然亮起惊人的光彩。那是一种毫不掩饰的炽热，依恋他身上那股因杀戮而凝练的，如同出鞘利剑般的冰冷剑意。在见到沈星河的刹那，竟如同冰雪消融般迅速褪去，只剩下小女儿般的娇憨与渴望。他无视了殿内的狼藉和沈星河的虚弱，如同归巢的乳燕，带着一股香风，直接扑到了沈星河身边，亲昵地搂住他的手臂，声音甜腻的能滴出蜜来。夫君，魏雪回来了，你交给魏雪的任务，魏雪都完成得漂漂亮亮的，那些人我都得清理干净了。他仰着小脸，眼神亮晶晶的，充满了邀功的期待。丁，检测到君魏雪情感波动异常，杀意凝练，道心蜕变，却又对宿主展现出极致的依恋，这不合理，非常不合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爱的力量，能把一个神救意境变成杀戮意境？恐怖如斯。沈星河感受着手臂上传来的惊人弹性和热度，再结合系统的话，瞬间明白了他口中的奖励所指何物。他只觉得后腰又是一阵幻痛，头皮发麻，连忙挤出一个温和的笑容，试图安抚这只变得异常粘人的小野猫。雪儿做得好，非常好，夫君很满意。他艰难地抽了抽手臂。至于奖励，雪儿乖，等夫君休息好了，恢复些力气，再好好奖励你，如何？夫君现在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了。无能。宿主，这句扶丧俚语送给你真是太贴切了。不行了，本系统要去再点一首小曲压压惊。结。系统那唯恐天下不乱的贱笑声再次响起，在沈星河本就崩溃的神经上又狠狠踩了一脚。沈星河内心毁灭吧，赶紧的，累了。沈星河只觉得一股寒意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看着眼前渲然欲泣、嘟着红润小嘴的君魏雪，在感受着后腰传来的要断裂般的酸楚，他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力不从心的恐慌。夫君君魏雪的声音带着浓浓的鼻音，如同受尽委屈的小猫，那双清冷褪去后只剩下水波荡漾的眼眸，此刻正控诉地看着他。你是不是不爱魏雪了？他说着，长长的睫毛一颤，晶莹的泪珠当真就在眼眶里打起了转，欲落未落，配合着他那张绝美清纯的脸庞，杀伤力惊人。雪儿，别，千万别哭。沈星河心肝一颤，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伸手，
想要抚慰他，声音带着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仓皇和哄骗。夫君怎么可能不爱你？夫君最爱你了，最爱你了。他试图挤出最真诚的笑容，却不知此刻自己脸色苍白，眼窝微陷，这笑容怎么看都带着几分虚弱的勉强。丁，检测到顶级渣男语录，油嘴滑舌技能点满，国服第1海王认证。系统面板适时弹出，还附带了一个巨大的金光闪闪的比试中指动态图，嘲讽值拉满。真的吗？君未雪眼中的泪水瞬间收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灼热的光芒。他非但没有被安抚，反而更加贴近，滚烫的呼吸几乎喷在沈星河的耳廓。那我们现在就做上次那样的事好不好？夫君，他的声音甜腻入骨，带着令人心间发颤的魅惑。我都感觉自己还没有怀上夫君的骨肉，所以可不可以吗？夫君就现在。他一边说着，柔软的身躯一边不安分地蹭着沈星河僵硬的手臂，那惊人的弹性和热力透过薄薄的衣料传递过来。咕咚，沈星河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看着眼前这张泪汪汪却又写满了虎狼之念的绝美脸庞，他感觉自己的脊椎都在过电般刺痛，冷汗瞬间从额角渗出。完了，这下是真的完了。他内心在绝望哀嚎，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为什么不是老子龙精虎猛一夜七次郎的巅峰时期？这怎么顶得住啊？瞬间，一个饮鸩止渴的念头闪过脑海。系统爸爸，救命啊！你不是有那个什么超级什么丸吗？快给我来一打！不，10打，积分随便扣，反派只管够。丁，滚蛋，死宿主，又想嗑药，想都别想。系统商城已对刚用完通天代卡且副作用缠身的肾虚用户永久关闭。系统冰冷无情的拒绝，如同39天的冰水，浇了他一个透心凉。我靠，你他妈有病吧！针对老子，我日你！沈星河气得差点灵魂出窍，在心中破口大骂：虚狗！系统贱兮兮地回敬了一个嘲讽言文字。夫君行不行嘛？君未雪见沈星河沉默，眼中水光更盛，红唇几乎要贴到他的下巴。喜儿真的好想要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那娇嗲的声音和直白的诉求，让旁边的烟罗和梅萧听得面红耳赤，目瞪口呆，几乎不敢相信法相近的君未雪竟会说出如此惊世骇俗的话语。沈星河看着君未雪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眼神，再想想万一师尊苏应离或者师姐夏清月此刻推门而入的恐怖场景，那绝对是尸山血海般的修罗场。罢了，我相信我自己一定能行的，拼了！他心一横，再次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好，喜儿乖，夫君答应你。他顿了顿，连忙补充道，语气带着一丝卑微的祈求。但是，喜儿，你能不能先给夫君镀一点灵力？就一点。夫君现在有点灵力枯竭。烟罗和梅萧闻言更是震惊的无以复加。镀灵力。在这种时候，他们看向沈星河的眼神充满了难以置信的复杂。这还是那个我们所熟悉的公子吗？好呀。君未雪闻言非但没有丝毫迟疑，反而眼中瞬间爆发出惊喜的光芒。他回答的干脆利落，生怕沈星河反悔。话音未落，他那只原本搂着沈星河手臂的纤纤玉手如同闪电般滑向他的后颈，五指微张，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道，瞬间扣住了他的命门。沈星河甚至来不及惊呼。君未雪另一只手已捧住他的脸颊，那张带着惊人热意和渴望的绝美脸庞在眼前无限放大。下一瞬，他温软而带着清甜气息的唇瓣带着一种近乎蛮横的不容置疑的力道，重重地印在了沈星河的嘴唇上。沈星河猝不及防，双眼猛地瞪大，紧接着一股精纯温和却又带着君未雪独特的灵力，通过两人紧密相连的唇齿强行渡入沈星河干涸枯竭的丹田之中。这并非温柔的滋养。良久，唇分。君未雪微微喘息着，脸颊带着动情的红晕，那双清冷的眸子此刻却亮得惊人，仿佛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他舔了舔自己湿润的红唇，看着沈星河那俊美的脸庞，嘴角勾起一抹带着侵略性和满足感的极其危险的弧度。原来夫君是真的没有灵力和修为了呀。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恍然大悟。那么雪儿就不客气了哦。话音落下的瞬间，他眼中最后一丝温柔彻底褪去。沈星河低声，放过我吧，真的力不从心了。但被君未雪听到了，因为沈星河那句力不从心的推脱之言，非但未能安抚，反而在君未雪心中激起了更大的涟漪。他那双原本亮晶晶充满期待的眸子瞬间蒙上了一层委屈的水雾，小嘴撅起，
搂着沈星河手臂的力道又加重了几分，带着不容置疑的执拗。夫君骗人，你明明答应过要奖励雪儿的，雪儿那么努力，夫君怎么能说话不算数？他一边说着，一边还用柔软的脸颊蹭着沈星河酸痛的臂膀，像只撒娇又固执的小猫。更让沈星河头皮发麻的是，君未雪的目光忽然转向旁边恭敬视里，但脸颊同样微微泛红的烟罗和梅萧。他眼中闪过一丝狡黠而亲昵的光芒，竟松开了沈星河，转而拉起烟罗和梅萧的手。烟罗妹妹，梅萧妹妹。君未雪的声音带着一种奇异的近乎天真的热情。夫君他一个人好辛苦的。他意有所指的眨了眨眼，语气充满了诱惑。你们不是也喜欢公子吗？不如我们一起来帮帮夫君吧。雪儿觉得和两位妹妹一起特别开心，就当两位妹妹是我陪嫁的妹妹吧。夫君你看可行吗？这不好吧？有什么不好的？就这样决定了。烟罗和梅萧被这突如其来的邀请弄得手足无措，两双美眸中充满了震惊、羞赧以及一丝难以言喻的悸动。他们偷偷看向脸色煞白、试图往后缩的沈星河，又看了看君未雪那真诚又热切的眼神。想到公子对自己的恩情，想到君未雪那强大又随和的态度，再联想到公子此刻那虚弱却又格外诱人的状态，两姐妹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脸颊如同火烧，连耳根都红透了。魏雪姐姐。烟罗声音细弱文瑞，带着一丝颤抖。这梅萧更是羞得说不出话，下意识地想抽回手。哎呀，别害羞嘛。君未雪却不管不顾，用力将两位姐姐拉近，凑到她们耳边，带着一种分享秘密般的兴奋低语道：而且雪儿好喜欢两位妹妹，以后我们都要在一起，永远在一起，还要一起给夫君生小宝宝，好不好？轰！这句话如同惊雷，瞬间劈开了烟罗和梅萧心中最后的矜持与犹豫。生孩子，和公子还有魏雪姐姐一起。他们看向沈星河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灼热，充满了某种神圣而坚定的使命感。好的，魏雪姐姐。烟罗的声音依旧颤抖，却带着一种豁出去的决然。梅萧，听妹妹的。梅萧也轻轻点头，清冷的眸子里此刻水光盈盈，羞涩中带着义无反顾的顺从。沈星河看着眼前这一幕，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前日被苏应离和夏清月轮番压榨的恐怖记忆瞬间复苏，腰间的幻痛陡然加剧。等等，雪儿，你们有话好说。我还没恢复。他的抗议被无情打断。君未雪眼中闪烁着兴奋与势在必得的光芒，第一个扑了上来。他的动作依旧带着渐修的迅捷，却少了凌厉，多了几分娇蛮的占有欲，目标直指沈星河那虚弱的身躯。烟罗和梅萧对视一眼，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羞涩与坚定。烟罗带着一股暖融的热情从另一侧贴了上来，梅萧则带着月华般的清冷与温柔，动作略显生涩，却也目标明确地加入了战团。这一次不再是苏应离与夏清月那种，而是一种奇异的由君未雪主导的和谐合作。他们分工明确，但配合默契，仿佛演练过无数次。等等，沈星河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惊慌，徒劳地挣扎着。能不能换个地方？他实在无法想象，若是在这玉清殿内继续这场浩劫，万一苏应离或夏清月去而复返，那绝对会是天崩地裂，足以让他社会性死亡的恐怖修罗场。君未雪正埋首在他颈间，闻言抬起头，那双水润迷蒙的眸子里带着一丝被打断的不解，红唇微嘟。夫君想换去哪里啊？他的声音甜糯，带着天真的好奇。沈星河脑中灵光一闪，急声道：我的超级乾坤袋里面空间大，安静。他试图让自己的理由听起来更充分，但却掩饰不住语气中的仓皇。哦。君未雪歪了歪头，长长的睫毛眨了眨，再认真思考一会。是因为空间很大，可以玩更多花样吗？他的眼神骤然亮起，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光芒。咕咚，沈星河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喉结剧烈滚动，感觉心脏快要跳出胸腔。对，空间大，场地有很多，比如稻田、油菜花海，更方便。他语无伦次的附和，苍白的脸上泛起一丝不自然的红晕，心跳如肋骨。这谎言连自己都觉得拙劣。烟罗和梅萧在一旁听得面红耳赤，如同煮熟的虾子。没有想到公子喜欢这样的，公子好会玩啊。然而内心深处那被点燃的火苗，却在这奇异的氛围和君未雪主导的和谐中悄然燃烧得更加炽烈。
烟罗那双惯常妩媚的桃花眼，此刻水光潋滟，带着出尝禁果的紧张与一丝隐秘的兴奋。梅萧清冷的眸子里也蒙上了一层迷离的薄雾，呼吸微微急促。可是夫君，君魏雪搂紧了他的手臂，小脸蹭了蹭，带着一丝娇憨的疑惑：“你现在没有灵力了呀？怎么打开乾坤袋呢？”沈星河内心完了，把这茬忘了。他额角渗出冷汗，看着君魏雪那求知若渴的眼神，硬着头皮：“那雪儿，好雪儿，能不能再度一点灵力给夫君？就一点点，一点点就好。夫君打开袋子就好呀。”君魏雪回答的异常爽快，眼中瞬间爆发出比刚才更加璀璨的光芒。嘿嘿嘿，又可以吻夫君了。话音未落，他那只原本环抱着沈星河腰肢的玉臂猛地收紧，另一只手则捧住了他的脸颊。那张带着惊人热意、艳若桃李的脸庞，在沈星河绝望的目光中急速放大。温软、湿润、带着清甜气息的唇瓣，再次带着不容置疑的、近乎蛮横的力道，重重地封缄了他的抗议。君魏雪仿佛无师自通，笨拙却又热情地纠缠着他。沈星河猝不及防，被吻得几乎窒息，大脑一片空白，只能被动地承受着这汹涌澎湃的灵力传输。与此同时，君魏雪扣在他后颈命门的手指微微用力，一股精纯温和却又带着他独特印记的灵力，如同涓涓细流，通过唇齿相接的通道，小心翼翼渡给沈星河。这过程漫长而煎熬，因为君魏雪控制灵力很强，每一秒渡入的灵力都很少。对沈星河而言，既是续命的甘泉，又是新一轮折磨的开端。他能清晰地感受到灵力在缓慢恢复，也能清晰地感受到君魏雪那越来越熟练、越来越投入的吻技，以及他身上散发出的几乎要将他融化的惊人热力。烟罗和梅萧灼热的目光落在他们接吻之上。不知过了多久，当沈星河感觉丹田中终于积聚了一丝微弱的力量时，他几乎是拼尽了全力，趁着君魏雪稍稍换气的间隙，艰难地抬起颤抖的手指，对着腰间那枚超级乾坤袋开。他嘶哑的低吼，指尖凝聚着那来之不易的一丝灵力，艰难地触碰袋口。嗡，袋口幽光大放，一股强大的空间吸力瞬间涌现。呀！君魏雪发出一声带着惊喜的娇呼，非但没有松开沈星河，反而更加紧密地贴了上来，红唇依旧霸道地封堵着他的呼吸。烟罗和梅萧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空间波动卷入，他们惊呼一声，下意识地抓紧了彼此和离得最近的沈星河的手臂。光影扭曲，下一瞬，玉清殿内纠缠在一起的四人身影瞬间消失无踪。超级乾坤袋须弥小世界，这里并非外界所见的狭小空间，而是一片被沈星河精心布置过的灵气氤氲的独立天地。有潺潺溪流，有芳草萋萋的草坪，有精致的白玉亭台，甚至还有一汪雾气缭绕的温泉。光影稳定，四人出现在一片柔软的如同云朵般的巨大灵草殿之上。然而姿势依旧维持着进入前的状态。君魏雪整个人几乎完全负压在沈星河身上，两人的唇瓣依旧紧密相连。他吻得无比投入，将刚才传输灵力的未尽事宜彻底完成，脸蛋红扑扑的，如同熟透的苹果，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完全沉浸其中，对环境的转换恍若未觉。烟罗和梅萧则跌坐在一旁，惊魂未定地看着眼前两人。当他们的目光再次落回草坪中央那对依旧难舍难分的身影时，脸颊瞬间再次变得滚烫无比。沈星河感受着身上那惊人的重量和热度，以及唇齿间那越来越娴熟、越来越具侵略性的纠缠，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在绝望的呐喊：这灵力渡的也太持久了吧！而君魏雪似乎才刚刚开始他的探索之旅，那意犹未尽的红唇蕴含着无穷无尽的热情与索取。须弥小世界内，当外界的天光再次经历一轮明暗交替，由明媚的晨曦转为朦胧的暮色，最终沉入深沉的夜幕。没错，早上又到晚上。灵草殿上一片狼藉，却又带着奇异的旖旎。沈星河仰面躺在柔软如云朵的灵草上，双目无神地望着小世界模拟出的点缀着星辰的夜空。他此刻的状态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原本俊逸非凡的脸庞苍白如纸，眼下是浓重的化不开的青黑，眉宇间刻满了深深的疲惫与一种被彻底榨干的虚脱感。嘴唇微微干裂，气息微弱的如同风中残烛。那身衣袍早已在之前的交流中变得破败不堪，勉强蔽体，裸露出的皮肤上布满了暧昧的红痕和几道不甚明显的抓痕。整个人如同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惨烈到极点的鏖战，精气神被彻底抽空，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躯壳在苟延残喘。每一次微弱的呼吸都要用尽全身力气，连动一动手指都成了奢望。反观他身边，君魏雪、烟罗、梅萧三位佳人此刻正如同燕族的猫般
姿态各异地依偎在他附近，陷入沉沉的酣睡。君未雪侧卧着，绝美的脸蛋上残留着动人心魄的红晕，如同熟透的水蜜桃，唇角微微上扬，勾勒出一抹满足而甜蜜的弧度，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淡淡的阴影，呼吸均匀悠长，只剩下纯粹的被充分滋养后的慵懒与安宁。他的一只手臂还无意识地搭在沈星河胸前，烟罗则趴伏着，玲珑有致的曲线在薄纱下若隐若现。那张妩媚的俏脸枕着自己的手臂，同样带着满足的红晕，桃花眼紧闭，长长的睫毛如同蝶一般微微颤动，似乎在回味着什么美妙的梦境。偶尔发出一两声无意识的，如同小猫般的嘤咛，更添几分娇憨魅惑。眉梢则相对安静，仰面躺在稍远一点的位置，清冷的容颜上也晕染着淡淡的绯红，如同冰雪上绽放的桃花。他呼吸平稳，月白色的衣裙有些凌乱，却无损那份独特的清丽。只是那微微蹙起的眉心和紧抿的唇线，似乎暴露了昨夜某些时刻的激烈与失控。三人气色红润，肌肤莹润生辉，周身仿佛流转着被生命精华充分滋养后的光晕，与虚构沈星河近乎残忍的对比。丁，恭喜宿主，您真是一位功效卓绝，则被众生的绝世宝药啊！节瞧瞧这三位，容光焕发，修为怕是都隐隐精进了一丝呢。反观宿主您，啧，这药扎的成色真是纯正无比。我他的狗系统，我靠！以后我一定要准备好采用这个通天代卡了，不然药完后这个副作用真的大啊！哎呀，宿主此言差也。正所谓是药三分毒嘛。这通天代卡虽有小瑕，但其利断金啊！想想看，若非此卡神威，宿主您如何能谈笑间让那九幽唐家、九幽李家、九幽黄家这些庞然家族顷刻间化为历史的尘埃？那份弹指间强弩灰飞烟灭的无上快感，难道还不足以弥补这点小小的付出吗？小付出，老子差点被补得魂飞魄散。这叫小付出？他艰难地转动眼珠，瞥向身边三位容光焕发的受益者，那不还是跑了一个吗？那傻逼唐少三，等老子带到他，老子一定要用那根打神鞭把他吊起来，抽他个9981遍。系统快给我传出去，不然在这里等他们醒过来又得上班了。瞬间，呼哈呼，他贪婪地汲取着店内清冷的空气，胸腔剧烈起伏，汗水浸透了单薄的里衣，紧贴在遍布暧昧红痕的皮肤上，带来阵阵凉意和难以启齿的黏腻感。后腰深处传来阵阵撕裂般的钝痛，那场旷日持久的劳役是何等惨烈。终于出来了，再晚一刻怕是要成人干了。他艰难地闭上眼，意识在极度疲惫和残余的经济中沉沉浮浮。就在这时，店门被一股裹挟着怒气的凌风砰的一声推开，一道清冷绝尘的身影裹着寒霜踏入，正是他的师尊苏应离。他阴唇紧抿，清澈的眸底跳跃着两簇压抑的怒火。逆徒，冲师逆徒！苏应离的声音不大，却在空旷的后殿里回荡。无法无天，罔顾伦常，迟早有一天，本座定要亲手清理门户，将这大逆不道的孽障挫骨扬灰。他气得胸口微微起伏，腮帮子无意识的微微鼓起，那富强忍怒火的模样，竟在威严中透出几分与他身份极不相符的近乎稚气的可爱来。然而这丝不合时宜的可爱瞬间被眼前的景象冻结，他的精准的刺向床榻上那个背对着他蜷缩成一团的身影沈星河。逆徒，你还赖在本座这里作甚？苏应离柳眉倒竖，厉声呵斥，足下连步轻移，瞬间便逼近床榻边缘。床榻上的沈星河身体机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他此刻只觉得全身骨头像是被拆散了又重新草草拼接起来，尤其是后腰某处隐秘的酸痛如同被反复碾压过。更要命的是，丹田气海空空如也，一丝灵力也无，他连翻身的勇气都没有，只能死死维持着背对师尊的姿势，试图用搏被掩盖自身的狼狈和虚弱。师尊，徒儿想在此歇息一晚，剿灭鬼王宗，实在耗费心神。师尊您能否屈尊去徒儿那寒舍暂住一宿？苏应离脚步顿住，不对劲，以这逆徒无法无天的秉性，强闯他的寝殿，岂会如此安分守己的只求一宿安眠？这背后必有蹊跷，定是又在打什么鬼主意？疑心一起，苏应离不再犹豫，他身形微晃，如同瞬移般已然无声无息地立在沈星河床边，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一股清冽如雪后寒梅的幽香，混杂着凛冽的剑气，瞬间将沈星河笼罩。他的灵识如同无形的潮水，悄无声息地蔓延过去。下一瞬，苏应离那双寒星般的眸子骤然收缩，
绝美的脸上掠过一丝难以置信的惊愕。没有，一丝一毫的灵力波动都没有。这逆徒，修为尽失了。逆徒，苏应离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颤抖，是惊怒，亦或是一闪而过的。别样情绪，你修为尽失了。他紧盯着沈星河露在薄被外苍白的不见一丝血色的后颈。沈星河的心猛地一沉，冷汗瞬间浸透了内衫。没有啊。他矢口否认，声音却因为心虚而显得格外干涩无力。师尊明鉴，徒儿好得很，好得很。苏应离那笑容美得惊心动魄，却也危险得令人心悸。他缓缓抬起一只七双赛雪的玉手，掌心微光流转，一股并不算磅礴，却足以让此刻的沈星河魂飞魄散的灵力波动悄然凝聚，嘴里没一句真话。昨日你在本座，可你做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既然你说好得很，那便起来接为师一掌，让为师看看你这好得很究竟有几分斤两。师尊，不要！沈星河惊骇欲绝，身体下意识的想要蜷缩躲避，却牵动了全身的酸痛，尤其是后腰，痛得他眼前一黑，闷哼出声：“师尊饶命！徒儿不敢欺瞒，是为了宗门剿灭鬼王宗时，不慎伤了丹田根基，才导致修为暂时尽失的。”他试图用为宗门牺牲来博取一丝怜悯。为宗门，苏应离的眼神愈发冰冷，他向前逼近一步，几乎要贴上床沿。好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你昨日你胆大包天做了什么？他看着沈星河那虚弱的连手指都难以动弹的模样，看着他苍白脸上因痛苦和恐惧而沁出的冷汗，看着他试图用薄被遮掩却依旧透出的布满可疑痕迹的脖颈，前尘旧恨与眼前这极具冲击力的景象交织在一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带着报复快意和某种扭曲冲动的邪火猛地窜上苏应离的心头。他忽然俯下身，那张颠倒众生的脸逼近沈星河惊慌失措的侧脸，吐气如兰，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至极的轻柔。既然你这逆徒没了修为，成了人人拿捏的软柿子。他修长冰冷的指尖带着一丝凌厉微芒，轻轻拂过沈星河紧绷的布满冷汗的额角，感受着他瞬间的僵硬和战栗。那为师今日，苏应离的唇瓣几乎要贴上沈星河的耳廓，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如同情人低语却又充满致命威胁的声音：也不妨效法你的逆徒之道，做一回冲途逆师，看看没有修为的你还能怎样。苏应离那句冲途逆师把沈星河吓得一惊，他正绞尽脑汁思索脱身之策，却见眼前那清冷绝尘的师尊皓腕一番，掌心竟凭空多出一物，那是一条通体乌沉闪烁着幽冷金属光泽的狗链，链环细密精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禁锢之意，末端一个冰冷的项圈。苏应离先指捏着链身，轻轻一抖，哗啦，清脆而冰冷的金属撞击声在寂静的后殿里突兀地响起，那声音带着某种的象征，让沈星河本就苍白的脸色瞬间褪尽最后一丝血色，连呼吸都为之抑制。逆徒！苏应离的声音依旧清冷，却裹挟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近乎残忍的戏谑。他手腕微扬，那冰冷的链子在空中划出一道危险的弧线。天道好轮回，今日为师便让你也切身体会一番，当初本座修为尽失时，你是如何款待于我的，这份厚爱当10倍奉还。话音未落，一股源自生物本能的巨大危机感攫住了沈星河，他几乎是凭借着一股回光返照般的求生欲，身体猛地从床榻上弹起，想跑。苏应离眸中寒光乍现，唇角却勾起一抹极淡极冷的笑意，他并未动手，只是那属于化刚劲强者的无形威压。沈星河刚离床的身体如同撞上了一堵无形的铜墙铁壁，闷哼一声，被那沛然墨玉的灵压死死按回原地，动弹不得。苏应离莲步轻移，如同踏着冰霜缓缓逼近。他居高临下的看着被威压定在床沿狼狈不堪的沈星河，那抹冰冷的笑意在唇边加深，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近乎妖异的魅力。逆徒，胆敢再挪动一寸！他的声音轻柔如羽毛拂过，却蕴含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威胁。为师便将这交流的时限再延长2个时辰，你可想试试？师尊，沈星河的声音都变了调，带着绝望的哀鸣。不带您这么玩的，这有失您谪仙风范，不带本座这么玩。苏应离微微歪头，动作带着一种与他身份极不相符的近乎天真的疑惑，然而那双寒星般的眸子里却燃烧着冰冷的感觉。那本座修为尽失，如祖上鱼肉之时，我的好徒儿，你又是如何玩的呢？他的语调陡然转厉。我的好徒儿，那刻意加重的好徒儿3字如同烧红的烙铁，烫得沈星河灵魂都在颤抖。他终于彻底确认了，这哪里仅仅是报复，
这分明是昨日打翻的千年陈醋坛子。那浓烈的酸意和积压的羞愤，此刻尽数化作了他手中这条冰冷锁链的力量。死亡的威胁和某种更可怕的惩罚近在眼前。沈星河求生本能爆发，瞬间切换策略。他声音也刻意放得绵软可怜：“师尊，师尊息怒啊！您看看徒儿如此乖巧可爱，人畜无害。师尊您可是9天之上最最慈悲、最最仁善、最最疼惜徒儿的仙子啊！师尊您风华绝代，姿容胜雪，倾国倾城，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乃是这浩瀚修真界独一无二、冠绝古今的绝色神女。仙姿玉骨，冰肌玉肤，气质空灵如皎月，神韵高华胜寒梅。徒儿对师尊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够了！”苏应离断喝一声，柳眉紧蹙，一丝极其细微的红晕悄然爬上他晶莹的耳垂。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那丝异样，语气却在不自觉中发生了一丝极其微妙的变化。那属于冰冷威严，似乎被某种更私人、更带着委屈和嗔怨的情绪悄然侵蚀，竟透出几分小娇妻般的娇蛮。逆徒，休要在此花言巧语、油腔滑调。他的声音依旧试图维持冰冷，却少了几分穿透力，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音。你欠本做的，今日必须连本带利地讨回来。话音未落，苏应离眸中闪过一丝决绝，他不再给沈星河任何狡辩的机会，玉手轻抬，一股柔和却无可抗拒的灵力瞬间缠绕住沈星河。师尊！沈星河只觉身体一轻，整个人惊呼着朝苏应离怀中撞去。就在他以为自己要撞上那冰冷怀抱的瞬间，苏应离却并未闪避，反而迎了上来。这一幕让沈星河惊骇得几乎魂飞魄散。师尊竟主动猛地低下头，那张颠倒众生的绝美容颜在他眼前急速放大，带着玫瑰花香的吐息扑面而来，紧接着2片冰凉柔软却带着不容抗拒力道的唇瓣狠狠地覆压在了他因惊骇而微张的唇上。沈星和他瞳孔皱缩到极致，盯着苏应离那紧闭的双眼和微微颤动的睫毛。然而这震惊只持续了极其短暂的一瞬，一股温润精纯带着苏应离特有的清冽气息正源源不断地霸道地通过那紧密相接的唇齿渡入他的丹田气海，灵力奇迹般地缓解了后腰深处那要命的钝痛。原来他并非要立刻施加更可怕的惩罚，这一吻竟是在为他渡送灵力，疗愈他几乎被榨干的虚躯。空气仿佛在瞬间凝固了，只剩下彼此剧烈的心跳声肋骨般敲击着耳膜，一种浓烈到化不开的源自生命本能的暧昧气息在两人之间无声弥漫。然而当苏应离那双寒星般的眸子真正对上沈星河近在咫尺，带着一丝茫然和更多探究的目光时，一股迟来的娇妻羞涩将他淹没。那张清冷绝尘的玉容上，寒霜早已褪尽，取而代之的是如同朝霞浸染般的红晕，迅速从脸颊蔓延至耳根，甚至那修长脆弱的脖颈都染上了一层诱人的粉泽。他下意识地微微侧开脸，试图避开那过于灼热的视线，长睫剧烈颤动，呼吸也变得细碎而紊乱，哪里还有半分方才宣称要做冲突逆施时的危险气焰。时间仿佛被拉得很长很长，两人就这样无声地对视着，距离近的能感受到对方温热的呼吸拂过皮肤。沈星河清晰地看到师尊那双总是盛满冰霜或怒火的眼眸深处，此刻竟翻涌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情绪，那是被强行压抑了太久太久，如同火山般积蓄的思念。这思念在方才那个失控的吻和此刻的静默中，终于撕开了坚硬的伪装，赤裸裸地呈现在他眼前。沈星河这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混账东西，后腰那撕裂般的酸痛消失后，一股熟悉的带着痞气和占有欲的邪火腾的一下在他心底燃起。他忽然动了，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不知是虚弱还是激动，他抬起那双骨节分明此刻却显得有些苍白的手，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温柔，轻轻捧住了苏应离滚烫的脸颊。师尊，是徒儿回来晚了，让你担心了，还差点让你受伤。他的拇指带着脖茧无比轻柔地摩挲过他细腻光滑的眼角肌肤，在擦拭着他的泪痕。然后他双臂收拢，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道，将眼前这具微微颤抖的散发着清冽幽香的娇躯紧紧地拥入了自己同样遍布伤痕的怀中。这个拥抱，苏应离的身体先是猛地一僵，仿佛被这突如其来的亲昵灼伤，但下一秒那压抑了不知多少日夜在绝望边缘徘徊过的思念洪流终于冲垮了最后一道名为理智的堤坝。他喉间溢出一声破碎的呜咽，那声音轻得如同叹息。他不再抗拒，双臂猛地环住沈星河的腰背，用尽全身力气回抱过去，要将自己彻底揉进他的骨血之中。那力道之大，甚至让沈星河后腰的旧伤一阵抽痛，他却甘之如饴，只是更紧地收拢了臂膀。你这逆徒！逆徒！苏应离将脸深深埋进他汗湿的颈窝，
声音闷闷的，带着浓重的鼻音和无法抑制的哽咽。我还以为，再演。后面的话语被汹涌的泪水堵住，化作滚烫的诗意，浸透了他肩头的衣料。此刻的他与方才那个杀气腾腾、宣称要冲突逆尸的苏应离判若两人。沈星河微微侧头，温热的唇轻柔地印在他光洁的额角，然后小心翼翼地捧起他的脸。那张清丽绝伦的脸上泪痕交错，眼眶通红，如同雨打过的梨花，美得惊心动魄，也脆弱得令人心碎。他用指腹极其温柔地一点一点地拭去那些冰冷的泪珠，动作真实。师尊，他望进他水光潋滟、盛满了委屈和后怕的眸子里。无论你在何处，是身处9天之上，还是堕入无间地狱，只要师尊你遇到一丝一毫的危险，或者哪怕只是有一点点想念徒儿。他顿了顿，指腹轻轻抚过他微肿的唇瓣。徒儿都会回来，踏碎虚空，搅乱轮回，也一定会回到你身边。逆徒，你骗人，你明明……苏应离猛地抬起泪眼，声音带着哭腔，更像是在撒娇和控诉。但没等他说完，便被沈星河给打断了。那我今日……沈星河低低一笑，那笑容带着慵懒。他深邃的眼眸锁住他，却又盛满了能将人溺毙的温柔。装的，便再好好补偿一下师尊，用徒儿所有的心意。谁要你的？苏应离羞恼的想要反驳，苍白的脸颊再次飞上红霞，眼神躲闪，剩下的话语却被堵了回去。沈星河直接对着苏应离的嘴唇亲了过去，唇舌交缠，气息交融，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炽热和贪婪。后殿内只剩下彼此愈发粗重的喘息和唇齿间令人面红耳赤的细微声响，空气中弥漫的旖旎温度急剧攀升。时间在唇舌的痴缠与肢体的厮磨中悄然流逝，1个时辰，或许更久。当后殿内那令人心跳加速的暧昧声响渐渐平息，只余下两人依偎在一起，交织的绵长呼吸时，苏师叔，您在殿内吗？一个清越如冰泉击石的女声打破了玉清殿后殿这片刚刚筑起的脆弱而旖旎的温存结界。大，一阵极其轻微却清晰无比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如同敲在紧绷鼓面上的冰珠，从玉清殿外幽深的廊道传来，正朝着后殿方向而来。脚步声入耳的刹那，床榻上下的两人如同被无形的闪电同时击中。苏应离一闪而过的错愕语，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他几乎是本能地猛地直起身，那7双赛雪的玉颜上寒霜依旧，却隐隐透出一抹被撞破隐秘的窘迫红晕。他素手在虚空中极快一挥，一道微不可察的灵光闪过，身上那件在拉扯中略显凌乱的月白流仙裙瞬间被替换，一套崭新的同样素雅却严丝合缝的衣裙已然附体，将他方才流露出的那一丝危险旖旎彻底掩盖，重新披上了拒人千里的清冷外壳。逆徒，苏应离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丝急促的喘息，冰冷的眸子死死剜了沈星河一眼，里面写满了无声的质问。夏清月，他为何会在此刻来本座的玉清殿？那质问中还夹杂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深究的被扰乱的愠怒。沈星河更是吓得魂飞天外，心脏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我也不知道啊，师尊。他急得声音都变了调，额头上刚刚被苏应离指尖拂过的地方冷汗涔涔而下。他下意识地飞速环顾四周，目光如同困兽般扫过空旷的后殿，最终定格在那张宽大厚重的紫檀木雕花床榻之下。师尊，快！床底下。沈星河也顾不得尊卑了，用气声嘶哑的催促，手指颤抖地指向那幽暗的床底空间，委屈师尊。暂避一时。逆徒，你……苏应离绝美的脸上瞬间涌起难以置信的羞愤和屈辱，让他堂堂一方之主躲进自己寝殿的床底下，这简直是奇耻大辱。然而那越来越近已经清晰可闻的脚步声如同催命符，殿门就在几步之外，此刻出去必然迎面撞上。他银牙紧咬，几乎要将贝齿咬碎，眼中怒火与羞愤交织，最终狠狠瞪了沈星河一眼，那眼神好像在说回头再与你算账。下一瞬，苏应离身影化作一道模糊的月白流光，消失不见，只在空气中残留下一丝清冷的玫瑰花香和若有似无的凌厉涟漪。沈星河甚至能感觉到床榻极其轻微地晃动了一下，他大气不敢出，心脏狂跳如肋骨，强迫自己迅速躺好，用薄被盖住脖梗下可疑的红痕，努力装出一副只是疲惫休憩的模样。吱呀，沉重的殿门被轻轻推开，月光如水银般流淌进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双纤尘不染、银白如玉的赤足，那足踝精致，足弓优美，如同最上等的羊脂白玉雕琢而成，每一步落下都轻盈无声，却又带着一种奇异的令人心悸的韵律。
夏清月走了进来，他身上所着正是那件沈星河曾无比熟悉的纱裙，薄如蝉翼的血色轻纱，在店内明珠与窗外月光的双重映照下，流转着朦胧而柔和的光晕，如同笼罩着一层梦幻的月华。那轻纱的质地是如此之薄，以至于在光线下几乎能隐约窥见其下曼妙起伏的曲线，鲜浓合度，惊心动魄。裙摆随着她的莲步轻移，如同月光下的水波，荡漾开无声的诱惑。清冷的气质与这身若隐若现的纱裙形成了一种致命的矛盾吸引力。她微微低着头，几缕如瀑的青丝滑落颊边，遮住了小半张清丽绝伦的侧颜。只见她伸出纤纤玉指，拇指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近乎慵懒的媚态，轻轻将那几缕调皮的发丝拢向耳后，露出线条优美的下颌和一小段雪白细腻的脖颈。这个动作带着一种不自知的浑然天成的风情。师姐。沈星河强作镇定，声音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干涩和紧张。这么晚了，师姐怎会来此？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追随着那双在冰凉地面上移动的玉足，只觉得喉咙有些发紧。夏清月抬起眼眸，那双清澈如秋水，此刻却仿佛蒙着一层薄雾的眸子，静静地看向床榻上的沈星河。他的眼神有些复杂，带着一丝探究，一丝疑惑，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期待。不是师弟你。夏清月的声音轻灵如泉，却又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低柔，在寂静的店内格外清晰。在我的那件衣服内留下了一张信件，言道有要事，约我丑事至此玉清店相见吗？他的目光在沈星河略显苍白的脸上和凌乱的床铺上扫过，微微蹙眉。怎么，师弟似乎还未准备好？节，宿主大人，春宵一刻值千金啊，好好享受本系统为你精心安排的月下优惠吧。嘎嘎嘎！我靠，原来是你这个森口系统搞的鬼！沈星河在心底发出无声的咆哮，恨不得将这坑爹系统揪出来鞭尸10000遍。他就知道这狗系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看他笑话的机会。就在沈星河内心疯狂咒骂系统，表面还要竭力维持镇定，思考如何搪塞下清月之际，他搁在颈背外的右手无意识地在光滑的床褥上摸索了一下，指尖忽然触碰到了一小片异常柔滑带着微凉细腻触感的织物。什么东西？沈星河心中警铃大作，他用尽全身力气控制着面部的表情，不动声色地将眼角的余光向下瞥去。借着朦胧的光线，他清晰地看到自己右手食指和拇指之间正粘着一角布料，那布料轻薄柔软，质地极佳，呈现出一种温润的月白色，边缘绣着极其精致淡红色的玫瑰花纹。更要命的是，这小小的丝滑的一角怎么看都像是某种贴身衣物的残片。轰！沈星河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天灵盖，头皮瞬间炸开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的衣衫。师尊的肚兜，肯定是刚才他慌乱躲藏时不小心遗落或是被床沿勾掉的。完了，BBQ 了！这要是被师姐看到，跳进天河也洗不清了。沈星河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潜力，他强忍着全身散架般的酸痛和后腰深处那要命的钝痛，借着微微侧身调整睡姿的动作，手臂极其自然地向内一收，手腕一翻，快如闪电地将那抹要命的带着玫瑰花香的月白色之物死死地紧紧地攥入手心，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狠狠塞进了自己脑后枕头的颈段夹层之下。做完这一切，他几乎虚脱，心脏狂跳得快要冲破胸腔，脸上却还要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极度心虚的干笑。呵，师姐说笑了，师弟我只是没想到师姐会来的这般准时，有些意外罢了。他的声音干涩发飘，眼神更是飘忽不定，完全不敢与夏清月那双秋水明眸对视。夏清月赤着那双银白如玉的仙足，踏着冰凉的地面，如同月下精灵般无声地走到了沈星河的床榻前。月光流淌在他身上那件薄如蝉翼的血色纱裙上，勾勒出朦胧而惊心动魄的曲线，清冷的气质与这身近乎透明的诱惑形成了致命的矛盾。他微微垂手，脸颊上飞起2朵娇艳欲滴的红霞，如同雪地里绽放的红梅，带着一种不谙世事却又动人心魄的羞怯。师姐，请坐。沈星河强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甚至带上了一丝刻意的慵懒。他抬起左手，在身侧宽大柔软的颈褥上轻轻拍了拍，示意夏清月坐下。颈褥因他之前的辛劳而略显凌乱，凹陷处仿佛还残留着某种暧昧的体温。夏清月顺从地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颤，侧身坐在了床沿。他并拢双膝，双手有些无措的交叠放在腿上，指尖微微蜷缩，泄露着内心的紧张。那羞红的俏脸几乎要埋进自己的胸口，声音细若蚊呐，带着令人心间发痒的柔软。师弟，这么晚了，叫我来这里，
有何事？他问着，却仿佛早已心知肚明答案，只是羞于启齿，只能用纤纤玉指下意识地绞紧了衣角。沈星河看着他这副含羞带怯、任君采撷的模样，心中警铃狂响的同时，一股属于猎手的本能也被悄然勾起。他深吸一口气，压下身体深处翻涌的酸痛和后腰的钝痛，开始了他的表演。可嗨嗨，他故意清了清嗓子，目光灼灼地锁住夏清月躲闪的眼眸。师姐当真不知道我叫你来是为了什么吗？他刻意拉长了尾音，带着一种暧昧的不容置疑的暗示，左手再次拍了拍身侧的床褥，位置比刚才更靠近自己。夏清月的身体机不可查的绷紧了一下，耳根红的几乎滴血，他飞快地瞥了沈星河一眼，又迅速低下头，声音轻的几乎要被自己的心跳声淹没。我怎么知道要做什么？那欲拒还迎的姿态，就怎么说呢？就像一朵在夜风中颤巍巍等待采摘的幽兰。师姐，沈星河嘴角勾起一抹带着几分邪气、几分蛊惑的弧度，身体微微前倾，一股混合着荷尔蒙气息和淡淡药味的温热气息浮向夏清月。难道还要师弟我重新教你吗？他的目光带着钩子，牢牢锁住他。我亲爱的师姐。话音未落，他修长的手指已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道，轻轻抬起了夏清月光洁的下颌，迫使他与自己对视。指尖传来的细腻触感让夏清月浑身一颤，被迫迎上那双深邃的眼眸。他呼吸骤然急促，长长的睫毛如同受惊的蝶一般剧烈颤动。师弟，我不知道。他阴唇微起，吐出的气息带着一丝慌乱和茫然，仿佛真的迷失在他刻意营造的暧昧陷阱里。床榻之下，那狭小幽暗的空间里，空气仿佛凝固成了万年玄冰。苏映离蜷缩在床底下的阴影中，绝美的玉容因极致的愤怒和屈辱而扭曲，贝齿深深陷入下唇，几乎要咬出血来，才勉强压抑住喉间即将冲出的咆哮。那双冰寒刺骨的眸子死死盯着头顶的床板，仿佛要穿透厚重的紫檀木，将上面那个胆大包天、恬不知耻的逆徒凌迟万遍。死逆徒！死逆徒！无声的、充满杀意的咒骂在他识海中疯狂回荡，每一个字都淬着剧毒。竟敢在本座的眼皮底下用这般下作手段撩拨清月。他紧握的拳头指节泛白，指甲深深刺入掌心，带来尖锐的疼痛，也无法平息那焚心蚀骨的怒火。方才那重新教你亲爱的师姐的轻薄之语，狠狠烫在他的尊严之上。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夏清月那副羞怯顺从的声音：这逆徒罪该万死。床榻之上，沈星河微微轻身，俊脸凑近夏清月，两人鼻尖几乎相触，呼吸可闻。他能清晰地看到他清澈瞳孔中自己放大的倒影，以及那抹挥之不去的羞涩。夏清月的手指无意识地相互绞扣着，指节因用力而微微泛白，显示出内心剧烈的挣扎。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暧昧氛围达到顶点时，他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抬起水光潋滟的眸子，鼓起毕生的勇气。师弟，我喜欢你。最后一个字轻得如同叹息。你什么时候娶我？轰！这句话如同9天惊雷，同时在沈星河和床底下的苏映离的头顶炸响。沈星河瞳孔骤然收缩，脸上的邪魅笑容瞬间僵住。娶她？这剧本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这题小说没有讲过啊，送命题啊！他只想暂时稳住局面脱身，没想到来了一道送命题。床榻之下，什么？苏映离只觉得一股气血直冲头顶，眼前一阵发黑。清月他竟然对着逆徒，他再也控制不住身体的颤抖，猛地一动，嘎吱一声极其轻微，却在这死寂环境中无比刺耳的木头摩擦声从厚重的紫檀木床板下清晰地传了出来。床榻之上，夏清月正沉浸在表白的羞涩与期待中，这突如其来的异响让他瞬间警觉。师弟，他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床动了一下？他下意识地看向床榻，又警惕地扫视四周空旷的后殿。沈星河的心脏几乎要跳出嗓子眼，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没有啊。他矢口否认，声音因为极度的紧张而微微拔高，显得有些尖利。师姐定是太紧张了，出现了幻觉吧？他强作镇定，试图用暧昧的诗句转移他的注意力。嗨，正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叶沉沉。师姐，良辰美景，岂可辜负？他一边说着，一边不着痕迹地再次靠近夏清月，试图用肢体接触化解她的疑心。师姐，我们开始吧。他的声音带着刻意的诱惑，伸手想要揽住她的纤腰。然而
夏清月却并未如他所愿地沉沦，一只带着凉意的柔弱无骨的玉手，轻轻地却异常坚定地抵在了他的唇上，阻止了他进一步的靠近。你，夏清月清澈的眼眸直视着他，带着一丝执拗，还没有回答我呢。那眼神不容他再逃避。沈星河心中警铃大作，床底下那位煞神的气息都快凝成实质的杀气了。他必须尽快安抚住夏清月。情急之下，他脑中灵光一闪，刻意将嘴唇贴近夏清月光洁如玉的耳廓，用秘术只有2人能听见的近乎气声的低语，悄然运转了一丝微不可察的灵力，形成一个小小的隔音屏障，生怕被床下的苏应离听取。师姐，莫急。他的气息灼热地喷洒在他敏感的耳垂上，引得他身体一阵轻颤。待我修为，真至帝君境，君临天下之时，定以这9天星河为聘，10方世界为礼。风风光光，迎娶师姐。帝君境。夏清月喃喃重复着，帝君境，那是何等遥不可及的境界。这份承诺重于万钧，所有的疑虑羞涩在这一刻都被这惊天动地的誓言冲散。他猛地转回头，与沈星河四目相对，那双秋水明眸中倒映着彼此的身影。下一秒，在沈星河还未完全反应过来之际，夏清月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主动仰起头，将柔软温润的阴唇印上了沈星河的唇。沈星河只来得及发出一声短促的鼻音，便被那带着清甜气息的吻彻底淹没。柔软的触感，声色却热烈的回应，如同电流般瞬间窜遍全身，让他本就疲惫不堪的身体一阵酥麻箭在弦上。他亦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点燃，顺势加深了这个吻，双臂紧紧环住了怀中温软馨香的娇躯，唇舌痴缠，气息交融。师弟。细碎的令人面红耳赤的音鸣从唇齿间溢出。床榻之下，那清晰传入耳中的亲吻声，以及夏清月那情动的音鸣。逆徒，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他恨不得立刻冲出去，将这对狗男女碎尸万段。床榻之上，意乱情迷之中，一件轻盈如雨的血色纱裙，如同飘零的月光，无声无息地从夏清月肩头滑落，堆叠在冰冷的地面上。那惊鸿一瞥的如同美玉雕琢的动体曲线，恰好落入了床底缝隙中那双燃烧着地狱之火的冰寒眼眸里。轰！苏应离只觉得脑中最后一根名为理智的弦彻底崩断了，紧接着床榻开始了有节奏的剧烈的摇晃。吱呀吱呀吱呀，古老的紫檀木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如同濒死者的喘息。伴随着这令人心惊摇荡的声响，是夏清月再也压抑不住的破碎而甜腻的轻吟，如同猫儿般挠在人心尖上。在这寂静的玉清殿后殿内，交织成一曲令人血脉奔张的旖旎乐章。每一次摇晃都如同重锤，狠狠砸在床下苏应离紧绷的神经上；每一次轻吟都如同淬毒的匕首，狠狠剜在他滴血的心口。他蜷缩在冰冷黑暗的角落，指甲深深抠入坚硬的木地板，留下道道深刻的划痕。再后来，便是令人面红耳赤的富有节奏的床榻摇动声，以及女子压抑不住婉转低回的呻吟声，钻入床下，折磨着另一个骄傲灵魂的每一寸神经。几个时辰后，黎明出现，晨曦微熹。玉清殿后殿内，那令人心惊摇曳的声响早已平息，空气中弥漫着情欲散尽后的慵懒气息与一丝若有似无的甜腻。沈星河睁开眼，感受着体内重新充盈奔腾的磅礴灵力，那被掏空的虚弱感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掌控力量的自信。他的修为恢复了，通天带卡的副作用消失了。他侧头看向身边仍在酣睡的夏清月，少女玉体横陈，青丝散乱在枕间，清冷的容颜上残留着动人心魄的红晕，气色莹润饱满，就像被晨露滋润过的花朵，散发着惊人的魅惑力。而幽暗的床底之下，蜷缩了一整夜的苏应离，此刻却是截然不同的光景。无尽的屈辱、愤怒、嫉妒，让他周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凛冽寒气，那双美眸中酝酿的风暴足以毁天灭地。他此刻唯一的念头就是将上面那逆徒挫骨扬灰。定，宿主请注意，关键道具天命碎片已显化于蓝月国境内，请宿主即刻动身，务必在其他天命之子与反派势力察觉前将其寻获。天命碎片在蓝月国。沈星河眼中金光一闪，唇角勾起一抹势在必得的弧度，呵，有点意思。他心念一动，周身灵力微涌，一件玄色暗绣云纹的锦袍瞬间覆盖住他精壮的身躯，姿态潇洒利落。就在他准备悄然离开这是非之地的瞬间，逆徒，怎么想走了？一道冰冷刺骨、蕴含着滔天杀意的声音，如同鬼魅般自身后响起。苏应离的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沈星河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他月白的长裙无风自动，周身散发着足以冻结空气的恐怖威压，
那双美眸死死锁定沈星河，里面翻涌着足以焚毁一切的怒火。沈星河心头一凛，面上却迅速堆起无辜的笑容。师尊，您说哪里话？弟子没有想走啊。他故作轻松地挠了挠头，眼神却警惕地扫视着对方。苏应离冷哼一声，根本不给他狡辩的机会。只见他玉手轻抬，拇指与中指优雅贴合，一道冰蓝色的细如发丝的灵力激射而出，精准地没入床上酣睡的夏清月眉心。夏清月嘤咛一声，睡得更沉了。紧接着，苏应离一步踏前，那只七双赛雪的玉手快如闪电，带着千钧之力，狠狠地、精准地掐住了沈星河胳膊内侧最柔嫩的一块软肉。指尖冰寒的灵力瞬间透入，嘶啊！沈星河猝不及防，痛得倒吸一口冷气，俊脸瞬间扭曲。逆徒，你很会玩啊。苏应离的声音如同九幽寒冰，手上的力道却丝毫未减，反而越掐越深。哎呀，师尊，痛痛痛，手下留情啊，放手啊！沈星河龇牙咧嘴，感觉那块肉都快被掐掉了，想让本座放手，门都没有。苏应离咬牙切齿，美眸中寒光四射，今日不给你个永生难忘的教训，本座枉为人师。师尊，其实弟子给您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沈星河急中生智，连忙喊道：礼物？苏应离手上力道微松，眼中闪过一丝狐疑和极度的不屑。哼，拿出来看看。若是想耍花招，师尊您先放手。沈星河痛得龇牙，您这样掐着，弟子怎么拿给您看啊？苏应离盯着他那张写满真诚与痛苦的脸，犹豫了一瞬，最终还是缓缓松开了钳制的手，但全身气机依旧牢牢锁定着他，防备他任何异动。就在那玉手离开他胳膊的1/1000刹那，沈星河眼中狡黠光芒爆闪。师尊，礼物，下次再补，弟子爱您。话音未落，他脚下玄奥的七星步法瞬间发动，整个人化作一道模糊的残影，如同滑不留手的鱿鱼，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险之又险地从苏应离那恐怖的威压封锁缝隙中钻了出去，带起的劲风甚至掀动了床幔。逆徒，你敢！苏应离勃然变色，怒斥出声，玉手凌空一抓，却只抓碎了一缕残留的衣角。眼睁睁看着那可恶的身影如同鬼魅般消失在殿门之外，他站在原地，胸口剧烈起伏，玉手紧握成拳，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周身散溢的冰寒灵力将地面都冻结了一层薄霜。叮！恭喜宿主成功在暴怒师尊手下极限逃生，行为符合智勇双全、滑不留手之反派精髓，还让师尊躲在床底，直接奖励反派值1000点。结！玉清殿后殿那冰寒彻骨、暧昧丛生的杀机还粘附在沈星河的脊梁骨上，连滚带爬地逃出天道宗的山门结界，直到确认那巍峨的山门在身后缩成一个小点，他才敢停下脚步，靠在一棵求结的古树上，胸膛剧烈起伏，贪婪地吞咽着山野间微凉的空气。还好大老婆没有追过来，追过来的话他必完。呼哈，我靠！沈星河抹了一把额角渗出的冷汗，心有余悸地低骂出声。还好小爷我脑子转得快，跑得够果断，再晚一步怕是真要提前去阎王爷那儿报道，领一份热乎的盒饭了。他下意识地揉了揉依旧隐隐作痛的后腰，那场辛劳和师尊冰冷的指尖带来的双重刺激，让他的神经至今还在突突直跳。啧，宿主您这波也不算全无收获。结，收你个头！沈星河在识海里咆哮，脸色一阵青白。狗系统，少在那说风凉话！离开天道宗势力范围，踏入相对荒僻的山野古道，一种异样的感觉便悄然爬上心头。太热闹了！这条平日里人迹罕至的路径，今日却多了不少形迹可疑的身影。他们或独行，或三两成群，大多行色匆匆，眼神闪烁，如同隐藏在草丛中的毒蛇，带着一种审视与算计的金光。沈星河的目光锐利地扫过这些人，有的面容阴鸷，英式狼顾；有的看似憨厚，眼底却藏着狡黠；有的衣着华贵，却难掩一股草莽的凶戾之气。一张张面孔都刻着诡计多端4个字。这些家伙，沈星河眉头紧锁，心中警铃大作，一个个看着就不像好人。是天命之子出来刷存在感了，还是和我一样的同桑反派们开始倾巢而出了？他不再犹豫，右手并指如剑，指尖凌厉微吐口中低喝：剑来！一柄寒光湛湛的长剑应声悬停在他身前，他纵身一跃，便要踏上剑身，御风而行，以求尽快脱离这片是非之地。就在他指尖掐诀，心神集中于催动飞剑的那一刹那，一股阴冷、黏腻、带着血腥气的寒意的贴上了他的后背。一只骨节分明、苍白的近乎病态的手掌悄无声息地搭在了他的右肩上，那手掌冰冷刺骨，五指微微收拢，
力道看似随意，却如同铁箍般瞬间锁定了他的肩胛骨。沈星河浑身的汗毛瞬间炸起，一股寒气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他猛地回头，瞳孔骤然收缩。身后，一个身穿猩红如血长袍的修士，如同鬼魅般凭空而立。对方身形高瘦，面容带着一种病态的苍白，嘴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那笑意却未达眼底。一双狭长的眸子微微眯起，眼瞳深处闪烁着伪善而贪婪的光芒。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手中把玩的一柄造型奇诡的漆黑匕首，刃口闪烁着幽蓝的寒芒。是华刚镜。沈星河的心脏狂跳，他强行压下翻涌的惊骇，脸上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这位道友，不知拦住在下有何贵干？”红衣修士的嘴角咧得更开了些，露出森白的牙齿，声音如同砂纸摩擦般沙哑：“无事。”他的目光在沈星河苍白俊逸的脸上和脖颈间暧昧的红痕处逡巡，带着毫不掩饰的垂涎。“无事。”沈星河心中早已将这神经病骂了千百遍，傻逼玩意儿。他面上不显，却暗中绷紧肌肉，试图挣脱那只手掌。“既然无事，那在下便先行一步了，道友请自便。”说着，他身体微微前倾，作势欲走。然而，搭在他肩上的那只冰冷手掌非但没有松开，反而猛地加力，五指如同钢钩般深深嵌入他的皮肉，一股阴寒的灵力瞬间透体而入，刺激的他半边身子都一阵麻痹。剧痛和屈辱感瞬间点燃了沈星河残存的怒火。“你他妈到底想干嘛？”他猛地扭头，厉声怒喝，眼中戾气迸射。红衣修士依旧挂着那副令人作呕的伪善笑容，甚至伸出猩红的舌尖，极其缓慢而病态地舔过手中那柄幽蓝匕首的刃口，发出嘶了一声轻响，眼神更加幽深。“没想干嘛？”语气轻佻，充满了猫戏老鼠般的恶意。“操！”沈星河彻底被激怒，所有的恐惧在这一刻化为搏命的凶性。他不再废话，趁着对方舔舐匕首似乎略有分神的刹那，蓄积起全身仅存的气力，腰身猛地一拧，左拳如同出膛的炮弹，狠狠砸向对方的柔软腹部。这一拳快、准、狠。红衣修士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但他毕竟是化钢境修士，反应快得惊人。就在拳风集体的瞬间，他脚下如同鬼魅般一个滑步，身体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扭曲，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这记重拳。猩红的衣袍在风中猎猎作响。“小东西还挺野。”红衣修士舔了舔嘴唇，眼中伪善褪去，只剩下赤裸裸的残忍和兴奋。他手中的匕首挽了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刀花，幽蓝的寒芒在空中划出致命的轨迹。沈星河心知一击不中，再无侥幸。他毫不犹豫，右手虚空一握，刚才悬停的长剑发出一声清越的嗡鸣，瞬间落入他掌中。剑尖直指红衣修士：“狗东西，接小爷一剑！”沈星河暴喝一声，声震四野。他并未前冲，反而足下猛蹬地面，身体借力高高跃起，衣袂翻飞，剑光缭绕，气势惊人，360度旋转陀螺跳跳斩。然而，就在那红衣修士瞳孔微缩，凝神戒备这看似威力无穷的跳跳斩时，沈星河那高速旋转的身影在达到最高点的瞬间，旋转之势骤然一变，脚下仿佛踏着无形的星辰。他整个人并非向下斩落，而是借着旋转的离心力，朝着与红衣修士完全相反的方向，化作一道模糊的流光激射而出。咻！空气中只留下一道由7个璀璨光点瞬间连接而成的，如同勺子般的轨迹，北斗七星。光芒一闪即逝。沈星河赫然是在用尽全身力气和仅存的灵力，施展了他压箱底的逃命遁法七星步。留下原地，那红衣修士脸上的残忍笑容瞬间凝固，继而化为错愕，随即是滔天的羞怒。他竟然被一个小辈用如此滑稽的方式，当着他的面耍了一刀。小畜生，敢耍我，你跑不了！一声充满暴力的怒吼，如同受伤野兽的咆哮，瞬间撕裂了山野的寂静，惊起无数飞鸟。猩红的身影裹挟着浓烈的杀意，化作一道刺目的血红，朝着北斗七星轨迹消失的方向疯狂追去。耳畔是呼啸的罡风，身后是致命杀意。沈星河将七星步催动到了极致，身形化作一道模糊的流光，在崎岖的山岭间疯狂穿梭，每一次点的都带起一捧尘土。他奶奶的，流年不利，喝凉水都塞牙缝。沈星河一边亡命飞遁，一边在心底破口大骂，冷汗混着尘土粘在苍白的脸上。撞上这么个脑子有坑的傻逼玩意儿，舔个破匕首装什么深沉，真他妈晦气，恶心死小爷了。他抽空猛地回头一瞥，瞳孔骤然一缩，只见后方天际那抹刺目的猩红非但没有被甩开，反而越追越近。更令人心悸的是，那红衣修士的背后竟赫然展开了一对巨大而
而狰狞的翅膀。那翅膀并非虚幻的能量体，而是近乎凝实的，仿佛由某种凶禽灵羽构成的实体。羽翼呈现深沉的黑蓝色，边缘流转着幽暗的金属光泽，每一次有力的扇动都搅动起狂暴的气流，更伴随着噼啪作响、细碎跳跃的金色电弧。速度之快，远超寻常御风飞行。我靠！沈星河倒吸一口凉气，头皮发麻，自带飞行挂，还带电属性的，这尼玛严重超标啊！还让不让人活了？沈星河不顾一切地将速度又提升了一截，整个人几乎化作一道贴着地面飞掠的残影。小子，你以为你逃得掉吗？乖乖束手就擒，本座或可留你一个全尸，我只要你的脸皮。红衣修士阴冷沙哑的声音如同鬼魅低语，穿透风声清晰地传入沈星河耳中。看到沈星河速度陡增，他眼中戾气更盛，猩红的长袍猎猎作响，背后那双黑蓝雷翼猛地一震，缠绕其上的金色电弧骤然暴涨，发出滋啦一声刺耳鸣响。狂暴的红色灵力如同火焰般在羽翼表面升腾，速度瞬间飙升，两人之间的距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短。这场亡命的追逐不知持续了多久。完了完了，灵力要见底了。他手忙脚乱地从储物袋中掏出一把恢复灵力的丹药，看也不看就囫囵塞进嘴里，粗暴地咀嚼咽下。一股微弱的暖流勉强在干涸的经脉中流淌，带来一丝聊胜于无的续命之力。然而身后的追兵那化刚劲的气息依旧强横，仿佛不知疲倦。那双雷翼每一次煽动都带来毁灭性的压迫感，丹药带来的这点灵力不过是杯水车薪。妈的，这傻逼属狗皮膏药的，还是吃错药了？追着我不放图什么？沈星河又急又怒，几乎绝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划过他混乱的脑海，他的三老婆君未雪。是了，按照时间推算，须弥小世界里那场风暴平息后，他此刻应该已经苏醒了。他自己修为尽失的状态，恰恰解除了对小世界的完全掌控。他可以出来。现在自己修为恢复，他出不来。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后方那急速逼近的猩红身影，嘴角扯出一个带着疯狂报复意味的狞笑。狗东西，追小爷追得很爽是吧？喜欢舔匕首是吧？行，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绝对压制。说时迟，那时快，沈星河猛地探手入怀，一把扯出了那个绣着繁复云纹的超级乾坤袋，灵力注入袋中，某种奇异亢奋的暴喝：出来吧，我的爱人！嗡！乾坤袋口骤然爆发出耀眼夺目的璀璨光华，那光芒并非炽热，反而带着一种冻结灵魂的森然寒意。空间仿佛被无形的利刃切开一道缝隙，下一瞬，一道清冷绝尘、风华绝代的身影，如同九天玄月降临凡尘，凭空出现在沈星河身前。正是君未雪。他似乎刚刚从沉睡中苏醒，绝美的脸庞上还带着一丝慵懒的睡意，如瀑的青丝略显凌乱地垂落肩头。他微微抬起右手，纤纤玉指优雅的掩住阴唇，打了一个小小的带着几分娇憨的哈欠。那双足已令星辰失色的眸子缓缓睁开，初时还有些迷蒙，如同笼罩着薄雾的寒潭。夫君。君未雪的声音清冷悦耳，带着一丝刚睡醒的沙哑和浓浓的嗔怪。他微微侧手看向旁边狼狈不堪、气喘如牛的沈星河，眼神瞬间化作万般柔情与一丝委屈。你真是个大坏人啊，把人家独自丢在那空荡荡的小世界里，好生无趣。就这么急着出来吗？他语气轻柔，情人间的呢喃抱怨与此刻剑拔弩张、杀机四溢的逃亡场景形成了荒诞至极却又令人心悸的反差。而就在君未雪慵懒抱怨的同时，那红衣修士已然追至近前。他眼中只有唾手可得的猎物沈星河，对突然出现的绝色女子虽有瞬间惊艳，小子可以啊，又有一张新脸皮，给本座死来。红衣修士狞笑一声，眼中凶光暴涨，右手五指击张，掌心之中瞬间凝聚起一团狂暴无比、缠绕着猩红煞气与金色电弧的毁灭性能量，空气被压缩的发出不堪重负的爆鸣。他身形如电，带着雷霆万钧之势，朝着沈星河和君未雪的方向狠狠一掌拍下，要将两人连同这片空间一同碾碎。面对这足以将一座小山夷为平地的恐怖一击，君未雪甚至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他依旧保持着侧手看向沈星河的姿态，身后那毁天灭地的攻击只是一缕扰人的清风。只是在对方掌风集体、狂暴能量即将爆发的刹那，他那眼唇打哈欠的右手极其随意地朝着身后那气势汹汹扑来的猩红身影轻轻伸出了一根春葱般的玉指，指尖一点寒芒，微不可察。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没有能量对撞的狂澜，只有一声极其轻微，如同气泡破裂般的波声响起。然后，那携带着滔天杀意、气势汹汹扑来的红衣修士，连同他掌心那团狂暴的猩红雷球，
以及他背后那对狰狞威武的黑蓝雷翼，整个人如同一个被无形巨力从内部撑爆的灌满血浆的皮囊。砰！轰然炸开，形成一团迅速扩散、弥漫着浓烈血腥味的猩红雾霭。狂暴的能量冲击波在扩散的瞬间，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坚不可摧的冰墙。只掀起君为雪几缕散落的发丝和月白色的裙角，便消弭于无形。天地间只剩下血雾簌簌落地的细微声响。君为雪这才缓缓收回那根看似纤弱，却蕴含着灭世之威的手指，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重新将目光投向目瞪口呆、浑身溅满细碎血点的沈星河，绝美的脸上绽放出一个足以令天地失色的温柔而满足的笑容。夫君，你看，这扰人清梦的苍蝇，总算清静了呢。你偷偷跑出来，却不带雪儿，雪儿好伤心，是不是要给点补偿呀？夫君，沈星河后退一步。雪儿，我……浓烈的血腥气上未完全消散，萦绕在鼻尖。沈星河僵硬地站在原地，看着君未雪那足以倾覆众生的温柔笑靥，听着他清冷却暗含幽怨的软语，只觉得一股比面对那红衣修士时更深的寒意，从尾椎骨一路蔓延到天灵盖。夫君，君未雪莲步轻移，月白色的裙裾拂过沾染血污的草叶，如同踏着污秽盛开的冰莲。他来到沈星河面前，微微扬起那张颠倒众生的脸，清澈的眼眸里荡漾着水波般的委屈，长长的睫毛如同蝶一般轻颤。你偷偷跑出来，却把雪儿一个人丢在那冷冰冰的小天地里，雪儿的心都要碎了呢。他伸出纤纤玉指，轻轻戳了戳沈星河僵硬的胸膛，指尖带着一丝冰凉的触感。夫君不给雪儿一点补偿，雪儿会很伤心的。那声音又软又糯，如同裹着蜜糖的双刃，精准地刺在沈星河脆弱不堪的神经上。这个……沈星河喉结艰涩地滚动了一下，额角的冷汗不受控制地渗出。他试图挤出一个安抚的笑容，却比哭还难看。雪儿，你听我解释，我绝非有意，实在是情非得已，有要事必须出来处理。我发誓。他语速飞快，试图用要事来转移注意力。我不听。君未雪忽然撅起了娇艳欲滴的樱唇，像个闹脾气的小姑娘般跺了跺脚，那份凛冽杀意瞬间被一种娇蛮的占有欲取代。他伸出双臂，作势要环抱沈星河，清冷的嗓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娇嗔：解释留到以后，雪儿现在就要补偿。夫君，跟我回去，回到我们的小天地里去。他的目光灼灼，沈星河只觉得后腰深处传来一阵清晰的源自骨髓深处的幻痛，他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下意识地猛然后退一步，声音都变了调：不好吧，雪儿，这种事情岂能儿戏？而且他脑中灵光一闪，摸着君未雪依旧平坦的小腹，语气充满了关切。对了，雪儿，你如今身怀六甲，最是需要安心静养。外面风大，煞气重，对胎儿不好，快回去歇着。君未雪低头，柔提轻轻抚上自己的小腹，脸上瞬间绽放出母性的光辉，声音愈发温柔似水。夫君放心呢，有雪儿的灵力护持，这点微末煞气伤不到我们孩儿分毫的。他抬起头，看向沈星河的眼神充满了期待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咕咚，沈星河清晰地听到了自己咽口水的声音，那声音在死寂的山野间显得格外响亮。完了，这个理由根本挡不住。他下意识地抬手，用力按了按自己那饱经摧残，此刻正隐隐发出无声抗议的后腰，仿佛能听到里面某个可怜器官在哀嚎。喂！他艰难地挤出干涩的笑容，试图做最后的挣扎。灵力护住自然是好的，但终究是出孕之身，需要格外小心谨慎，静养才是上策啊！不可操劳过度。最后几个字他说的语重心长，仿佛自己才是那个最关心胎儿健康的人。只是苍白的脸色和眼底深处那抹挥之不去的后怕，彻底出卖了他。君未雪的目光何其敏锐，他一眼便捕捉到了沈星河额角那滴在阳光下闪烁着微光的正缓缓滑落的冷汗。咦？他轻咦一声，绝美的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疑惑与关切。他再次上前一步，无视了沈星河那微不可察的瑟缩，伸出冰凉如玉的指尖，极其轻柔极其缓慢地拂过他汗湿的额角。那指尖带着一丝微弱的灵力，瞬间将那滴冷汗蒸发殆尽。夫君。君未雪的声音陡然压低，如同情人间的耳鬓厮磨，带着一种致命的蛊惑和不容置疑的强势。他微微踮起脚尖，温热的带着清甜气息的呼吸，如同羽毛般扫过沈星河的耳廓，每一个字都清晰地敲打在他紧绷的神经上。怎么出了这么多汗呀？是在害怕什么呢？他停顿了一下，感受着沈星河瞬间僵硬的身体和加速的心跳，唇角的弧度愈发妖娆，如同盛放的罂粟，
吐出的气息更加灼热。夫君放心，那声音如同魔咒，带着令人心悸的甜腻与不容抗拒的掌控欲。雪儿会很温柔的，而且她的唇瓣几乎要贴上沈星河的耳垂，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气音，缓缓吐出那让沈星河魂飞魄散的承诺。雪儿还会给夫君好好镀伶俐搭。肚子被他咬得又轻又媚，尾音微微上挑，带着无尽旖旎的遐想，精准地打开了沈星河记忆深处那关于辛劳与滋补的恐怖之门。沈星河内心无命休矣，腰子微移，系统救命啊！叮，温馨提示：本系统能量池已进入贤者模式，暂不提供任何丹药兑换服务。结宿主自求多福吧。还有，不要老是靠我，宿主自己变强才是真王道。我你的！沈星河在心底发出绝望的咆哮，脸色瞬间由白转青，再由青转黑。狗系统，你他妈绝对是故意的！老子要丹药救命的时候，你装死；老子不想的时候，你他妈又给我推销。你是不是出场的时候核心代码就让驴踢过？有毛病吧你！滋滋电流声，一段毫无感情的机械哼唱。啦啦啦，听不见啦啦啦，看不见啦啦啦。系统彻底开启了冷暴力模式，直接装死，留下沈星河独自面对眼前这比划刚劲追杀还要恐怖万分的温柔杀局。他僵硬地转动眼珠，看向近在咫尺的君未雪，那张绝美的脸庞上，方才因补偿话题而升起的娇嗔与期待，此刻正缓缓沉淀为一种更深邃、更令人心悸的审视。他那双能洞穿人心的眸子，正一瞬不瞬地凝视着他，红唇微抿，唇角噙着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跑，必须跑，再不跑腰子就真没了。沈星河心中警铃狂响，每一个细胞都在尖叫着逃离。就在他肌肉紧绷，即将不顾一切再次催动施展七星步的刹那，一只冰凉滑腻、柔弱无骨的玉手，如同灵蛇般悄无声息地探了过来，精准地拈起了他腰间悬挂的那个绣着繁复云纹的超级乾坤带。君未雪将带子托在掌心，指尖轻轻摩挲着上面流转的连他也无法完全解析的玄奥纹路。他的目光从沈星河冷汗涔涔的脸上缓缓移向这枚小小的锦囊，清澈的眼底泛起一丝真正的惊奇与浓厚的兴趣。夫君，他的声音依旧轻柔。雪儿有些好奇呢，你这储物袋似乎非同凡响呢。他抬起眼眸，目光再次锁定沈星河。雪儿活了这么久，见过无数奇珍异宝，储物法器，却从未见过如此神异之物。它不仅能容纳生灵，甚至自成一方小天地。这等手段，怕是仙家遗宝也不过如此吧。他微微歪头，绝美的脸上带着纯然的好奇，身体却自然而然地向前倾去，带着一股不容回避的压迫感。青丝几乎拂过沈星河僵硬的下颌。夫君，告诉雪儿。他的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丝诱哄般的甜腻。这等神物，你究竟从何处的来啊？沈星河的心脏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他脑子里一片空白，所有关于跑路的念头在这一刻被巨大的危机感冲得粉碎。这个，沈星河喉咙发干，舌头如同打了结，眼神慌乱的四处游移，不敢与君未雪那双能看透一切的眼眸对视。这个啊，是。他猛地一拍大腿，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状，声音因为紧张而拔高。是我前些日子外出游历的时候，在某个上古遗迹的犄角旮旯里，纯属意外捡到的，真的，绝对是捡漏，运气好，哈哈。他干笑了几声，试图用夸张的语气掩饰内心的极度心虚。君未雪没有立刻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那双美眸中的探究之色愈发浓重。他红唇微起，轻轻吐出一个带着玩味和明显不幸的鼻音。尾音拖得很长，扫刮在沈星河紧绷的神经上，无形的压力如同山岳般压下。沈星河只觉得呼吸都变得困难，他强撑着几乎要崩溃的表情，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试图用甜言蜜语蒙混过关。真的，雪儿，我美丽的娘子，你夫君，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我对着你的绝世容颜发誓，绝对是捡来的，千真万确。君未雪的目光在他脸上那夸张的笑容和额角不断沁出的冷汗之间逡巡了片刻，最终那锐利的锋芒似乎收敛了一些，重新化为盈盈笑意。他没有继续追问储物袋，反而饶有兴致地低头，再次把玩起那个小小的锦囊。看着君未雪的注意力在这个超级乾坤袋中，沈星回想跑路的念头又起来了。然而这个念头刚刚升起，就如同被一盆冰水当头浇下。法香镜，那可是法香镜，在他面前
跑，往哪跑？恐怕念头刚起，人就已经被拎回去了。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被拖回小世界，补偿到天荒地老的悲惨画面，后腰的幻痛更加剧烈了，冷汗顺着鬓角滑落。沈星河强行压下逃跑的冲动，大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运转，必须转移话题，必须找一个能让他暂时放过补偿和储物袋的事情。一个念头浮现，他猛地深吸一口气，脸上努力堆砌起无比真诚和宠溺的笑容，声音带着一丝刻意的兴奋：“啊，对了，雪儿，你之前不是一直念叨着想看看夫君生活的这片世界是什么样子吗？想感受一下人间的烟火气吗？你看，现在机会多好，我们就在外面。不如，夫君现在就带你好好逛逛，带你尝尝人间的美食，看看凡俗的景致，如何？”君未雪把玩乾坤袋的手指微微一顿，他缓缓抬起头，绝美的脸上露出一丝思索的神情。他伸出纤纤玉指，拇指的指腹轻轻摩挲着自己光滑的下巴，这个带着些许稚气的动作，在他看来却别有一番风情。那双仿佛蕴藏着星河的眸子，在沈星河充满期待的脸上转了一圈，又落回他依旧苍白的脸色和隐隐透出抗拒的身体姿态。片刻后，一抹更加明媚，却也更加意味深长的笑容在他唇边绽放开来。好呀。他拖长了语调，声音如同掺了蜜糖的冰凌，清脆悦耳，却让沈星河心头一跳。夫君愿意带雪儿看世界，雪儿当然开心了。他话音一顿，身体再次微微前倾，那双仿佛能吸人魂魄的眼眸直视着沈星河，红唇轻启，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补充道：“不过，夫君可要记得哦。”他刻意加重了记得二字，指尖轻轻点了点沈星河的胸口，不能忘了，要好好补偿雪儿呢。这是夫君答应雪儿的，对不对？他的眼神温柔似水，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提醒和一丝狡黠。沈星河只觉得那根刚刚松了一点的弦，瞬间又绷紧到了极限。他头皮发麻，只能硬着头皮干咳几声，掩饰心虚。嗨，当然，补偿，肯定补偿。雪儿放心。他含糊地应承着，只求能先度过眼前这一关。真大。君未雪眼中瞬间迸发出璀璨的光芒，如同得到了心爱糖果的小女孩，毫无法相近强者的气魄。她甚至开心的原地轻轻跳了一下，月白色的裙裾飞扬，如同误入凡尘的精灵，张开双臂欢呼道：“夫君最好了，夫君万岁！”那欢呼声清脆悦耳，在山野间回荡。然而落在沈星河耳中，却如同催命的魔音，让他眼前发黑，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那注定辛劳到腰子报废的悲惨未来。他僵硬的脸上努力维持着宠溺的笑容，心中却是一片哀嚎：“万岁个锤子！小爷我怕是活不过今晚了。”沈星河脸上努力维持着宠溺的笑容，将所有的不安都抛诸脑后。他深吸一口气，左手自然而然地牵起君未雪那只微凉却柔若无骨的柔蹄，十指相扣的瞬间，能感受到他指尖传递来的毫不掩饰的依恋与喜悦。走了，雪儿，带你看看这人间。沈星河朗声一笑，试图驱散心中的阴霾。他右手并指如剑，指尖微光流转，低喝一声，剑起。寒光湛湛的长剑应声悬浮于两人身前，发出清越的嗡鸣。沈星河揽住君未雪纤细的腰肢，足尖轻点，两人便如同神仙眷侣般轻盈地落在剑身之上。飞喽！君未雪仿佛瞬间忘却了所有，像个初次出门游玩的小姑娘，发出清脆悦耳的笑声，张开双臂，感受着迎面而来的烈烈罡风，青丝与月白衣袂在风中肆意飞扬，绝美的脸庞上洋溢着纯粹的不染尘埃的快乐。沈星河也被他的情绪感染，暂时抛开了忧虑，催动飞剑，化作一道流光，在蔚蓝天幕下恣意穿梭。山川河流在脚下飞速掠过，白云仿佛触手可及。飞临一片如明镜般澄澈的湖泊上空时，沈星河玩心大起，他剑尖微沉，贴着波光粼粼的湖面疾驰而过。哗啦，锋锐的剑气瞬间切开平滑如镜的水面，激起两道晶莹剔透、高达数丈的巨大水幕。阳光透过水珠，折射出七彩的红光，如同为两人架起了一座短暂的虹桥呀！君未雪轻呼一声，带着娇嗔的笑意，下意识地抬起双手，宽大的云袖如同蝶一般展开，挡在面前。那晶莹的水幕在他袖前3尺处，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屏障，自动向两旁滑落，竟未沾湿他分毫。他放下衣袖，露出一双含着笑意和嗔怪的水润眸子，轻轻捶了沈星河一下：“夫君，你真坏！”沈星河哈哈大笑，心中的阴霾似乎也被这清澈的湖水涤荡了几分。两人一路遇见，一路洒下银铃般的笑声，仿佛天地间只剩下他们二人，连时光都变得温柔而缓慢。不知过了多久，
一片繁华的轮廓出现在地平线上，楼阁林立，人烟稠密，正是蓝月国。飞剑缓缓降低高度，沈星河敏锐地察觉到，与上次而来时相比，此刻的蓝月国似乎更加繁荣鼎盛。沈星河在一条相对僻静的巷口按下剑光，收起长剑，他依旧紧紧牵着君未雪的手。雪儿，我们到了蓝月国，他温声道。君未雪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青石板路，雕梁画栋的店铺，吆喝的商贩，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一切对他而言都充满了新奇。他的脸上绽放着明媚纯粹的笑容，那双足已令星辰失色的眼眸里映照着人间的烟火。此刻他的整个世界就只有身边牵着他手的这个人。时光静谧而美好，他像只出入凡尘的灵雀，拉着沈星河在热闹的街市上穿梭，一会儿驻足在贩卖精巧法器的摊位前，一会儿又被散发着诱人甜香的灵果吸引。他拿起一串晶莹剔透、裹着糖衣的灵果，好奇地咬了一口，甜蜜的滋味让他幸福地眯起了眼。忽然，他在一个售卖女子饰品的摊位前停下脚步，目光被一只簪子牢牢吸引。那簪子通体由温润的玉石雕琢而成，簪头镶嵌着一颗水滴状的纯净如天空的蓝宝石，在阳光下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泽。他回眸，眼中闪烁着孩童般发现新奇事物的光芒，指着那只簪子，声音带着雀跃：“夫君快来，你看这个，这是什么啊？好漂亮！”沈星河走到他身边，看着那只蓝宝石簪子，又看看君未雪期待的眼神，心中微暖。他拿起簪子，入手温润，蓝宝石澄澈无瑕。这是簪子，雪儿，是女子用来挽发的首饰。他声音温柔，轻轻抬手，将君未雪略显凌乱的几缕青丝拢起，小心翼翼地将那只蓝宝石簪子插入她如云的发髻之中，动作轻柔，指尖不经意拂过她细腻的耳廓。君未雪微微仰着脸，任由他动作，那双清澈的眼眸一瞬不瞬的，无比真诚地凝视着沈星河，将他的身影刻入心底。摊位后，一位须发皆白、笑容和蔼的老修士见状，捋着胡须，由衷地赞叹道：“这位公子，想必这位天仙般的人儿，便是您的娘子吧？啧，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啊！这只海星泪簪，简直像是为这位仙子量身定做的一般，太配了。”海星泪。君未雪听到这个名字，又感受到沈星河专注的动作和老板的夸赞，绝美的脸颊上悄然飞起两抹动人的红晕，如同雪地里绽放的桃花，更添几分娇艳。沈星河看着簪子在他乌黑发间熠熠生辉，映衬的他容颜愈发清丽脱俗，也由衷的赞道：“雪儿，你真好看。”君未雪脸上的红晕更深了，轻轻低下头，唇角却抑制不住的上扬，那份满足与甜蜜几乎要从眼底溢出来。沈星河付了零食，牵起他的手，继续在这繁华的蓝月国街头漫步。夕阳的金辉洒在两人身上，拉出长长的依偎在一起的影子。然而，这份宁静的温馨并未持续太久。当沈星河的目光随意扫过前方一个贩卖灵草丹药的拥挤摊位时，他脸上的笑容骤然凝固。人群之中，一个身影即便穿着普通的修士袍服，天命之子苏烈，他正背对着他们，仔细挑选着摊位上的一株灵草，浑然未觉身后一道骤然聚焦、含义截然不同的目光。宿主这个天命之子苏烈的气运值好像变多了，从以前的1万变成了现在的5万了。你现在不能直接抹杀他了。我靠！沈星河瞳孔巨震，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窜天灵盖。天命之子，恐怖如斯。这才多久？传奇机长起飞也没这么快吧？5万点，这他娘的是开挂开到服务器宕机了吗？他死死盯着人群中那个冷冽孤傲的背影，对方身上那股原本就令人恶心的天命气息，此刻在他感知中简直如同熊熊燃烧的烈焰，灼热而磅礴，几乎要刺痛他的神魂。雪儿，你稍等片刻，我去问候一位故人。沈星河松开君未雪的手，脸上挤出一个极其僵硬、带着几分狰狞的笑容，声音低沉。不等君未雪回应，他正被不远处一只羽毛绚丽的灵雀吸引，他已如一头盯上猎物的猛兽，分开熙攘人群，大步流星地朝着那个摊位走去。他径直走到苏烈身后，没有丝毫犹豫，右手如同铁钳般带着一股不容抗拒的力道，啪的一声重重地搭在了苏烈那略显单薄的肩膀上。这一下既是打招呼，更是挑衅和试探。苏烈的身体瞬间绷紧，如同受惊的猎豹。他猛地转过头，那双眸子带着冰冷的审视和一丝被冒犯的怒意，锁定了沈星河。道友，苏烈的声音如同冰珠落地，清晰冰冷，不带一丝温度，意欲何为？他的左手正捏着一株约摩尺长、通体青翠欲滴、藤蔓球节、散发着浓郁草木生机的灵植，正是炼制疗伤圣药春心丹的主材料之一百木藤。他显然正在与摊主低声交涉，似乎价格并未谈拢。
沈星河无视了苏烈那几乎能冻死人的目光，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视线故意扫过他手中的百木藤，语气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洞察：“没干嘛，路过而已。只是看到有对这百木藤如此上心。”他故意拖长了语调，眼神带着戏谑：“莫非是想炼制那疗伤续命的春心丹？”此言一出，苏烈的瞳孔机不可察地收缩了一下，他握着百木藤的手指微微收紧，指节泛白，内心惊涛翻涌。他怎么会知道此人意欲何为？他紧抿着薄唇，没有回答，只是那冰冷的眼神中，警惕和敌意瞬间攀升到了顶点。沈星河何等眼力，他早就看出苏烈囊中羞涩，与摊主反复讲价，显然临时不足。他心中冷笑一声，不再看苏烈，转而面向那正一脸看戏表情的摊主，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股财大气粗的豪横：“老板，这株百木藤我要了。”他随手抛出一个比苏烈刚才报价高出至少30%的零食袋，精准地落在摊主面前。按这个价不用找了。好嘞，这位也爽快。摊主眼睛一亮，一把抓过零食袋，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手脚麻利地将那株清脆的百木藤打包好，谄媚地递到沈星河面前：“您拿好，这百木藤品质上佳，祝爷炼丹大成。”苏烈的脸色在这一瞬间变得铁青，他死死地盯着沈星河。他强压下暴起的冲动，猛地转身就想离开。然而沈星河岂会让他如愿？就在苏烈转身的刹那，沈星河那只刚刚接过百木藤的手，而后又有力地抓住了苏烈的手腕。那力道之大，让苏烈猝不及防之下，身形猛地一顿。“唉，兄弟，别急着走啊！”沈星河脸上挂着虚假至极的热情笑容，声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强势：“买卖不成仁义在吗？你看，百木藤在我手里了，但我这人呢，最是热心肠。”他无视苏烈手腕上传递来的抗拒力道和几乎要喷火的眼神，凑近一步，压低声音，带着一种蛊惑般的语调：“这样如何？你把炼制春心丹的其他材料都给我，我来帮你炼，保证成丹，品质上乘，如何？”苏烈猛地甩手，试图挣脱，却发现沈星河的手如同铁箍，纹丝不动。他心中惊疑不定，眼神锐利如刀，试图从沈星河那张看似真诚时则充满算计的脸上找出破绽。“帮我炼丹。”此人行为诡异，先是高价夺我所需，现在又假意示好。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毒药？我凭什么相信你？信不信由你了。沈星河耸耸肩，一脸的无所谓，但抓着苏烈手腕的力道却丝毫未减。不过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害你，我们又并不相识。他晃了晃手中装着百木藤的玉盒：“那你既有灵石，为何不直接去买一颗现成的春心丹？何必多此一举？”苏烈紧盯着沈星河的眼睛，试图找出谎言。沈星河心中早有讣告，脸上立刻换上一副无奈又骄傲的表情。“问得好。”因为他挺直腰板，虽然后腰还在隐隐作痛，努力做出几分炼药大师的派头。“我是一名炼药师啊，家师有命，炼丹之道贵在实践，非必要不得假手于人，更不得依赖外购成品丹药。所以嘛，他指了指苏烈，你的材料正好借我用用，全当练手了，省得我自己再去找，岂不两全其美？”他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理由充分，眼神坦荡，仿佛真的是一个醉心丹道、乐于助人的好道友。就在这微妙僵持的瞬间，一阵清雅如兰的幽香悄然弥漫开来，伴随着环佩轻击的悦耳声响。君未雪款款走来，手中还拿着一个刚买的造型精巧的琉璃风铃，阳光透过琉璃折射出七彩光晕，映衬着她绝世的容颜，更添几分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他似乎对眼前紧张的气氛浑然未觉，只是好奇地看向沈星河和他抓住的苏烈。沈星河的神识传音瞬间钻入君未雪识海：“雪儿，快配合我，现在你就来演我师尊，拿出点法相近的气势来。”君未雪那双足已令星辰失色的眼眸中一丝极快的迷惑闪过，但是看到眼前的场景也没多问。他轻轻放下琉璃风铃，周身那股慵懒随意的气息瞬间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渊庭悦志、俯瞰众生的无上威严。月白色的广袖流仙裙无风自动，一股无形却浩瀚如海的威压压在苏烈身上。苏烈只觉得呼吸骤然一滞，仿佛万丈山岳轰然压顶。他猛地抬头看向君未雪，那张绝美的脸庞此刻如同冰雕玉琢，眼神淡漠，不含丝毫情感，只有一种源自生命层次的令人灵魂战栗的绝对力量感。冷汗瞬间浸透了他的后背，甚至连手指都因这恐怖的威压而微微颤抖。你看，沈星河适时开口，声音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轻松。他指了指君未雪，对苏烈说道，语气充满了坦诚和底气：“这位便是我方才提到的师尊，想必以道友的灵觉，
当能感应到几分深浅。若我师徒二人真对你存了什么歹念？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目光扫过周围繁华的街市。在这蓝月国地界，我们需要跟你玩这些弯弯绕绕的把戏吗？直接动手，岂不省事？苏烈心头巨震，法相境，绝对是法相境以上的恐怖存在。蓝月国明面上的最强者也不过是天伦境，在这位仙子面前，恐怕连蝼蚁都不如。对方若真想对他不利，确实无需如此麻烦。这个理由打破了他心中最后一丝疑虑。巨大的压力之下，苏烈强行稳住心神，对着君魏雪深深一揖，姿态放得极低，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恭敬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晚晚被苏烈拜见前辈。君魏雪那双冰寒淡漠的眸子微微转动，落在苏烈身上，红唇轻启，吐出的字眼却带着一丝令人心颤的冷意。前辈，尾音拖长，仿佛蕴含着无尽寒意。本座很老吗？没有，前辈就像是天上的仙子一样美。沈星河的神识传音再次钻入君魏雪耳中，带着一丝急切的哄诱和许诺。雪儿，给点好脸色，配合一下，可以适当给点你的魅力。今晚我加倍补偿你。君魏雪那冰封般的玉容上，机不可察的掠过一丝极淡的笑意，如同冰河初融。他看着苏烈那紧张的有些发白的脸，忽然伸出春葱般的玉指，那晶莹剔透的指尖带着一丝微凉的触感，极其轻佻又带着绝对掌控意味的用拇指指腹轻轻勾起了苏烈的下巴。小东西。君魏雪的声音依旧清冷，却多了一丝难以捉摸的玩味。倒是个会说话的。苏烈被迫微微仰起脸，近距离迎上君魏雪那双仿佛蕴藏着星河，此刻却带着审视与玩味的眸子，一股从未有过的混合着巨大压力、惊艳、屈辱以及一丝少年人难以抑制的悸动，如同电流般瞬间窜遍全身。他那张冷峻孤傲的脸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爬满了滚烫的红晕，从耳根一直蔓延到脖颈。少年的羞赧与情愫，在这绝对的力量差距和突如其来的暧昧接触下，如同初春薄雪下的嫩芽，根本无法隐藏。刚出新手村就遇到顶级魅魔了，怎么玩？君魏雪似乎很满意苏烈的反应，他缓缓收回手指，那无形的威压也稍稍收敛了几分，语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吩咐。既如此，便将你那些炼丹材料都交给本座这部成器的徒儿吧。他目光转向沈星河，带着一丝师尊的威严，让他练成了，你二人平分便是。君魏雪语气平淡，苏烈哪敢再有任何质疑，巨大的压力和对白狐伤势的担忧压倒了一切。他几乎是下意识的点头，声音干涩：是，晚辈遵命。沈星河嘴角终于勾起一抹得逞的微笑，眼中闪烁着计划般的光芒。他松开抓着苏烈的手，正准备趁热打铁接过材料。就在这时，一阵奇异的风毫无征兆地卷起街角的几片落叶，空气中弥漫开一股清冽如高山雪莲，又带着一丝若有若无野性气息的幽香。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苏烈身侧，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被这道身影牢牢吸引。那是一位女子，或者说一位拥有绝世容颜的白狐化形。她的肌肤并非寻常的白皙，而是如同最纯净的霜雪雕琢而成，细腻的不见一丝毛孔，在夕阳的金辉下泛着柔和而清冷的光晕。一头如瀑的银发并非死板的银色，而是流淌着月华般的光泽，柔顺地垂落至盈盈一握的腰际，几缕发丝随风轻扬，仿佛带着心谢她的五官精致的如同神奇的杰作。一双狭长的狐狸眼，眼尾天然带着勾魂摄魄的上挑弧度，眼眸深邃，瞳孔是纯净的冰蓝色，目光流转间既有洞悉人心的锐利，又带着一丝慵懒的魅惑。高挺的鼻梁下，唇瓣嫣红如初绽的樱桃，嘴角微微上扬，噙着一抹似笑非笑，若有似无的弧度，平添了十分的妩媚与神秘。身姿婀娜曼妙，体态轻盈，一袭素白的长袍包裹着她玲珑的曲线，袖口与裙裾边缘则以淡蓝色的冰蚕丝线绣着精致的云纹与雪花图案，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摇曳，腰间束着一条银光熠熠的丝绦。然而当她那双冰蓝色的眸子转向苏烈时，那份清冷瞬间融化，眼波流转间是毫不掩饰的依赖、关切以及一丝难以言喻的灵动俏皮，就像一只收起利爪只对主人展现柔软的小狐狸。只见她莲步轻移，无声无息地靠近苏烈，动作轻盈优雅，带着自然的韵律。她微微扬起那张足以颠倒众生的脸，冰蓝色的眼眸中盛满了担忧，声音如同冰珠落玉盘，清脆悦耳，带着一丝天生的柔媚。主人。苏烈看着眼前的白狐美女，脸上因君魏雪带来的羞赧迅速被浓浓的关切取代。他下意识地伸出手，动作自然而温柔，轻轻揉了揉她头顶那柔软如云絮的银发，冷峻的眉眼在这一刻柔和得如同初春的暖阳，声音里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和释然。小白，
你的伤终于有救了。此情此景，沈星河那个邪恶的笑容又出现了。苏烈房屋，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棂，在小房间内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陈旧木料和淡淡草药混合的气息。房间陈设极其简单，一桌一椅一榻，以及角落里一个看起来颇为突兀的物件，一只用某种粗糙灵材缝制的、毛发炸起、姿态嚣张的中分发型灵鸡玩偶。沈星河的目光在那只鸡哥玩偶上停留了 0.1 秒，嘴角不受控制地抽搐了一下。一个极其古怪、混合着荒谬与亲切的念头闪过：我靠，黑粉竟在我身边，敢黑我家哥哥，以后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噩梦缠绕。嘴角却勾起一抹更加和善且意味深长的笑容。苏烈并未察觉沈星河那瞬间的异样，他走到房间中央，郑重其事地取出一个半人高的古朴丹炉。丹炉呈青铜色，表面铭刻着简单的聚火符文，虽非顶级，但也算得上品相端正。对了，苏烈转过身，对着沈星河拱手，语气带着一丝刻意维持的平静：还未请教道友，尊姓大名？他的目光扫过沈星河，又极其隐晦地掠过一旁敬礼，气质清冷如霜的君未雪。叶晨。沈星河随口报出一个马甲，脸上笑容不变苏烈。苏烈也报上姓名，随即指向丹炉：叶道友，材料在此，可以开始了。他将一个储物袋放在桌上，里面正是炼制春心丹所需的数种灵材，包括那株被沈星河高价买下的百木藤。他的视线紧紧锁定沈星河，带着审视与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沈星河拿起储物袋，神识一扫，确认无误。他走到丹炉前，并未立刻动手，而是先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衣袖，姿态从容，仿佛即将进行的不是炼丹，而是一场优雅的表演。好说。沈星河轻笑一声，目光转向苏烈和他身边那位清冷绝艳、正用冰蓝色眼眸好奇打量丹炉的白狐美女小白。他故意拉长了语调，带着一丝戏谑：苏道友，方才在街上忘了问这位倾国倾城的仙子。是。苏烈的身体机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眼神闪过一丝慌乱，连忙道：哦，这位是舍妹小白，她身体有些不适，需要静养。他试图用身体挡住小白，语气带着明显的遮掩。然而他话音未落，那一直安静依偎在他身侧的小白却微微歪了歪头，银色的发丝滑落肩头。他那双纯净如冰湖的眸子看了看苏烈，又带着一丝天真和不解看向沈星河，红唇微起，用只有身边几人能听见的如同碎冰轻碰的娇柔声音小声嘟囔道：主人，小白不是妹妹啊。沈星河脸上的笑容瞬间变得更加灿烂，也更加邪恶。他挑了挑眉，眼神锐利如刀，直刺苏烈。哦，不是妹妹。他拖长了尾音，每一个字都带着玩味的穿透力。苏道友，你这就不够坦诚了吗？堂堂男儿，连身边家人的身份都不敢认。啧。苏烈的脸色瞬间变了，他的脸涨红，一时语塞，只能狠狠瞪了小白一眼。小白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怯生生地缩了缩脖子，往苏烈身后又躲了躲，只露出一双水汪汪、带着无辜的冰蓝色大眼睛。沈星河见好就收，不再穷追猛打。他转向丹炉，脸上的嬉笑瞬间收敛，眼神变得专注而深邃。看好了，苏道友。沈星河低喝一声，右手缓缓抬起，五指虚张，轰！一团深邃墨蓝渊海火自他掌心升腾而起。墨蓝渊海火，嘶！苏烈猛地倒吸一口凉气，瞳孔骤然缩成了针尖大小。他死死盯着那团在沈星河掌心安静燃烧，却又蕴含着毁天灭地般威能的墨蓝色火焰，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只剩下极致的震惊与难以置信。异火，竟然是传说中的天地异火！苏烈的心神如同被重锤猛击。这墨蓝渊海火，气息如此恐怖而古老，他怎么可能收服？巨大的冲击让他的大脑一片空白，旋即一股难以言喻的嫉妒滋生。为什么他身边有那般风华绝代的法相净师尊护持？为什么他这么有钱？为什么他还能拥有这等连大能都梦寐以求的天地异火？苏烈看向沈星河的眼神好像充满了不甘。角落里的君未雪，他看向沈星河专注的侧脸，眼神更加深邃。沈星河对苏烈那几乎要喷火的目光视若无睹。他心念一动，墨蓝渊海火如同有生命的灵蛇，倏然钻入丹炉下方的火口。嗡！古朴的丹炉发出一声沉闷的嗡鸣，炉壁上的符文瞬间被墨蓝色的火焰点亮，散发出幽暗的光晕。整个丹炉仿佛活了过来，散发出一种深海巨渊般的厚重气息。炼丹正式开始。沈星河手法娴熟，行云流水。他并未使用花哨的控火技巧，只是将墨蓝渊海火那幽冷而精纯到极致的能量，稳定而均匀地输入丹炉。一株株灵材被他精准地投入炉中。
百木藤落入炉膛，并未立刻化为灰烬，反而在墨蓝色火焰的包裹下，如同沉睡的翡翠缓缓舒展，清脆的枝叶被丝丝缕缕地萃取出来，散发出浓郁的生命气息。赤阳花投入，瞬间爆开一团炽烈的红光，却迅速被墨蓝火焰包裹驯服。狂暴的火属性能量被一丝丝剥离精炼。冰心草、凝露果，各种属性相冲相生的灵材，在墨蓝渊海火那霸道而精准的掌控下，各自融化、分解、提纯。炉膛之内，墨蓝色的火焰如同深邃的海水，无声的翻滚、涌动，将各种药液精华包裹、融合。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只有一种深海般的沉寂与高效。奇异的药香渐渐弥漫开来，初时清淡，继而变得馥郁醇厚，沁人心脾，仿佛蕴含着生命的本源力量。沈星河全神贯注，神识如同最精密的探针，时刻感知着炉中药液的变化。他偶尔屈指轻弹，一丝微弱的灵力波动精准地射入炉中，调整着火候或引导药性融合。整个过程中，他神色平静，不见丝毫吃力，仿佛这炼制4品丹药对他而言不过是信手拈来。苏烈在一旁看得心神摇曳，震撼莫名。时间在专注中流逝，约莫半个时辰后，丹炉内翻涌的墨蓝火焰骤然向内一缩，如同深海漩涡归于平静。炉膛深处，一点温润的如同春日暖阳般的碧绿光华骤然亮起。嗡！丹炉发出一声清越悠长的鸣响，炉盖被一股柔和的力量顶开。刹那间，浓郁的药香如同爆炸般充斥了整个房间，令人精神一振，仿佛置身于万物复苏的初春森林。4颗龙眼大小、通体浑圆、色泽如同极品翡翠的丹药静静悬浮在炉口上方。丹药表面3道清晰的金色丹纹如同天成，缓缓流转，散发着磅礴而精纯的生命能量。4品丹药春心丹，成丹，品质上上之选。沈星河抬手一招，3颗碧绿丹药便落入他掌心，温润如玉。他捻起一颗，随意地抛给旁边早已看呆的苏烈，嘴角再次勾起那抹标志性的带着几分玩世不恭和深意的笑容。诺，苏道友，幸不辱命。说好的一人一半。他特意看了一眼苏烈身后的小白，希望能治好舍妹的伤。苏烈下意识地接住那颗温润的丹药，感受着其中澎湃的生命力，再看看沈星河手中另外2颗，以及他脸上那和善的笑容，一时间竟不知该作何反应。苏烈的目光在那丹药上反复逡巡，指尖微动，那眼神中是毫不掩饰的疑虑与挣扎眼前这个自称叶辰的家伙。行事实在太过诡异，先是高价夺藤，后是主动炼丹，如今又如此大方。天上掉下的馅饼往往带着剧毒的钩子。沈星河将苏烈的犹豫尽收眼底，嘴角那抹和善的笑容纹丝未动，眼底深处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讽。他忽然伸出2指，极其随意地捻起一颗丹药，在苏烈惊愕的目光注视下，毫不犹豫地送入了自己口中。丹药入口即化，化作一股温和精纯的生命暖流，瞬间滋养着他的身体，连隐隐作痛的后腰都舒缓了几分。他甚至还夸张地咂了咂嘴，露出一副享受的表情。药力醇厚，丹香纯粹，品质上乘。沈星河煞有介事地点评了一句，仿佛在品尝珍馐美味。随即他看向苏烈，眼神坦荡无比，语气带着一丝催促。苏道友，丹药你也看到了，我自己都吃了，还能有假不成？这位仙子伤势要紧，还不快让他服下。他的目光意有所指地扫过苏烈身后气息略显萎靡的小白。苏烈被沈星河这突如其来的以身世要堵得哑口无言。再看看一旁静立气息深不可测如渊似海的法相境师尊君未雪，巨大的压力如同实质的枷锁。他咬咬牙，心中那份疑虑被对小白伤势的担忧暂时压下。罢了，此人若真要下毒，以其师尊的实力，何必如此麻烦？他深吸一口气，不再犹豫，迅速从沈星河掌心取过一颗碧绿丹药，转身面向小白。小白冰蓝色的眼眸中带着全然的信任，微微张开那嫣红如樱桃的小嘴。苏烈小心翼翼地将丹药送入他口中，丹药入口，小白喉间发出一声舒适的轻吟，一股温和的碧绿光华瞬间自他体内透出，原本略显苍白的脸颊迅速恢复了红润，气息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平稳有力起来，药效立竿见影。沈星河看着这一幕，嘴角那抹笑容终于彻底绽放开来，如同黑暗中悄然盛开的曼陀罗，充满了计谋得逞的快意与一丝冰冷的残忍。哈哈，成了！原来这4颗春心丹在成丹凝练的最后关头，早已被沈星河以极其隐秘的手法，将一缕无色无味、无形无质的琴骨本源融入了其中2颗的丹纹核心。此骨名为禅心，一旦入体，便如情丝绕骨，悄无声息地侵蚀神魂，使中古者对下古者产生无法抗拒的亲近、依赖乃至扭曲的爱慕之情。
这才是他费尽心机接近苏烈，主动炼丹的次要目的。借疗伤之名，行控魂之实。苏烈见小白服下丹药后，状态大好，脸上也露出如释重负的欣喜。他小心翼翼地将手中仅剩的那颗属于他自己的春心丹收回储物戒中，动作带着一丝谨慎的真实。无论如何，一颗4品疗伤圣药，价值不菲。就在那枚丹药即将没入储物戒空间涟漪的刹那，沈星河附在身后的左手食指极其隐晦地，如同拨动无形琴弦般轻轻一勾，嗡！一股微弱到几乎无法察觉的灵力波动，瞬间穿透空间，精准地刺入那颗被苏烈收起的丹药内部。丹纹核心处那点蛰伏的微不可察的琴骨本源，如同被投入烈火的雪花，无声无息地消融殆尽。整个过程快如劳大肘击，发生在苏烈收回丹药的瞬间，连近在咫尺的君未雪都未曾察觉分毫。多谢叶道友慷慨赠丹，救我！舍妹。苏烈转过身，对着沈星河郑重拱手，语气复杂，既有感激，更有挥之不去的戒备和一丝不甘。沈星河回过神来，脸上笑容依旧真诚，摆摆手道：“苏道友客气了，这春心丹也有你提供的材料一份功劳，谈不上赠，公平交易罢了。”苏烈点点头，似乎不想再多做纠缠，话锋一转，试探着问道：“叶道友与尊师莅临蓝月国，想必也是为了蓝月秘境而来吧？”蓝月秘境。沈星河恰到好处地露出一丝茫然，与君未雪对视一眼，君未雪配合的微微颔首，维持着师尊的威严。那是什么地方？还请苏道友解惑。苏烈眼中闪过一丝果然如此的了然，解释道：“蓝月秘境乃是蓝月国初代先皇遗留的传承之地，每10年开启一次。传闻其中藏有那位法相境巅峰强者的毕生积累与衣钵传承。可惜。”他摇摇头，语气带着一丝惋惜。千年以来，无数天骄进入其中，却无人能真正触及核心传承，久而久之变成了鸡肋。哦，法相境巅峰的传承。沈星河眼中适当的闪过一丝兴趣，摸着下巴问道：“千年无人得，这是为何？莫非那初代先皇设下的考验过于变态？有这种可能？”苏烈沉吟道：“另外，秘境入口有强大的禁制限制，化罡境以上修为者无法进入。或许正是因为进入者的修为上限被卡在化罡境之下，才始终无人能解开那些需要更高修为才能破解的禁制，获得真正的传承吧。”原来如此。沈星河露出恍然的表情，追问道：“那这秘境何时开启？”就在明日晨曦出入之时，于蓝月皇城后的坠心谷开启。苏烈答道：“好，多谢苏道友告知此等秘辛。”沈星河拱手，笑容灿烂：“明日倒是要去见识一番，今日就不叨扰了，告辞。”说完，他不再停留，带着君未雪转身便干净利落地离开了这间小屋。房门关闭的轻响传来，直到沈星河和君未雪的气息彻底消失在感知范围之外，苏烈紧绷的神经才猛地松懈下来，额角竟已渗出细密的冷汗。刚才面对那法相境师尊的威压，实在太过煎熬。他立刻转身看向气息已然恢复，甚至更胜从前的小白，眼神却依旧凝重无比。“小白。”苏烈的声音带着一丝急促和不容置疑的严厉，“快，将方才服下的丹药逼出来。”小白那双冰蓝色的眼眸中闪过一丝错愕和不解，但出于对主人绝对的信任与服从，他没有任何犹豫。只见他盘膝坐下，周身灵力运转，苏烈更是直接一掌印在他光洁的后背上，一股柔和的推力透体而入。小白闷哼一声，阴唇微张。噗！那颗碧绿圆润、尚未完全化开的春心丹，裹挟着一丝药液，被强大的灵力硬生生从他体内破了出来。丹药滚落在地，依旧散发着浓郁的药香和生命气息。主人。小白脸色微白，气息有些紊乱，不解地看着苏烈。苏烈一把抓起地上的丹药，又迅速从储物戒中取出自己那颗，眼神锐利如鹰隼，反复检查，甚至不惜动用一丝本源灵力，粗暴地侵入丹药内部探查。没有，什么都没有。丹药结构完整，药力精纯澎湃，除了浓郁的生命能量，再无任何异常的气息、印记或隐藏的毒素。2颗丹药皆是如此。怎么可能？苏烈眉头紧锁，脸色阴晴不定。他仔仔细细地将2颗丹药都捏成了齑粉，粉末在指尖簌簌落下，依旧纯净无瑕，毫无异状。难道真的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一股强烈的自我怀疑涌上心头，但旋即一种更强烈的不安感缠绕上他的心脏。不行！苏烈猛地摇头，眼神中充满了后怕和决绝。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叶晨行事诡异，他那师尊更是深不可测。我总觉得心神不宁，眼皮直跳，此地不宜久留。他一把拉起
还有些虚弱的小白，语气急促而凝重。走，小白，趁现在，我们立刻离开蓝月城，离那对师徒越远越好。他拉着小白，如同惊弓之鸟，匆匆收拾东西，推开房门，身影迅速消失在渐沉的暮色之中。苏烈没有看到的是，当他拉着小白匆匆离去时，小白那双纯净如冰湖的眸子，在暮色中悄然闪过一丝极其隐晦的、难以言喻的迷茫语，一丝对某个刚刚离去身影的毫无来由的眷恋。那缕无形无质，早已融入他神魂深处的禅心情蛊，如同悄然滋生的藤蔓，已然无声地缠绕上了他的心魂命运的丝线。在苏烈自以为是的谨慎中，反而被沈星河编织得更加紧密而致命。暮色四合，华灯初上，蓝月国修士区的喧嚣并未停歇，反而因即将开启的秘境而更添几分躁动。沈星河牵着君魏雪的手，随意走进一家看起来还算雅致的客栈——云来居。客栈大堂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弥漫着酒肉香气与修士们高谈阔论的嘈杂。跑堂的小厮穿梭如织，掌柜的正在柜台后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沈星河径直走到柜台前，手指随意地敲了敲光洁的台面，声音带着一丝慵懒和不容置疑：“掌柜的，来一间最好的上房。”那掌柜抬起头，见沈星河气度不凡，主要是旁边那位清冷绝尘、自带生人勿近气场的君魏雪实在太扎眼，立刻堆起12分的谄笑：“好嘞，客官，您二位真是贵客临门。天字52号房，清静雅致，灵气充沛，包您满意。”他麻利地取出一枚玉符钥匙，再送些拿手好菜，温2壶上好的醉仙酿送到房里。沈星河随手抛出一袋分量十足的零食，精准地落在掌柜面前，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好嘞，客官，您请先上楼稍后，酒菜马上就到。掌柜捧着零食袋，笑得见牙不见眼，连忙躬身引路。就在沈星河接过玉符，准备带着君魏雪上楼之际，客栈大门被一股带着酒气和傲气的力道猛地推开。一个身穿华贵白色云纹道袍，腰悬美玉，头戴金冠的青年公子，在一群气息不弱的护卫簇拥下，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他脸色微红，眼神迷离，显然已有7、8分醉意。掌柜的，老规矩，最好的雅间，最好的酒。那青年公子打着酒嗝，声音带着世家子弟特有的跋扈。然而他醉眼朦胧的目光随意扫过大堂，当掠过正欲上楼的君魏雪时，如同被定身法定住，瞬间凝固。那张颠倒众生的容颜，那份清冷孤绝、不染尘埃的气质，如同9天玄月坠入凡尘，瞬间点燃了他所有的酒意和色欲。他只觉得口干舌燥，心脏狂跳，仿佛被雷击中，连呼吸都忘了。好美的仙子啊！他失魂落魄的喃喃道，眼中爆发出毫不掩饰的贪婪与垂涎。他一把推开挡在身前的护卫，脚步虚浮，却急切地冲到楼梯口，正好拦在君魏雪面前。这位仙子，他努力挤出一个自认为风流倜傥的笑容，眼神却如同粘稠的油脂，在君魏雪身上肆意游走，声音带着轻佻的醉意。在下蓝月国镇国侯府世子林燕秋，不知仙子芳名，可否赏脸，与本世子共饮一杯？这蓝月城内，本世子定能让仙子尽享荣华。他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竟想直接去拉君魏雪的号腕。沈星河脚步一顿，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如同寒潭冰封。他并未立刻发作，只是嘴角勾起一抹极其冰冷，如同看死人般的弧度。君魏雪甚至没有正眼看这位所谓的镇国侯世子，在那只带着酒气和污浊欲望的手即将触碰到他衣袖的刹那，他那双仿佛蕴藏着万载寒冰的眸子，只是极其淡漠地朝着林燕秋的方向轻轻瞥了一眼，没有灵力波动，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恶心，清冷的2个字如同冰珠落地。下一瞬，林燕秋脸上那轻佻的笑容骤然僵住，他伸出的手停在半空，眼中爆发出极致的恐惧。他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完整的惨叫，他变成灰了。不到一息之间，原地只留下一缕极其细微带着焦糊味的青烟袅袅升起，随即消散在客栈浑浊的空气里，连一丝灰烬、一滴血液都未曾留下。整个云来居大堂瞬间陷入一片死寂，落针可闻，所有喧嚣、杯盏碰撞声、谈笑声戛然而止。无数道目光如同被冻结，死死盯着楼梯口那绝美如仙却又恐怖如魔的女子。空气凝固成了坚冰。小侯爷，世子。林燕秋带来的那群护卫如同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惊恐的尖叫卡在喉咙里，浑身抖如筛糠，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家主子瞬间人间蒸发的地方。何方宵小，胆敢在蓝月国行凶，杀我侯府世子！就在这死寂被护卫的惊骇打破的瞬间，一声蕴含着滔天怒火与恐怖威压的咆哮，如同9天惊雷骤然炸响在云来居上空。
震得整座客栈簌簌发抖。一道散发着天伦境巅峰恐怖气息的苍老身影，如同撕裂空间的怒龙，裹挟着狂暴的灵力风暴，瞬间出现在客栈大堂中央。强大的威压如同实质的海啸，瞬间将那些护卫压得匍匐在地，动弹不得。来人须发皆张，怒目圆睁，正是蓝月国皇室的守护者之一，同时也是镇国侯府的供奉长老林震岳。他感应到世子玉牌碎裂，瞬间撕裂空间赶来。是谁？林震岳须发几张，磅礴的神识如同怒涛般席卷整个客栈，恐怖的杀意几乎要凝成实质。他目光如电，瞬间锁定了楼梯口那对气质非凡的男女，尤其是那个月白长裙、气质清冷的女子。然而，就在他充满杀意的目光即将爆发，怒喝声即将出口的刹那，他的视线猛地撞上了站在那恐怖女子身旁，那个正一脸淡然，甚至带着几分玩味看着他的青年男子沈星河。轰隆！林震岳只觉得一股寒气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如同九幽寒泉瞬间灌顶，满腔的怒火和杀意如同被泼了一盆万载玄冰，瞬间冻结。他那张因暴怒而扭曲的老脸，表情瞬间僵住，从极致的愤怒变成了极致的恐惧和难以置信，瞳孔缩成了针尖大小，身体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起来。是他，那个挥手间将季家从蓝月国地图上彻底抹去的煞星。那日在季家府邸上空，如同魔神降世，视天伦镜如蝼蚁般随意碾杀的恐怖身影，瞬间与眼前这个看似慵懒的青年重合。那深入骨髓的恐惧记忆是咬着他的神魂。前辈，林震岳的声音完全变了调，之前的怒喝变成了颤抖的带着极致谄媚和恐惧的问候。他身上的恐怖气势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腰杆弯成了90度，额头冷汗如同瀑布般滚落，滴在光洁的地板上。他甚至连看都不敢再看君未雪一眼，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沈星河身上，声音带着哭腔：前辈大驾光临。小人林震岳，蓝月国小供奉，不知前辈在此有何吩咐？可是有什么不长眼的东西冲撞了前辈和这位仙子？他一边说着，一边用眼角余光扫了一眼林念秋消失的地方，心中非但没有丝毫报仇的念头，反而恨不得把那死鬼世子再鞭尸1万遍。惹谁不好？惹这位煞星。他连忙又补充道，语气充满了讨好和急于撇清关系。若是蓝月国内有任何人、任何事让前辈感到不快，前辈只需一句话：小人不，整个蓝月国皇室定当倾尽全力为前辈扫清一切障碍，杀他个鸡犬不留。他几乎是吼出来的，生怕表态不够积极。沈星河看着眼前这前倨后恭、吓得几乎魂飞魄散的守护者，脸上那抹玩味的笑容更深了。他随意的摆了摆手，声音平淡无波：没事了。这3个字落在林震岳耳中，如同天籁之音。他猛地松了一口气，只觉得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后背的衣袍早已被冷汗浸透。他连忙将腰弯得更低，几乎要贴到地上，声音带着劫后余生的颤抖：是，前辈宽宏大量，小人告退，不打扰前辈休息了。说完，他如同火烧屁股般，看也不敢再看沈星河和君未雪一眼，更顾不上那些瘫软在地的护卫，身形一闪，瞬间消失在原地，仿佛从未出现过。整个大堂依旧死一般的寂静。掌柜的站在柜台后，手中的玉符钥匙啪嗒一声掉在地上。他张着嘴，眼睛瞪得如同铜铃，脸上血色尽退，身体抖得如同秋风中的落叶，大脑一片空白。镇国侯世子在他店里被一个眼神化成了青烟。皇室守护者，天伦境巅峰的供奉大人，如同见了猫的老鼠，吓得差点尿裤子。那位公子，那位仙子。掌柜的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头顶，眼前阵阵发黑，几乎要当场昏厥过去。沈星河仿佛没看到这一切，弯腰捡起地上的玉符钥匙，对君未雪温柔一笑：雪儿，走吧，房间准备好了，夫君好好补偿你。君未雪微微颔首，清冷的笑容红晕出现了。两人相携，如同闲庭信步，踏上了通往天字52号房的楼梯，只留下满堂死寂和一群如同石化、灵魂出窍的旁观者。天字52号房内，厚重的门扉隔绝了楼下的喧嚣与死寂，柔和的月光透过雕花窗棂洒入，为房间镀上一层朦胧的银灰。空气中还残留着新木与熏香的淡雅气息。精致的酒菜已整齐摆放在房间中央的紫檀圆桌上，散发着诱人的香气。送菜的小厮几乎是踮着脚尖进来，全程低眉顺眼，大气不敢喘。将托盘放下后，便如同受惊的兔子般飞快退了出去，自始至终不敢抬头看沈星河和君未雪一眼。方才大堂那如同神魔降世的一幕，
显然已深深刻入他的灵魂。沈星河对此浑不在意，他拉着君未雪在桌旁坐下，桌上是几碟蓝月国的特色灵肴，一壶温好的醉仙酿正散发着醇厚的酒香。他提起温润的白玉酒壶，酒液注入2只小巧的玉杯之中，酒香瞬间在室内弥漫开来，带着一丝甜腻的诱惑。雪儿，沈星河将其中一杯轻轻推到君未雪面前，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试图驱散方才那点不愉快的小插曲。来，尝尝这蓝月国的醉仙酿，据说味道很是不错。他端起自己那杯，作势欲品。君未雪那双清澈如冰湖的眸子好奇地打量着杯中晃动的琥珀色液体，他伸出纤纤玉指，优雅地拈起玉杯，然后在沈星河略带惊愕的目光注视下，他竟学着记忆中那些豪迈剑客的样子，微微扬起天鹅般优美的脖颈，将杯中酒液一饮而尽。可嗨，辛辣灼热，如同吞下了一团滚烫的岩浆，那霸道的酒力瞬间从喉咙一路烧灼到胃里。君未雪绝美的脸庞瞬间涨得通红，她猛地放下酒杯，潭口微张，小巧的舌尖下意识地吐了出来，急促地呼吸着，如同离水的鱼儿。那双总是清冷淡然的眼眸，此刻竟泛起了生理性的水光，长长的睫毛上甚至沾着几颗细小的泪珠。她有些狼狈地抬起手，用宽大的云袖在唇边急促地扇着风，试图驱散那火烧火燎的感觉。好辣，夫君，这是什么啊？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呛咳后的沙哑和浓浓的委屈，控诉般的看向沈星河。呼哈哈哈！沈星河先是一愣，随即再也忍不住，爆发出畅快的大笑。他笑得前仰后合，眼角都沁出了泪花，连日来的憋屈和紧张仿佛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傻雪儿，这酒是要慢慢品的，哪有你这样一口闷的？看着君未雪那副被辣得泪眼汪汪、又气又恼的娇憨模样，沈星河只觉得可爱极了。他强忍笑意，连忙拿起玉柱，夹起一块晶莹剔透、裹着浓稠酱汁的鲮鱼肉片，小心翼翼地吹了吹，递到君未雪唇边，语气带着哄劝：“来，快吃点菜压压，这雪鲮鱼鲜嫩得很，不辣。”君未雪气鼓鼓地瞪了他一眼，但还是顺从地张开阴唇，将那鱼肉含入口中。然而，他的眼睛瞬间瞪得更圆了。那鱼肉入口即化，鲜嫩无比，但紧随其后的却是一股更加霸道、更加绵长的麻辣感，如同无数细小的针尖在舌尖上跳舞。这股后劲十足的辣意与方才酒液的辛辣混合在一起，瞬间将他本就敏感的味蕾彻底点燃。好热，好辣！君未雪猛地捂住嘴巴，冰蓝色的眼眸中水汽氤氲，仿佛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他感觉自己的嘴唇和舌头都快要烧着了，那股灼热感顺着食道一路蔓延，让他白皙的肌肤都透出了诱人的粉红色。夫君，他猛地抬起头，绝美的脸颊因羞恼和辣意而染上2朵娇艳欲滴的红霞，如同雪地里怒放的红梅。那双含着水光的眸子此刻充满了控诉和危险的信号，直直地瞪着还在忍俊不禁的沈星河。你是不是故意的？沈星河看着他这副又辣又恼、风情万种的模样，只觉得分外有趣，完全没意识到危险降临，依旧笑得开怀，甚至调侃道：“冤枉阿雪儿，这鱼是有点辣，但没想到你这么不耐辣。”他的笑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响亮，充满了作死而不自知的愉悦。就在他笑得最欢畅，腰都弯下去的那一刻，一道带着幽兰香气与凛冽寒意的身影，如同被激怒的冰皇，瞬间扑了上来。沈星河的笑声戛然而止，眼前一花，整个人被一股沛然莫遇的力量狠狠灌倒在身后柔软宽大的锦榻之上。君未雪月白色的裙裾如同盛开的雪莲，铺满了床榻。他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被压在身下的沈星河，那双冰蓝色的眼眸深处因辣意而燃起的怒火，此刻已彻底转化为一种更加危险、更加炽热的火焰。那是被戏弄后的羞恼，是补偿索取的决心，更是某种被压抑许久的带着侵略性的占有欲。没有任何预兆，他猛地俯下身，带着不容抗拒的强势，精准地攫取了沈星河因惊愕而微张的唇。沈星河只觉一股混合着清冽幽香与淡淡酒气的柔软瞬间封堵了他的呼吸。那吻并非温柔缱绻，而是带着惩罚般的霸道和不容置疑的掠夺。他的舌尖灵巧又强势，撬开他的齿关，在他口中攻城略地，仿佛要将那残留的辣意和方才的戏谑统统加倍偿还。窒息感瞬间攫住了沈星河，他下意识的想要挣扎，双手却被君未雪看似柔弱，实则如同金刚锁链般的手臂牢牢按在身侧。他只能徒劳的瞪大眼睛，感受着那带着怒火的几乎要将他灵魂都吸走的深吻。不知过了多久，就在沈星河感觉自己快要因为缺氧而昏厥时，
君未雪才猛地抬起了头，她微微喘息着，绝美的脸庞泛着动人心魄的绯红，如同醉酒又似情动。几缕银丝沾连在她湿润红肿的唇瓣和沈星河的嘴角，她那双冰蓝色的眸子此刻幽深的如同漩涡，里面翻涌着沈星河从未见过的令人心悸的欲念和一种得逞的危险的满足感。他伸出舌尖，极其缓慢极具诱惑地舔过自己微肿的下唇，目光在沈星河因缺氧而剧烈起伏的胸膛和失神的脸上，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的喘息：夫君，补偿，现在开始。沈星河如同离水的鱼，大口大口地贪婪呼吸着空气，胸腔剧烈起伏，大脑一片空白，刚艰难地吐出一个字：等。然而那个等字尚未完全出口，君未雪眼中危险的光芒再次暴涨，她如同锁定猎物的女王，没有丝毫犹豫，再次俯身，用她那依旧带着火辣触感和不容抗拒霸道的红唇，狠狠地彻底地封堵了沈星河所有未尽的言语。这一次她似乎打定主意，不再给他任何喘息和狡辩的机会。含糊不清的呜咽呻吟成为了天字52号房内唯一的主旋律。月光悄然偏移，仿佛也不忍直视这即将到来的注定辛劳的漫漫长夜。人类的起源运动又开始了。窗棂透进细微的晨光，轻柔地洒在凌乱的锦被之上。持续了数个时辰的狂风骤雨终于平息，房间内弥漫着一种混合着幽兰体香、淡淡酒气以及浓浓的荷尔蒙的气息。几缕调皮的光线恰好落在君未雪绝美的侧脸上，她长长的睫毛如同蝶一般轻轻颤动了几下，缓缓睁开。那双冰蓝色的眼眸初时还带着一丝慵懒的迷蒙，昨夜残留的动人心魄的红晕尚未完全褪去，如同初雪上晕染的朝霞，为她清冷的容颜平添了几分惊心动魄的妩媚。她微微侧手，目光落在身旁仍在沉睡的沈星河身上，她眉头微蹙，呼吸均匀而略显沉重，俊逸的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眼下甚至有一抹淡淡的轻盈，昭示着昨夜的辛劳。君未雪的唇角不由自主地弯起一抹艳足而温柔的弧度，她伸出纤纤玉手，指尖带着一丝微凉的触感，如同羽毛般轻柔地拂过沈星河线条分明的胸肌轮廓，感受着其下蕴含的力量与温热。她的动作带着一种无声的占有和欣赏，指尖缓缓上移，拂过她紧抿的唇线、高挺的鼻梁、微蹙的眉心，每一寸都透着心满意足。就在这时，沈星河的眼皮动了动，随即有些艰难地睁开，眼神中还带着浓重的睡意和迷茫。他下意识地抬手揉了揉酸涩的眼睛，声音带着晨起的沙哑：应是昨晚。雪儿，你醒了。君未雪轻声应着，冰蓝色的眼眸中盈满了温柔的笑意。好困啊。沈星河嘟囔着，身体下意识地想往温暖的被窝里缩，却牵动了某处隐秘的酸痛，让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眉头皱得更紧了。看到沈星河这副疲惫不堪的模样，君未雪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心虚和歉意。他伏低身子，温热的呼吸拂过沈星河的耳廓，声音带着一丝罕见的软糯和懊恼：夫君，对不起，昨夜是雪儿不好，不该折腾那么久。他顿了顿，指尖轻轻点了点沈星河的小腹位置，声音更低了几分，带着一丝羞赧：还有，也不该吸了夫君那么多灵力，害得夫君才3个时辰就昏睡过去了。说到最后，他的脸颊又飞起2朵红云。沈星河只觉得一股寒气从尾椎骨窜起，瞬间清醒了大半。他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喉结滚动，努力挤出一个大度的笑容，声音干涩：没事，下次注意点，别再吸我灵力就行。真的扛不住。语气中充满了真诚的恳求。早知道。君未雪眼中闪过一丝懊悔，带着点小女儿的娇态，就该提前给夫君准备些恢复元气的灵药了。不用，真不用。沈星河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坐起身，动作快的牵扯到酸痛的肌肉，让他龇牙咧嘴，连忙摆手拒绝：我恢复力强，打坐一会儿就好，灵药就不必了。他眼神飘忽，带着明显的后怕。开玩笑，再让他准备灵药，谁知道会不会是更可怕的滋补套餐？昨夜那霸道绝伦，花样百出，还附带灵力吸取的补偿，以及那本不知哪个天杀的混蛋塞给他的神功姿势108全解，已经让他那饱经风霜的老腰发出了濒临报废的哀鸣。他现在看到君未雪靠近，后腰深处就条件反射的隐隐作痛。他慌乱起身的动作带起了背角，啪嗒，一本封面古旧、画风极其大胆露骨、图文并茂的册子赫然从散乱的锦被中滑落，掉在2人之间的床榻上。封面上神功姿势108全解几个烫金大字在晨光下闪烁着刺眼而暧昧的光芒。
旁边还配着一些令人面红耳赤的简笔插图。沈星河的目光触及那本册子的瞬间，如同被毒蛇咬了一口，整个人猛地一僵，一股寒气从脚底板冲天灵盖，后背瞬间沁出一层冷汗。昨夜那些高难度反人类的神功姿势带来的腰肌撕裂感和灵力被抽空的虚脱感，如同潮水般汹涌袭来。君未雪顺着沈星河惊恐的目光看去，当看到那本册子时，她绝美的脸上非但没有丝毫羞赧，反而露出一丝饶有兴味的笑意，甚至伸出玉指，轻轻将那册子又往沈星河那边推了推。夫君，你看这个。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引诱般的甜腻打坐。恢复灵力，正事要紧。沈星河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他几乎是连滚带爬的翻身下床，动作僵硬的在地板上盘膝坐好，五心朝天，闭目凝神，疯狂运转起所剩无几的灵力，试图用修炼来驱散那本噩梦图册带来的心理阴影。那背影怎么看都透着一股落荒而逃的狼狈。君未雪看着他那副如临大敌、拼命修炼的模样，忍不住眼唇轻笑，冰蓝色的眼眸中满是促狭和满足。他慵懒地靠在床头，欣赏了好一会儿自家夫君努力恢复的英姿。约莫半个时辰后，沈星河周身微弱的灵力波动终于平稳下来，虽然离全盛时期还差得远，但至少那股被掏空的虚脱感减轻了不少。他长长吐出一口浊气，睁开眼，眼神重新变得锐利，尽管眼底深处还残留着一丝疲惫和后怕。他猛地站起身，动作间努力忽略腰部的抗议，脸上强行堆砌起振奋的神色，对着依旧慵懒靠在床头的君未雪朗声道：好了，灵力恢复的差不多了，雪儿，时辰不早，该出发前往蓝月秘境了。好耶！出发！君未雪闻言，眼中瞬间迸发出雀跃的光芒。他轻盈的翻身下床，月白色的裙裾如同流云般飘落。然而就在他准备迈步走向沈星河时，目光不经意间又瞥见了静静躺在床榻上的那本神功姿势108全解。他的动作微微一顿，随即在沈星河骤然紧张、瞳孔微缩的目光注视下，君未雪极其自然，甚至带着一丝隐秘欢喜地伸出纤纤玉手，指尖微光一闪，将那本让沈星河闻风丧胆的神功秘籍悄无声息地纳入了自己的储物空间。做完这一切，他才抬起头，对着沈星河绽放出一个明媚无愁，却又让沈星河后腰隐隐作痛的笑容。走吧，夫君，去秘境寻宝了。沈星河，他强忍着扶腰的冲动，努力挤出一个期待的笑容，率先推开了房门。谷口处早已人声鼎沸，黑压压聚集了数百名修士，空气中弥漫着兴奋、紧张与贪婪交织的气息。10年一次的蓝月秘境开启在即，无人愿意错过这可能的机缘。沈星河的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人群边缘，他负手而立，目光如同最精准的探针，缓缓扫过攒动的人头。元府进修士占了绝大多数，一个个神情亢奋，摩拳擦掌，眼中闪烁着对机缘的渴望。在他们外围则稀疏地站着10几位气息明显强横许多的身影，大多是天伦境初期或中期，应是某些世家子弟的护道者。其中气息最为浑厚的是一位身着玄色蟒袍、闭目养神的老者，天伦境后期。全部都打不过我娘子。沈星河的目光在人群中逡巡片刻，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玩味而冰冷的弧度。没有。那个名为苏烈的天命之子，以及他身边那只清冷绝艳的白狐，并未出现在此地。一声机不可闻的轻笑自沈星河唇边溢出。苏烈啊苏烈，你以为跑得掉吗？他缓缓抬起右手，五指虚握，掌心之中一点微弱的红芒骤然亮起，迅速凝聚蠕动，最终化作一只仅有指甲盖大小、通体赤红如血、形态狰狞的奇异蛊虫。那蛊虫生有双头，彼此纠缠，散发着一种邪恶而隐秘的链接波动。双生蛊，好吧，尽情的跑。沈星河凝视着掌心跳动的血蛊，嘴角的笑意愈发邪异。只要禅心情蛊还在你那小狐狸的神魂深处盘踞，无论天涯海角，你在我眼中便如同掌上观文，无所遁形。他五指一合，血蛊瞬间隐没于掌心，仿佛从未出现。那股令人心悸的邪气也随之消散。不急，沈星河收敛心神，目光重新投向那被古老禁制笼罩、闪烁着微光的秘境入口。先看看这天命碎片是否珍藏在这蓝月初黄的埋骨之地。就在谷口喧嚣达到顶峰，众人翘首以盼之时，嗡，3道强大的灵力波动骤然降临，瞬间压过了所有嘈杂。人群如同被无形的手分开，自动让出一条通道。只见3道身影踏空而来，稳稳落在谷口最前方一块凸起的巨石之上。居中一人正是蓝月国当代女皇江诗瑜，他身侧2位身着灰袍、面容古拙的老者，2位天伦境巅峰的守护长老。
僵尸鱼那双秋水寒星带着审视与威严，缓缓扫视过下方黑压压的人群。然而，当他的目光掠过人群边缘，触及那个负手而立、气质慵懒却深不可测的青山身影时，僵尸鱼的瞳孔骤然收缩，雍容绝丽的脸庞上瞬间掠过一丝难以掩饰的震惊与难以置信。是他，那位煞星前辈。他的心脏猛地一沉，几乎漏跳了一拍。那一种情愫又出现了。蓝月秘境固然重要，但其中的传承顶天了也就法相境巅峰遗留，对于他来说简直如同鸡肋。这等人物为何会屈尊降贵，出现在此地？巨大的疑惑与一丝难以言喻的恐惧瞬间攫住了这位年轻女皇的心神。她强行压下翻涌的情绪，但目光却不由自主地在沈星河身上多停留了一瞬，眼神深处充满了敬畏与不解。沈星河自然察觉到了僵尸鱼那瞬间的失态，他神色不变，只是嘴角那抹玩味的弧度似乎加深了些许，对着女皇的方向打了一个响指。而后僵尸鱼的那一种情愫更加厉害，脸颊两侧莫名其妙产生红晕，是心动的感觉，也是他那体质发力的结果。僵尸鱼强自镇定，凤目含微，缓缓扫视全场。然而当他眼角的余光不由自主地再次飘向人群边缘那道青山身影时，心头猛地一跳。沈星河这位深不可测的煞星，此刻正似笑非笑地毫不避讳地迎上了他的目光，那目光平静无波，却仿佛蕴藏着万仞深渊，带着一种洞穿人心的穿透力。僵尸鱼只觉得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指尖的微颤和凤袍下心动的心跳，他不敢有丝毫迟疑，如同受惊的灵鹿般迅速移开视线，绝美的脸庞上努力维持着女皇的威严，但那一闪而逝的慌乱却未能逃过沈星河那双洞察秋毫的眼睛。沈星河嘴角那抹玩味的弧度加深了几分，如同猎人看着落入陷阱却犹不自知的猎物。他并未有其他动作，只是静静地负手而立。僵尸鱼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翻涌的心绪，他挺直背脊，清越而威严的声音灌注了灵力，如同凤鸣九天，清晰地回荡在坠心谷的每一个角落。诸位天下道友，他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皇者气度。蓝月秘境10年一起，来我先祖遗泽，福泽苍生，尔等齐聚于此，求取机缘，本皇乐见其成。话音微顿，他的目光变得无比锐利，扫过那些气息强横的护道者，声音陡然转冷，带着肃杀的警告。然秘境自有其规，化刚劲之上者，禁制森严，此乃先祖铁律。违者他一字一顿蕴含着凛冽的杀意，形神俱灭，绝无幸免。万尔等好自为之。最后4个字令他们脸色微变，纷纷收敛气息，不敢有丝毫逾越之念。警告完毕，僵尸鱼不再多言，他与身旁2位守护长老对视一眼，3人同时踏前一步。嗡，3道磅礴如海的灵力瞬间自他们体内爆发，3股力量在空中交织融合，化作一道璀璨夺目的3色光柱，狠狠轰向谷口那片看似虚无实则空间扭曲的静止核心。轰隆隆，震耳欲聋的巨响在谷中回荡，空间仿佛被巨力撕开，那片虚无之处骤然爆发出刺眼欲盲的强光。一个巨大的由无数玄奥符文构成的漩涡缓缓旋转着浮现，漩涡中心幽深漆黑，散发出古老苍茫而又令人心悸的吸力。蓝月秘境入口洞开了，冲啊！机缘就在眼前，快，别让人抢了先机！短暂的死寂后，是山呼海啸般的狂热嘶吼，积蓄已久的贪婪与渴望瞬间被点燃。数百名元辅境修士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群，灵力光芒爆闪，化作一道道5颜6色的流光，争先恐后，你推我搡的朝着那幽深的漩涡入口疯狂涌去，场面瞬间混乱到了极点。沈星河依旧站在原地，冷眼看着这如同百川归海般涌向入口的洪流，眼神平静无波。待那最汹涌的人潮稍歇，他才悠然转身。君卫雪静静地立在他身后不远处，月白色的裙裾在谷口微风中轻扬，清冷绝尘，与周围的狂热混乱格格不入。那双冰蓝色的眼眸始终只落在他一人身上。沈星河走到他面前，声音温和，带着一丝安抚。雪儿，秘境有修为限制，你在此稍后片刻。他抬手极其自然地替他拂开额前一缕被风吹乱的银发。我去便回，寻一寻那所谓的机缘。君卫雪微微颔首，绝美的脸上看不出情绪，但那双注视着他的眼眸深处却有一丝极淡的不易察觉的柔光闪过。他没有多余的言语，只是轻轻应了一声，夫君小心些。沈星河微微一笑，不再迟疑。他足尖轻点，悠然飘起，朝着那幽深旋转的秘境入口不疾不徐地飞去。青山漂浮，从容自若，他的身影终于没入那片深邃的黑暗之中。漩涡入口的光芒缓缓收敛，
最终化作一道细线，消失不见。坠心谷口只留下喧嚣过后的寂静，以及那道遗世独立、静静守候的月白身影。江诗瑜望着沈星河消失的入口，又看了看静立如冰莲的君未雪，心中那股不安的预感愈发浓重。这位煞星前辈进入秘境，里面怕是要掀起滔天巨浪了。穿过那道幽深旋转的秘境入口，短暂的失重与空间扭曲感后，沈星河的双足踏上了坚实的地面。眼前是绝对的黑暗，吞噬了所有的光线和声音，仿佛置身于远古巨兽的腹腔之中。空气冰凉死寂，带着一股千年墓穴的尘埃味直钻鼻孔。沈星河右手随意抬起，五指虚握，噗，一缕深邃幽暗的墨蓝色火焰骤然自他掌心跃出。墨蓝渊海火，随着他心念微动，那团墨蓝火焰猛地膨胀开来，幽冷的光芒瞬间照亮了这里的黑暗，驱散了方圆10数丈的阴影。光线所及，显露出脚下粗糙布满细碎沙砾的地面，以及前方一条仅容两人并肩而行的蜿蜒向下的狭窄隧道。隧道两侧的石壁湿滑冰冷，凝结着暗色的水珠。沈星河掌托幽焰，如同黑暗中的灯塔，迈开步伐，不疾不徐地踏入隧道。墨蓝渊海火的光芒映照着他沉静的侧脸，在身后拉出一道摇曳的深邃的影子。隧道内寂静无声，只有他轻微的脚步声和火焰燃烧时发出的如同深海暗流涌动般的低沉呜咽。隧道并不长，约莫行进了半炷香时间，前方豁然开朗，墨蓝火焰的光芒瞬间扩散出去，照亮了一处异常宽阔的地下空间。这里的空气不再那么沉闷，反而带着一丝古老而奇异的能量波动。微弱的光源并非来自沈星河的异火，而是来自这巨大洞窟的穹顶和四周岩壁本身。只见高达数十丈的穹顶之上，镶嵌着无数颗大小不一的、散发着柔和乳白色光芒的奇异晶石，将整个空间映照得朦胧而神秘。更令人惊异的是，环绕四周的岩壁，巨大的近乎垂直的岩壁上，并非天然形成，而是布满了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古老皱纹。这些皱纹并非刻凿，更像是某种强大的力量直接烙印在岩石深处，符文线条扭曲、繁复、玄奥，闪烁着极其微弱，如同呼吸般明灭不定的暗金色光泽。它们彼此勾连，构成了一幅幅巨大而晦涩的图案，覆盖了整片岩壁，一直延伸到视线难以企及的黑暗深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形的、源自这些皱纹的威压，古老、苍茫，带着一丝令人心悸的法则之力。沈星河的目光如同最精密的探针，缓缓扫过这些蕴含着磅礴信息的皱纹岩壁。这绝非普通法相境修士的手笔。就在他沉浸于这古老皱纹的玄奥之中时，嗡，咔嗒，一声极其轻微，仿佛机关转动又似岩石摩擦的异响，瞬间打破了洞窟的绝对寂静。声音的来源似乎就在这巨大空间某个被阴影笼罩的角落。沈星河眼神一凛，瞬间收敛心神。掌中墨蓝渊海火的光芒被他刻意压制到最低，仅能照亮脚下方寸之地。他整个人气息收敛到极致，足下无声，循着那细微的声响，悄无声息地朝着声音来源前行而去。绕过几根巨大的钟乳石柱，前方隐约透出一点不同于皱纹微光的、更加幽冷深邃的蓝色光芒。沈星河屏住呼吸，将身体紧贴在一根冰冷的石柱之后，只露出一只眼睛，锐利的目光穿透前方弥漫的带着奇异能量波动的薄雾，看向光源的中心。那是一个位于洞窟角落的用某种漆黑如墨的巨石垒砌而成的古老祭坛，祭坛呈金字塔状，布满岁月侵蚀的痕迹。祭坛顶端并非供奉神像，而是放置着一个狰狞扭曲的巨大山羊头骨。那羊头骨空洞的眼窝中跳动着2点幽蓝色的灵火，散发着阴森诡异的气息。而就在那狰狞羊头的双脚之间，一朵火焰正在静静燃烧。那火焰形态奇异，并非寻常的跃动火苗，而是一朵悬浮于虚空之中缓缓旋转的莲花。静灭幽莲火。沈星河的瞳孔在看清那火焰的瞬间骤然收缩，暗紫色的莲瓣在虚空中层层舒展，每一片花瓣都薄如蝉翼，边缘流淌着如同灰烬余温般的灰白色焰纹。更令人心悸的是，凡靠近它光芒范围的细微尘埃，竟在无声无息间，先是被瞬间冻结成一颗颗剔透的冰晶，随即又在下一瞬无声无息的湮灭，化作比尘埃更细微的星辰，彻底消散。火焰的核心悬浮着半枚玄黑如墨的莲蕊，那莲蕊仿佛并非实体，而是由凝固的黑暗与破碎的时光凝聚而成。沈星河仅仅是远远凝视，神魂深处便仿佛响起无数细碎、密集、令人牙酸的咔嚓声，那是空间被冻结，时光在火焰中无声崩解湮灭的恐怖回响。当这朵幽莲彻底绽放之时，方圆100里之内必将陷入绝对的死寂与黑暗。所有的光线、声音乃至时间的流动，都将被那幽紫色的火焰核心彻底吞噬，只留下这毁灭的幽光，
如同开天辟地之前那抹终结一切的寂灭之光。此刻祭坛下方正站着一个身影，那人一身紧身的黑色夜行衣，脸上覆盖着一张毫无表情，只露出双眼的青铜面具。面具下的眼睛正死死盯着羊头骨角间的镜面幽莲火，眼神中充满了狂热的贪婪与志在必得。只见他小心翼翼地如同朝圣杯从怀中取出一个物件，那物件形似一个微缩的青铜骨鼎，表面同样铭刻着繁复的符文，散发出一种与周围皱纹岩壁同源的古老而晦涩的波动。青铜面具人压抑着狂喜，发出低沉而嘶哑的笑声，在寂静的祭坛前显得格外刺耳。镜面幽莲火果然是传说中的神物，不枉我费尽心机潜入此地。他双手捧着那青铜小鼎，高高举起，鼎口对准祭坛顶端的幽莲火焰，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天助我也！有此师尊赐下的玄阴镇火鼎，此等神火，何该为我所得？冰冷石柱的阴影深处，沈星河屏息凝神，墨兰渊海火的幽光被他收回，他的目光穿透前方弥漫的带着奇异含义的能量薄雾，牢牢锁定在祭坛前那个青铜面具人的身上。只见那面具人双手捧着那尊散发着古老晦涩气息的青铜小鼎玄阴镇火鼎，以玄阴之名，那幽莲之魄。青铜面具人用一种刻意压低却难掩激动的嘶哑声音，如同吟唱某种邪异的祷文：万载寂灭，归于无长。收！他猛地将青铜小鼎高高举起，鼎口对准祭坛顶端的幽莲火焰，鼎身上的符文骤然亮起幽蓝色的光芒，一股强大的专门针对异火的吸射之力朝着镜灭幽莲火笼罩而去。沈星河藏在阴影里，看着这一幕，嘴角不受控制地抽搐了一下。他强忍着翻白眼的冲动，心中疯狂吐槽：这哪来的极品傻缺？台词还能再重2点吗？收个异火搞得跟邪教献祭似的，还万载寂灭，归于无长。我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手好痒，真想现在就冲出去，一个大逼都删掉他那张破面具，再把他那装模作样的破鼎给砸了。算了算了，看看这傻逼到底怎么玩脱的，就当看猴戏了。沈星河调整了一下姿势，准备继续欣赏这免费的中二表演。然而就在他身体重心微微移动的刹那，咔嚓一声极其轻微，但在死寂洞窟中却如同惊雷般的脆响骤然从他脚下传来。沈星河浑身汗毛瞬间炸起，暗叫一声不好。他低头一看，只见自己脚下一块不知何时脱落，掩藏在湿滑苔藓下的巴掌大小的黑色碎石被他无意识间踩得粉碎。谁？祭坛前的青铜面具人身体猛地一僵，高举小鼎的动作瞬间停滞，他豁然转头，那双狂热的眼睛瞬间被惊怒和极致的警惕所取代，锐利如鹰隼的目光精准地朝着沈星河藏身的石柱方向扫射而来。滚出来！面具人厉声低喝，声音带着被惊扰的暴怒。他甚至顾不上头顶的镜灭幽莲火，身体微微下浮，摆出防御和随时准备攻击的姿态，就要朝着沈星河的方向一步步逼来。就在这千钧一发，沈星河即将暴露的瞬间，异变陡升，祭坛顶端那双脚之间的镜灭幽莲火好像被某种东西刺激，原本只是缓缓旋转相对平静的暗紫色莲瓣骤然间如同被赋予了生命般剧烈的舒展开来，莲瓣边缘流淌的灰白色镜灭焰纹猛地暴涨。嗡！空间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光线在幽莲火周围疯狂扭曲坍缩，祭坛上那狰狞的羊头骨首当其冲，瞬间被一层剔透的幽蓝冰晶覆盖。向着沈星河藏身的方向，那幽莲火似乎拥有某种模糊的灵性，他感应到了那个隐藏在暗处，气息更加深邃，灵魂波动更加诱人的存在。与眼前这个聒噪的蝼蚁相比，那个存在才是更值得他关注的目标。暗紫色的毁灭流光撕裂了寂静与黑暗，带着冻结时空的寒意和无尽的怨怒，朝着猝不及防的沈星河爆射而来。冰冷的石柱阴影中，沈星河如同壁虎般紧贴着湿滑的岩壁，连呼吸都凝滞了。沈星河心跳如肋骨，祈祷着那个警惕的面具人别真走过来。他眼角的余光死死锁定面具人的动向，看着对方因惊疑而缓缓逼近，每一步都如同踩在他的神经上。别过来，千万别过来！就在面具人即将踏入沈星河藏身区域，目光锐利扫视的刹那，一股难以言喻的极致寒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的身体右侧。沈星河全身的汗毛瞬间倒竖，一股源自生命本能的巨大危机感如同冰水浇头。他猛地侧过头，瞳孔骤然收缩成针尖大小，只见一团不足拳头大小，形态却无比清晰的暗紫色火焰，那朵刚刚还在祭坛顶端散发着寂灭气息的镜灭幽莲火，此刻正静静地悬浮在他身侧，不足半尺之遥。幽冷的莲瓣缓缓舒展，灰白色的镜灭纹路无声流淌，核心处的玄黑莲蕊如同凝固的黑暗深渊，散发着令人神魂战栗的吸射之力。
他所处的空间光线扭曲，连他身侧的岩石表面都瞬间凝结出一层幽蓝剔透的冰晶，随即又无声湮灭成细微的星辰。我靠！沈星河脑子嗡的一声，差点当场宕机。这不对吧？这玩意儿怎么自己跑过来了？他不是正在被那个傻缺面具人给收服吗？就在他惊骇欲绝、大脑一片空白之际，嗡！他右臂之上的灵纹骤然灼热发烫，那灵纹形态扭曲繁复，正是他体内炼化的噬火灵纹。仿佛感受到了同源又更高阶存在的致命诱惑，噬火灵纹爆发出贪婪犀利，那近在咫尺的镜面幽莲火也感应到了这源自同类的霸道召唤，莲瓣微微一颤，竟没有丝毫抗拒，化作一道暗紫色的流光，咻地一声，主动投入了沈星河右臂那灼热的噬火灵纹之中。是一股难以形容的感觉瞬间席卷沈星河全身，他闷哼一声，幽冷与灼热两种极致的能量疯狂交织融合，他右臂衣袖瞬间化为飞灰，皮肤表面那道原本暗红色的噬火灵纹旁赫然多出了一条更加深邃、更加玄奥，如同活物般缓缓流动的暗紫色灵纹，紫纹边缘还点缀着点点灰白色的镜灭光点，散发出令人心悸的寂灭气息。瞬间，一股前所未有的蕴含着毁灭与新生之力的磅礴能量瞬间充盈了他的四肢百骸。捡到宝啦！巨大的惊喜瞬间冲垮了剧痛，沈星河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不掉神火啊！此地不宜久留，风景扯乎。沈星河念头急转，强压下狂喜，收敛气息，足尖一点地面，如同离弦之箭，就要朝着与面具人相反的方向洞窟的幽暗深处遁去。然而，站住！一声充满惊怒、暴力和难以置信的咆哮，如同炸雷般在他身后响起。那青铜面具人显然也感应到了幽莲火气息的瞬间消失，以及沈星河这边爆发的微弱能量波动。一道裹挟着凌厉罡风的黑影瞬间撕裂薄雾，如同鬼魅般拦在了沈星河面前。面具下那双眼睛此刻布满了血丝，如同择人而噬的凶兽，死死盯着沈星河。道有，面具人的声音如同砂纸摩擦，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冰冷的杀意。他伸出戴着黑色手套的手，直指沈星河。刚才跑出来的那团异火呢？沈星河脚步顿住，脸上瞬间堆满了人畜无害的茫然，甚至还配合地挠了挠头，眼神清澈又无辜。异火？什么异火？这位道友，你在说什么？我刚刚躲在这里，什么都没看见啊！他摊开双手，示意自己空空如也。装，继续给我装！面具人怒极反笑，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刺骨的寒意。此地除了你我，再无旁人。那异火气息就是在此地消失的，不是你收走了？难道他自己长腿跑了不成？哎呀，道友你这可就冤枉人了。沈星河一脸委屈，演技堪称奥斯卡影帝。你看我这修为，区区元辅境，像是能瞬间收服那等恐怖异火的样子吗？那玩意儿刚才的寒气，差点没把我冻死。我躲还来不及呢，他猛地踏前一步。你刚才说那玩意儿刚才的寒气，你果然见过他？说，他到底在哪？沈星河心中咯噔一下，糟，说漏嘴了。面具人捕捉到他眼神那一瞬间的闪烁，更加确信无疑。狂怒与贪婪彻底冲垮了理智。我操！面具人再也忍不住，破口大骂，唾沫星子几乎要喷到沈星河脸上。你怎么这么自私无耻？我呸！那一火乃是我先发现，耗费无数心血，眼看就要到手，定是你这卑鄙小人用了什么诡计窃取了去，快给我交出来！沈星河脸上的无辜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冰冷的讥诮。自私？呵呵，道友这话真是可笑之极。他毫不示弱地迎着面具人杀人的目光，声音铿锵有力。天地一火，本就是无主之物，生于天地，归于天地，谁有本事降服，便是谁的机缘，自古皆然。怎么，你拿个破鼎比划两下，那一火就成你家的了？真是天大的笑话！你是不是没见过黑社会？我是不是给你脸了？面具人被噎得一时语塞，怒火几乎要冲破天灵盖。少废话！面具人周身灵力狂暴涌动，青铜小鼎再次出现在他手中，鼎口对准沈星河，幽光闪烁，交出来，否则死不给！沈星河斩钉截铁，眼神也冷了下来。右臂之上，那新得的暗紫色灵纹微微发热，一股冰冷而霸道的力量蠢蠢欲动。好，好，好！面具人怒极反笑，连说3个好字，杀意如同实质般弥漫开来，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敢不敢给我比划比划？比划！沈星河嘴角咧开一个极其嚣张
带着浓浓挑衅的弧度，眼中金光爆射。你以为小爷怕你啊？最后一个字落下的瞬间，火星大力拳，沈星河一声暴喝，先发制人。他根本没打算给对方任何准备的机会，足下七星步瞬间发动，原地留下一道淡淡的残影。他整个人如同瞬移般，瞬间跨越了两人之间数丈的距离，直接出现在青铜面具人的面前。右拳紧握，没有花哨的光芒，但在拳头轰出的刹那，右臂之上那道新得的暗紫色镜灭灵纹骤然亮起，一股融合了墨兰渊海火的深邃、镜灭幽莲火的极致幽寒，以及噬火灵纹本身霸道吞噬之力的恐怖能量，如同沉寂的火山轰然爆发。拳风所过之处，空气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空间仿佛被冻结，又仿佛在无声湮灭。拳头前方的光线都产生了诡异的扭曲坍缩。忽如一夜春风来，沈星河嚣张的吼声伴随着这毁天灭地的一拳响彻洞窟。装逼我让你飞起来！轰！蕴含着双翼火之威的狂暴拳劲，结结实实毫无花架的轰在了青铜面具人仓促架起的双臂和那尊玄阴阵火顶上。咔嚓，令人牙酸的碎裂声响起。噗！面具人如同被一座高速移动的冰山狠狠撞中，护体罡气瞬间破碎，青铜面具在巨力冲击下布满蛛网般的裂痕。他双眼暴突，充满了极致的惊骇与难以置信，吐了一口番茄汁。他狠狠地倒飞出去，砰！轰隆隆，他的身体如同炮弹般砸在远处一根粗大的钟乳石柱上，坚硬的石柱应声而断，碎石轰然崩塌，瞬间将他淹没，只留下一片狼藉的烟尘和死一般的寂静。沈星河缓缓收回拳头，吹了吹拳头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看着那堆废墟撇了撇嘴：垂死病中惊坐起，我一个大嘴巴子呼死你！烟尘弥漫，碎石滚落。沈星河并未放松警惕，眼神紧盯着那堆将青铜面具人掩埋的钟乳石废墟。右臂上暗紫色的镜灭灵纹微微发烫，墨兰渊海火在掌心无声流转，随时准备补上致命一击。然而，轰！一声充满暴力与屈辱的怒吼，如同受伤猛兽的咆哮，猛地从废墟深处炸响。紧接着，一股狂暴凶悍的灵力如同飓风般爆发开来。哗啦啦，压在上方的巨大碎石块如同被无形的巨手狠狠掀飞，烟尘四散中，一道狼狈却气势汹汹的身影猛地冲天而起，重重落回地面。正是那青铜面具人。此刻的他狼狈到了极点，身上的夜行衣多处破损，沾满尘土和血迹，脸上那原本严丝合缝的青铜面具此刻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边缘甚至崩碎了几块，露出下方苍白而扭曲的嘴角和一双燃烧着熊熊怒火的赤红眼眸。面具下，他死死盯着沈星河，眼神中的怨毒和杀意几乎要凝成实质。你他妈真的好让人讨厌啊！他嘶声咆哮，声音因愤怒而极度扭曲，带着浓烈的血腥气。拿了老子的东西，还他妈还给我邦邦两拳！真当老子丧彪是泥捏的不成？他猛地一震身体，残余的碎石和尘土簌簌落下，右手虚空一握，一杆通体乌黑、枪尖缠绕着森冷煞气的长枪凭空出现，枪身符文流转，散发着地阶中品法宝特有的强大威压。枪尖直指沈星河，凌厉的杀意瞬间锁定。小子，丧彪的声音带着最后通牒般的冰冷，老子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镜灭幽莲火交出来，老子可以不计较你刚才那两拳，甚至他眼神闪烁了一下，似乎在权衡利弊，老子可以带你去找这秘境里真正的核心传承，否则……他周身灵力轰然爆发，长枪嗡鸣，枪尖凝聚起一点刺目的寒芒。今日此地就是你的埋骨之所。面对这赤裸裸的死亡威胁和强大的威压，沈星河非但没有丝毫惧色，反而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仰头爆发出极其嚣张、极其刺耳的大笑。哈哈哈哈！笑声在空旷的洞窟中回荡，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嘲讽。丧彪，这名字倒是挺衬你。不过嘛，他笑声戛然而止，眼神瞬间变得冰冷而戏谑，嘴角勾起一抹极致的轻蔑。就凭你，也配说必杀我？你觉得你能打得过我？呵！丧彪怒极反笑，长枪一震，枪尖寒芒吞吐不定。那便试试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老子的枪硬？试试。沈星河一脸惋惜的摇摇头，语气充满了真诚的劝诫。我说丧彪兄，你这人怎么就不听劝呢？试试。是什么事？试试就试试啊，懂不懂？我这是为你好。废话真多，给我死来！丧彪彻底被激怒，理智被滔天怒火烧尽，他再也不想听沈星河任何一句废话，双臂肌肉求结，就要将凝聚了全身力量的一枪狠狠刺出。就在这千钧一发，枪尖即将破空的瞬间，
沈星河猛地抬起右手，食指笔直地指向丧标侧后方洞窟穹顶某个昏暗的角落，脸上瞬间切换成一种极度震惊，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起飞现象，声音都拔高了8度，充满了急切和提醒。等等，快看，丧标兄，看那边，老大起飞了。丧标刺出的动作猛地一滞，他被沈星河这突如其来的极其逼真的惊骇表情和指向弄得下意识一愣。看什么？难道有更厉害的守护兽？还是有其他人黄雀在后？贪婪和多疑的本性在这一刻压过了怒火，他几乎是本能地顺着沈星河手指的方向猛地扭头望去，目光如电，瞬间扫向那片昏暗的穹顶。那里除了镶嵌着发光晶石的岩壁和垂落的钟乳石，空无一物。上当了！这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划过丧标脑海的瞬间，一股寒意瞬间从脚底板直窜天灵盖。他猛地扭回头，然而已经太迟了。就在他扭头分神，警惕性降至最低的那电光火石之间，七星步踏抖，沈星河心中低喝一声，足下瞬间踏出玄奥无比的步伐。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只有极其隐晦的空间波动一闪而逝，原地只留下一道极其淡薄的如同水波荡漾般的残影正缓缓消散。而沈星河的真身早已如同融入阴影的鬼魅，无声无息地化作一道模糊的流光，朝着与丧标相反方向洞窟深处更加幽暗复杂的通道激射而去，速度快得惊人。我操你祖宗！丧标扭回头，只看到那道缓缓消散的残影和远处通道口一闪而逝的青山一角，巨大的羞辱感如同毒火，瞬间焚遍全身。他瞬间明白了，什么？看那边，什么老大起飞了？虽然他不明白这个词，全是这卑鄙小人的缓兵之计，只是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你敢耍我！一声充满无尽怨毒、愤怒和憋屈的狂吼，如同受伤野兽最凄厉的咆哮，猛地从丧标喉咙里爆发出来。音浪滚滚，震得洞窟顶端的碎石簌簌落下。他脸上的青铜面具再也承受不住这极致的愤怒，咔嚓一声彻底碎裂，露出一张因暴怒而极度扭曲、狰狞可怖的脸庞，双眼赤红如血，死死盯着沈星河消失的通道口。沈星河，我丧标在此立誓上天入地，必杀你，夺回一火，将你挫骨扬灰。充满血腥气的誓言在洞窟中疯狂回荡，带着倾尽三江五海之水也无法洗刷的怨毒。而回应他的，只有洞窟深处传来的越来越远的几声极其嚣张、极其欠揍的模仿某种鸟类的怪叫。略丧标兄，刀不锋利马太瘦，你还不配跟我斗，后会有期个追得上我再说吧。丧标气得浑身发抖，一口逆血再次涌上喉头，被他强行咽下。他眼中只剩下疯狂的杀意，再不顾其他，提起长枪，带着焚尽一切的怒火，朝着沈星河消失的方向如同疯魔般狂追而去。一场在幽暗秘境中的亡命追逐再次上演。秘境通道中，沈星河的身影如同鬼魅般闪烁不定，七星步被他催动到极致，每一次点地都带起微弱的空间涟漪，身形在嶙峋的石笋和粗大的钟乳石柱间高速穿梭，留下道道残影。身后的咆哮与杀意紧追不舍。小畜生，给老子站住！夺我一火，戏耍于我，老子要将你剥皮抽筋，神魂点灯！丧标的怒吼如同受伤野兽的咆哮，在空旷的通道内疯狂回荡，充满了倾尽五湖四海之水也无法洗刷的怨毒。他双目赤红，灵力毫无保留的爆发，速度催至极限，死死咬着沈星河留下的那点气息，每一次踏地都震得碎石簌簌落下。沈星河一边亡命飞遁，一边感受着身后那越来越近，如同实质般的杀意压迫，嘴角却勾起一抹极其恶劣、极其享受的笑容。这种将对手玩弄于股掌之间，让对方气急败坏却又无可奈何的感觉，真是太爽了。就在他掠过一处拐角，前方通道豁然开朗，隐约传来人声和灵力波动时，沈星河眼中金光爆闪，一个极其阴损、祸水东引的毒计瞬间在脑海中成型。嘿嘿，丧标兄，送你份大礼。他心中冷笑一声，右手猛地一握，空间微不可察地波动了一下，一杆通体乌黑、枪尖闪烁着寒芒的长枪，正是之前丧标手中那把地阶中品，凭空出现在他掌中。正是他方才趁丧标被击飞、心神激荡时，用极其隐秘的射物手段顺来的。前方是一个相对开阔的石厅，7、8名修士正围着一处闪烁着微弱静止光芒的石壁研究，试图破解。其中一名修为最低、只有通窍境后期的年轻修士，正背对着通道口，毫无防备。沈星河眼神冰冷如刀，没有丝毫犹豫。就在他身形即将冲出通道，暴露在石厅众人视野中的刹那，咻！灌注了沈星河一丝精纯凌厉的乌黑长枪，如同蛰伏已久的毒蛇，骤然脱手。
化作一道撕裂空气的黑色闪电，带着刺耳的尖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精准无比地射向那名背对着他的通窍境修士。噗嗤，利器贯穿血肉的沉闷声响，在相对安静的视听中显得格外清晰。那年轻修士身体猛地一僵，难以置信地低头看向从自己胸口透体而出的滴着鲜血的乌黑枪尖。他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眼中的生机便迅速暗淡下去，身体软软地向前扑倒。阿弟！一声凄厉的悲鸣猛地从旁边一名身材魁梧、面容粗犷的中年大汉口中爆发出来。他目眦欲裂，眼睁睁看着亲弟弟在自己面前被人一枪穿心，巨大的悲痛和滔天的怒火瞬间吞噬了他的理智。他猛地抬头，赤红如血、充满了无尽杀意的目光，如同两柄烧红的烙铁，精准地锁定了刚刚将长枪掷出，此刻正站在通道口的沈星河。畜生，我要你偿命！魁梧大汉如同暴怒的狂狮，周身爆发出恐怖灵力波动。石厅内其他修士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和恐怖的杀意惊得连连后退。然而，就在魁梧大汉那足以撕裂神魂的目光即将锁定沈星河真身，狂暴攻击即将发出的电光火石之间，沈星河嘴角勾起一抹计谋得逞的冷笑，双手早已在身前接出一个玄奥复杂的硬诀终极跑路奥义土遁。他心中低喝一声，唰！沈星河的身影如同沉入水中般，瞬间变得模糊透明，脚下坚硬的岩石地面如同水波般荡漾开来。下一秒，他整个人便如同融化般，毫无阻碍地沉入了地底，原地只留下一个微不可察的涟漪，迅速平复。魁梧大汉那必杀的一击轰然落空，只将沈星河消失之处的岩石地面炸出一个焦黑的大坑。啊！目标消失，让魁梧大汉的怒火无处宣泄，他发出更加狂暴的怒吼。而就在此时，小畜生，老子必杀你！通道内，丧彪那充满怨毒和暴力的咆哮声由远及近，如同疾驰的火车头般轰然冲进了石厅。他此刻状若疯魔，青铜面具早已碎裂，露出狰狞扭曲的脸庞，眼中只有对沈星河的滔天杀意，根本没注意到石厅内的惨状和那魁梧大汉足以焚天的怒火。魁梧大汉猛地扭头，赤红的双眼瞬间锁定了刚刚冲进来，嘴里还在叫嚣着碎尸万段的丧彪。长枪凶器，他认出了丧彪的枪，还有那句老子必杀你。所有的线索瞬间串联，怒火彻底淹没了理智。好，好得很啊！魁梧大汉的声音因极致的愤怒而变得嘶哑扭曲，如同地狱恶鬼的咆哮。你同伙当着老子的面杀我胞弟，你还要将我弟碎尸万段？丧彪，我黑煞今日定要你生不如死，抽魂炼魄！啊！最后一个字化作惊天动地的咆哮。黑煞再不废话，双手如同穿花蝴蝶般瞬间接出数十道令人眼花缭乱的硬诀，一股阴森、邪恶、充满了无尽怨念的恐怖气息骤然弥漫开来。他右手虚空一抓，一杆通体漆黑，仿佛由无数痛苦灵魂凝聚而成的巨大魂幡凭空出现，幡面之上，无数扭曲痛苦的鬼脸若隐若现，发出无声的哀嚎。万魂皆灭，给老子死来！黑煞厉声嘶吼，双手紧握魂幡，猛地向丧彪的方向狠狠一挥。呜嗷！仿佛打开了地狱之门。魂幡之上，无数道漆黑如墨、散发着浓郁死寂与吞噬之力的灵力洪流，如同绝地的冥河之水，带着无数凄厉的灵魂尖啸，铺天盖地的朝着刚刚站稳还一脸懵逼的丧彪席卷而去。那股力量邪恶至极，不仅针对肉身，更直指神魂。丧彪只觉得一股恐怖的吸力传来，自己的三魂七魄都仿佛要被硬生生扯出体外，投入那无尽的魂幡之中。什么鬼东西？丧彪亡魂大冒，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致命的危机感让他瞬间爆发出全部力量。他怒吼一声，拇指与中指猛地贴合，指尖灵力如同金线般流转，死死护住自己的灵台石海，稳住摇摇欲坠的神魂。同时，他毫不犹豫地祭出那尊古朴的玄阴镇火鼎，鼎镇山河。嗡！青铜小鼎迎风而长，化作一尊丈许高的巨鼎虚影，鼎口向下，散发出厚重的玄黄色光芒，如同山岳般挡在丧彪身前。轰隆隆！漆黑邪恶的魂幡灵力洪流狠狠撞在玄黄巨鼎虚影之上，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狂暴的能量冲击波瞬间横扫整个视厅，碎石如同炮弹般四射飞溅，周围的修士吓得魂飞魄散，纷纷祭出法宝护体，仓皇后退。玄黄光芒与漆黑死气疯狂交织，巨鼎虚影剧烈震荡，光芒明灭不定。还没完！黑煞见一击未能奏效，眼中戾气更盛，他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魂幡之上。魂技幽冥龙式，魂幡之上那无数扭曲的鬼脸发出更加凄厉的尖笑，瞬间融合，一头完全由精纯魂力与无尽怨念凝聚而成的体型庞大的漆黑古龙
咆哮着从翻面中挣脱而出。古龙空洞的眼窝中燃烧着幽绿色的魂火，散发着冻结灵魂的阴寒与吞噬一切的恐怖气息。他张开巨大的由无数灵魂利齿构成的龙口，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朝着苦苦支撑玄黄巨鼎的丧彪狠狠噬咬而去。丧彪脸色巨变，他看到了那被长枪贯穿的尸体，看到了黑煞那疯狂仇恨的眼神，也看到了自己那敢惹祸的乌黑长枪。他瞬间明白了，操他！丧彪心中发出最怨毒的诅咒，憋屈的几乎要吐血，但他此刻根本无暇解释。面对那足以撕碎神魂的幽冥古龙，他只能将全部灵力疯狂注入玄阴镇火鼎。给我挡住！玄黄巨鼎光芒大放，鼎身符文疯狂流转，倾泻出如同瀑布般的厚重灵力，试图抵挡那从天而降的毁灭龙势。轰！更加恐怖的碰撞在石厅内轰然爆发，能量狂潮如同海啸般肆虐，整个秘境仿佛都在这一击下微微颤抖。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沈星河早已借着土遁之术远遁到数里之外的一处隐蔽石缝中，他感受着远处传来的剧烈能量波动和丧彪那隐约可闻的憋屈到极点的怒吼，嘴角咧开一个极其恶劣的笑容。打吧，打吧，打得越热闹越好。丧彪兄，这份大礼你可要好好享受啊！沈星河藏身于冰冷的石缝之中，嘴角还挂着那抹坑完丧彪后的恶劣笑意。忽然他猛地一拍额头，靠！差点忘了正事。沈星河低声咒骂了一句，眼中戏谑瞬间被凝重取代。天命碎片，那玩意儿才是主要目的，跟丧彪那傻缺玩什么追逐战，差点误了大事。他迅速收敛心神，不再理会远处的喧嚣。心念一动，身上那件沾染了尘土和些许血渍的青衫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件毫不起眼的灰褐色粗布麻衣，同时一面具覆盖在他脸上，脸系千面。七星步潜影，沈星河低喝一声，足下踏出玄奥轨迹，整个人化作一道几乎与阴影同化的模糊流光，不再走那些可能爆发冲突的主干通道，而是如同幽灵般沿着岩壁石柱的阴影，朝着秘境最核心、能量波动最隐晦的区域无声无息地疾驰而去。不知过了多久，穿行过无数岔路和布满古老符文的断壁残垣，前方豁然开朗，一条巨大的深不见底的深渊横亘在前。深渊之上仅有一座孤零零的由腐朽黑木和粗大铁链构成的吊桥连接两岸，桥身残破不堪，许多木板已经缺失或断裂，仅存的也布满青苔和裂痕，在不知何处吹来的阴风中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呀声响，仿佛随时都会彻底崩解。深渊之下是翻涌不息的如同墨汁般的浓稠黑雾，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冰冷和死寂。而在吊桥的这一端，桥头的位置，一道身影静静地伫立在那里。他背对着沈星河来的方向，一身鲜艳如血的长裙在幽暗的环境中显得格外刺目和诡异。长发如瀑，漆黑如墨，一直垂落至腰间，纹丝不动。他就那样静静地站着，仿佛亘古以来便存在于那里，与这腐朽的吊桥翻涌的黑雾融为一体，散发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死寂语。不行！沈星河疾驰的身影猛地顿住，如同被无形的冰线勒住脖颈，一股寒气瞬间从尾椎骨窜上天灵盖，头皮阵阵发麻。我靠！他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心脏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手心瞬间沁出冷汗。这他娘的不会是阿飘吧？脑子里瞬间闪过无数前世看过的经典恐怖片桥段，红衣、长发、深渊、古桥，要素齐全啊！他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喉结滚动的声音在死寂中显得格外清晰。右臂之上，那新得的暗紫色镜面灵纹微微发烫，仿佛也感应到了前方那非比寻常的诡异气息。不行，天命碎片可能在对面，不能怂。再说了，我现在可是修士，我怕个掉。沈星河强行给自己打气，试图压下那源自生物本能的恐惧。他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锐利起来，但握着剑柄的手指节却因为过度用力而微微发白。铮！一声清越的剑鸣响起，流光破空剑被他紧紧握在手中，剑身流淌着淡淡的寒芒，如同黑暗中唯一的光源。他一步一步极其缓慢、极其警惕地朝着桥头那道诡异的红影走去，每一步落下都小心翼翼，仿佛踩在薄冰之上，生怕惊醒了什么沉睡的凶物。越是靠近，那死寂的气息越是浓重，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带着一股沉腐的如同千年古墓深处散发出的阴冷味道。沈星河的精神高度紧绷，脑子里不受控制的开始疯狂脑补他会不会突然转过头来，没有脸，或者一张腐烂流脓的脸，还是七窍流血，他会不会瞬间飘到我面前？巨大的心理压力让他如同惊弓之鸟，没走几步就忍不住猛地回头看向身后幽暗的通道，确认一下
那里是否有什么东西悄无声息地跟了上来，然后又像被烫到一样迅速扭回头，死死盯住前方那道仿佛凝固的红影。冷汗已经浸透了他的内衫，冰凉地贴在背上。他甚至感觉自己的膀胱都在隐隐抽搐，某个隐秘部位的防护措施传来一阵湿热的错觉。尿不湿都尿湿了，玩笑。终于，他强忍着拔腿就跑的冲动，一步一步挪到了距离那道红影不足3丈的地方。他甚至能看清对方红裙上细微的褶皱和那如墨长发在死寂中纹丝不动的诡异感。就在这时，呼，一股浓郁的化不开的带着刺骨阴寒的灰白色迷雾如同从深渊中喷涌而出，瞬间将整个桥头区域彻底淹没。视线瞬间被剥夺，神识仿佛也被这诡异的迷雾压制，只能感知到周周不足1尺的范围。谁？搞什么鬼？沈星河惊骇欲绝，汗毛倒竖，巨大的恐惧瞬间攫住了他。他几乎是本能地，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疯狂地挥舞起手中的流光破空剑，刷刷刷，数道凌厉的寒冰剑气带着刺耳的尖啸，毫无章法地向前方劈斩而出。剑气撕裂浓雾，发出嗤嗤声响，却如同泥牛入海，没有击中任何实体的反馈。滚出来，别装神弄鬼！沈星河的声音因为极度的紧张而有些变调，色厉内荏地嘶吼着：“告诉你，小爷我可不是吓大的，再敢乱搞，信不信我一剑斩爆你，让你连阿飘都做不成？”他一边胡乱挥剑劈砍，一边疯狂催动灵力，试图驱散这诡异的迷雾。墨兰渊海火的幽光在掌心若隐若现，勉强将深周一小片区域的浓雾逼退了些许。终于，在他不计消耗的灵力冲击下，身前的浓雾被短暂地劈开了一道缝隙。沈星河瞪大眼睛，透过缝隙看向桥头，空空如也。那道如同鬼魅般的红影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股难以言喻的诡异感和更深的寒意瞬间笼罩了沈星河。他握着剑的手微微颤抖，后背已被冷汗完全浸透。消失了。他喃喃自语，心中的恐惧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攀升到了顶点。事出反常必有妖。就在他惊疑不定，精神高度集中于前方那片空荡桥头之时，一股冰冷刺骨带着浓郁腐朽气息的土息轻轻地拂过了他的后颈。沈星河的身体瞬间僵直，如同被最寒冷的玄冰冻住，血液仿佛都在这一刻停止了流动。他全身的汗毛在这一刻根根倒竖，一股难以形容的源自灵魂最深处的战栗感如同电流般瞬间席卷全身。他极其缓慢地，如同生锈的机械般一点一点地扭动着自己僵硬的脖子，朝着身后看去。那抹刺目的猩红长裙，如瀑般垂落的漆黑长发，以及一张隐藏在长发阴影下看不真切却散发着无尽死寂与冰冷的面容轮廓。他就静静地无声无息地站在他的身后，近在咫尺。我操！一声凄厉到变调的惊叫，如同被掐住脖子的公鸡，猛地从沈星河喉咙里爆发出来。极致的恐惧瞬间转化为求生的本能，他根本顾不上什么劳大风范，身体如同被强弓射出的箭矢，一个狼狈不堪的驴打滚，连滚带爬地向前猛窜出去。后背重撞在一根冰冷的石笋上，剧痛让他稍微清醒了一瞬。他背靠石笋，剧烈喘息，心脏狂跳的几乎要冲破胸膛。右手掌心墨兰渊海火那深邃幽暗的光芒疯狂闪烁，如同受惊的深海巨兽就要破体而出，将这诡异的妖邪焚烧殆尽。就在那足以冻结灵魂的幽蓝火焰即将喷薄而出的刹那，一个娇媚入骨却又带着丝丝缕缕冰冷气息的声音，如同情人间的呢喃，毫无征兆地在他耳畔响起，带着令人头皮发麻的戏谑。哎呀呀，小郎君不要这么凶嘛，这样对待一个弱女子多不怜香惜玉啊。沈星河如同被冰水浇透，猛地抬头看向刚才红衣女子站立的位置，空无一人，只有翻涌的灰白迷雾如同嘲弄般缓缓流淌。你他妈的到底是谁？沈星河厉声嘶吼，他死死攥紧流光破空剑，剑身因灌注灵力而发出低沉的嗡鸣。少在这装神弄鬼，再不现身，信不信小爷用这一火把你烧得魂飞魄散，连渣都不剩。嘻嘻，那娇媚的笑声再次响起，如同银铃摇曳，却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阴寒。小郎君的脾气可真大呢，动不动就要烧死人家，好怕怕哦。话音未落，沈星河前方的迷雾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缓缓拨开，一道身影袅袅挪挪地从中飘了出来，正是那红衣女子。此刻的她不再是背对着他，也不再是那副死寂凝固的模样。鲜艳如血的长裙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曼妙曲线，如瀑的漆黑长发无风自动，轻轻漂浮。一张脸美得惊心动魄，却又妖异得令人窒息。肌肤苍白如雪，唇瓣却嫣红似血，一双勾魂摄魄的桃花眼
眼波流转间，仿佛蕴藏着万千风情，又似深潭般冰冷无情。他嘴角噙着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带着致命的诱惑与危险。他就那样赤着双足，悬浮在离地寸许的空中，如同没有重量的幽灵，朝着沈星河飘了过来。空气中弥漫开一股甜腻到令人作呕，却又混杂着淡淡腐朽气息的异香。嘿嘿，他发出一声令人骨头发酥的轻笑，瞬间就飘到了沈星河面前，不足1尺的距离，冰凉滑腻，如同毒蛇般的纤纤玉指，带着一丝挑逗，极其轻飘地抚上了沈星河紧绷的下颌线。小郎君，他的声音如同裹着蜜糖的毒药，吐气如兰，带着冰冷的香气，怎么还戴着这么个碍事的面具啊？他那双妖异的桃花眼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沈星河脸上覆盖的脸稀千面，指尖微微用力，做事就要将那层伪装揭开。摘下来嘛，让姐姐好好瞧瞧，你这张脸是不是也像你的性子一样，又烈又俊呢？那冰凉的触感如同复古之躯，带着一种亵渎神魂的寒意。沈星河只觉得一股邪火混合着巨大的恶心感直冲脑门。滚开！他暴喝一声，如同受伤的猛兽，身体再次爆发出极限的力量，猛地向后暴退，同时又掌中酝酿已久的墨蓝渊海火被他狠狠一抹，直接覆盖在了流光破空剑的剑身之上。赤深邃的墨蓝色火焰瞬间攀附上冰冷的剑刃，幽冷与锋锐完美结合，剑身发出如同深海巨兽咆哮般的低沉颤鸣，周围的温度骤降，连翻涌的雾气都仿佛被冻结。装神弄鬼，给小爷死！沈星河眼中戾气暴涨，再无丝毫犹豫。他双手紧握燃烧着墨蓝一火的长剑，对着那近在咫尺、笑靥如花的红衣媚女倾尽全力，狠狠一剑斜斩而出。焚海破空斩，一道凝练到极致、缠绕着毁灭性墨蓝火焰的恐怖剑气撕裂空气，发出刺耳的尖啸，带着冻结灵魂的幽寒与焚尽万物的霸道，瞬间斩至红衣媚女身前。剑光所过之处，连空间都留下了一道扭曲的冰痕。眼看那足以将天轮镜修士都重创的恐怖剑气，就要将那妖媚的身影一分为二。红衣媚女脸上那勾魂摄魄的笑容却丝毫未变，甚至她连闪避的动作都没有。噗！剑气毫无阻碍地穿透了她的身体。然而想象中血肉横飞的场景并未出现，那红衣媚女的身影如同水中倒影般，在被剑气穿透的瞬间诡异地荡漾了一下，随即化作一团氤氲的散发着浓郁甜香的粉红色烟雾四散开来。剑气穿透烟雾，狠狠斩在后方坚硬的岩壁上，留下了一道深达数尺、覆盖着幽蓝冰晶的巨大剑痕。嘻嘻嘻，那娇媚入骨的笑声如同枯骨之躯，再次毫无征兆地紧贴着沈星河的耳根响起，带着无尽的戏谑与嘲弄。小郎君，你的剑好像打不到人家呢。沈星河浑身汗毛瞬间炸起，一股难以形容的冰冷麻痹感，如同无数细小的冰针从他后颈被那冰冷吐息接触过的地方瞬间蔓延至全身。他想扭身，他想挥剑，他想催动镜灭幽莲火，但他的身体如同被浇筑在了万载玄冰之中，连一根手指都无法动弹。所有的灵力，所有的力量，仿佛都被那股侵入骨髓的冰冷死寂彻底冻结，封印只有眼珠还能艰难地转动，瞳孔中倒映出那抹如同鬼魅般无声无息紧贴在他背后的猩红裙角。恐惧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他的意识。沈星河的身体如同被玄冰封冻，每一寸肌肉，每一缕灵力都被那紧贴后背的刺骨阴寒死死禁锢。他只能僵立原地，眼睁睁感受着那具冰冷而妖娆的身体从后方缠绕上来，纤细却蕴含着恐怖力量的手臂环过他的腰腹，冰凉滑腻的食指在他胸前交扣，一股带着甜腻腐朽气息的冰冷吐息，如同毒蛇的性子舔舐着他的耳廓，钻入他的耳道，激起一阵生理性的战栗。嗯哼一声慵懒而满足的鼻音，带着蚀骨的魅意在他耳边响起，那声音静得仿佛直接在他颅骨内震荡。小郎君的灵力真是出乎意料的纯净啊！冰凉的唇瓣若有若无地擦过他僵硬的颈侧皮肤，带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触感。如此精纯的元阳之力，姐姐我好喜欢呀！沈星河目眦欲裂，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辛苦修炼蕴藏在丹田气海中的精纯灵力，正如同决堤的洪水被一股阴寒霸道的吸力疯狂抽离，那感觉比刀刮骨髓还要痛苦万分，仿佛灵魂都要被一同扯出体外。一种濒死的感觉使他冷汗瞬间浸透内衫，紧贴着他因灵力流失而微微颤抖的冰冷皮肤。他牙关紧咬，几乎要渗出血来，却连一丝声音都无法发出，只能在心中疯狂咆哮：混账，放开我！就在他意识都因灵力急速流失而开始模糊，丹田传来阵阵空虚绞痛之时，嗡！他右臂之上那枚沉寂的暗紫色噬火灵纹骤然爆发出刺目的猩红光芒，
就像沉睡的凶兽被彻底激怒，一股原始、暴虐、焚灭一切的意志轰然觉醒。吼！来自深渊的咆哮在灵魂层面炸响，根本无需沈星河的意念催动。墨蓝渊海火那深邃幽暗、冻结万物的蓝芒，与镜面幽莲火那狂暴炽烈、焚尽八荒的赤焰，如同两条被强行压抑太久，终于挣脱枷锁的太古凶龙，带着滔天的怒意，自噬火灵纹中狂涌而出。轰隆！恐怖的异火能量瞬间炸开，极寒与极热两种截然相反却又同样霸道绝伦的力量，以沈星河的身体为中心，形成了一道毁灭性的能量风暴。那紧贴在沈星河身后的红衣媚女脸上的妖媚笑容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置信的惊骇与深入骨髓的痛苦。她发出一声凄厉到变调的尖笑，那足以冻结灵魂的幽蓝冰焰瞬间将她环绕沈星河的手臂冻成惨白的冰晶，而那焚灭万物的赤红烈焰顺着她接触沈星河的身体部位猛烈灼烧，她鲜艳如血的长裙在双火的交织下瞬间焦黑崩解。那引以为傲的能侵蚀灵力、免疫物理攻击的诡异灵体，在这本源异火的绝对力量面前，竟如同遇到克星般脆弱吃，令人牙酸的灼烧与冻结声混合着皮肉焦糊的可怕气味弥漫开来。红衣媚女周身粉红色的护体烟雾被瞬间蒸发殆尽，露出了下方苍白肌肤上迅速蔓延的焦黑与冰裂痕迹。她那张妖媚绝伦的脸庞此刻因剧痛而扭曲变形，眼中充满了惊惧和怨毒。该死！她发出一声饱含痛苦与不甘的怒吼，再也顾不得吸收灵力，求生的本能压倒一切。她猛地松开沈星河，身体如同被重锤击中般向后倒飞，同时在原地留下一团浓郁的血色烟雾，试图阻挡异火追击。呼！双色异火如同拥有灵性，在重创敌人将其逼退后并未追击，而是迅速收敛狂暴的气息，化作两道温顺的光流，重新缠绕回沈星河右臂的噬火灵纹上，光芒渐隐，只留下皮肤上微微发烫的印记。扑通！几乎在异火回归的同时，沈星河身体的控制权也骤然回归，那股冰封之力如同潮水般退去，巨大的脱力感和灵力被强行抽取后的空虚感让他双腿一软，直接单膝跪倒在地，剧烈的喘息起来。冷汗如同小溪般从他额角淌下，滴落在冰冷的岩石地面上。他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带着焦糊和阴冷气息的空气，心脏狂跳的像是要炸开胸膛。过了好几息，他才艰难地抬起头，望向红衣媚女消失的方向，那里只剩下翻涌的灰雾和空气中残留的令人作呕的甜腥焦糊味。嗨，他咳嗽了几声，声音嘶哑，带着劫后余生的虚弱，但眼神却亮得惊人，死死盯着右臂上那渐渐恢复平静的灵纹印记。好家伙！他咧开嘴，露出一个有些后怕却又充满庆幸的带着血丝的笑容，真他娘的有意思，够霸道，还能护主。他忍不住用另一只手重重拍了拍那暗紫色的纹路，语气中充满了感激和一种捡到宝的狂喜。干得漂亮！回去等找到其他的活，我直接给你们吞了。确认那诡异的红影确实遁走，短时间内不可能再出现后，沈星河强撑着虚弱的身体盘膝坐下。他迅速从储物戒中掏出几颗恢复灵力的丹药，看也不看就塞进口中，如同嚼豆子般囫囵咽下。丹药化作温热的暖流，缓缓注入干涸的丹田。他闭上眼睛，全力运转功法，引导药力修复着被强行抽取灵力造成的损伤。时间在死寂中流逝，只有他逐渐平稳的呼吸声和深渊下黑雾翻涌的呜咽。约莫半个时辰后，沈星河猛地睁开双眼，虽然脸色依旧有些苍白，但眸中已恢复了往日的锐利神采，灵力也恢复了7、8成。他一个利落的翻身站起，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筋骨，目光如电，再次投向那座横跨在无底深渊之上的腐朽不堪的黑木吊桥。桥的对岸隐没在更浓重的灰雾之后，那里有着他此行的终极目标天命碎片的气息。呼！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残留的悸动，眼神变得无比坚定。他走到桥头边缘，低头俯视着桥下翻涌不息、散发着无尽死寂和冰冷气息的浓稠黑雾。此刻那黑雾似乎变得更加活跃，隐隐有诡异的令人不安的暗绿色光泽在其中流转升腾，如同某种剧毒的瘴气。沈星河眉头微蹙，眼中闪过一丝凝重。他弯腰从脚边捡起一块拳头大小、棱角分明的坚硬石块，在手中掂了掂。安全第一，老规矩，先试一试看看还有没其他生物在那一边。他低声自语，目光牢牢锁定对岸桥头附近一块半埋于地的布满苔藓的古老界碑。咻！他手臂猛地发力，石块带着破空之声，如同投石机发射的实弹，精准无比的朝着对岸那块界碑击射而去。石块划破翻涌的灰雾，在死寂的深渊上空留下一道短暂的轨迹。啪嗒，一声清脆的撞击声从对岸传来，清晰地回荡在空旷的深渊之上。
石块准确地砸在界碑上，弹跳了几下，滚落在地。1秒、2秒、3秒，没有任何机关被触发的轰鸣，没有毒箭暗器射出，也没有诡异的生物被惊动，只有石块落地的余音在深渊的呜咽中渐渐消散。沈星河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一丝，应该可以上看看了吧？他喃喃道，目光再次扫过桥下那翻滚的、透出诡异暗绿的浓稠黑雾，眼神中的警惕丝毫未减。他不再犹豫，一步踏出，稳稳踩上了那腐朽、布满湿滑青苔和裂痕的黑木桥板。吱呀嘎吱，承载着他重量的古老吊桥立刻发出一连串令人心悸的呻吟，铁链剧烈地晃动起来，仿佛随时都会断裂。沈星河稳住身形，每一步都踏得极其沉稳，重心下沉，轻盈而谨慎。他不再低头看那能吞噬一切光线的深渊黑雾，目光平视前方，锁定对岸，但全身的感官却提升到了极致。右臂上的噬火灵纹微微发热，随时准备应对可能从任何方向出现的致命危机。深渊之下，那暗绿色的沼气翻滚的似乎更加剧烈了。咳，嗨，刺鼻的气味直冲肺腑，沈星河立刻屏住呼吸，抬手死死捂住口鼻，只露出一双难掩惊疑的眼睛。他下意识地后退半步，背脊紧紧贴上一块冰冷的断壁残垣。他强迫自己冷静，目光如电，扫视着这片被诡异瘴气笼罩的新区域。脚下是皲裂的黑色岩石，空气中弥漫着死寂，视线艰难地穿透稀薄些的瘴气。他的目光骤然定格在几步之外，一块半人高的、布满斑驳苔藓与深褐色污渍的古老石碑，矗立在桥头与迷雾的交界处。沈星河的心脏猛地一沉，他强忍着瘴气带来的眩晕感，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一步步靠近那石碑，每一步都踏得极轻，生怕惊醒了此地沉睡的恐怖。终于，他来到了石碑前，借着墨兰园海火在掌心微微催动，勉强驱散深州半尺瘴气的幽光。他艰难地辨认着石碑上那些被岁月侵蚀的模糊不清，却透着一股不祥气息的篆刻古字。当那3个字及奈何桥清晰地映入眼帘时，沈星河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我靠！他几乎是失声惊呼，瞳孔骤然收缩，冷汗瞬间从额角、鬓边层层而下，沿着紧绷的下颌线滴落，砸在冰冷的岩石上，发出机不可闻的哒声。奈何桥，这他娘的，不会就是传说中人死之后魂归地府要经过的那座桥吧？一个荒谬绝伦却又无比契合眼前阴森景象的念头钻入他的脑海。难道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秘境核心，而是阴间？巨大的恐惧攫住了他，他猛地回头望向自己来时的方向，轰，心瞬间沉入谷底。身后哪里还有什么吊桥，哪里还有什么深渊？视野所及，只有无边无际、翻滚不休的墨绿色恐怖瘴气。那瘴气不仅隔绝了视线，更仿佛隔绝了空间，将他彻底困在了这石碑之后，迷雾之前的方寸之地。退路已绝，不可能！沈星河低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求生的本能压倒了对未知的恐惧，他猛地凝出那2种异火，给我出来！呼！墨兰园海火的幽蓝寒焰与尽灭幽莲火的狂暴赤焰瞬间交织升腾，化作一道双色火龙，带着焚灭万物的霸道气势，狠狠撞向那堵墙般的浓稠瘴气。滋滋滋！双色异火的确在瘴气中撕开了一道短暂的豁口，幽蓝冰霜冻结瘴气，赤红烈焰将其灼烧蒸发。然而，那瘴气仿佛拥有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后方翻涌的墨绿浓雾以更快的速度、更汹涌的姿态填补上来。异火的力量没什么卵用，仅仅前进了不到1丈，便被无穷无尽的剧毒瘴气彻底吞噬、压制、熄灭。该死！沈星河脸色煞白，他看着那迅速弥合，甚至变得更加汹涌澎湃的瘴气墙，一颗心彻底沉了下去。异火竟然也失效了，这瘴气的恐怖程度远超想象，前无去路，后无退途，绝望的阴影缠绕上他的心脏。就在他心神俱震，几乎要被这绝境压垮的刹那，嗡！前方那片被瘴气笼罩的更深沉的黑暗中，突然亮起了一团朦胧的、昏黄的光晕。那光晕并不明亮，甚至有些飘忽不定，但却在这无边死寂与绝望的墨绿瘴气中，硬生生撕开了一道诡异的通道。光晕的来源似乎就在前方不远。沈星河瞳孔一缩，握紧了手中的流光破空剑，剑柄冰冷的触感让他强行镇定下来。是陷阱，还是唯一的生路？他没有选择。深吸一口气，压下翻腾的气血，沈星河眼神变得无比锐利。他不再看身后那绝望的瘴气墙，将仅存的灵力灌注全身，紧握长剑，一步一步带着12万分的警惕，
朝着那昏黄光晕的方向踏入了更深沉的迷雾瘴气，在昏黄光晕的边缘变得稀薄。沈星河每一步都踏得极慢，剑尖低垂，随时准备爆起。他的感官提升到了极致，捕捉着空气中任何一丝异常的波动。终于，他走出了瘴气最浓的区域，来到了光晕的核心地带。眼前是一个不大的、相对干净的石台，石台中央那昏黄光晕的来源，赫然是一具盘膝而坐的骷髅，白骨森森，在昏黄的光线下泛着陈旧的象牙色泽。骷髅身上的衣物早已腐朽殆尽，只余下几缕残破的布片粘在骨骼上。他保持着一种奇异的姿态，头颅微垂，空洞的眼窝似乎正凝视着身前的地面。整个场景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苍凉、孤寂和诡异。而在骷髅盘坐的双膝之前，静静地躺着一柄连翘长剑，剑鞘古朴，布满暗沉的花纹，同样覆盖着厚厚的尘埃，却掩不住其本身材质的不凡。沈星河停在石台边缘，距离骷髅尚有数丈之遥。他屏住呼吸，锐利的目光扫过骷髅、长剑以及周围每一寸地面，没有机关痕迹，没有能量波动，只有死一般的寂静。他缓缓抬起流光破空剑，剑尖遥遥指向那具骷髅，体内灵力悄然运转，蓄势待发。咻！一道凝练的寒冰剑气自剑尖激射而出，精准无比地击打在骷髅的肩胛骨上。咔嚓！一声清脆的骨骼碎裂声在死寂中格外刺耳。被击中的肩胛骨应声断裂，一小块碎骨掉落在地。骷髅的姿势被破坏，微微晃动了一下，头颅垂得更低了些。然而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动静，没有预想中的机关启动，没有怨灵复苏，甚至连一丝微风都没有。沈星河又等待了足足10息，确认再无异常，他这才缓缓收剑，但警惕丝毫未减。他一步一步极其缓慢地靠近那具骷髅，目光始终锁定在他身上。终于他来到了骷髅面前，近距离观察下，骷髅骨骼上一些细微的裂纹和暗沉的色泽更显清晰，仿佛诉说着久远的创伤。他的目光落在那柄古朴的长剑上，没有直接用手去碰。沈星河再次用流光破空剑的剑尖，小心翼翼地将那柄剑从骷髅膝前拨开一段距离，剑身与地面摩擦，发出细微的沙沙声，依旧无事发生。直到此刻，沈星河紧绷的神经才稍稍放松了一丝。他深吸一口气，这才弯下腰，伸出左手，谨慎地握住了那柄长剑冰冷的剑柄。入手沉重，触感冰凉，带着一股岁月沉淀的沧桑感。他缓缓用力将长剑提起，剑鞘入手，分量十足。沈星河目光沉凝，左手紧握剑鞘，右手则缓缓搭上了同样布满尘埃的剑柄。他拇指用力抵住护手，枪！一声清越悠长、龙吟般的剑鸣骤然响起，在这死寂的空间中回荡不绝。剑身被缓缓抽出，剑刃狭长，宽约3指，通体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内敛的青色光泽，如同与后天晴的远山。剑身靠近护手处，2个古拙苍劲的篆字铭刻其上，锋芒内蕴，却透着一股斩断青云的锐利意志。青云，而在其下方还有5个更小的字：爱意不凋零。4。沈星河眼中瞬间爆发出难以抑制的惊喜光芒。地阶上品，他忍不住屈指在剑身上轻轻一弹。铮！清越的剑鸣再次响起，如同回应，剑身青芒流转，一股无形的锋锐之气四散开来，竟将身周残余的稀薄瘴气都逼退了几分。好剑！沈星河忍不住低赞一声，心中的压抑和恐惧都被这意外收获冲淡了不少。就在他欣赏这柄意外得来的青云剑时，眼角的余光不经意间瞥向了那具被他剑气打歪了肩膀、头颅低垂的骷髅。骷髅那只剩下白骨，呈现出一种诡异扭曲姿态的右手，似乎并非随意摆放。他的指骨正以一种极其轻微却又无比执拗的力道，死死地压着一张折叠起来的、颜色发黄、边缘已经破损不堪的纸。那张纸被保护在他盘坐的腿骨与冰冷岩石的缝隙之间，若非他此刻姿势改变，几乎难以察觉。沈星河的心莫名的一跳，他缓缓蹲下身，目光在那张泛黄的纸和骷髅空洞的眼窝之间来回扫视了几遍。他伸出左手，这一次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那森白的指骨，用指尖极其轻柔地捏住了那张脆弱纸张的一角。纸张入手带着岩石的冰冷和一种难以形容的枯朽感。他屏住呼吸，缓缓地将那张折叠的纸打开。昏黄的光线下，纸张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墨迹也早已褪色发暗。然而当那映入眼帘的第一行字迹完全展开时，沈星河只觉得一股难以形容的电流瞬间窜遍全身。那并非工整的书写，而是带着一种急促、悲怆，甚至绝望的潦草笔触，力透纸背。开头几个字写得异常巨大：致爱人君魏雪。沈星河缓缓地盘膝坐在了那具森白骷髅的对面，
昏黄的光晕洒落在泛黄脆弱的信纸上，也照亮了骷髅空洞的眼窝，仿佛两个无言的深渊正注视着他这个闯入者。他深吸一口气，空气里还残留着胀气的腐朽和纸张的枯朽味道。他小心翼翼地捧着那张承载着无尽思念与遗憾的信笺，目光如同最精密的刻刀，逐字逐句地刻入其中。信纸上的字迹，前半部分带着一种极力维持的却难掩甜蜜的温柔。魏雪，还记得我们初遇的那片桃花林吗？花瓣落在你发间，比朝霞还要美。后来我带你踏遍千山，尝尽世间奇珍。你说最喜欢北境冰原的血泊鱼羹，那冒着寒气的清甜滋味，就像你的笑容。还有那次我们闯入雾隐之森，只为捉那只传说中能操控幻物、灵性非凡的琉璃幻物墨。你说他那双琉璃般的眼睛纯净的让人心颤，一定要将它带回去，当做我们独一无二的定情信物。读到此处，沈星河嘴角下意识地牵动了一下，仿佛能透过这褪色的墨迹看到一对璧人在险境中相携相伴的甜蜜与无畏。但紧接着字迹的笔锋陡然变得急促凌乱，甚至带着一丝懊恼与后怕。可我们低估了那小东西，它狡猾的紧。就在我们以为得手放松警惕的刹那，它竟爆发出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琉璃色迷雾。那幻物诡异无比，五感尽失，神识也被压制得如同凡人。我们像没头苍蝇般被困在里面，待到那该死的迷雾终于散去，哪里还有它的影子？我发疯似的将那雾隐之森翻了个底朝天，掘地3尺，每一片叶子，每一块石头都不放过。可它就像凭空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一丝踪迹。沈星河能感受到字里行间那股巨大的失落与不甘，他仿佛看到写信的男子在森林中疯狂搜寻的背影，那份未能完成爱人小小愿望的深深挫败。信纸上的情绪再次转变，笔迹变得更加沉重，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决绝。当那场席卷天地的浩劫世界之极降临之时，我以为一切都完了，万物凋零，生灵涂炭。可就在那片绝望的废墟与混乱中，我竟然又看到了他，那只琉璃幻物墨。他身上似乎沾染了浩劫的气息，变得有些不同，但那双琉璃般的眼睛，我绝不会认错。这一次我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终于将他擒住。他在我手中挣扎，发出凄厉的哀鸣，但我不在乎。魏雪，我终于捉到他了，我终于可以完成当初对你的承诺，把他送到你面前，当作……文字在这里戛然而止。沈星河的心脏猛地一跳，他下意识地用手指急切地往下抹撒，指尖触到的却不再是粗糙的纸面，而是一道极其不平整，如同被野兽利齿啃噬过的撕裂边缘。下一页，被人生生地撕掉了。我操！一声压抑到极点，又充满无尽憋屈和怒火的低吼，猛地从沈星河喉咙里爆发出来。他额角青筋暴跳，刚才阅读时沉浸其中的情绪，瞬间被一种被人戏耍、悬在半空的巨大烦躁感取代。他猛地扬起手，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将那张承载着未尽故事的残破信纸狠狠摔在地上。泛黄的纸张如同枯叶般飘落，发出无力的沙沙声。谁他娘的这么缺德！沈星河咬牙切齿，双眼几乎要喷出火来，死死盯着地上那刺眼的撕裂痕迹。关键时候撕掉，讲不讲武德？断章狗不得好死！他气得胸口剧烈起伏，恨不得将那撕书之人生啖其肉。就在这时，他因愤怒而扫视地面的目光猛地定格在骷髅那低垂的只剩下森白指骨的右手上，确切地说是那根微微蜷曲带着一种倔强姿态的中指。一枚极其不起眼的颜色暗沉的几乎与指骨融为一体的戒指正静静地套在那根中指的指骨根部。若非此刻骷髅姿势改变，角度恰好暴露，加上沈星河因愤怒而目光锐利，几乎难以察觉。那戒指造型古朴，没有任何繁复的花纹，材质非金非玉，暗淡无光。但沈星河的眼睛却在这一刻亮了起来，如同饿狼看到了血肉。刚才的怒火瞬间被一股巨大的贪婪和期待所取代。储物戒，他几乎是脱口而出，声音带着一丝兴奋的颤抖，没有丝毫犹豫，也顾不上什么对逝者的敬意了。沈星河猛地探出手，动作快如闪电，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霸道，直接捏住那枚套在指骨上的暗沉戒指，用力一撸，咔嚓一声细微的骨骼摩擦的轻响，戒指应声被摘下，而骷髅那根中指指骨也因为他的粗暴动作而断裂开来，一小节指骨掉落在地，发出清脆的撞击声。沈星河对此置若罔闻，他的全部心神都已被掌心中这枚冰凉、沉重、毫不起眼的戒指所吸引。他迫不及待地用拇指和食指将其捏起，举到眼前。戒指的界面很小，中间是一个几乎微不可察的孔洞。沈星河闭上左眼，右眼眯成一条锐利的缝，屏住呼吸，将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小小的孔洞上，试图窥探其中可能蕴藏的惊人财富。地阶神兵都有了，这里面
一定有好东西。他喃喃自语，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功法、丹药、灵石，还是关于那世界之极和琉璃幻物末的线索。巨大的诱惑让他不再迟疑，他立刻调动体内刚刚恢复不久的灵力，凝聚起一丝精纯的神念，带着试探和强硬的意味，狠狠地朝着那戒指核心的禁制捅了进去。嗡！戒指表面一层极其暗淡，几乎肉眼难辨的微光骤然一闪而逝。沈星河脸上的期待瞬间凝固，他灌注进去的那丝神念和灵力，如同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冰冷厚重的万载玄冰壁垒，不仅没能撼动分毫，反而被一股强大而古老的排斥力量狠狠地反弹了回来。一股冰冷的反噬感顺着神念瞬间刺入识海。沈星河闷哼一声，脸色一白，捏着戒指的手指都微微颤抖了一下。戒指纹丝不动，禁制坚不可摧。靠！沈星河看着手中这枚仿佛在无声嘲笑着他的暗沉戒指，脸色变得无比难看，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打不开。巨大的失落感和再次被挫败的恼怒，如同冰水浇透，瞬间将他刚才的兴奋浇灭。沈星河盯着手中那枚纹丝不动的储物戒，一股邪火噌地窜上脑门。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恨不得立刻把这破玩意儿摔在地上踩个粉碎，但最终他只是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压抑到极致的低吼，如同受伤野兽的呜咽。满腔的怒火无处发泄，只能硬生生憋了回去，化作胸膛剧烈的起伏和额角暴跳的青筋。操！他狠狠啐了一口，发泄般的将那枚戒指在掌心用力晃了晃，戒指依旧冰冷沉重，毫无反应。怒归怒，沈星河终究不是意气用事的愣头青，他强压下心头的烦躁，眼中闪过一丝肉痛却又无比现实的金光。算了，先收了再说。地摊上捡个铁环还值2铜板呢，万一哪天撞大运能打开了呢？他自我安慰着，动作却丝毫不慢，迅速将那枚打不开的宝藏塞进了腰间的超级乾坤袋。储物戒消失，沈星河的目光再次落回到那具被他剑气打歪，此刻更显凄凉的森白骷髅上。昏黄的光晕下，骷髅空洞的眼窝仿佛带着一丝无声的控诉。老兄，别怪我，我没得选。沈星河撇撇嘴，眼神如同最精明的搜刮者，再次仔仔细细地扫视着骷髅全身以及他盘坐的方寸之地。他甚至还用流光破空剑的剑尖小心翼翼地拨开散落在骷髅腿骨附近的碎布片和尘埃，希望能再找到点什么遗漏的宝贝。然而除了冰冷的岩石和腐朽的痕迹，一无所获。真穷酸。沈星河失望地嘟囔了一句，刚才发现青云剑的惊喜被连续的空手而归冲淡，一股无名火又涌了上来。他看着那具低垂着头颅，仿佛在嘲笑他徒劳无功的骷髅。晦气！他低骂一声，烦躁之下，右脚带着几分泄愤的力道，猛地朝那骷髅的盆骨位置踢了过去。哗啦咔嚓，本就因岁月侵蚀和之前剑气冲击而脆弱不堪的骨架，哪里经得起他这饱含灵力的一脚？只听得一阵令人牙酸的骨骼碎裂和碰撞声，整个骷髅如同被推倒的积木塔，瞬间彻底散架。森白的骨头噼里啪啦地滚落一地，那颗低垂的头颅更是咕噜噜地翻滚了好几圈，最后不偏不倚，正好停在了沈星河沾满尘土的靴尖前。空洞的眼窝正对着沈星河，沈星河被这突如其来的散架弄得一愣，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他低头看着脚边那颗骷髅头，心中刚升起一丝是不是过分了的念头，目光却猛地被散落骨架中某处异常的光泽吸引。在那断裂散乱的脊椎骨堆里，一节不起眼的椎骨中心赫然镶嵌着一颗拇指大小的珠子。那珠子并非寻常圆润，而是带着天然的棱面，通体呈现出一种深邃纯净，如同极地冰川核心般的幽蓝色。此刻它正散发着一种极其微弱却无比稳定的冷冽光芒，如同黑暗中一颗寒星。这幽蓝的光芒与周围昏黄的光晕格格不入，带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能量波动。沈星河的眼睛在这一刻爆发出比刚才发现储物戒时更加璀璨的光芒。宝贝！他几乎是脱口而出，心脏不争气的狂跳起来。那股幽蓝光芒中蕴含的纯净灵力气息，让他丹田内的灵力都似乎产生了共鸣。他下意识的就要伸手去抓，但就在指尖即将触碰到那颗幽蓝珠子的刹那，沈星河的动作如同被无形的冰线勒住，猛地顿住。一股强烈的警兆瞬间从尾椎骨窜上后脑勺，冷汗瞬间浸湿了后背。不行！他低喝一声，如同被烫到般猛地缩回了手，眼神瞬间变得锐利如刀，死死盯着那颗散发着诱人光芒的珠子。这地方太邪门，这骷髅生前感觉也不是善茬，天知道这珠子有没有古怪。前有红衣媚女的教训，后有奈何桥和诡异瘴气，沈星河此刻的警惕性提升到了顶点，他绝不会再被贪念冲昏头脑。指尖灵力瞬间凝聚，咻！一道凝练如针的锐利寒冰灵力，带着刺耳的破空声，
精准无比地射向那颗幽蓝色的脊椎骨珠。嗡！就在灵力即将击中珠子的瞬间，一层极其淡薄的能量光罩在那颗珠子表面浮现。叮！沈星河的灵力撞击在光罩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那看似脆弱的光罩纹丝不动，反而将那道试探的灵力以更快的速度反弹了回来，直射沈星河面门。靠！沈星河早有防备，反应快如闪电，他上半身猛地一个极其迅捷的甩头，呼！反弹的灵力擦着他的鬓角飞过，带起的劲风刮得他脸颊生疼，几缕断发飘落。灵力狠狠撞在后方一块凸起的岩石上，炸开一小片冰屑。沈星河惊魂未定地摸了摸被劲风刮过的脸颊，眼神中非但没有后怕，反而露出一丝果然如此的冷笑和后怕的庆幸。好险，好险！他拍着胸口，长长舒了一口气，额角渗出细密的冷汗。这老阴笔，死了还留一手，差点着了道。他重新将目光投向那颗被淡薄光照保护的幽蓝珠子，眼神变得无比凝重，同时也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和破解的欲望。他摸着下巴，绕着散落的骨架和那颗珠子缓缓踱步，大脑飞速运转。这禁制藏得可真够深的，连我刚才那么近都没察觉，非得受到攻击才显现。他仔细观察着光照上流转的符文轨迹，试图寻找规律。这符文结构看似繁复，但核心节点好像只有3个，而且排列怎么感觉有点眼熟，像是某种最基础的三角固灵阵的变种。一个大胆的念头浮现在沈星河脑海，不会吧，这禁制难道破解的关键反而简单到令人发指？他皱紧眉头，心中疑窦丛生。这老兄生前费尽心机把珠子藏在脊椎骨里，又设下如此隐蔽的触发式禁制，结果就用了个入门级的阵法当核心，这不合常理啊！难道有诈？他反复推演，甚至尝试用神念模拟了几个更复杂的解法，但直觉告诉他，最简单的那个似乎就是答案。妈的，富贵险中求，拼了！沈星河眼中闪过一丝决断，他不再犹豫，指尖灵力再次凝聚，而后结印，最后精准无比地点向光照上那3个看似最基础也最不起眼的符文节点。噗噗噗，3声气泡破裂的声响，随着最后一点落下，那层淡薄光照如同被戳破的肥皂泡，轻轻一颤，随即无声无息地消散在空气中，没有激起一丝涟漪，露出了里面那颗深邃幽蓝光芒的珠子。沈星河呆住了，他保持着点出最后一指的姿势，眼睛瞪得溜圆，嘴巴微微张开，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就这么破了，预想中的惊天爆炸、隐藏杀招、灵力反噬，统统没有发生，简单的就像他家的击扣篮。巨大的反差让他脑子一时有些转不过弯来，一股荒谬感油然而生。这他娘的，真是最高明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这老兄玩我呢？他甩甩头，驱散那点不真实感，看着那颗近在咫尺的蓝色珠子。沈星河伸出右手，拇指与中指虚空相对，指尖缭绕着一层精纯柔和的灵力。起！随着他一声轻喝，那颗镶嵌在断裂椎骨中的幽蓝珠子被一股无形的力量轻柔托起，缓缓悬浮到了他的面前。珠子离体，那股纯净极度凝练的灵力波动变得更加清晰。沈星河甚至能听到珠子内部仿佛有无尽的潮汐在奔涌，那深邃的幽蓝光芒在他眼前流转，如同蕴藏着一片被冻结的星辰大海。沈星河倒吸一口冷气，眼中充满了震撼。这珠子里面压缩的灵力，简直像一片灵力海洋。这到底是什么宝贝？那颗的奇异珠子静静地悬浮在沈星河掌心上方，他翻来覆去地打量着，指尖灵力小心翼翼地探入，试图解析其奥秘。然而那珠子内部的灵力结构精妙绝伦又浑然一体，以他目前的见识和修为，竟完全无法窥探其门径。搞不懂。沈星河眉头紧锁，研究了半晌，最终无奈地撇了撇嘴。再好的宝贝，用不了也是白搭。他眼中闪过一丝肉痛，但更多的是务实。算了，先收着，总比没有强。他不再纠结，指尖灵力一引，那颗神秘的幽蓝珠子便化作一道流光，被他干脆利落地收入了超级乾坤袋，与那枚打不开的储物借作伴去了。做完这一切，他下意识地再次回头望去，身后那翻涌着诡异暗绿色泽的剧毒瘴气依旧牢牢封锁着退路，没有丝毫消散或减弱的迹象。深渊的污液和腐朽的气息透过瘴气隐隐传来，提醒着他身处绝境。看来只有往前这条路了。沈星河眼神一凝，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因未知而产生的丝丝烦躁。他重新握紧了流光破空剑，剑身流淌着淡淡的寒芒，如同一盏微弱的指路灯。
他不再迟疑，迈开脚步，沿着这昏黄光晕岩伸出的狭窄隧道，向着更深处警惕地探索而去。隧道蜿蜒曲折，岩壁粗糙冰冷，布满了湿滑的苔藓和不知名的暗色菌斑。死寂是这里的主旋律，只有他刻意放轻的脚步声和深渊远处传来风声在回荡。出乎意料的是，预想中的机关陷阱、守护妖兽一概没有出现。唯一活动的生灵是一种令人头皮发麻的虫子，它们约莫指甲盖大小，通体覆盖着暗紫色的油亮坚硬的甲壳，头部生着2对细长不断颤动的触须，以及一对闪烁着幽绿寒光的复眼，密密麻麻地攀附在潮湿的岩壁缝隙，地面苔藓的根部甚至倒悬在低矮的洞顶。它们移动时悄无声息，只有甲壳摩擦发出的细微沙沙声汇聚成一片令人心悸的背景噪音。沈星河刚一踏入这片区域，无数双幽绿的复眼便齐刷刷地聚焦在他身上。哼！沈星河冷哼一声，对这种恶心的东西没有丝毫好感。他心念微动，右臂之上赤火灵纹红光一闪，呼！无需催动异火本体，仅仅是净灭幽莲火那狂暴炽烈、焚尽万物的本源气息骤然扩散开来。沙沙沙！那密密麻麻的暗紫色虫群瞬间炸开了锅。距离沈星河最近的虫子如同遇到了天敌克星，发出惊恐到极致的嘶鸣，甲壳剧烈颤抖，争先恐后的向后疯狂退避。更远处的虫群也开始溃散，在沈星河身周3尺之外，硬生生空出了一片真空地带。所有虫子都匍匐在地，触须紧贴岩壁或地面，瑟瑟发抖，连幽绿的复眼都暗淡了几分，充满了源自生命本能的最深刻的恐惧与臣服。沈星河故意放缓脚步，目光在虫群中逡巡，最终锁定了一只恰好挡在他前进路径上，来不及完全退开的倒霉虫子。那只虫子似乎感觉到了灭顶之灾，6条细腿疯狂扒拉着潮湿的苔藓，想要逃窜。沈星河眼神一厉，没有丝毫犹豫，右脚带着一种碾碎垃圾般的冷酷力道，猛地抬起，然后狠狠踏下。噗嗤，一声令人极度不适的粘稠物被碾碎的闷响。嘶！这残酷的举动，虫群那因恐惧而压抑的死寂瞬间被打破。距离最近的一大片暗紫色虫子被那同类的死亡气息彻底刺激的疯狂了。他们忘记了一伙的恐怖威压，幽绿的复眼中爆发出猩红的光芒，尖锐的嘶鸣声汇成一股令人头皮发麻的音浪，不顾一切地朝着沈星河的小腿猛扑过来。那密密麻麻闪烁着寒光的口气和细足，足以让任何密集恐惧症患者瞬间崩溃。找死！沈星河瞳孔一缩，杀意瞬间升腾，他甚至懒得挥剑。嗡！一道凝练的只有巴掌大小，却蕴含着净灭幽莲火、焚灭本源气息的赤红光焰，瞬间自他右臂激射而出，在他身周尺许范围内猛地一旋，嗤嗤嗤，如热刀切过黄油。冲在最前面的数十只疯狂虫子，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在那赤红光芒扫过的瞬间，直接气化，连一丝灰烬都没留下。空气中弥漫开一股蛋白质被瞬间烧焦的刺鼻气味。沙沙沙！比之前更加剧烈、更加惶恐的退潮声响起。所有扑上来的以及后面蠢蠢欲动的虫子，如同被无形的巨锤狠狠砸中，以比冲锋时快10倍的速度亡命后退，重新匍匐在地，瑟瑟发抖。幽绿的复眼中充满了比之前更深100倍的恐惧。那道赤红光焰如同不可逾越的天堑，将他们彻底震慑。就在这虫群惊惧退散、重新匍匐之际，沈星河锐利的目光穿透层层叠叠的暗紫色虫影，猛地定格在隧道深处，靠近岩壁底部的一个不起眼角落。那里有一只虫子，与众不同，它的体型足有婴儿拳头大小，比普通虫子大了数倍。甲壳不再是暗紫色，而是呈现暗红色泽，隐隐泛着金属般的冷光。它的触须更加粗壮有力，缓慢而威严地摆动着。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复眼并非幽绿，而是2团如同燃烧炭火般的猩红光芒，此刻正透过虫群的缝隙冰冷地注视着沈星河。而更明显的是，在它周围形成了一个明显的真空圈，其他的暗紫色虫子都自觉地远离它，如同臣民拱卫着他们的王。沈星河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哦，他拉长了音调，带着一丝恍然和浓厚的兴趣，原来是只虫王啊。